末日突然降临，怪物疯狂肆虐，他被困在百平豪宅里，却意外绑定了究极宅男系统，只要不出门就能无限升级。谁能想到灾难会来得这么突然，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把一切彻底毁灭。紧接着就是病毒和战争，一波接一波袭来，根本不给人类留活路。这下子整个世界彻底乱套了。本来以为是人类自己作死，结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真正把人类逼上绝路的，居然是游戏里才有的怪物。世界瞬间变成了屠宰场。既然怪物已经横行，人类也开始觉醒超能力。就在大家抱团苟活的时候，新的变故又来了。但现实可不是爽文小说，就算有人觉醒了超能力，也根本挡不住这世界末日。一转眼3天过去了，在这片废墟之中，居然还有人能悠闲的吃着零食。只要自己还活着，这世界就不算彻底完蛋。不过麻烦很快就要找上门了。在贤现在是一个人住，守着这套100平的大房子，家里其他人都不在身边。其实他家根本不算有钱，当初老爸掏空积蓄还贷了款才买下这套房，为了拿到退税优惠，只能让他一个人先住进来凑年限。结果倒好，年限还没凑够，末日先来了，他直接被困在屋里，连门都出不去，网络彻底断了，连唯一的求救渠道都没了。还没等在贤缓过神来，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怪叫。刚刚那是什么声音？还没等他看清，一个巨大的黑影直接撞上了阳台。这一下来的太突然，在贤整个人直接被掀翻在地，外面的怪物已经盯上他了。怪物疯狂地扑了上来，眼看就要破窗而入，在贤根本无处可逃。关键时刻居然触发了系统保护机制，只要他不点头同意，什么妖魔鬼怪都别想进来。这下总算保住了一条命。谁能想到当个宅男居然还能保命，看来这套房子以后就是他最安全的堡垒了。在贤心里很清楚，要不是靠着这个奇怪的系统保护，他早就没命了。不过这保护也像个牢笼，在贤试着去开大门，结果不管是用手拽还是用身体去撞用脚去踹，大门都纹丝不动，根本出不去。一转眼末日爆发，已经过去3天了。看着外面彻底瘫痪的城市，在贤只能继续缩在这个安全屋里。可接下来该怎么活下去？在贤这下算是彻底被关在家里了，而且这系统还给他安了个新身份，叫做究极宅男。系统面板上写得清清楚楚，作为究极宅男，他是绝对不能踏出屋子一步的。这算哪门子究极啊？这不就是变相软禁吗？但现在最要命的还不是这个。看着地上所剩无几的泡面和饮料，食物一旦吃光，他该怎么活下去？看着地上吃剩的垃圾，在贤是真发愁了。昨天家里就已经断了电，冰箱里的存粮根本放不住，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几天他就要饿死在屋里。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声系统提示音，这声音来得莫名其妙，直接把在贤给整懵了。系统居然提示他成功猎杀了一只23级的怪物，还拿到了大量经验。可问题是，他明明一直老老实实待在屋里，这怪物到底是怎么死的？原来是那只倒霉的巨鸟一头撞死在安全屋的结界上，这才让在贤白捡了个大便宜，不仅平白无故升了级，系统甚至还开始自动帮他拾取掉落物。这下可把外面那群怪物给整懵了，眼看着到手的战利品凭空消失，这群家伙直接当场炸了锅。这白捡的便宜可不小，系统直接往他账户里塞了整整200多万。在贤还没反应过来这钱能干嘛，头顶的灯突然亮了，原本断电的屋子居然在这时候恢复了供电，居然来电了。原来这都是究极宅男的专属福利，只要有钱，系统就能自动恢复屋里的所有功能，甚至连水电都能强行续上。看着重新亮堂起来的屋子，在贤这下彻底傻眼了。难道说只要一直宅在家里，他就真的能衣食无忧？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提示，在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上面居然写着能把屋子恢复到世界末日前的状态。他赶紧跑去确认，结果水龙头里真的流出了清水，连厨房的电器也全都能正常使用了。这下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彻底解决。在贤兴奋的大喊：太棒了，一切都恢复到世界毁灭前的样子。既然连水电都恢复了，在贤赶紧抓起手机，寻思着是不是也能有信号，那手机是不是也能用了？结果屏幕一亮，上面明晃晃的写着无网络连接，这下可把他郁闷坏了，看来网络这块还是没戏。就在他叹气的时候，突然注意到地上掉了个东西，仔细一看，居然是个 U 盘。在贤赶紧把电脑打开，随着清脆的鼠标点击声，屏幕上弹出了照片，画面里是一个女人抱着婴儿，这到底是谁？难道是原房主留下的线索？随着鼠标一张张点开，屏幕上出现的居然全是他和家人的合影，从小时候牵手去上学到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合照，每一张都是曾经最美好的忆。看着这些照片，在贤半天说不出话来，只剩下一声叹息。不过看着这个被系统恢复的避难所，在贤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把家人全都接回这里。在贤暗暗下定决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一定要做到。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提示音，系统面板刷的一下又亮了，这次居然解锁了一个新功能——终极宅男商店。在贤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有些纳闷，这个地方居然还能买东西。他伸手点了一下屏幕，上面立刻显示出200多万的余额，看来只要卡里有钱，就能在系统商店里买到商品。不过系统提示他必须先注册一件商品才行，这下在贤可坐不住了，立刻转身在屋里翻找起来。他到底想拿什么东西来注册呢？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依然是那条冷冰冰的警告，禁止他离开这栋房子。在贤无奈的叹了口气，看来就算等级提升了，限制也还是没有解除，他依然被困在屋里。不过这次的尝试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看着外面那些不断撞击结界送命的怪物，在贤突然反应过来，只要能消灭这些怪物，
他就能不断升级并获得新技能，说不定等级足够高了，他就能彻底重获自由。可问题是，一直缩在屋里，他要怎么主动去消灭外面的怪物？总不能每次都指望这些怪物自己撞死在窗户上吧？这下可把他给难住了。看着外面游荡的怪物，在贤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既然自己出不去，那能不能把怪物引过来？如果能把那些哥布林解决掉，不仅能升级，说不定还能拿到更多奖励。说干就干，在贤随手从屋里拿了个空水瓶，直接拉开了阳台的窗户。他使劲一扔，把水瓶朝着外面的怪物砸了过去。随着水瓶落地的一声闷响，在贤死死盯着外面，这招到底能不能行？看着掉落在外面的水瓶，在贤心里一阵狂喜，这招果然管用。虽然他自己没办法离开屋子，但只要把东西扔出去，就能和外面产生接触。既然这个办法可行，在贤立刻转身回屋，翻出了一个沉甸甸的哑铃。他嘴角微微上扬，这玩意儿要是砸下去，绝对够那些怪物喝一壶的。可还没等他把哑铃扔出去，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怪叫。在贤探头一看，这下可坏了，水瓶落地的动静把附近所有的哥布林全引了过去。在贤大喊：“别走啊！”这下只能拼一把了。他直接举起手里的哑铃，使劲朝窗外砸了过去。他在心里祈祷，这一下可千万要砸中。只听见轰的一声，哑铃精准砸中了一只怪物。旁边的哥布林直接看傻了，这高空抛物的威力确实够他们喝一壶的。在贤这下彻底慌了，这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刚才扔出去的已经是家里最后一个哑铃了，这下该怎么办？屋里已经没有其他能扔的重物了，总不能把电视和电脑扔下去吧？那玩意儿根本扔不远。还没等他想出对策，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怪叫。在贤低头一看，这下彻底完了，底下的怪物已经发现了他，正指着阳台大声呼唤同伴。这下真的无路可退了。听着楼下传来的动静，在贤这下有些吃惊，这群怪物正发了疯似的，全奔着他这栋楼冲了过来。看着底下密密麻麻的怪物，在贤反而冷静了下来。这情况仔细想想，其实也不算太糟糕。既然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正好省得他到处去找了。在贤突然有了主意，他直接开口：“进入商店。”在贤没有犹豫，直接伸手点下了注册商品的按钮，系统弹出了确认提示，问他打算注册什么东西。在贤顺手拿起旁边的哑铃，说：“就注册这个吧。”话音刚落，一道蓝光刷的一下扫过哑铃，系统提示注册成功。看着屏幕上显示的价格，在贤有些吃惊，这价格居然和他在网上买的时候1分钱都不差。看来这个系统是按照末日前的物价来定价的，这下可有意思了。系统界面上正显示着刚才注册的哑铃，在贤没有犹豫，直接点击了购买。伴随着一道强光，刚买的哑铃直接凭空传送了出来。这下可把在贤给乐坏了，他试了试分量，在贤笑着说：“太好了，这分量刚刚好，有了这源源不断的武器，楼下那群怪物可要倒大霉了。”这高空抛物的威力可真不是开玩笑的，沉甸甸的哑铃从天而降，直接把底下的怪物砸了个稀碎。紧接着系统提示就响了，不仅拿到了经验，账户里还多了几千块钱。在贤兴奋的大喊：“太棒了，这买卖简直太划算了！”可底下的怪物群这下彻底被激怒了，这一下砸得有点偏，底下的怪物被吓得四处逃散。在贤懊恼地说：“就差那么一点点。”既然一个不够，那就直接来个火力覆盖。系统提示音一响，3个崭新的哑铃直接送货上门。在贤二话不说，抓起哑铃就往下砸。这回底下的怪物可没那么好运了，直接被砸了个正着。这一下砸得结结实实，底下的怪物当场就没命了。不仅账上又多了一笔钱，居然还顺便升了个级。在贤高兴地说：“太棒了！”谁能想到这次系统给的奖励居然是一个专属的储物空间。在贤喊道：“开启空间！”他试着把手里的哑铃放进去，随着系统确认，手里的家伙唰的一下就消失了。有了这个随身仓库，以后囤物资可就太方便了。系统紧接着弹出提示，问他要不要把刚存进去的哑铃拿。在贤兴奋地说：“当然要！”话音刚落，消失的哑铃直接凭空出现在他手里，这下随时随地都能召唤武器了。既然这功能这么好使，那接下来的计划可就简单多了。在贤再次开启空间，这回他可要玩个大的。既然要玩个大的，在贤直接站在阳台边，再次拉开了系统空间。他伸出手，大喊着召唤哑铃，一次不够就再来一次，直接把库存全部拉满。唰的一下，无数的哑铃铺天盖地砸了下去，这阵势简直就是一场铁雨。底下的怪物这下彻底倒霉了，这波铁雨砸下来，底下的怪物根本没地方躲，直接被砸了个稀碎。不仅经验值蹭蹭往上涨，钱包里也跟着多了一笔进账。这时候系统又弹出提示，问他要不要继续注册新商品。在贤兴奋地喊：“那必须的！”在贤在商店里一口气注册了10样商品，除了用来砸怪物的哑铃，剩下的全是生活必需品。可还没等他松口气，却发现余额莫名其妙少一。在贤有些纳闷，怎么无缘无故扣钱了？难道这地方还要收水电费？顺着动静看过去，最有可能的就是冰箱重新通电了，但这可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在贤在屋里直叹气，嘴里还忍不住抱怨那群哥布林。原来自从上次他用哑铃砸死几只怪物之后，剩下的哥布林就全被吓跑了。结果这几天下来，他一共也就只解决掉了2只怪物。在贤有些郁闷地走到阳台，看着外面空荡荡的街道，这附近已经连个怪物的影子都看不到了。看来这高空抛物的套路是用不下去了，他必须得想个新办法才。在贤站在阳台边，嘴里还念叨着，要是能有知迷路的飞行怪物，自己飞过来就好了。话音刚落，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动静，一个黑影正朝着这边飞过来。仔细一看，居然还真是一只飞行怪物。这下可把在贤给乐坏了，他兴奋地大喊：“真是天助我也！”说完转身就往屋里跑。
他一把拽住阳台上的绳子，看来这家伙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他把晾衣架直接架在阳台边，这回他要用这个当诱饵。眼看那只飞行怪物越来越近，在贤已经锁定了对方的动向，就等他自投罗网。突然，阳台上闪过一道刺眼的亮光，这动静立刻引起了怪物的注意。他立刻锁定了阳台的方向，怪物调转方向，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直接奔着光源冲了过去。看着迎面扑来的血盆大口，这回到底谁才是猎物？看着冲过来的怪物，在贤忍不住笑出了声。这招引蛇出洞果然管用，怪物发了疯似的撞击着结界，只要等这家伙把头伸进来，就能直接解决掉他，到时候肯定能顺利升级。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意外突然发生了，一阵狂风唰的一下刮了过来，在贤被吹得连连后退。等风势稍微小了一点，他有些纳闷的抬头一看，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怪物居然不见了。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怪叫，在贤转头一看，这下彻底傻眼了，那只怪物居然绕到了侧面，直接把墙壁撞开了一个大窟窿。这下可真是引狼入室了。看着头顶上那张近在咫尺的血盆大口，这回麻烦可大了。那只怪物发出一声怪叫，直接奔着结界撞了过来。只听见砰砰几声巨响，这家伙开始疯狂撞击结界，系统警报也跟着响个不停。在贤看着不断震动的结界，只希望这防线可千万要撑住。可外面的撞击声越来越大，再这么等下去迟早要完，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在贤二话不说，直接伸手召唤系统商店，看着弹出来的商店界面，这回他到底要买点什么来对付这个大家伙。在贤看着系统面板，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原来只有死在附近的怪物才能收集到掉落物，之前那些被砸死的哥不灵，尸体全被同伴给拖走了，导致他什么都没捞着，这波简直亏大了。所以眼前这只送上门来的怪物绝对不能让他给跑了，必须得想办法在结界口解决它。看着不断被撞击的结界，在贤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他盯着系统商店里的商品，大喊着：“直接给我来10箱食用油！”这操作可把人看懵了，买这么多油，他到底想干什么？在贤没有犹豫，直接在系统面板上点击了确认购买。伴随着一道蓝光，他买的10箱食用油直接送货上门。在贤赶紧抱着几瓶油跑了过来，在贤拿来一个大锅，把油咕嘟咕嘟全倒了进去，接着直接开火加热。油热的差不多了，在贤拿来一把拖把，直接把拖把头浸进热油里。他把拖把沾满热油，到底想用这玩意儿干什么？在贤喊道。进入商店，面对系统的询问，他直接确认，这操作也是没谁了，直接把滚烫的热油往面板上倒。没想到还真让他注册成功了，万事俱备。在贤顺手拿起打火机，直接把沾满热油的拖把给点燃了。这熊熊燃烧的火把，就是他给外面那家伙准备的致命武器。这只巨大的怪鸟直接落在了阳台上，在贤拿着刚点燃的火把，直接顶了上去。在贤大喊一声召唤食用油，谁能想到他居然直接把传送口开在了怪物的头顶，食用油劈头盖脸的浇了下去。这下怪物彻底被淋成了落汤鸡，浑身全是滑腻腻的油。接下来只要一点火星，这家伙就彻底没救了。在贤大喊一声去死吧，他挥起熊熊燃烧的火把，直接砸了过去。这一下砸得结结实实，火星子在怪鸟身上炸开，浑身是油的怪鸟一下子被彻底点燃，直接成了一个大火球。在贤笑了笑，成了，这招果然好使。怪鸟在烈火中拼命挣扎，这回他是彻底没戏了。看着楼下那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在贤这下总算能松口气了。那只巨大的怪鸟在烈火中拼命挣扎，没一会儿就彻底没了动静。紧接着，系统提示音疯狂刷屏，不仅成功干掉了27级的怪物，还拿到了大量经验和新技能。更夸张的还在后面，随着系统自动回收掉落物，账户余额直接开始狂飙。在贤看着屏幕上的数字，整个人都傻眼了。什么？这一下居然直接进账了900多万，这都快赶上1000万了，这波简直是暴富啊！账户里刚多了1000万，系统提示音就响了，居然说满足了升级条件，安全区要开始扩张了。还没等在贤反应过来，整栋楼突然剧烈晃动起来。在贤有些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一道蓝光刷的一下笼罩了阳台，在贤只觉得身上一紧，这感觉可不太妙啊！难道这安全区扩张，连他自己也要跟着遭殃？随着安全区不断向外扩张，那道神秘的蓝光直接穿透了墙壁和走廊，把周围的区域全部笼罩了进去。在贤本以为这栋楼里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了，可当蓝光扫过隔壁房间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愣住了。在贤有些不敢相信，我看到人了，那不是住在隔壁的邻居吗？原来在这栋楼里居然还有其他幸存者。还没等在贤仔细看清，隔壁那一家子居然都还活着。可紧接着一股莫名的冲击直接冲进脑门，那股蓝光刷的一下退了回去，疼得他直接蹲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那股力量绝对不是普通的扩张。就在这时，系统面板突然弹了出来，上面居然显示出了邻居亨俊的头像。系统面板上刷刷弹出几行信息，除了之前的亨俊，他的妻子慧媛，还有2个女儿内妍和舒妍，全都被系统给扫描了出来。紧接着系统就弹出了提示，问在贤要不要给他们居住权。这下在贤有点犹豫了，他开口询问系统，要是不给会怎么样？结果系统的回答非常冷酷，不给居住权的人会被直接驱逐出安全区。系统甚至还追问了一遍，确定不给他们居住权吗？看着这个提示，在贤一下子沉默了。如果不给他们居住权，那这家人在外面可就真成怪物的口了。在贤叹了口气，还是选择给他们4个人居住权。既然人都收了，在贤打算看看有没有解锁什么新技能，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叫终极之眼的技能，只要在基地里，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
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被动技能，叫基地宣言。没有他的允许，谁也别想踏进他的地盘半步。在贤顺手点开居民管理，结果弹出来的界面让他有些意外。这上面不仅有邻居一家的等级，居然还显示了对他的信任度，这数值可有点意思了。在贤看着面板上的数字，这安全区居然能容纳600人，这可真是个庞大的数字。在贤点开邻居亨俊的详情页，上面不仅有等级和信任度，居然还有经验和掉落物的分配比例，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只要他们去打怪升级，在贤就能躺抽成，甚至还能自己调整抽成比例，这不就是妥妥的躺吗？怪不得系统让他当管理者，原来这才是他升级的终极捷径。不过最让他好奇的还是下面那个分配任务的选项，难道自己还能给他们发任务？点开一看，里面居然连任务奖励和惩罚都能由他自己来定。在贤决定先写一个试试看，到底能不能行。在贤开始尝试编辑任务，任务是让邻居去消灭哥布林，至于失败惩罚，系统默认是没有任何惩罚。看着眼前的面板，在贤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把惩罚拉满，最大能到什么程度？他试着对系统说，把失败惩罚改成死亡，没想到系统还真给改了。看着面板上红色的死亡2个字，只要在贤按下确定，邻居一家的命就彻底攥在他手里了。看着这个选项，在贤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取消了这次任务。看着消失的面板，在贤直接瘫坐在地上，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现在拥有的权利有多可怕。只要他想，随时都能决定邻居一家的生死。这股力量让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害怕。在贤看着新解锁的技能，琢磨着这玩意儿到底该怎么用。他试着念出技能的名字，终极之眼。随着技能发动，他的视线直接穿透了墙壁，隔壁邻居家的情况一下子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他眼前。此时的邻居一家正愁得不行，家里已经彻底断水了。慧媛看着丈夫亨俊，商量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实在没办法了，亨俊决定自己冒险出去找水，让慧媛留下来看好2个孩子。慧媛一听就急了，外面现在全是怪物，这时候出去跟送死有什么区别？可亨俊也是实在没办法，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附近的便利店。看着亨俊要冒险，慧媛心里别提多纠结了。就在2口子争执不下的时候，小女儿舒妍又在一旁喊渴，这声音直接让当爹的下了决心。看着虚弱的孩子，亨俊这回终于不再退缩，他一把拉住慧媛的手，决定自己去外面闯一闯。看着邻居一家为了生存苦苦挣扎，在贤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叹了口气，直接关闭了终极之眼。看来外面的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为了能帮上忙，在贤立刻换出了系统商店。看着眼前的商品注册界面，在贤开始琢磨，现在能注册的商品数量太少了，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增加上限呢？想到这，他试着让系统打开技能面板，看着弹出来的技能列表，在贤顿时眼前一亮，他兴奋地大喊：“我就知道！”在贤没有犹豫，直接确认升级终极宅男商店技能，这下技能直接升到了2级，不仅商品注册上限翻了1倍，甚至还附赠了9折优惠。在贤笑了笑，这波确实不亏，手里还剩下2个技能点，既然以后可能会遇到更多幸存者，那就要提前做好准备。他决定把剩下的点数全砸在商店和生活维持技能上，这下商店直接冲到了3级，注册上限一下子暴涨到40个，而且还解锁了全新的商品恢复功能。看着新解锁的商品恢复功能，在贤开始琢磨起来，这个功能居然能把用过的东西恢复原状，这下可真是捡到宝了。他忍不住笑出了声，看来把商店升到3级这波操作简直是血赚。他立刻换出系统商店，看着弹出来的3级商店界面，在贤没有犹豫，直接下单购买了饮用水和橘子。看着手里的物资，在贤又把注意力放在了另一个技能上，既然要做好长期准备，那生活维持技能也得跟上才行。他没有犹豫，直接确认升级生活维持技能。在贤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等这个技能升上去，他就能给隔壁的邻居提供水电，到时候还能顺便换点别的物资回来。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他的生活维持技能也顺利升到了2级，这下生存保障又多了一重。就在这时，系统突然传来一声提示，居然解锁了全新的附属功能。在贤有些纳闷，这附属功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没等他研究明白，隔壁的邻居家里已经开始有了动静。亨俊背上背包，手里拿好防身工具，正准备推门出去。看着丈夫要出门，妻子慧媛满脸都是担忧，忍不住喊住了他。亨俊转过身，安慰着妻子和2个女儿，让他们乖乖待在家里等他回来。看着爸爸要走，奈妍和舒妍2个小姑娘心里害怕极了，爸爸这回出去还能平安回来吗？亨俊安慰着孩子们，说自己一定会带回食物和水，让他们乖乖听妈妈的话。奈妍拉着爸爸，哭着不让他走，因为他心里清楚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可怕。奈妍大喊着，外面全都是怪物。原来在灾难爆发的那天，奈妍和舒妍正在公园的沙坑里玩耍，谁能想到几只面目狰狞的哥布林突然从暗处冲了出来，2个小姑娘当时都吓傻了。奈妍反应快，拽起妹妹转身就跑，那次能死里逃生简直就是奇迹。幸好那时候父母及时赶到，抱起2个孩子拔腿就跑，这才从怪物的魔爪下捡回一条命。回到现实，看着哭成一团的女儿们，亨俊心里真不是滋味，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一走也许就是永别了。就在亨俊准备出门的时候，屋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门铃声，这一下把屋里的几个人都给吓了一跳。紧接着外面又传来了敲门声，门外居然还传来了说话声，问能不能把门打开。在这怪物横行的末日里，外面来的到底是人还是鬼？亨俊一时间根本不敢乱动，这门要是开了，万一外面是怪物怎么办？可还没等亨俊想明白，门外
又传来了一声询问。亨俊死死护着身后的老婆孩子，连大气都不敢喘。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剧烈的撞击声，这动静大的感觉门随时都会被撞开。可没过一会儿，外面又突然没了动静，四周静得让人心里发毛。亨俊小声嘀咕了一句：“这是走了吗？”为了弄清楚外面的情况，他只能硬着头皮一步步朝门口挪了过去。只听见咔嗒一声，紧闭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了。这下可把亨俊吓得不轻，他想都没想，直接扑过去，死死护住老婆孩子，大喊着让对方放过自己的家人。可没想到，门外却传来了一个温和的声音，对方居然在为自己的打扰而道歉。亨俊有些猛地转过头，这才发现进来的根本不是怪物，而是一个提着塑料袋的年轻人在贤。看着眼前这个不速之客，亨俊只能警惕地问对方到底是谁。在贤笑着自我介绍，说自己叫金在贤，就住在隔壁。他还特意带了些水和橘子，让大家先吃点东西，有什么话待会儿再慢慢聊。这下可把亨俊给整不会了，他转头看了看身后的妻子和孩子，在这缺水缺粮的末日里，这送上门的物资简直就是救命稻草。看来对方既然主动送来食物和水，说不定真的能帮上忙。这时候确实没理由把人往外推。于是亨俊终于放下了戒备，招呼在贤进屋说话。看着两个死死盯着自己的孩子，在贤有些尴尬的笑了笑，生怕刚才的粗鲁举动吓坏了他们。不过他很快注意到，这家人把遮光窗帘拉得死死的，在末世里这确实是个聪明的办法，能省去不少被怪物盯上的麻烦。既然决定要帮他们，那就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在贤打算先把这屋里的电给通上，随着他瞬间发动技能，原本漆黑一片的屋子唰的一下彻底亮堂了起来。突然亮起的灯光让亨俊彻底懵了，这断了很久的电怎么会突然通了？在贤没有多做解释，直接把干净的水递了过去，先给孩子们喝点水吧。亨俊赶紧接过来，连声道谢。渴了很久的内盐和舒颜拿到水就大口大口的灌了下去，这水对他们来说就是救命的甘露。结果小女儿舒颜喝得太急，直接在一旁呛得咳嗽起来。妈妈慧媛急忙在旁边照顾着，看着这一家子狼狈的样子，在贤又从袋子里拿出了新鲜的橘子。你们喜欢吃橘子吗？在贤把包好的橘子递了过去，小女儿舒颜捧橘子，眼睛里满是渴望的神色。她转头看向妈妈。姐姐内言看到后也吵着要吃，分到橘子的小姑娘们吃得无比开心。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这一家人对她的信任度瞬间飙升，尤其是小女儿舒颜，甚至还额外解锁了忠诚度，这已经达到了收为家臣的门槛。可看着眼前天真无邪的孩子，真的要让他承担末世的残酷吗？在贤最后还是迟疑了。要知道家臣的名额非常有限，系统规定一共只能招收10个人，所以每个名额都必须用在刀刃上，得找像亨俊这样能干活的成年人。可仔细一看面板，亨俊对他的信任度居然只有31，这距离收为家臣还远远不够，得想个办法把信任度刷上去才行。就在这时，亨俊突然感激的开口：“真的太谢谢你了，这恩情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还。”在贤心思一动，这不就是个绝好的刷好感机会吗？要不我们去外面单独聊聊？两人来到安静的走廊单独谈话，在贤直接切入正题，询问亨俊有没有接受居住权，接受之后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亨俊愣了一下，面前突然弹出了系统面板，如果是指这个通知的话，我们全家半小时前就都同意了。在贤接着追问，那同意之后呢？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亨俊仔细想了想，其实同意之后，我们全家好像有一小会而动弹不得。听到这里，在贤开始暗自琢磨，难道在系统批准居住权之前，人会暂时失去行动能力吗？就在贤思索的时候，亨俊突然再次开口了。在贤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我可以帮你找回以前的生活。”这话一出，亨俊整个人都懵了。什么？在贤接着认真的解释的：“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就绝对不会受到任何怪物的。”在这怪物横行的末世里，这种承诺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亨俊有些不敢置信的看着他：“你真的能做到吗？”在贤的回答非常笃定：“是的，我可以。”看着在贤那无比认真的样子，亨俊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肯定是有代价的。你需要我做什么？在贤直接把丑话说在了前头，这可是要拼命的。你真的准备好了吗？走廊里瞬间安静了下来，但亨俊心里清楚自己根本没有退路，只要能活下去，让我做什么都行，反正不拼也是个死。看到对方态度如此坚决，在贤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可谁能想到，在贤突然话锋一转，问他那根高尔夫球杆值多少钱？这弯转的实在太急，把亨俊整个人都给问懵了。大概要50万韩元吧。原来在贤是想把球杆放进系统商店，但高昂的手续费让他打消了念头。亨俊一头雾水的追问：“你问这个干嘛？”在贤只是摆了摆手，没什么不重要。紧接着，在贤打听起怪物出现的那天，亨俊叹了口气，回忆道：“那天是个周末，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在贤听完，心里顿时有了底。既然怪物爆发是在周末，那当时老实待在家里的人大概率都还活着。而且说实话，落单低哥布林战斗力并不恐怖，虽然单只哥布林战斗力不行，但他们最难缠的地方就是喜欢成群结队的搞偷袭。既然怪物懂得抱团，那人类自然也可以。所以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得赶紧招兵买马。在贤突然看着他开口道：“大叔。”亨俊有些纳闷地问：“怎么了？”在贤神色严肃地盯着他：“从现在开始，我要你帮我去找其他的幸存者。”夜深人静的时候，整栋公寓大楼死一般寂静。突然响起的系统提示音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在贤看着眼前的蓝色面板，发现亨俊的信任度已经升到了40。看来白天的拉拢确实起到了作用。
只要能不断扩大这个安全区，招募到更多可靠的同伴，以后说不定真的能找到失散的家人。还没等他仔细规划，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怪叫，在贤整个人猛地一激灵，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这声音听起来极其诡异，他来不及多想，赶紧下床，快步朝着阳台走去。在贤走到阳台，朝下方看去，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愣住了。漆黑的楼底下居然有活人，仔细看去，那是一群被怪物死死包围的幸存者。可自己住在这么高的楼层，现在根本没办法直接下去帮忙。这群哥布林可不打算给人类喘息的机会，嘶吼着从四面八方扑了上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人群中的东剑突然暴起出手，一颗棒球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狠狠砸向了最前面的怪物。楼底下的战斗比想象中还要惨烈，眼看又有幸存者被怪物扑倒在地，站在阳台上的在贤看得心惊肉跳。就在这危急关头，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金发女人，她甩手扔出锋利的武器，精准地贯穿了怪物的脑袋。可怪物的数量实在太多了，东剑死死握着手里的棒球棍，警惕地盯着围上来的哥布林。局势依然非常被动。就在双方即将再次交手的瞬间，半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呼啸声，竟然有人从高处一跃而下，直奔怪物堆狠狠砸了下去。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那个从天而降的强壮男人直接把地上的怪物砸成了碎肉。这霸道无比的强力一击，瞬间把周围的哥布林全部震退。看到有如此强大的援兵赶到，躲在后面的幸存者和孩子们总算能稍微喘上一口气。可还没等大家彻底放松下来，旁边的金发女人突然警惕地抬起头，猛地拉开了手里的弓箭。本以为女人拉开长弓是要对付怪物，结果她却突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顺着她的视线往高处看去，20楼的阳台上居然有人在拼命朝下面招手。这人正是站在阳台观战的在贤扯开嗓子大声喊着：“快到这上面来！”底下的女人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屋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在贤转过身去自言自语道：“看来是他过来了。”听到门外传来敲门声，在贤伸手把房门打开，招呼门外的亨俊先进屋说话。亨俊感激地道了声谢，抱着沉甸甸的箱子就往里走。可谁能想到，他刚走到门口的瞬间，整个人就像撞上了一堵无形铁墙，直接被狠狠弹了回来。紧接着，门口凭空浮现出一道蓝色屏障，伴随着冰冷的系统提示音，直接拒绝了亨俊的进入。看着眼前弹出的系统警告，亨俊整个人彻底懵了。这好端端的安全屋，怎么突然把他拒之门外了？看着眼前闪烁的系统提示，在贤开始在心里琢磨起来，难道说除了他自己之外，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出这间公寓，除非对方是已经登记的家臣？既然亨俊现在进不来，在贤只能先接过他手里的纸箱。亨俊有些尴尬地解释道：“他把家里能当武器的东西都带过来了。”在贤道了声谢，转身把箱子抱进了屋里。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一些五金工具，就只有几把锋利的菜刀。虽然这些东西对付怪物有些勉强，但总比赤手空拳要好得多。在贤决定先给亨俊一些物资奖励，他直接唤醒了系统仓库，准备拿出5瓶水和5包方便面。在贤直接换出系统面板，随着光芒一闪，一整箱生存物资凭空出现在地上。这神奇的一幕把旁边的亨俊吓了一跳。在贤把箱子递了过去，吩咐道：“你能去1楼大厅，把这些东西放在入口处吗？”一听要独自去1楼，亨俊心里顿时直打鼓，他有些紧张地问道：“去1楼大厅吗？这会不会太冒险了？”在贤耐心地解释道：“没事的，根据我的观察，哥布林在白天会更加活跃，而且在这崩坏的末世里，最可怕的往往不是怪物，而是那些为了生存已经彻底红了眼的暴民。”在贤心里非常清楚，在这人人自危的末世里，只要放出有食物的消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自然会主动找上门来投靠。在贤解释说，这么做是有深层原因的，你就帮我把东西送下去吧。亨俊有些紧张地确认道：“只要把箱子留在1楼，然后直接回来就行了吗？”在贤肯定地点了点头，没错。听完这个简单的要求，亨俊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任务听起来倒是不难。他打了个招呼，转身朝着电梯口走去。亨俊感激的连声谢过，拍着胸脯保证这事就交给他了。看着老实巴交的亨俊，在贤也想给他点实际的好处，于是直接换出了系统面板，随着手指轻轻一点，一个专属的任务面板直接发送到了亨俊的面前。看着凭空出现的蓝色虚拟屏幕，亨俊整个人都看傻了。他结结巴巴地问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贤微笑着解释说：“只要完成这个任务，你就能拿到丰厚的经验值。”亨俊抱着沉甸甸的纸箱，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根高尔夫球杆，这可是他目前唯一的防身武器了。空荡荡的楼道里安静的可怕，只有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发出滋滋的微弱电流声。亨俊心里直打鼓，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从20楼到1楼，这长长的安全通道，平时走起来没觉得有什么，现在却像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黄泉路。好不容易，他终于安全走出了公寓大楼，可还没等他松口气，旁边的绿化带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沙沙声。亨俊正准备把箱子放下，就听到周围传来一阵嘈杂的低语声，这声音听着实在有些诡异。他顺着声音转头看去，不远处的空地上居然站着好几个诡异的黑影。还没等他看清那些黑影的真面目，一只面目狰狞的哥布林突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后。这下亨俊彻底慌了神，转过身拔腿就跑，可越急就越容易出错。他脚下一绊，整个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这下彻底完蛋了。这一摔，防身的高尔夫球杆也掉在了一旁，耳边全是怪物逼近的腥臭味。亨俊拼了命想爬起来，可双腿发软，根本不听使唤。眼看一个巨大的黑影扑了下来，他绝望地闭上眼睛，大喊出声。
可预想中的剧痛并没有传来，耳边反而响起一个声音：“你没事吧？”亨俊睁开眼抬头一看，居然是其他幸存者，及时赶到了。伴随着清脆的系统提示音，警报突然在大厅内响起，有人正试图强行闯入安全区。这个时候，外面会是谁？为了看清外面的情况，在贤直接发动了技能终极之眼，视线瞬间穿透了厚重的墙壁，外面的画面变得清晰无比。带头的居然是亨俊，他身后还跟着几个陌生人。此时门外的人正在低声商量，一个女人急切地说道：“有人从这栋楼扔了包方便面，说明里面的人手里还有余粮。”旁边的男人也跟着附和：“咱们得快点想办法进去，我们的食物已经快吃光了。”在贤在屋里看得清清楚楚，这伙人正是刚才在楼下跟怪物拼命的那群觉醒者。还没等他多想，系统突然刷出了一条提示：检测到符合条件的人员靠近，是否向对方发出市民邀请？在贤看着屏幕思索起来，原来这个系统还有限制，只要人在他的安全区内，他就能强行授予市民身份。可要是对方还在外面，他就只能主动发送邀请。至于人家答不答应，那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要是对方直接拒绝邀请，那他可就白忙活一场了。这下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贤犹豫不决时，屋里突然响起了清脆的门铃声，这声音来的正是时候。在贤转头看向监控屏幕，屏幕上居然亮起了绿灯，看来有解决办法了。既然不能强行拉人，那就换个温和的法子试试。屏幕里传来了亨俊试探的声音：“是在贤吗？”在贤冷静地回了一句：“稍等一下。”其实在贤早就有了计划，他直接换出了系统面板，准备重置亨俊身上的任务。既然不能强行拉人进安全区，那就用任务来引导他们。在贤在面板上输入了新任务，招待6位客人用餐。随着系统提示更新成功，这出好戏正式开场了。看着眼前突然弹出的系统提示，屏幕那头的亨俊整个人都懵了。他赶紧低声询问在贤：“这是什么情况？”在贤在麦克风前回答：“我给你发了个新任务，你先邀请他们吃晚饭，我自有妙计。”在贤在屋里听着汇报，轻轻应了一声。亨俊立刻走上前去，把在贤的意思传达给这群人。大家低声商量了一下，最后还是纷纷点头答应。亨俊在屏幕那头汇报，他们已经同意了。在贤道了声谢，既然对方已经点头，在贤也不再犹豫，直接在系统面板上快速操作，准备给这6个人发放市民身份。随着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东健、秉浩等6人正式获得了市民资格。在贤伸手启动了权限，安全区的屏障瞬间打开，允许他们进入30楼。这下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安全的穿过屏障走了进来。随着这批新成员的加入，安全区的市民人数达到了10个，系统还额外赠送了经验以及掉落率加成的福利，这波简直是白送的强化。看着这群刚进来的战斗力，在贤心里乐开了花，这简直是打瞌睡送枕头。他正缺人手去外面刷怪，他顺手点开市民管理面板，仔细查看新人的属性。好家伙，这个叫东健的居然已经23级，这等级都赶上之前的精英怪物了。再点开详细信息一看，原来东健早就觉醒了专属技能，能把扔出去的棒球威力翻3倍，难怪之前在楼下表现的那么猛。这要是砸在怪物头上，谁能受得了？普通的一颗棒球配上3倍威力的技能，简直就是妥妥的杀怪神器。在贤在屋里默默盘算着，信任度这东西可以慢慢培养，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这帮新人的经验分配率直接调整到70%。随着系统设置更新成功，在贤这下心里彻底有底了，只要给他们派发任务去打怪，自己躺在家里就能源源不断的分到经验和装备，这不就是末世里的自动挂机吗？不过想要这买卖长久做下去，还得想办法跟他们搞好关系才行。在贤心里很清楚，这些人就是他找到家人的关键。还没等他多想，系统提示音突然响了起来，东健的信任度居然开始上涨，紧接着其他人的信任度也开始狂飙。这下连在贤自己都懵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原来是亨俊正带着大家进屋，东健和秉浩他们跟在后面，总算是安全的安顿下来了。看着这宽敞干净的屋子，会员忍不住问道：“亲爱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亨俊顾不上多做解释，只想赶紧让会员给新来的人弄点吃的。会员显得有些为难，毕竟现在什么准备都没有，要做饭只能从头开始忙活。但亨俊低声解释道：“这似乎是在贤的意思，既然是老大的安排，那肯定有他的道理。”会员虽然觉得有些突然，但还是温顺的答应下来，准备立刻去厨房忙活。听到有饭吃，东健赶紧客气的道谢，表示多等一会儿也没关系。不过东健心里显然还装着别的事，他主动凑到亨俊身边，低声打听道：“那个叫在贤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亨俊坦白的摇了摇头，自己其实也不太清楚。东健皱眉追问道：“那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亨俊解释说：“只知道他是隔壁的邻居，不过这人可不简单，要是没有他，大家根本活不到现在。”原来只是个邻居，看来对方也是个强大的觉醒者，这凭空变出食物的本事确实非同小可。这下东健心里有数了，无论如何必须得跟这位神秘邻居搞好关系。这下东健彻底想明白了，在这个连生存都困难的末世里，能提供食物和水电，简直就是神一样的能力，自己那点战斗力根本没法比。就在这时，亨俊主动提议道：“饭还要等一会儿才好，大家要不要先去洗个澡？”这话一出，旁边的女人直接惊叫出声：“洗澡？在这种时候居然还能洗澡？”东健也一下子反应过来，既然这里有电，说明那个人已经控制了整栋楼，那岂不是意味着……亨俊笑着补充道：“没错，而且我们这还有热水。”在这朝不保夕的末世里，能洗上热水澡简直是天大的恩赐。两个女人激动的连连道谢，亨俊则热心地带他
他们去熟悉环境。另一边，金剑正低声向东剑打听，这家主人是不是也是觉醒者？东剑心里很清楚，对方的实力绝对远在自己之上。可德秀嘴上还不服软，正挥舞着球棒开玩笑。东剑严肃地警告他，现在最重要的是给人家留个好印象，千万别乱来。德秀也只能收起玩笑，老老实实地答应下来。东剑低声叮嘱大家，这次必须看眼色行事，尽可能多弄点食物和安全保障。同伴们纷纷点头答应，毕竟现在寄人篱下，谁也不敢出差错。可一旁的秉浩却心不在焉，整个人显得心事重重。东剑走上前拍了拍他，秉浩这才猛地回过神来，连忙道歉说自己走神了。看着满脸愧疚的秉浩，东剑心里更不是滋味，主动把责任揽了过来。要不是他当初非要办什么乔迁派对，大家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东剑心里满是自责，看着东剑这么自责，秉浩赶紧反过来安慰他，说自己本来就很想参加这个聚会。东剑接着提议道，等攒够了食物，就动身去秉浩奶奶家。秉浩点头答应，向东剑道谢。可实际上，秉浩心里很清楚，一切都太迟了。外面全是吃人的怪物，生病的奶奶一个人在家，恐怕早就凶多吉少了。但为了不让大家担心，他还是把真相隐瞒了下来。秉浩勉强笑着说，那里不算太远，我们应该能赶过去。秉浩心里一直在默默祈祷，希望奶奶能多撑一会儿。可他也清楚，现在这世道恐怕早就凶多吉少了。就在这时，门口突然传来动静，所有人一下子警惕起来，死死盯着那扇缓缓打开的门。东剑立刻戒备起来，来的人到底是谁？门一开，在贤直接走了进来，可他一露面，大家就发现不对劲了。在贤平静的开口，我可以帮你们。看着主动送上门来的物资，东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眼前这个男人或许就是带他们逃离这场噩梦的唯一希望。大家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下，气氛尴尬的让人有些窒息，毕竟刚从鬼门关逃出来，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会员有些不好意思，说桌子太小，只能挤一挤。东剑赶紧客气回应，说是他们突然打扰了。这时亨俊端着热米饭走进来，招呼大家赶紧趁热吃。在这朝不保夕的末世里，能吃上一口热乎饭，简直比什么都强。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在这朝不保夕的末世里，这简直就是奇迹。佳音忍不住尝了一口，整个人直接被美味征服。他惊呼，这简直像在过年。会员笑着解释，这多亏了在贤送来的食材，不然今天只能干啃米饭了。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会员的信任度直接飙到50，这下连在贤自己都看傻了。谁能想到这姑娘居然比亨俊还要先交心？在贤招呼大家动筷子，这顿饭总算是开吃了。对于饿了很久的人来说，眼前的食物就是救命稻草。慧玲夹起一块蛋卷尝了尝，直接被这味道惊艳到了。慧玲忍不住大声夸赞，这蛋卷甜滋滋的，比外面餐厅做的还要好吃。旁边的东剑更是埋头狂吃。会员笑着回应，只要大家喜欢就好。这时扎着双丸子头的舒颜走过来，拉着妈妈的衣角，小声嘟囔着自己也想吃。妈妈小声哄着女儿，等客人吃完了再给你做。小家伙委屈的不行，佳音笑着招了招手，让舒颜过来一起吃蛋卷。这下小家伙可乐坏了，一溜烟就跑了过去。佳音夹起一大块蛋卷，一口喂进舒颜嘴里，小家伙塞得满嘴都是，别提有多满足了。看着孩子们吃得开心，大伙也都跟着笑了起来。在这残酷的末世里，这顿饭吃得格外暖心。会员有些不好意思，既然你都这么说了，亨俊也跟着搭话，那我们可就真不客气了。看着大家吃得这么开心，在贤也跟着动了筷子，好久没这样好好吃过饭了。这熟悉的味道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人，当初妈妈也是这样，特意给他留着好吃的，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希望他们都平安无事。这顿饭吃完，大家总算都填饱了肚子。舒颜揉着眼睛，小声嘟囔：“妈妈，我困了。”饭后，舒颜困得直揉眼睛。会员顺势抱起孩子，准备带大家去休息。等女人们都回房后，在贤转过身来，准备和剩下的男人们谈正事。在贤主动开口，让他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在贤立刻看向东剑，追问他：既然奶奶家就在附近，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法过去？东剑叹了口气说：出实情，是因为外面有哥布林挡路。听到这个词，在贤有些意外地重复了一遍：哥布林。按照东剑的说法，公寓的地下停车场已经成了哥布林的老巢，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怪物。听到这里，在贤心里琢磨，难怪这些怪物能摸进大楼，原来他的安全区目前只能覆盖30层，根本管不到地下的情况。东剑接着解释，因为大楼所有出口都连着停车场，他们之前根本就出不去。不过他们后来在角落发现了一条小巷，本想着能从那里偷偷溜走，结果却在小巷里看到了比哥布林更恐怖的东西。在贤立刻追问，到底是什么东西，居然比哥布林还要危险？东剑解释说，那怪物看起来像狼又像熊，当时那只巨兽正跟一大群哥布林打得不可开交，也多亏了他们互相厮杀，大家这才找机会逃了出来。在贤低声琢磨，狼或者熊吗？东剑在一旁补充，当时天太黑了，实在没看清那到底是个什么。东剑叹了口气，看来迟早得跟那怪物碰上。在贤也承认这关确实躲不过，但东剑觉得根本没法。在贤有些纳闷，问他为什么这么没信心。东剑和佳音一脸无奈，他们的武器只有棒球棍和反曲弓，而且库存快见底了，这拿头去跟怪物拼。结果在贤直接表态，这是包在他身上，只要把他们的武器拿来看看就行。这下有戏了。东剑和佳音二话不说，直接把棒球棍和反曲弓递过去。既然在贤说有办法，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在贤刚把棒球棍接过来，系统提示就刷了出来，问他要不要登记装备。那还用问，在贤直接点了确定。接着是那把反曲弓，好家伙，登记这玩意儿
居然要100多万。虽然价格不变，但在贤根本没犹豫，直接选择付款登记。装备登记完，在贤突然抬头问了一句：“你们谁会用弓箭？”这一问直接把所有人整懵了。在贤直接在系统里下单，一口气买了5套弓箭。他把武器递给众人，叮嘱大家不会用就赶紧练，以后这玩意儿就是保命的家伙。看着凭空出现的精良武器，东健这帮人直接看傻了，系统提示音也跟着响个不停，大家的信任度开始蹭蹭往上涨。这一幕让在贤自己都有些意外，尤其是秉浩看着眼前的弓箭，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觉得这下终于有机会去救奶奶了。随着秉浩的信任度大幅提升，系统再次发出了提示，拿到新武器的东健更是兴奋，有了这些弓箭，以后对付哥布林就轻松多了，再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去回收箭矢。旁边的人也跟着附和，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在贤打断了大家的兴奋，他提议在行动之前必须先清理掉这附近低哥布林。东健非常赞同这个想法，连忙追问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在贤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明天就动手。听到这个时间，大家都有些吃惊，毕竟这也太仓促了。但在贤觉得这事拖不得，越早解决越好。东健虽然觉得有道理，但心里还是有些犯嘀咕。就在这时，在贤直接表态，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承诺明天天黑之前一定会把秉浩的奶奶安全救出来。听到在贤这么有信心，大家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脸上也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东健忍不住追问，到底该怎么做？在贤的回答很简单，我们要用诱饵。用诱饵这招确实够狠，但大家心里都没底，整张桌子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东健琢磨了半天，佳音也表示同意，只要计划顺利，这办法确实可行。金健也跟着附和，只要不出差错，应该就没问题。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了，提示亨俊已经完成了任务，而且在贤还被扣了3万块。这下连在贤自己都懵了。在贤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直呼长见识了，原来发布任务还得自己掏钱。不过仔细一想，只要手头资金充裕，就能随时给手下的人升级，但这钱还是得省着点花，必须留在最关键的时刻。就在这时，系统又弹出了新提示，亨俊的信任度已经突破了50，不仅解锁了忠诚度，甚至还达到了收为家臣的最低标准。这送上门的好事，在贤自然不会放过。他抬手在屏幕上轻轻一点，直接把亨俊收为家臣。亨俊突然愣了一下，感觉身上有蓝光闪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此时系统提示，在贤成功收下了第1个家臣，并获得了召唤家臣的技能。亨俊的面板也发生了变化，不仅觉醒了像大猩猩一样的怪力，还能给在贤带来双倍的经验和奖励。在贤看着面板，突然注意到亨俊名字旁边多了一个加号，他好奇地点开一看，系统居然提示可以花100万直接给亨俊升级。在贤看着那100万的升级费用，心疼的直咬牙。旁边的会员看他脸色不对，赶紧问他怎么了。在贤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转头问起亨俊现在的身体感觉。此时的亨俊浑身冒着蓝光，感觉体内充满了力量。他有些不敢置信地问在贤，是不是对他做了什么？在贤大方承认。亨俊看着自己的双手，直呼自己现在感觉年轻了10岁。既然家臣已经强化完毕，在贤心里也有了底，他直接向亨俊发出邀请，让他明天也一起参加行动。这一决定让亨俊有些措手不及。与此同时，系统再次传来提示，所有居民都获得了10%的经验加成。这下明天的行动胜算又多了1分。在贤特意叮嘱亨俊，让他尽可能多解决一些怪物，毕竟家臣有双倍经验加成，这可是升级的绝佳机会。亨俊虽然有些底气不足，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在贤笑着给他打气，说这次全指望他了。转眼到了第2天，行动正式开始。一行人小心翼翼地摸到了1楼，看着满地碎玻璃的惨状，德秀心里开始犯嘀咕，问东健是不是真要搜查1楼。东健态度很坚决，既然在贤交代了，那就必须挨个楼层排查，毕竟救人才是第1位的。在贤交代的第1个任务就是搜寻楼里所有的幸存者，并把他们送到30层安全区，而这次行动的关键就是把哥布林引进来，一网打尽。东健严肃地叮嘱大家，为了计划顺利，必须先确保幸存者的安全。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大家纷纷表态，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东健不再废话，决定先从101室开始搜起。他大声提醒，都打起精神来，怪物随时可能冲出来。门牌上满是血迹，走廊里更是惨不忍睹，这地方显然发生过惨烈的冲突。大家正小心翼翼地往前挪步，带头的东健却突然抬手示意停下。这一下，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看清眼前的景象后，大家都有些受不了了，这画面实在太惨，根本没人能看得下去。东健低声说，我们快离开这儿，看来里面的情况已经彻底没救了。1楼显然已经彻底失守了，再待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东健招呼大家立刻往2楼转移，可谁能想到，刚到2楼门口，大家就又被逼了回来。看这架势，2楼也早就沦陷了。东健当机立断，让大家直接往3楼撤退。这怪物的清理速度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快，大家一口气爬上了3楼。东健带头开始挨家挨户的搜寻，他用力拍打着房门，大声喊道：“有人在吗？”其他人也纷纷跟着帮忙，把整层楼的房门都敲了个遍。可不管大家怎么喊，屋里始终没有半点动静，所有人只能无奈的摇头。这下东健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看来这一层也已经没救了。东健低声招呼大家，我们继续往上走。这回大家来到了4楼，东健一边用力拍门，一边大声喊着里面有没有人，他是来救人的。本以为这次又是白费力气，
没想到门锁居然响了，门慢吞吞的开了一条缝，开门的是个满脸胡渣的男人，他正是郑秀。郑秀有些不敢相信的问：“你们真的是来救我的吗？”东健赶紧笑着点头说是。郑秀一听这话，急忙求他们给点水喝，他已经快渴死了。东健二话不说，直接把水递了过去。郑秀拿着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试探着问：“你们真的是外面来的救援队吗？”东健解释说，他们其实也住在这栋楼里，不过现在有个更安全的地方，劝他跟着大家一起走。郑秀听完没说话，结果下一秒他居然直接把门给关上了，这下大家都懵了。可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门锁又响了。郑秀把门彻底打开，示意大家进去。看来这屋里还不止他一个人啊。郑秀主动伸出手，为刚才的怀疑向大家道歉，并自我介绍叫洪郑秀。东健也笑着握了上去，大方的报上了自己的名字。简单认识之后，东健转头吩咐佳音和慧玲，让他们先把屋里的人带去30楼安置，然后再回来会合。听到要往30楼走，郑秀一下子愣住了，有些纳闷的问：“难道不是从1楼撤离吗？”就在这时，屋里跑出来一个年轻小伙，兴奋地嚷嚷着：“是不是救援直升机来了？”看着这父子俩误会了，佳音有些尴尬的解释：“虽然没有直升机，但楼上有热乎饭和热水澡，这待遇在末世里也足够诱人了。”听到能洗热水澡，郑秀的女儿兴奋得直蹦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佳音笑着点头确认，而且水还是热乎的。这下姑娘是一刻也等不及了，拉着佳音就往楼上跑，嘴里还不停地催促着父亲。看着女儿这副迫不及待的样，郑秀也只能无奈地跟了上去。随着这群人的加入，安全区的居民人数直接达到了40人，甚至连经验和掉落率都跟着翻了倍。这波简直是血赚啊！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老人和小孩被安置在亨俊家里，年轻力壮的则在走廊随时待命。东健走过来汇报，目前活下来的就只有这40人。在贤皱起眉头，低声询问：“整栋大楼就只剩这么点人了吗？”东健无奈地叹了口气，解释：“他们已经一路搜到了29楼，估计灾难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根本就没来得及回家。”看着眼前黑压压的人群，在贤深吸了一口气。人多虽然力量大，但接下来的物资消耗也是个无底洞。在贤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直接发动了新技能终极之眼。无数道诡异的黑色阴影从在贤的脚下疯狂蔓延开来，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此时正在干活的炳浩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被这股黑色阴影死死缠住了双脚。坐在楼梯上休息的亨俊和金剑也同样被这股力量牢牢锁住，甚至连正在下楼的佳音以及在楼梯上奔跑的东健，全都被这股黑色阴影缠了个结实。谁也不知道在贤突然出手到底是要做什么。在贤对眼下的局势已经了然于胸，他微微一笑，宣布接下来开始第2阶段的计划。大伙很快被紧急召集到了一起，东健开始布置作战任务。东健神色凝重地看着大家，这次的目标是把地下车库的哥布林全引出来。这个任务听得所有人心里发毛，毕竟要把怪物引到明处，稍有不慎就会把命搭进去。东健指着地图布置战术，提议大家分成2个小队，先去地下1层清理怪物，接着再一鼓作气把地下2层的哥布林全部解决掉。听完这个冒险的计划，金剑有些担忧地举手提问：要是怪物的数量超出预期该怎么办？毕竟一旦被堵在狭窄的地下室，光是怪物的尸体就能把退路堵死，到时候大家想退都退不出来。听到这话，佳音自信地笑了笑，他拍了拍手里的弓箭，表示自己现在箭支非常充足，来多少怪物就能射死多少。既然佳音都这么有信心了，金剑也只能把嘴闭上，默默祈祷明天的行动一切顺利。突然，通道深处传来一声怪物的怒吼，震得整个天花板嗡嗡作响。听到动静，金剑和佳音立刻警惕地回头，果然一大波哥布林正龇牙咧嘴地冲过来，这数量比预想的要多得多。佳音反应极快，直接拉弓搭箭，精准地射中了冲在最前面的怪物。紧接着，德秀也毫不示弱地冲了上去，挥起武器就朝怪物狠狠砸了过去。德秀大吼一声，挥起棒球棍狠狠砸下，几只哥布林瞬间被砸倒在地。看着满地的怪物尸体，德秀忍不住吐槽旁边的亨俊，既然带了武器，怎么还愣着不动手？金剑这才如梦初醒般反应过来，还没等2人喘口气，佳音突然指着前方惊呼出声，只见倒在地上的怪物尸体竟然开始化作蓝光，凭空消失了。这诡异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了眼。看着凭空消失的怪物尸体，炳浩心里直犯嘀咕，这难道也是在贤的手段吗？东健倒是十分兴奋，招呼大家赶紧往地下1层推进。炳浩也立刻跟了上去，在他看来，在贤这家伙果然靠谱，好像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东健这帮人的信任度又涨了不少。而此时在安全区的在贤正悠闲地喝着水，看着眼前疯狂刷屏的系统面板，他忍不住暗自偷笑。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想那么多，估计那帮人还以为他在远程指点呢。紧接着系统又弹出了新提示，又有人的信任度达到了标准，可以收为新的家臣了。在贤看着眼前的系统提示，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才过了短短几个小时啊！仔细一瞧，炳浩的忠诚度居然直接拉到了88%，这涨得也太夸张了。不过仔细想想，这终归是件好事，家臣自然是越多越好。在贤微微一笑，并没有急着点下确认，他得找个最关键的时刻再动手。就在这时，地下1层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伴随着怪物愤怒的吼叫声，看来底下的战斗已经彻底打响了。地下1层的战斗一触即发，大家正跟怪物打得不可开交。
就在这节骨眼上，秉浩身上突然唰的一下亮起了光，整个人都被雷电般的力量死死包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把秉浩自己都整懵了，他看着双手有些不知所措。德秀忍不住大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股力量不仅强化了他们，连周围的怪物也跟着遭了殃，直接被蓝光震得惨叫连连。这股突如其来的强光直接把周围的怪物给震懵了，一时间惨叫声此起彼伏，原本凶狠的怪物开始四处逃散。东健大声呼喊，虽然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但现在可是个绝佳的好机会，快跑！这下谁还敢犹豫？大家立刻拔腿狂奔，拼了命地往楼上冲去。有了这股神秘力量的加持，东健和佳音配合的相当默契，直接对怪物展开了猛烈反击。佳音这一箭射过去，直接精准的命中了怪物的头。东健看准时机，手里的弩箭也跟着连环发射，密集的箭雨刷的一下倾泻而下，把冲上来的怪物射得人仰马翻。这下怪物彻底被打懵了，成片成片的倒在地上。这下彻底捅了马蜂窝了，大批的怪物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秉浩急得大喊：“这数量也太多了！”东健也慌了神，谁能想到这帮家伙会一起冲上来？德秀在一旁大声提醒，看样子2楼的怪物全被惊动了。佳音指着前方大喊：“快往安全通道跑！”大家根本不敢回头，拼了命地往楼梯上方狂奔。东健刚想把防火门死死关上，一只怪物的爪子就猛地卡了进来，这下麻烦大了。东健整个人死死贴在门上，但门外的力道大得离谱，震得整扇铁门都在剧烈晃动。眼看一个人根本顶不住，金健和德秀也赶紧冲了上去，3个人合力用身体死死顶住。可门外的怪物却越聚越多，尖叫着拼命往里挤，锋利的爪子在门板上抓得刺耳作响。金健急得大喊：“这门根本撑不了多久，让大家赶紧往1楼撤退！”就在这最危急的关头，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大吼，让大家赶紧闪开。就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亨俊的被动技能突然触发了，直接获得了像大猩猩一样的怪力。这股狂暴的力量瞬间灌满全身，他大吼一声，猛冲了上去，一记重击狠狠砸了下去，强大的冲击波直接把周围震开。东健急得大喊，让大家赶紧往楼上撤退。亨俊一个人死死顶在最前面，用身体挡住了整扇大门。门外的怪物疯狂地撞击着，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他咬紧牙关撑着，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亨俊死死顶住大门，这股力量是他最后的底牌，要是连他也顶不住，大家就全完了。好在东健在楼梯上方大喊，让他赶紧放手撤退。听到这话，亨俊转身就往楼上跑，可谁能想到他刚跑了没2步，脚下一绊，整个人直接摔倒在地上，身后的门唰的一下被暴力冲开，巨大的怪物已经扑到了他的身后，这下彻底完蛋了。亨俊趴在地上大喊，让大家别管他，快走。但德秀根本不想放弃同伴，他一边挥着棒子逼退怪物，一边拼命朝亨俊伸出手，大喊着让他快点把手递过来。可根本已经来不及了，成群的怪物已经扑了上来，死死拽住了亨俊的脚，要把他往黑暗的深渊里拖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道紫光唰的一下扫过，直接把怪物给劈成了2半。这下有救了。德秀听到身后的动静，转头一看，大批怪物已经冲了上来，他急得大喊亨俊的名字，还没等他看清，一只怪物直接从半空扑了过来。好在德秀反应够快，一个侧身险险躲了过去。楼梯上方的佳音急得大喊，让德秀赶紧往上跑。德秀咬紧牙关，拼命推开身边的怪物，手脚并用地往楼上冲去。德秀在前面拼命往上爬，后面的怪物已经快贴到他的屁股了。楼梯上方的同伴急得大喊，让他再快一点。东健和佳音已经拉满了弓弦，准备随时放箭进行掩护。这要是慢了一步，德秀可就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谁能想到夜深人静的公寓楼里会传出这种可怕的举声？黑暗中，一只体型庞大的巨兽正疯狂地撕咬着地上低个不灵，他一边撕扯着猎物，一边发出愤怒的咆哮，嘴里还不停念叨着要更多。这血腥的场面简直就像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这怪物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那只躲在暗处的恐怖巨兽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光是吃掉哥布林还不够，他居然盯上了整栋公寓楼。他死死盯着大楼，咬牙切齿地咆哮着，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里面的人全杀光。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楼梯这边又出大事了。亨俊大喊一声，整个人直接被一股怪力甩飞出去，这下连最后的防线也崩溃了。亨俊刚松了一口气，一抬头，整个人直接愣住了，站在眼前的居然是在贤。原来在贤一直用技能盯着这边的动静，还好召唤技能用的及时，不然刚才那下真就悬了。在贤赶紧蹲下查看伤势，这伤是什么时候受的？亨俊回答，没事，过会儿自己就能好。看着亨俊不断流血的伤口，在贤知道这是耽误不得，他琢磨着得赶紧在系统商店里注册药品了。在贤转过身，让亨俊老老实实待在原地。亨俊听得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在贤翻出了一个医药箱，这种时候药品可是能救命的宝贝。看着这些药，他甚至想起了自己小时候，药箱里全是各种瓶瓶罐罐。可看着这一堆东西，在贤又开始犯难了。系统空间一共就40个格子，要注册的药品实在太多了。在贤看着这一地乱七八糟的药，突然灵光一闪，既然一个一个注册太占格子，那把它们全装进箱子里，打包注册不就行了？系统面板刷的一下亮了起来，还真让他给钻了空子。这下不仅省了空间，连药箱都直接变成了系统道具。在贤拎着药箱走回亨俊身边，亨俊整个人都看傻了。在贤问，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吗？亨俊嘴上说着没事，还是老老实实把裤腿拉了起来。可这伤口血淋淋的，怎么看都不像没事的样啊！
在贤拿出棉签准备消毒，亨俊嘴上答应的挺痛快，结果药水一碰伤口，疼得他直接叫出声来。不过这罪真没白受，系统面板刷的一下亮了，亨俊的信任度和忠诚度直接飙升。亨俊松了一口气说：“谢谢你。”在贤把药箱收拾好，不知道楼下那帮人怎么样了。在贤叮嘱他：“你留在这休息，我去帮其他人。”亨俊老实回答：“好。”可楼下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在贤必须亲自去确认一下。关键时刻，在贤终于出手了，终极之眼再次开启。这下底下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楼梯通道里，大家正拼了命地往1楼狂奔，眼看怪物就要追上德秀。佳音看准时机，直接一箭射出，这一箭直接爆头，总算给德秀争取到了喘息的机会。东剑和金剑在上方拼命打掩护，大喊着让德秀快跑。身后的怪物已经成群的扑了上来，好在飞来的箭雨足够及时，直接把最前面的几只钉死在台阶上，给德秀争取了宝贵的逃生时间。德秀拼了命地往上冲，可这帮怪物根本甩不掉，甚至有怪物直接从半空扑了过来。眼看德秀就要被怪物追上了，就在这节骨眼上，秉浩突然冲了出来，手里的家伙直接抡圆了，这一下力道可不轻，直接把最前面的怪物给开了瓢。后面的东剑急得大喊：“秉浩！”可怪物根本不给喘息的机会，又是一大波扑了上来，秉浩只能硬着头皮顶在最前面。这下局势又变得危险了。看着前方大显身手的秉浩，东剑和德秀都有些不敢相信。东剑忍不住嘀咕：“真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这么能打。”而在后方观察的在贤心里别提多踏实了，原来他早就把秉浩收为第二家臣。这家伙不仅忠诚度极高，甚至还觉醒了传送技能，这波收人真是赚大了。前方的战斗还在继续，怪物被一下下重得击退。就在这时，东剑急切地大喊：“金剑，排插准备好了没有？”听到同伴的催促，金剑赶紧把排插接好，大喊着表示已经搞定。东剑又急忙询问水箱的情况，佳音在一旁回应，他们这边也全部准备就绪了。就在这时，负责诱敌的秉浩正拼命往回跑，身后的怪物紧追不舍。东剑急得大喊让他快退回来，眼看就要被怪物追上，秉浩看准时机，一个大跳，直接越过了楼梯上的障碍物。还没等怪物反应过来，堆在楼梯上方的巨大水箱突然开始剧烈晃动，紧接着大水刷的一下倾泻而下，直接把冲上来的怪物浇了个透心凉。大水铺天盖地砸下来，把这帮怪物全给浇透了。东剑在后面大喊让金剑赶紧动手，金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按下了排插开关，电流顺着水流刷的一下蔓延开来。这帮怪物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电得全身发麻。这波配合简直绝了，一道紫光刷的一下扫过，直接把后面的怪物全给秒了。系统提示音也跟着疯狂刷屏，不仅经验和金币拿到手软，甚至还觉醒了全新的技能。可还没等在贤高兴太久，一股狂暴的力量突然在体内炸开，这股力量来得太猛，他整个人直接半跪在地上，以他为中心，一圈诡异的紫色光环刷的一下铺开，无数道黑色的阴影顺着楼梯疯狂的往下蔓延。这下底下的怪物怕是要倒大霉了。这股诡异的紫色光环顺着楼梯一路蔓延下去，直接把底下的怪物全给圈了进去。怪物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股力量死死缠住，发出刺耳的惨叫声。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响了起来，显示检测到了敌对目标。紧接着，系统直接开启了清除模式，被紫光缠绕的怪物身体开始诡异的膨胀起来，疼得他们疯狂尖叫。还没等他们挣脱，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声，这帮怪物直接在原地炸开了花。这群怪物正成群结队冲向楼梯，刺耳的尖叫声响彻通道，他们正准备围攻楼上的人类。就在这生死关头，后方突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走在最后的怪物感觉被猛烈撞击，他纳闷地转过头去，迎接他的是一个死立在身后的巨大黑影。这群怪物甚至来不及反应，死亡的阴影就已经将他们彻底笼罩。黑影瞬间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就咬断了带头怪物的脖子。这血腥残暴的一幕把旁边的哥布林吓得魂飞魄散，他们缩在角落里疯狂尖叫。但巨兽根本没打算放过任何猎物，利爪在半空抡出一道血色红光，瞬间将眼前的怪物撕成碎片。狭窄的楼道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面对这无法战胜的恐怖存在，哥布林们开始绝望的四处逃。然而巨兽的杀戮才刚刚开始，他每走一步都伴随着骨头碎裂的声音，狂暴的爪击在墙壁上留下深深的血痕，残肢断臂在空中飞舞，整条通道被鲜血彻底染红。这只凭空出现的野兽正在无情收割着所有怪物的生命。巨兽疯狂冲进怪物堆中，瞬间被密密麻麻的哥布林死包围。这些小怪物极其凶狠，他们红着眼扑上去疯狂撕咬，剧烈的疼痛让巨兽仰天怒吼。就在局势陷入焦灼时，巨兽却突然停止了所有动作。紧接着，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在虚空中响起，显示这只巨兽已被授予市民权。这个恐怖的杀戮机器竟然在瞬间变成了己方阵营的同伴。令人震惊的是，巨兽身上的狂暴毛发开始迅速褪去，随着黑色雾气渐渐散开，显露出来的居然是一个穿着白衣的年轻女人。原来这只恐怖巨兽就是恩珠。还没等众人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恩珠就因为体力彻底透支，直接瘫倒在血泊之中。而此时在安全区内的在贤也因为过度消耗而大口喘着粗气。看着画面中昏迷不醒的恩珠，在贤必须立刻做出决定。在贤立刻调出系统面板，远程查看了
那个女人的属性，这一看让他心中大震。这个叫恩珠的女人不仅高达33级，甚至觉醒了稀有的 A 级技能熊人化，难怪她能变身成战力恐怖的巨兽，将那些怪物当场撕碎。还没等在贤平复心情，系统的提示音再次接连响起，东剑对他的信任度已经飙升到了50，成功解锁了忠诚度属性。更意外的是，德秀的忠诚度也突破了30，刚好达到了收为家臣的最低门槛。送上门的力量不要白不要，在贤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在系统里将德秀契约为自己的家臣，他的势力正在悄无声息的壮大。随着契约完成，德秀正式成为在贤的第3个家臣，并顺势觉醒了 B 级技能钢铁骑士，能够凭空召唤出重装铠甲与武器。看着眼前的属性面板，在贤敏锐地发现了家臣等级的规律，他们的初始等级完全取决于技能评级。亨俊觉醒的是 C 级技能，所以初始等级为20级，德秀觉醒的是 B 级技能，初始等级则是25级，而拥有 A 级技能的丙浩等级直接高达30级。就在他摸清规律的同时，系统界面突然弹出了一个神秘提示，那是一个散发着光芒的随机宝箱，不知道这次能开出什么逆天道具。在贤继续深思技能的分配逻辑，如果说忠诚度决定了技能上限，为什么德秀只有31的忠诚度，却能直接拿到 B 级技能？这个规则必须尽快摸透，毕竟家臣的契约名额只有10个，他必须把名额留给潜力最大的人。而且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如果强行契约已经觉醒的强者，又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就在他沉思时，系统突然刷新了限制规则，觉醒者终于可以在楼梯和电梯自由移动。紧接着，门外突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新的不速之客已经抵达。既然移动限制已经解除，在贤决定主动出击，他快步走到电梯前，直接开启了终极之眼，准备穿透楼层试探地下2层的虚实。这一看让他目光微凝，地下2层的走廊里正躺着那个昏迷不醒的恩珠，而他的身边落满了哥布林的尸体。电梯很快停在了在贤面前，他低声唤了一声身后的亨俊，亨俊神色紧张地走上前去，他们都清楚接下来的路绝不好走。电梯门缓缓打开，在贤看着门外的人沉声吩咐，地下2层躺着一个女人，你们立刻去把她带上来。而此时的楼梯通道内，德秀正神色复杂地清理着战场，看着满地被炸成碎肉的哥布林，他整个人都有些发懵。德秀一边拉扯着电线，一边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怪物为什么会全被炸死？金剑同样觉得不可思议，这绝对是顶级强者的手段。看着眼前惨烈无比的爆炸痕迹，东剑心里非常清楚，能制造出这种恐怖动静的人，实力绝对深不可测。看着眼前的局势，众人对在贤的看法彻底改变。虽然这个男人心思深沉，手段狠辣，但不得不承认他拥有绝对的实力。曾经亨俊向大家宣布，他们现在不仅食物充足，甚至连热水都恢复了供应。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整个人都愣在原地。会员忍不住感慨，如果不是在贤送来这么多新鲜食材，大家今天就只能啃冰冷的剩饭。一时间，所有人对在贤彻底服气。看着满地的怪物残骸，东剑一边收拾电线，一边暗自思忖。他敢断定，刚才那场恐怖的爆炸，绝对是在贤在暗中操控。不仅如此，东剑还发现丙浩最近极其反常。以前的丙浩明明是个老实懦弱的人，可自从跟随了在贤之后，这家伙就像彻底换了个人，动起手来比谁都要狠辣果决。看着眼前正默默干活的丙浩，东剑心里甚至有些发毛。他无法想象在贤究竟用了什么手段，但转念一想，不管在贤隐藏了多少秘密，至少目前他是己方的最强山。就在东剑思绪万千时，旁边的电梯突然传来运转的轰鸣声，显示屏上的数字开始急速闪烁，电梯已经被启动了。电梯门刚刚开启，亨俊就急匆匆地冲了出去。在地下2层昏暗的走廊尽头，他终于找到了倒地不起的恩珠。看着眼前满地狼藉的战场，亨俊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这个秩序崩坏的末世里，想要安全的生存下去，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必须得到在贤的认可，成为被他选中的人。因为只有那个深不可测的男人，才拥有在这末世中掌控一切的绝对力量。在恩珠的记忆深处，曾有一段平静温暖的时光，看着儿子在游乐场无忧无虑的玩耍，那是他最真实的画面。可这美好的日子转瞬即逝，危险毫无预兆的降临，一只巨大的怪物突然出现在孩子身后，这恐怖的一幕成了他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梦里最可怕的悲剧还是发生了，怪物根本没打算放过他的孩子，任凭他如何声嘶力竭的呼喊，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惨剧上演。伴随着一声惊呼，恩珠猛地从噩梦中惊醒，还没等他松一口气，却惊恐地发现床边正站着一个陌生男人。在贤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平静地开口询问：“你就是恩珠女士吧？”看着眼前满脸戒备的女人，在贤主动伸出了右手，自我介绍说：“你好，我叫金在贤。”恩珠死死盯着他递过来的手，完全没有要握的意思，反而声音颤抖的冷不丁发问：“是你吗？那些哥布林的脑袋是你打爆的吗？”在贤微微一愣，随即坦然承认：“没错，就是我。”听到这个回答，恩珠仿佛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当时通道里可是有成群的哥布林，这个男人居然能瞬间将他们全部消灭。如果他真的拥有这种通天的本事，是不是意味着他也能创造奇迹？这一刻，恩珠再也压抑不住情绪，眼泪夺眶而出。他看着在贤哀求道：“我的儿子！”这突如其来的求助让在贤也愣在原地。恩珠哭得撕心裂肺，哀求在贤让他的儿子复活，哪怕只有1天也行。看着眼前这个近乎崩溃的女人，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恩珠对在贤的信任度正在大幅提升。听着他嘴里一直念叨着想念儿子，在贤在心中默默叹了口气，他的儿子恐怕早就死在哥布林手中了。
看着痛哭流涕的恩珠，在贤心中也有些于心不忍。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帮这个可怜的母亲？既然系统能发布任务，那能不能由自己来设定一个？比如击杀1000只哥布林，奖励就是让他儿子复活。然而下一秒，系统直接弹出了失败提示。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死人怎么可能随便复活？本以为复活死人根本是痴人说梦，可紧接着弹出的系统提示却让在贤彻底震惊了。屏幕上赫然写着：因为资金不足，无法发放复活奖励。这意思再明显不过，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死人真的可以重新复活。虽然不知道这笔钱会是怎样的大文数字，但看着眼前痛哭的恩珠，在贤心中已经做出了决定。在贤主动开口打断了恩珠的哭声，说自己或许有办法帮他。紧接着他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自己可能有办法让他的儿子复活。听到这话，恩珠整个人都傻了，急切地追问这是不是真的。在贤却直接泼了一盆冷水，坦言现在还办不到。不过他紧接着又给了一颗定心丸，这件事情绝对有希望实现。恩珠急切地表明态度，只要能救活儿子，让他做什么都行。在贤在心中开始盘算，现在东剑队伍里的德秀和秉浩都觉醒了，再加上33级的恩珠，这绝对是强联手。要是能把东剑这帮人全部收为家臣，以后对付怪物可就轻松多了。在贤招呼他起身，准备带他去见其他人。东剑主动走上前打招呼，自我介绍说他叫东剑。恩珠主动走上前与东剑握手，接着好奇地询问之前朝哥布林扔棒球的是不是他，还有那个射箭的女人。东剑听得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见对方没有反应，恩珠干脆摆出野兽的架势，还学着怪兽大吼了一声，问他记不记得自己。这下可把东剑和德秀整懵了，谁能想到眼前这个柔弱的女人，居然就是之前把哥布林按在地上摩擦的恐怖巨兽。就在这时，恩珠突然当众展示了自己的能力，直接变身成了一只巨大的黑熊。这一幕把佳音看傻了眼，他指着恩珠大喊说这就是之前在小巷里出现的巨兽。恩珠有些不好意思的挠头解释，说自己只是觉醒了变熊能力，根本不是小巷里那只。东剑此时也反应了过来，主动跟恩珠搭话，说之前确实帮过他好几次，难道他一点都不记得了吗？看着眼前的恩珠，在贤心中也忍不住暗自惊叹，这女人变身后的身形确实足够庞大。恩珠一拍脑门，终于想了起来。东剑笑着搭话，说当时还以为是运气好，没想到是恩珠在暗中帮他们。猪性格倒也豪爽，直言只要讨厌哥布林，大家就都是朋友。在贤此时走了过来，见大家聊得投机，便直接切入正题。他脸色严肃地宣布，明天一早动身去救秉浩的奶奶。今天消灭了大量哥布林，现在就是最好的救人时机。听到这个决定，大家都有些紧张，而受伤的亨俊只能留守，甚至连卧室都要被征用为病房，这让躺在床上的亨俊委屈的直接哭了出来。因为恩珠需要占用卧室养伤，明天的行动将由他代替受伤的亨俊出发。虽然有些郁闷，但亨俊也只能流着泪接受这个安排。在贤叮嘱大家早点休息，随后却突然叫住了秉浩和德秀，示意他们跟自己去外面谈谈。在贤看着眼前的两个人，直接开门见山的问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们单独叫出来。秉浩有些摸不着头脑，试探着问是不是和那股奇怪的力量有关。在贤笑了笑，直接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觉醒了超能力。在贤接着解释，秉浩觉醒的是传送能力，这可是个保命的神技，而德秀觉醒的则是强力的钢铁骑士技能，这下两人的实力都提升了一大截。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在贤打算在临走前先帮他们熟悉一下新获得的能力。德秀一听，整个人都兴奋了，急切地追问这个钢铁骑士技能到底能干什么。在贤解释说，这个技能可以召唤出钢铁铠甲，还有一柄长枪。德秀听得一头雾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灯光，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气流在走廊里炸开。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一旁的秉浩给吓了一跳，整个人直接被气流掀飞了出去。听到这个消息，秉浩整个人都激动坏了，嘴里一直念叨着这下终于能去救奶奶了。紧接着系统面板刷刷弹出提示，他对在贤的信任度和忠诚度直接蹭往上涨。他二话不说，对着在贤就是个90度大鞠躬，嘴里不停的道谢。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在贤却突然叫住了他，说现在还不能去找他奶奶。这一下又把他给整懵了。秉浩有些想不通，忍不住问为什么现在不能走。在贤解释说，现在还不清楚秉浩能传送多远，万一刚才只是运气好，盲目行动太危险了，必须得先把能力的底细摸清楚。秉浩听完也觉得有道理，只能点头答应。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阵异动，一柄散发着寒光的巨兵凭空出现，这下两人都懵了。这光芒一闪，德秀身上居然真的凭空多了一套铠甲，手里还多了柄长枪，这下可把他给乐坏了，兴奋的大喊成功了。紧接着系统面板也刷刷弹出提示，德秀对在贤的信任度和忠诚度直接蹭往上涨。就在这时，在贤转过头叫了旁边的秉浩一声，指着窗外远处的建筑问他，你觉得你能直接传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吗？听到这个问题，秉浩顿时有些拿不准了，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秉浩点头答应，决定亲自测试一下自己的极限。结果系统直接发布了任务，要求他在3分钟内传送到指定大楼的楼顶，要是失败了，今晚就只能睡在大马路上了。这下可没退路了，德秀在后面大声给他鼓劲，秉浩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他集中精神，开始引导体内的传送力量，唰的一下，整个人直接消失在原地，只留下德秀愣在风中。
伴随着一阵强光，秉浩整个人唰的一下消失了。等他再次站稳，发现自己已经成功进到了大楼内部，他兴奋地回头大喊：“自己真的做到了！”站在天台上的在贤和德秀，远远就看到秉浩在窗口拼命招手。紧接着，系统也传来了任务完成的提示，在贤这才放下心来。看来秉浩的传送能力比想象中还要靠谱。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对面的秉浩突然身体意外，整个人眼看就要从窗台栽下去。这下可把在贤和德秀吓坏了。眼看情况紧急，在贤当机立断，立刻发动了加成召唤技能，唰的一下，秉浩直接被强行传送了回来，整个人虚脱的趴在地上。原来他是因为过度使用能力，直接累得昏睡了过去。看着他躺在床上沉沉睡去，大家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德秀有些担心地问：“躺着的秉浩没事吧？”在贤看了看系统面板，说他只是还不适应能力，睡一觉就能恢复过来。听到这话，旁边的德秀总算松了口气。可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在贤突然转过头，冷不丁问了德秀一句：“平时有没有健身？”德秀被问得一头雾水，根本没反应过来。结果下一秒，系统任务就直接砸了过来，要求德秀穿着这身重甲，10分钟内做完100个俯卧撑和深蹲，要是失败了，今晚就只能去外面睡大街。这下德秀没得选了，只能咬着牙，穿着沉重的铁甲在地上拼命坚持，累得直喘粗气。德秀累得够呛，但好歹是把这任务给完成了。系统也跟着弹出了完成提示。在贤在一旁看着，这家伙不愧是体育生，体力确实不是盖的。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在贤面前唰的一下，又弹出了一个新的系统界面，上面显示着评估中。这下在贤彻底懵了，这又是要搞哪一出？德秀累得够呛，蹲在地上直喘粗气，问在贤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在贤笑着对他说：“任务完成了，让他赶紧回房间休息。”德秀道了谢，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回去。可就在德秀走后，系统突然弹出了评估完成的提示，紧接着又弹出了一个新提示，显示在贤自己的力量属性居然提升了。这下在贤彻底懵了，明明是德秀在做任务，怎么自己的力量也跟着增加了？难道说加成变强，自己也能分到好处？看着双手上冒出的黑气，在贤这下是彻底确定了，自己居然真的跟着变强。这买卖可太划算了，只要手下的人拼命升级，他自己就能跟着分一杯羹。这下计划可得变一变了。转眼到了第二天，在釜山的街头，平静一下子被打破了。东健在街上声嘶力竭的大喊：“快跑！看来又有大麻烦找上门了！”街上顿时乱成了一团。东健和同伴们拼命往前狂奔，身后大批的哥布林正紧追不舍。看着这混乱的场面，德秀也有些坐不住了。这帮怪物简直是阴魂不散，眼看哥布林就要扑上来，身穿银色铠甲的德秀直接迎着怪物冲了上去。伴随着一声怒吼，他挥起武器狠狠劈了下去，冲在最前面的哥布林一下子被斩成2半。看来这一战是避无可避了，可这根本挡不住怪物的攻势。大批哥布林嘶吼着，像潮水一样继续往前冲。德秀大喊着休想得逞，再次挥舞武器迎了上去，将扑过来的怪物一个个击倒在地上。可还没等他松口气，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秉浩一边拉开弓，一边大喊着让大家别管掉队了。德秀大笑一声表示收到，手里的重兵器唰的一下扫了过去。这下可把这群哥布林给吓破胆了，他们开始犹豫着往后退，最后竟然直接转头就跑。德秀在后面大喊：“喂，给我回来！”可这帮怪物哪里还敢回头，只恨自己少生了一条腿，拼了命地往回缩。这下好看了，退路直接被突然出现的巨熊给堵死了。这帮哥布林直接被逼入了绝境。秉浩和德秀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两人默契配合，直接给怪物来了个前后夹击。眼看时机成熟，东健大喊着秉浩的名字，让他立刻行动，让秉浩赶紧去救他奶奶。秉浩应了一声，发动传送，消失在原地。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营救吴恩珠的任务居然已经完成了。在贤急忙查看系统评估，可屏幕上出现的画面却让他有些哭笑不得。在贤正捧着泡面吃得正香，系统突然弹出聊结算提示，这次的奖励居然直接发了现金。这下把正在吃泡面的在贤给整懵了，他纳闷地问：怎么这次的奖励会是钱？毕竟之前完成德秀的任务时得到的可是实打实的力量提升，难道这系统的奖励还是随机的？秉浩一边吃着面一边琢磨着是不是因为任务难度变高了，系统给的奖励也跟着升级了。就在这时，系统再次弹出提示，显示秉浩已经完成了今天所有的任务，并且开始对他的表现进行最终评估。这下可有意思了，不知道这次评估完，系统又会给他塞什么好东西。系统评估终于完成了，在贤一边大口嗦着面，一边满心期待的等着看奖励。结果系统突然唰的一下弹出了一个大大的恭喜提示，说他居然中了大奖。这突如其来的好运直接把在贤给整不会了，他整个人愣在原地，甚至直接瘫倒在了地上。这到底是个什么逆天大奖，能把他吓成这样？系统突然弹出了中奖提示，这下连在贤自己都没想到，居然还能直接拿到技能点。看着白白到手的技能点，在贤心里顿时有了底，这波绝对是赚大了。而另一边，为了救出奶奶，秉浩正拼了命地往前狂奔，他现在一刻也不能耽搁。唰的一下，秉浩终于赶到了地方，看着眼前这栋安静的老房子，他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他一把推开大门，拼了命地往里屋跑去。秉浩大喊着奶奶，猛地撞开卧室的门，可屋里的景象却让他整个人彻底凉了半截。只见奶奶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任凭他怎么喊都没有反应。这下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本以为已经没有了希望，秉浩试探着叫了一声奶奶，
没想到床上的人居然慢慢醒了过来，还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老人虚弱地问：“是秉浩吗？”这一声呼唤让秉浩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了下来，他直接扑了上去，只要人还活着，比什么都强。秉浩紧紧抱住奶奶，哭着跟奶奶道歉，说自己来得太晚了。他在心里默默感谢在贤，要不是在贤帮忙，他根本没办法救回奶奶。与此同时，在贤这边突然收到了系统提示，显示秉浩对他的忠诚度直接飙升到了100，并且已经自动登记为他的家臣。在贤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整个人都懵了。他点开家臣管理界面一看，发现秉浩的等级居然已经达到了30级。在贤忍不住笑了起来，原来家臣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升级啊！在贤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打算看看给家臣升级到底需要花多少钱。他伸手在屏幕上点了一下，准备给秉浩升个级。结果系统直接弹出了提示，余额不足，想要给秉浩升级，居然需要整整1个亿。这下在贤彻底懵了，1个亿，这抢钱呢吧？看来这级是暂时升不起了，只能默默跟秉浩说声对不起。不过虽然没办法直接升级，但每天的日常任务还是得照发。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叮的一声，这动静听着怎么像是电梯的声音？在贤疑惑的转过头去，想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没等他想明白，眼前突然凭空出现了一股能量波动，紧接着伴随着一阵风声，2个身影凭空出现在了走廊尽头。来人正是闵浩和多宾，闵浩肩膀上还扛着一个大纸箱，两人就这么凭空现身了。他们走到门前，直接按响了门铃，大声朝屋里喊门。会员听到动静，有些疑惑的停下了手里的活，不知道这大晚上的到底是谁在敲门。会员把门打开，发现门外站着一男一女，手里还搬着个大纸箱。带头的女生主动打招呼，自我介绍说她叫多宾，接着她又介绍身旁的男生，说是她的弟弟闵浩。多宾解释说他们就住在170-1室。会员听了有些意外，客气的问他们有什么事。多宾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说其实是想请他帮个忙。会员有些好奇的问到底是什么事。多宾显得非常不好意思，支支吾吾的解释说虽然知道这个要求有点厚脸皮，但他还是红着脸说了出来，能不能借他们的地方洗个澡。听到这个要求，会员直接愣在了原地，他有些不敢相信的确认，只是想洗个澡吗？多宾赶紧点头承认说确实就只有这件事。会员忍不住笑了起来，说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连忙热情的把人往屋里让。闵浩扛着大纸箱跟在后面，进屋后客气的问这个箱子应该放在哪里。会员看着大箱子有些好奇，闵浩把箱子重重的往地上一放。多宾笑着解释说这是带给他的罐头和一些生活物资。这下可把会员给高兴坏了，连连摆手说这也太客气了。多宾却觉得空着手来找人帮忙才是不礼貌。就在这时，多宾注意到角落里居然放着弓箭和棒球棍，他有些好奇的问这些东西是不是从其他邻居那拿来的。会员笑着解释说那些东西并不是这栋楼的，是隔壁楼的人送过来的。不过说起来可就话长了。闵浩听完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而在另一边，在贤正通过感知能力默默观察着他们，这几个人看起来并不像坏人。在贤站在窗前暗自琢磨，觉得晚点有必要亲自过去一趟，找他们好好聊聊。看着对面的大楼，也许能从他们嘴里打听到一些有用的线索。原本计划的好好的要去救援其他大楼的幸存者，结果系统突然刷刷弹窗提示，居然成功击杀了27级的赤虎，不仅拿到了海量经验和巨额金币，甚至还觉醒了新技能。这下连在贤都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很快他反应了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好消息，反而是出大事了。此时的另一边，同伴们已经快到极限了，东健和佳音他们伤得不轻，显然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同伴们虽然成功击杀了怪物，但大家都受了不轻的伤。看着到在血泊中的赤虎，谁也高兴不起来。在贤看着眼前的提示，怎么也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等他理清头绪，身体突然出了状况，他忍不住大叫起来。就在这时，系统面板再次亮起，提示检测到了符合条件的公民，询问是否要授予他们身份。在贤看着屏幕有些意外，没想到这附近还有其他人，不过他没多犹豫，直接同意了授予身份。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随着新成员的加入，公民总人数直接达到了50人，不仅经验和掉落翻倍，还解锁了一个叫信任之力的技能。在贤有些纳闷，这信任之力到底是什么？但现在他根本顾不上研究新技能，同伴们的安危才是最要紧的。此时的另一边，情况已经万分火急，秉浩正背着奶奶拼命狂奔，同伴们也在后面死命奔跑，身后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逼近。这下他们能逃得掉吗？眼看恩珠受了重伤，德秀只能抱着他拼命往前跑。在贤得知消息后急坏了，怎么偏偏是恩珠出事了？身后的怪物还在穷追不舍，大家只能咬着牙在巷子里狂奔，情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好在慧玲他们及时出手反击，暂时压制住了追上来的怪物。就在这时，被抱着逃跑的佳音突然发现，大家的身体好像变轻了，速度也比之前快了不止1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东健也发现了不对劲，一边狂奔一边喊着自己居然跑起来轻松多了。在闲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这才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刚刚解锁的信任之力，只要大家对他的信任度越高，所有人的属性就会得到提升。此时东健那一组的人信任度全都已经超过了50，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体力、力量和反应速度直接被硬生生拔高了一半，这在战场上简直就是保命的神器。背着伤员的秉浩
也反应了过来，兴奋的大喊：“这绝对是在贤的能力！”就在这时，系统再次传来提示，又有2名成员的忠诚度达到了标准。在贤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同意将他们收为家臣。在贤同意将他们收为家臣后，2个女人身上突然亮起蓝色的光芒，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她们的属性和技能一下子觉醒了，一个觉醒了穿透射击，另一个则觉醒了毒物。还没等他们适应这股新力量，一只哥布林突然从天而降，嘶吼着扑了过来。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2人并没有慌乱，佳音直接拔出弓箭迎了上去。他动作极快，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一刀狠狠扎进了哥布林的身体，一道蓝色光束唰的一下贯穿了过去，直接把一整排哥布林给穿了糖葫芦。这威力把佳音都给看傻了，忍不住惊呼：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这就是刚刚觉醒的穿透射击，可以用精神力凝聚成箭矢，威力大的惊人。在贤在屏幕前看着这一幕，决定趁热打铁，直接给他们分配新任务。系统任务立马发布，要求在10分钟内用穿透射击解决一只哥布林。不过在贤看着面板，眉头却皱了起来，因为另一个觉醒的毒物能力看起来可就没那么好控制了。这个毒物虽然是个强力的 B 级技能，但大范围的无差别攻击很容易把队友也给卷进去。在贤决定还是等以后找机会再测试这个能力。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另一个家臣也完成了任务，不过这次评估完似乎并没有拿到什么特别的奖励。在贤有些无奈，打算先下楼去看看大家的情况。可还没等他出门，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异动，一个散发着白光的身影就这么凭空出现在了门前。那个凭空出现的发光身影直接走进了屋里，原来是敏浩。这小子正忙着在浴室里接水，不得不说这招确实聪明，提前把饮用水给备足了。在贤在一旁看着，心里顿时明白了，难怪他们之前不急着跟东健上楼，原来是早就提前囤好了水和食物。可还没等他多想，旁边居然又亮起了一道白光，这下又会是谁？在贤顾不上多想，立刻快步冲了过去，想看看门外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系统面板刷的一下弹了出来，显示躺在地上的人名叫金多情，而他觉醒的超能力居然是极其罕见的 B 级治疗术。这下在贤彻底坐不住了，要知道在末世里，治愈者可是比什么都宝贝的职业啊。在贤来到了2902号房门前，他深吸一步气，轻轻推开了房门，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就在他准备进去的时候，他突然一拍脑门，差点把之前刚拿到的新技能给忘了。系统面板上赫然写着终极宅男的隐形之手，这个技能可以凭空召唤出一只隐形手，用来操控视线范围内的东西。有了这个保命的底牌，在贤这下彻底有了底气，准备直接动手。只听咔嗒一声，防盗链直接被扯断了。在贤站在门外，这下可不能大意，既然要动手，那就直接来个痛快的。他立马使出新技能，凭空凝聚出一把能量大剪刀。这把隐形大剪刀穿过门缝，对准里面的锁扣，咔嚓一下，直接给剪了个粉碎。在贤急忙冲了过去，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可等他走近一看，躺在地上的女人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在贤急切地喊道：“喂，快醒醒！这下麻烦了，他的情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得多。看样子他应该是严重脱水了，必须得赶紧找点水或者能帮上忙的东西才行。”在贤整个人都傻了，这屋里竟然连一滴水都没有，这下可彻底抓瞎了。看着空空如也的水瓶，在贤心里直犯嘀咕：没有水，这人怕是撑不了多久了。可人命关天，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这，必须得想个办法。就在这时，在贤脑子里灵光一闪，既然系统能发布任务，那能不能用这招来救人？他立刻尝试发布了一个新任务，要求极其简单，只要呼吸1次就行。而任务奖励直接设定为治好脱水，不过这代价可不便宜，居然要花整整1000万。随着系统提示任务完成，金多情身上唰的一下亮起蓝光，这招居然真的管用。金多情动了一下，嘴里发出微弱的呻吟，在贤赶紧凑了过去，问他能不能听到自己说话。金多情缓缓睁开眼，看着眼前这个陌生人，虚弱地问：“你到底是谁？”在贤蹲下身子解释，说自己是住在楼上的邻居，因为看他情况太危险，这才叫开门进来救人。听到这话，金多情一下子愣住了，本以为这次死定了，没想到居然还能活下来，这下他情绪彻底失控了。金多情躺在地上，哭得根本停不下来。在贤在一旁看着，虽然有些不忍心，在贤突然提出让他去救人，这让金多情一下子懵了，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自己连自保都成问题，怎么可能还有能力去救别人？这简直太荒谬了。不过听他的意思，确实是想去帮同伴治疗，可他又是怎么知道自己以前是个护士的？好在眼前这个男人看着并不像什么坏人，他决定先答应下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金多情小声问：“那我们现在要去哪？”话音刚落，眼前唰的一下，凭空出现了一道蓝色光芒。在贤正琢磨着，系统突然刷出一条新任务，要求让金多情去治疗受伤的恩珠，而且限时1个小时。看来这事没得商量，必须得让他出手了。在贤叮嘱他先吃点东西，在这里等着，自己这就去把伤员带过来。金多情捧着橘子，整个人都懵了，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在贤就已经没影了，任凭他在后面怎么喊都没用。在贤这神出鬼没的动静，把金多情吓了一大跳，手里的橘子掉了一地。在贤问：“怎么了？”金多情指着那道凭空出现的蓝色光幕问：“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贤笑着说：“等我回来再跟你解释，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先留在这里好好休息。”随着关门声响起，屋里只剩下女人一个人，看着手里的橘子，她一时间根本反应不过来，这地方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看着手里的橘子，金多情到现在都觉得像是在做梦。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在贤已经办完事回来了。紧接着系统
就弹出了提示。金多情对他的信任度居然提升了，看来之前这女人对他是一点都不信任啊。不过这也难怪，谁会平白无故去相信一个突然闯进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算算时间，其他人应该也快回来了。在贤正准备动身去接人，突然他整个人猛地停住了脚步，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脑海中突然闪过一幕幕画面，一只凶猛的巨兽正在疯狂肆虐，同伴们满身是血的倒在地上，情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这下事情彻底大条了，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些受伤的人。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那只巨大的怪物正迈着沉重的步子疯狂逼近。谁能想到，追在他们身后的居然是一只体型巨大的赤虎。东剑带着大家在前面拼命狂奔，身后的怪物张着血盆大口，眼看就要扑上来了。在弦惊呼，居然还有一只！伴随着一声怒吼，巨大的怪物直接扑了过来，大家只能拼了命地往前跑。可越是焦急，越容易出错。奔跑中，慧玲脚下一绊，整个人狠狠摔了出去。这下可把大家吓坏了。佳音急得大喊：“慧玲！”摔倒的慧玲挣扎着想爬起来，可这时候根本来不及了。佳音绝望的大喊：“不要！”身后的赤虎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根本避无可避。只听咔嚓一声，怪物直接一口咬了下去。就在赤虎即将扑上来的那一刻，一道黑色的光芒闪过，怪物直接扑了个空。伴随着一阵耀眼的蓝色光芒，佳音整个人直接摔在了地板上，一边剧烈咳嗽，一边大口喘着粗气。等他好不容易缓过神来，一抬头，在贤正静静地站在他面前。在贤听完，心里也是沉甸甸的。佳音跪在地上，声音里满是痛苦，是同伴用命才给他争取了逃跑的时间。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问要不要授予他们市民身份。这还用想吗？在贤直接同意，伴随着一道蓝光，人直接被传送了过来。秉浩紧紧扶着身旁的老人，看着在贤求道：“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我奶奶？”秉浩急忙叫住准备离开的在贤，担心地问起其他同伴的安危。可现在时间就是生命，在贤根本来不及多解释，只能让他先留在这里守着奶奶。秉浩虽然揪心，但也只能咬牙答应下来。毕竟在另一边，那只凶残的赤虎正发了疯一样朝其他人扑过去，再晚一步就真的来不及了。救人如救火，在贤直接使出了压箱底的绝招隐形之手，半空中凭空凝聚出巨大的能量剪刀。要想解决那只凶残的赤虎，光靠蛮力肯定不行，在贤必须得想个出其不意的办法。而另一边，怪物正张着血盆大口在后面狂追，同伴们只能拼了命地往前跑。可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东剑突然一个急刹车，猛地转过身来，手里居然多了一颗散发着蓝光的棒球。东剑使出全身力气，猛地把手里发光的棒球扔了出去，棒球化作一道蓝色强光，直奔那只巨兽砸了过去。这一下直接把赤虎给惹毛了，他张开血盆大口，发出一声怒吼。佳音急得大喊东剑的名字，这下子局势彻底失控了。眼看那只巨大的赤虎扑了过来，东剑这下避无可避，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回是真的死定了。可生死关头，他还是冲着同伴大喊，让他们赶紧逃命，自己则咬紧牙关，拼了命地把怪物往另一个方向引。身后的巨兽紧追不舍，每一次挥爪都险些要了他的命。东剑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在生死边缘疯狂奔跑。这只巨兽已经追到了身后，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咬下去。东剑这下根本无路可逃了，眼看就要被怪物吞掉。东剑拼尽全力怒吼啊！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只凶残的赤虎却突然停住了，半空中唰的一下亮起一道巨大的紫色光芒。这下局势要逆转了。这只巨兽突然停下了动作，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半空中的紫色光芒化作一把巨型剪刀，结结实实的砸了下去。这股无形的力量极其强悍，竟然直接掐住赤虎的脖子，硬生生把他给踢到了半空中，任凭这只巨兽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东剑彻底看傻了。佳音正准备冲过去救东剑，却被眼前的景象给镇住了。那只凶残的巨兽居然被死死卡在半空中，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怎么回事，面前突然弹出了系统提示。这下局势彻底明朗了。其实这一切都是在贤在暗中操控，他站在高处看着底下的战场，根本没打算自己亲自动手，因为只要让佳音解决掉这只怪物，拿到的战利品就能直接翻4倍。收到提示的佳音立刻心领神会，他手中的长矛唰的一下亮起光芒，准备给这只动弹不得的巨兽来上致命的一击。那只被卡在半空中的赤虎还在拼了命地挣扎咆哮，可佳音根本不打算给他机会，他死死盯着眼前的猎物，手中的长矛已经蓄满了力量。随着他全力一击挥出，一道耀眼的蓝色光芒冲天而起，直接将这只巨兽彻底贯穿。紧接着系统提示疯狂刷屏，不仅拿到了巨额的经验和金币，同伴们的信任度和忠诚度也跟着暴涨，甚至连东剑都达到了收为家臣的条件。这下在贤可真是赚大了。这下在贤可乐坏了，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东剑收为了自己的家臣。紧接着多情立刻开始施展治疗能力，帮重伤的恩珠处理伤口。在温和的光芒下，那道狰狞的伤口竟然开始快速愈合。看到这一幕，在贤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得亏自己之前及时救下了多情，要不然这回可就真棘手了。在多情的全力治疗下，伤员的伤势总算稳定了下来。在贤转头问东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会惹上那2只赤虎？东剑无奈的解释，奶奶家附近好像成了他们的领地，我们拼命解决了一只，谁知道又冒出来一只，难怪之前觉得不对劲，那地方确实没有哥布林活动的痕迹，要是真被哥布林占了，老人家恐怕早就没命了。这么看来，那2只赤
胡反倒成了挡箭牌。这次确实是运气好，要是再晚来一步，后果简直不敢想象。随着系统提示任务完成，多情总算松了一口气。在贤笑着夸他做得好，多情试探着问自己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家了。在贤却摇了摇头，让他先等一会儿。就在这时，旁边的亨俊一脸尴尬的凑了过来。亨俊小声低召，虽然现在提这个不太合适，但以后能不能别总在他家开会？亨俊一脸尴尬的抱怨，觉得老在自己家聚会不太方便。在贤听完转过头去，笑着让他不用担心，因为他早就有了打算。在贤主动提出隔壁的2901号房现在空着，他可以去把那里的电力恢复，再准备一些生活必需品，让大家以后都搬到那边去住。这下可把大家给高兴坏了。安排好住处后，在贤突然转头叫了一声多宾，似乎还有别的事情要交代。在贤主动提议21楼还有2间空房，他可以去恢复那里的电力，让大家过去洗澡和休息。听到这个好消息，多宾一口答应了下来。不仅如此，在贤还给了他们一个特权，让他们俩单独住其中一间。这下可把两人给高兴坏了。多宾有些不敢相信地问：“真的可以吗？”在贤表示可以，不过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接着说：“但我有个条件。”面对这么诱人的条件，多宾自然不会拒绝。没问题，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在贤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我需要你当个中间人，负责传达我和幸存者之间的话。这差事看似简单，但背后的分量可一点都不轻啊。”多宾有些不敢相信，中间人。在贤点了点头，他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诱饵：只要有队伍能解决掉100只怪物，就能分到一套专属的房子，而且水电煤气全免，食物还管够。不仅如此，要是谁能收留10个幸存者，也能享受同样的待遇。不过有些楼层可能得稍微等上一段时间。在贤看着眼前的这些人，这下子规则可就彻底变了。在贤接着说道：“我只会把这些福利给那些证明了自己价值的人。”这话意思很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拿到好处，就要拿出真本事来。程敏这回是真遇到大麻烦了，身后黑压压全是怪物，正发了疯一样在后面狂追。这要是被追上，绝对是十死无生。眼看前面的安全门就在眼前，只要能冲过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可偏偏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一只绿色的怪手从后面伸了过来，直接死死拽住了他的衣服。这下完了，他整个人直接失去平衡摔了出去。程敏一边拼了命地往前扑，一边扯着嗓子大喊：“我到了，快动手！”原来前面早就有人在埋伏了，同伴们早就做好了准备。看着后面黑压压的一片，同伴忍不住吐槽：“好家伙，你这带回来的怪物也太多了吧！”吐槽归吐槽，手上的动作可一点没慢，几只长矛刷的一下刺了出去，直接把冲在最前面的怪物扎了个对穿。程敏也趁机连滚带爬的躲了过去，可后面的怪物实在太多了，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又是一波疯狂的往前冲。这波伏击确实有效果，冲在前面的怪物直接被解决掉了，但怪物数量实在太多，根本杀不完。眼看局势陷入混乱，后面的怪物居然开始转头逃跑，有人急得大喊：“后面的要跑了，快追！”就在大家准备追上去的时候，程烨却显得一点都不慌，他握着长矛对同伴说：“喂，想看点好玩的吗？”程烨深吸了一口气，看来他已经准备好要大干一场了。他大吼一声，手中的长矛唰的一下挥了出去，一道耀眼的蓝色光芒直接把远处逃跑的怪物给扎了个透心凉，这威力确实够惊人的。程烨得意的转过头，冲着旁边的程敏炫耀：“怎么样，刚才那一招帅不帅？”看着满地的怪物尸体，程烨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肩膀，开始清点今天的战绩。得知大家加起来已经解决了100多只，同伴们都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这么快就达成了目标。可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程敏却怒气冲冲地跑来质问，指责程烨隐瞒了怪物的真实数量。刚才的情况简直是九死一生，根本不止之前说的10几只。面对程敏的质问，程烨却显得毫不在意，冷冷地表示只要能换到房子，冒点险也是值得的。这冷酷的态度让程敏彻底怒了，程敏气得大喊，说自己差点就被害死了。程烨听得直揉太阳穴，显然已经不耐烦了。他冷着脸质问，这主意到底是谁出的？程敏毫不示弱，直言计划是自己制定的。可程烨根本不讲道理，这话一出，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程烨直接放狠话，不服气就退出队伍，没了他一样能行。眼看两人要起冲突，同伴赶紧上来拉架，这下队伍内部是要彻底分裂了。眼看内讧要升级，同伴赶紧出来打圆场，劝程敏先低头认个错。程敏虽然心里1万个不服气，但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程烨说了声对不起。程烨也懒得再计较，招呼大家赶紧上21楼，毕竟拿到属于他们的房子才是眼下的正事。可谁能想到，他们兴冲冲地赶过去，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负责接待的多宾一脸抱歉，告诉他们奖励已经被别的队伍先一步领走了。程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拼死拼活半天，居然被人捷足先登了。多宾只能无奈地表示，这确实是事实。这下程烨彻底急了，逼着多宾立刻把房子交出来，觉得这根本就是个玩笑。可多宾态度很坚决，表示这事真没得商量。就在两边僵持不下的时候，走廊尽头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多宾转过头去，指着刚走过来的那伙人说：“就是他们，最先解决了100只怪物。”程烨顺着方向看过去，这下他彻底傻眼了。敏浩带着志浩叔叔他们走了过来，恩珠赶紧上前询问谈判的结果。敏浩表示已经和在贤达成了协议，他们不要新房子，而是让在贤提供水电和生活物资，并且免除志浩叔叔加2个女孩的任务。多宾听完有些纳闷，心想未成年人不是本来就不用做任务吗？志浩叔叔笑着解释道，其实2个孩子早就成年了，只是长得太显年轻而已。这让多宾一时间有些尴尬。
闵浩接着提到，在贤还会给他们提供一批弓箭。志浩叔叔倒是一脸自信，觉得孩子们用弓箭的本事肯定不差。可多宾却有些想不通，忍不住追问他们：难道还要继续去猎杀哥布林吗？多宾正跟旁边的闵浩抱怨说，那些哥布林根本清理不完，实在让人头疼。结果这话一出，旁边的程叶顿时不乐意了，他直接大声质问，觉得这事肯定有猫腻，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偏袒。就在两边要吵起来的时候，旁边的闵浩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说在贤早就料到大家会不服，所以让第2和第3名的队伍去30楼，到时候一样有奖励拿。听到这个消息，多宾赶紧转过头去对大家说，既然这样，你们就去30楼吧，在贤已经在那里等着了。程叶心里直犯嘀咕，听说这个叫在贤的家伙年纪比他们还要小。程叶冷笑一声，吐槽大家把在贤捧得太高了，旁边的人也跟着附和，调侃这简直就像是在搞崇拜，那小子估计早就飘了。听到这些话，程明忍不住开口了，他说大家现在都指望人家保护，根本没资格说这种风凉话，而且他们现在上去不就是为了去求人家帮忙吗？这话一出，整个电梯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被同伴这么一激，程叶心里这把火是彻底压不住了，他狠狠盯着对方，显然是记下这笔账了。就在这时候，电梯门唰的一下打开了，30楼到了。程叶刚想找同伴算账，结果一抬头，气氛一下子就变了。迎面走过来的正是穿着蓝色卫衣的在贤，看着他脸上那副似笑非笑的表情，这下子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了。在贤主动打了个招呼，这一下直接把程叶这帮人给整紧张了。程叶赶紧上前自我介绍，还主动伸出了手。在贤笑着说：“你们用结界战斗的时候表现得很精彩。”这句话一出，程叶整个人都懵了，他脱口问道：“你怎么会知道？”在贤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抛出了一个更大的诱饵。他说可以立刻给他们住的楼层恢复水电和燃气。程叶简直不敢相信，这小子居然有这种本事。他忍不住追问：“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在贤笑了笑说：“既然你们已经杀够了100只哥布林，那确实符合条件了。”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我可不是什么邪教头子，更没打算在这里当神仙。”这下子程叶彻底没词了，毕竟他们在电梯里说的话，在贤居然全都知道。面对这股无形的压迫感，程叶只能老老实实听着，根本不敢有任何反抗。在贤看着他们，笑着说：“顺便，我还想请你们帮个忙。”身后那群狂暴的怪物正发了疯一样，死穷追不舍，一旦被他们追上，绝对会被瞬间撕成碎片，慌不择路的拐进窄巷。可怪物跟得实在太紧，根本无法拉开安全距离，眼看就要被怪物扑倒。程叶冲着前方歇斯底里大喊：“快把武器扔过来！”看来前面早就安排了接应，这下他们终于有救了吗？东剑嘴角微微上扬，稳稳接住了空中飞来的长矛。面对身后紧追不舍的凶残怪物，他可没打算继续逃跑。随着湛蓝色的属性面板瞬间亮起，东剑的真正实力彻底爆发。作为在贤麾下的第6位家臣，他不仅拥有骑士与枪术大师的双重称号，还觉醒了投掷与穿刺的强力技能。东剑咬紧牙关，瞬间发动技能，手中的长矛裹挟着耀眼的蓝色光芒，呼啸着向前飞射出去。这恐怖的威力仿佛要将虚空彻底撕碎。这一枪的威力极其恐怖，瞬间将冲在最前面的怪物扎了个透心凉。可后面的怪物数量实在太多，根本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再次嘶吼着发起疯狂冲锋。眼看一只巨型怪物已经扑到东剑面前，挥舞着磨盘大爪狠狠拍了下来。这要是被拍中，绝对非死即伤。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是一道蓝色流光闪电般划过，直接将怪物的脑袋瞬间贯穿。看他还怎么继续嚣张！东剑根本不打算给怪物任何喘息的机会，他反手握紧凭空凝聚的长矛，身形一闪，直接迎面刺了过去。随着最后一只兽人哀鸣着轰然到地，系统面板刷的一下亮了起来，提示他们已经成功完成了这次猎杀任务。这下子不仅能拿到大笔的悬赏金，连小队的等级也跟着提升了。看着这堪称恐怖的战斗力，旁边的同伴直接被震惊的目瞪口呆。这几个幸存者显然被吓破了胆，好在东剑小队及时赶到，才把他们安全带回了基地。就在这时，在贤面前的系统面板突然亮起，提示有陌生人正试图进入基地，而且人数刚好是3个人。在贤仔细一看，基地总人数这下刚好凑够了200人，他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同意了这3个人的加入申请。紧接着系统刷的一下弹出全新提示，因为基地人数达到200，居然额外解锁了一个专属新技能，而这个新技能的名字居然叫做收税。这个收税技能虽然听起来很诱人，但限制条件却非常苛刻，根本没办法随时随地获取资金。照这个速度积累下去，起码得花上10个月才能勉强回本。可现在在贤最缺的就是时间，必须尽快派东剑的队伍出发，去南部明区寻找失联的父母，根本等不了那么久。无奈之下，在贤只能先分发3成战利品出去，就当是前期收买人心的投资了。这一波操作下来，大本营技能直接飙升到了10级，还额外获得了3个珍贵的技能点。还没来得及高兴，在贤的身体却突然传来一阵剧痛，疼得他连站都快要站不稳了。紧接着整栋大楼唰的一下被一层诡异的紫光彻底笼罩，这突如其来的异变到底是怎么回事？随着诡异的紫光渐渐消散，系统的提示音在耳边轰然响亮，整栋公寓楼居然直接升级成了大本营，不仅赠送了10个亿的设施启动资金，还解锁了全新的大本营建造功能。在贤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面板，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建造功能到底该怎么使用？仔细研究了一下，里面能建造的设施还真不少，什么太阳能发电机、商店，还有健身房，全都可以直接安排建造。
可一看到这高昂的造价和收益，在贤顿时感觉头大无比。这发电机建一个就要花1亿3千万，一年却只能回本区3000万。这要是想把本钱彻底赚回来，起码得不吃不喝死撑上5年。这买卖怎么看都亏本到了极点。看着眼前的建造确认提示，在贤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划算，毕竟他现在手头资金非常紧张，这些钱要是拿去给东建升级，性价比可比肩这些发电机高多了。就在他准备放弃建造的时候，突然注意到系统面板上的一个小细节，上面居然写着10个亿的设施支持资金，而且这笔钱只能用来建造设施。这下在贤可彻底乐坏了，既然这笔专款跟自己钱包里的钱没关系，那不用白不用啊。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笑着按下了确认建造键。在贤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按下了确认键，发电机立刻在楼顶开始建造。不过这建造周期可着实不短，得整整等待1天的时间。看着这漫长的建造进度条，在贤觉得这效率实在太低了。他试着想再多建造一个发电机，结果系统直接弹出了红色警告，每栋大楼只能建造一个。这下卡 bug 的计划直接泡汤了，在贤只能把目光投向旁边的商店。他随手点开商店的详情介绍，结果弹出来的说明让他眼前一亮。这商店居然能和他的专属技能联动，可以直接出售他登记的各种道具。更绝的是，这地方根本不需要人来值守，完全是全自动智能运营。这功能确实非常实用，只要有人付钱，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对应的道具。以前分发物资还得一层层跑腿，现在有了这个自动售货机，大家自己就能买到需要的物资，省时又省力，而且商品的售价还能由在贤自己决定。这样一来，就能给大家分发更多的战利品了。在贤没有犹豫，直接下达了商店的建造指令。不过这位置到底选在哪里合适呢？看着眼前的楼层选项，在贤想起了某些不太愉快的回忆，那就直接建在101室吧。系统提示音再次在耳边响起，商店已经正式开始建造，同样需要耐心等待2天时间。搞定了商店的建造，接下来就轮到最后一个特殊设施了。在贤看向最后一个待建造的设施，居然是一个健身房。这地方能让大家的训练效率直接翻倍，低等级的人甚至能拿到5倍经验。这下带大家升级的速度又要起飞了。在贤没有犹豫，直接把整个2楼都划成了健身区。不过这健身房的建造时间更长，得整整等待3天时间。搞定了基建规划，在贤又把注意力放回了自己的技能上。随着技能等级顺利升到5级，不仅能上架更多种类的商品，还解锁了一个全新的实用功能。这功能可太方便了，以前只能打包出售的礼包，现在居然能拆开进行单卖，这下子能操作的空间可就太大了。在贤盯着眼前的系统面板，随手点开了水资源这一栏，结果这一看，直接让他愣在了原地。原本单一的纯净水选项，现在居然分出了各种规格和品牌，这选择一下子多了好几倍。既然水资源可以这样拆分，那别的东西是不是也行？他立刻切换到食品区域，果不其果，各种口味的方便面全都列了出来。这新功能确实太实用了，接下来能操作的空间可就太大了。看来在贤交代的清理任务，东建他们已经开始执行了。德秀一马当先，直接迎上了疯狂冲过来的怪物。他身上这套重甲可不是摆设，几次干净利落的重剑劈砍，一下子就把眼前的麻烦给解决了。刚解决完这只怪物，德秀总算能喘口气歇会儿了。东建在后面大声喊了他一句：“德秀！”德秀疑惑的转过头问：“怎么了？”东建突然凑过来，好奇的问：“要是把这武器直接扔出去会怎么样？”德秀听得一头雾水：“你突然问这个干嘛？”还没等德秀反应过来，东建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长枪，身上唰的一下亮起耀眼的蓝光。德秀急得大喊：“喂，你等一下！”可他根本拦不住，东建使出全身的力气，直接把长枪狠狠甩了出去。德秀心疼的直跺脚惨叫，这下子武器化作一道蓝光，彻底飞没影了。德秀气得大声怒吼：“你干嘛要把我的武器扔出去啊？”东建却一脸无奈的摆了摆手：“行了，你先冷静点，试着重新召唤他看看。”德秀听完直接愣住了，啊！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德秀身上唰的一下亮起蓝色光芒，谁能想到那杆长枪还真化作一道流光，直接飞回了他的手里。德秀兴奋的大喊大叫：“这招太神了！东建你真是个天才！”东建没好气的回答：“行了，别大惊小怪的。”佳音在一旁急着催促大家：“我们得赶紧走，我的剑快用完了。”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奇异的声响，地上唰的一下亮起蓝色光芒，一个装满箭矢的蓝色光影箭袋就这么凭空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这下子所有人全都看懵了。佳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地上的箭矢大喊：“快看，这真的是剑！”原来是在贤在背后暗中出手，他刚刚解锁了多任务处理技能，要是双眼所示之处，就能直接远程释放技能。这下后勤保障瞬间拉满，大家伙的干劲也更足了。伴随着凌厉的破空声，又一只怪物被当场解决。战斗结束后，系统提示任务完成。虽然这次花了不少资金，但大家的等级都得到了提升。在闲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这下心里彻底有了底气，只要能不断的发布任务，就能把大家的等级全带起来。在闲终于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去往父母家的危险路途，如今总算是有了一丝盼头。这里距离父母家大概10公里，如果光靠双腿走过去，起码要花上3个小时。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他立刻动身出发，坐上电梯一路向下。当他终于走出大楼时，迎面吹来的刺骨冷风让他整个人清醒了不少。眼前的世界早已彻底变样，
看着眼前这片废墟般的城市，在贤知道不能再耽搁时间，必须得抓紧每分每秒。他立刻唤出系统面板，准备查看东建的队伍如何。此时的金剑正利用技能操控乌鸦在空中进行侦察，帮队伍提前避开潜在危险。而队伍里的另外2个主力恩珠和多情也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应对突发的战斗。为了让队伍的战力最大化，在贤打算把多情和恩珠拉进队伍。多情这边顺利登记成了家臣，可恩珠的忠诚度却不够，系统提示无法直接登记。看着多情那强力的辅助技能，在贤心里非常清楚，给这些觉醒者升级的性价比可比普通人要高得多。为了能顺利收服恩珠，在贤只能另想办法。他发现恩珠有一个未了心愿，那就是复活他死去的儿子。只要能帮他达成这个心愿，忠诚度绝对不是问题。可当在贤准备发放复活任务时，系统却提示余额不足，这下子事情再次掐住了。手头的资金还是不够，在贤开始暗自琢磨，要是把任务难度提到最高，是不是就能强行成功？他直接把目标定为40级怪物。不仅如此，他还限制了时间，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至于失败的惩罚，直接就是死亡。本以为这样能钻系统的空子，结果依然提示余额不足，看来这点家底根本填不满。复活任务这个无底洞，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系统面板突然亮了起来，原来是东建他们解决了一只18级的强悍兽人，200多万的赏金直接到账。既然一个人做不够钱，在贤脑海中有了新主意，要是改成组队任务呢？这招果然非常管用，任务限制直接被拉满，只要能把恩珠拉进来，这件事情就成了一半。在贤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按下了确认键。还没等他松一口气，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砸门声，那人在外面急切的大喊：“在贤，快开门！这大半夜的到底会是谁？”在贤走过去，一把拉开门，门外站着的那个人让他完全没有想到，房门一打开，恩珠直接跌跌撞撞冲了进来，他整个人累得气喘吁吁，显然是一路狂奔过来的。他用颤抖的声音问道：“那个任务是真的吗？”在贤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虽然有严苛的时间限制，但确实能够实现。听到这个肯定的回答，恩珠再也撑不住了，直接瘫坐在地上，情绪失控。恩珠红着眼眶向在贤道谢，只要能再见到孩子，哪怕只有1天时间，让他做什么都愿意。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恩珠的忠诚度竟然直接突破30，达到了收为家臣的最低要求。看来这步棋是走对了。在贤缓缓转过身去，接下来该准备下一步计划了。在贤这边也没有闲着，他正盯着眼前的洗手池，原本一滴水都放不出来，结果下一秒自来水喷涌而出。看来这生活管理技能真好使，现在连水电煤气等资源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这感觉简直就像是在变魔。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系统提示音再次响了起来，商店的每日收益已经到账，光是2成的利润就足足有32万韩元，这钱来得如此容易，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新花样？这商店的生意比想象中更火爆，光是今天的营业额就足足有150万韩元。在贤直接发动了新技能，这下子整个商店里居民的一举一动全在掌控中。此时大家商量买装备，他算了一下，买那把弩要15万，今天才赚了1万，估计得攒上半个月才行。同伴在后面泼冷水：“你是不是忘了，咱们每天还得买水和方便面？”另一个同伴被说的有些烦躁，直接让他自己去算账。此时的商店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家都想趁着这个机会多囤一点保命的物资。谁能想到，只是分了3成战利品，大家的态度就发生巨大转变。自从在1楼建立了商店，居民们为了赚取物资，开始疯狂外出猎杀哥布林。这下子附近一带的怪物直接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大家为了升级和赚钱，只能结伴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怪物。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大本营的人口迎来爆发式增长，直接突破了700大关，甚至触发了双倍经验和掉落加成。在贤正看着面板，系统提示音突然又响了起来，原来是外出的队伍又开始狩猎，一大笔资金直接汇入了他的账户。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大家伙，简直就是个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对着眼前的绿皮怪物就是一顿狂撕。这根本不是战斗，完全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连反抗的机会都没给对方留下。转眼之间，四周只剩下一片狼藉，只留下这个恐怖的大家伙在黑暗中死死盯着前方。随着战斗结束，恩珠身上的异变开始慢慢消退。这股可怕的力量虽然强大，但对身体的消耗显然也不小。多情赶紧跑过来，关切地问：“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恩珠摇了摇头，说：“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多情有些无奈地劝他：“以后别再这么拼命了，毕竟他一个人就把怪物全解决，大家连帮忙的机会都没有。”恩珠有些抱歉地解释，自己之所以这么急着出手，其实是有必须要拼命的理由。佳音在一旁倒觉得没什么，多亏了有恩珠在前面顶着，他们在后面确实轻松了不少。恩珠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把头转到一边。看来他心里的那个秘密，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在闲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更加确信自己做了一个正确决定，把恩珠和多情拉进队伍，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随着系统面板刷的一下亮起，恩珠的属性彻底展现了出来。作为第9位家臣，他不仅拥有战士职业，还觉醒了熊人化和狂暴等强力技能，尤其是这个 S 级的狂暴技能，一旦见血，身体属性直接暴涨3倍。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通道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恐怖咆哮，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步逼近，光听动静就知道来头不小。当看清黑暗中的身影时，局势瞬间变得无比危险。眼前这个绿皮肤的怪物，恐怕是个极难对付的硬骨头。听到多情的呼喊，恩珠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发动了觉醒技能。
他的身体开始剧烈异变，瞬间化身成一只狂暴的巨熊。此时的恩珠浑身冒着烈火，咆哮着朝敌人冲了过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庞然大物，连对面的绿皮兽人都被震慑住了。不过这家伙反应极快，立刻挥舞重兵器，准备正面迎击。化身巨熊的恩珠直接与绿皮兽人缠斗在一起，狂暴的力量正面碰撞，震得周围碎石四处飞溅。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时，后方的佳音已经悄悄拉开长弓，他死死盯着前方的目标，寻找着一击必杀的机会。下一秒，一支耀眼的利剑破空而出，带着恐怖的威势直奔兽人要害。本以为这一剑能解决战斗，谁知竟被绿皮兽人硬生生挡下。还没等兽人站稳脚跟，恩珠已经再次扑了上去，根本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一记重击直接将他拍翻在地。看着迎面落下的巨大熊掌，怪物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瞬间被当场解决。伴随着一声惨叫，恩珠直接咬碎了兽人队长的脑袋，战斗彻底结束。系统提示音警接着响起，大笔赏金直接到账，同时解锁了新建筑前哨基地。虽然建造费用高达13亿韩元，但在闲算了一下手里的余额，觉得这笔投资完全划得来。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系统又弹出了新的建造条件，居然需要3名拥有骑士称号的市民。在贤一下子愣住了，这让他去哪里找这么多人？而此时在前方刚结束战斗的恩珠和多情脸色突然变得有些难看。如果要建造这个前哨基地，恩珠、多情和东剑就要死守原地。钱倒不是问题，关键是建造需要整整1周，现在时间就是生命，根本耽误不起。而且车站附近的怪物已经被东剑他们清理的差不多了，现在建造确实有些多余。在贤没有犹豫，直接取消了建造。不过有这个选项也是好事，要是能把基地建在父母家附近，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他们的安全了。要想保证家人的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接过来。可要穿过大半个城市接人，这件事情可没那么容易。在贤只希望他们现在还活着，既然做出了决定，就绝不能再拖。他打算明天就派东剑的队伍出发。画面一转，来到幽暗的地铁隧道深处，看着眼前的景象，金剑忍不住发出了惊叹。这黑漆漆的通道里到底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金剑在一旁直呼看不懂，这简直太离谱了！一个大活人居然能徒手把兽人给撕了。不过仔细一想，人家现在可是熊人形态，拥有这种怪力倒也说得过去。其实早在贤给他强化之前，他的实力就已经强得可怕。但金剑还是想不通，在贤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把这个只知道杀怪的狂人收服的？难道在贤又给他开挂了？系统突然发布了新任务，要求大家在1个小时内回家，而且这次没有任何失败惩罚。既然任务已经下达，东剑便招呼大家往回走，其他人也纷纷响应。金剑吹了个口哨，把一直在空中侦察的乌鸦召了回来。看着落在肩膀上的乌鸦，金剑摸了摸他的头，夸奖了一：这趟侦察下来，前方到底安全了没有？东剑找到金剑，想让他派乌鸦去前面探路，哼俊一口答应下来。毕竟这地方到处都是危险，他低声叮嘱了乌鸦几句，让他千万要小心。乌鸦直接飞向高空，穿过阴暗的通道，飞到了废墟城市的上空。从这个高度往下看，整座城市早就成了一片死寂。乌鸦带回了前方的消息，金剑仔细确认了一下，前面确实安全了。他转过头对东剑说：前面没问题，可以出发了。东剑松了口气，赶紧招呼大家跟上。一行人立刻动身，朝着目标方向赶去。可刚走没几步，金剑突然听到旁边有动静，他警惕地回头一看，发现只是一只老鼠。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他们身后的阴暗处，一只手悄悄搭了上来，有什么东西正悄悄跟在后面。金剑突然停下脚步，警惕地回头看去，黑暗的轨道深处隐约传来了奇怪的脚步声。紧接着，一只红眼老鼠猛地窜了出来，可还没等他跑多远，就直接被什么东西拍倒在地上。这只红眼老鼠刚一落地，还没来得及逃跑，就察觉到了身后的异样。他猛地转过头去，当看清黑暗中的庞然大物时，整只老鼠直接僵在了原地。这下子他是彻底跑不掉了。在贤直接弯下腰，诚恳地向大家请求帮助。这一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在贤低着头说：我知道希望很渺茫，但我必须确认家人的安全。东剑有些迟疑地问：那你确定你的家人还在家里吗？在贤摇了摇头，坦言自己也没法确定。就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秉浩突然站了出来，大声喊道：我们去帮忙。这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秉浩这一带头，其他人也纷纷响应，东剑也跟着表态，要是没有在贤之前的救命之恩，大家根本活不到今天。看着大家这么支持自己，在贤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他郑重地向大家道谢，既然决定了行动，在贤也不再客气，直接开始部署接下来的计划。他们得先穿过地铁轨道，前往西面站。虽然最终目的的是扎嘎奇站，但在贤心里清楚这是急不得，必须一步步来。猪听完也点头表示明白。在贤再次向大家道谢，让他们今天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再出发。就在这时，猪突然叫住了他。猪好奇地问：你就不能用你的能力直接把家人传送过来吗？在贤回答：这办法他其实早就想过，本来是打算利用任务奖励把特定目标直接传送过来，尤其是看到秉浩的技能之后，他心里就更有底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超强能力？在贤本来想着直接把家人传送过来，结果系统直接弹出了警告，这招根本行不通。看来是因为距离太远，超出了他的势力范围。要是人已经不在了，那他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无能为力。在贤无奈地对猪说：我的能力也是有极限的，没办法，什么事都由我掌控。不过
他话锋一转，让恩珠不用担心，之前答应他的承诺自己绝对会兑现。这话一出，系统提示音跟着响了起来，恩珠对他的信任度直接又往上涨了一截。恩珠笑着说：“谢谢你对我们这么坦诚。”在贤摇头说：“该说谢谢的人是我，既然话都说开了，大家也准备回去休息。”东健提议今天就到这里，好让在贤能好好睡一觉。几个人打过招呼后，便陆续离开了房间。可还没等在贤松口气，屋里突然传来一阵异响，紧接着系统警报毫无征兆的响了起来，居然有人在尝试强行进入，而且系统提示来人正好符合市民的筛选条件。这大半夜的，到底会是谁找上门来了？在贤同意了对方的加入申请，结果系统面板一弹出来，这个新加入的女人不仅等级高达31级，称号居然是鼠之女王。还没等在贤琢磨明白，一只巨大的老鼠突然出现，这体型大的离谱，连在贤都纳闷，这玩意儿居然是只老鼠。此时在另一边，这只巨鼠正盯着远处的战场，看着那些被轻松解决的半兽人，他也纳闷，这群人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看着东健一行人离去，躲在暗处的家伙彻底懵了，这群人居然全都觉醒了，这怎么可能？光靠自己一个人根本帮不过来所有人，也许跟他们接触一下是个不错的选择。既然有这个能力，那就必须去试一试。不过在这之前，得先摸清这附近的情况。这大老鼠刚溜走到附近，就听到一阵欢声笑语。仔细一看，游乐场里居然有一群小孩在疯跑。这下子他彻底懵了，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怪物，这地方怎么还会有小孩子在玩耍？而且大楼门口人来人往，看着简直跟末日没发生一样。这地方到底什么来头？为了弄清楚状况，这家伙决定再凑近点瞧瞧。唰的一下，他直接朝着大楼方向溜了过去。这家伙想直接溜进大楼，结果唰的一下，直接撞上了一道看不见的防线，这一下摔得可不轻。紧接着系统就弹出了提示，直接拒绝他入内。不过马上又给出了另一个选项，问他要不要获得市民权。他急得直叫唤，赶紧表示同意。结果系统半天没动静，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现在可是只老鼠，系统根本不认账啊。本以为系统不会理会一只老鼠，结果下一秒系统居然提示他成功获得了市民权，这下子可把他给乐坏了。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他大摇大摆地溜进大楼，正美滋滋地往前跑呢，结果迎面就撞上了大楼里的人。这下子整个大厅一下子炸开了锅，大家伙指着他大喊有老鼠。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旁边的人已经抬起脚狠狠地朝他踩了过来。唰的一下，这小家伙直接被踹飞了出去，在地上连着滚了好几圈，摔的是七荤八素。他刚缓过劲来，结果一抬头，整只鼠直接傻眼了，眼前这阵仗着实出乎他的意料。谁能想到这大楼里居然藏着个健身房，里面全是正在疯狂撸铁的人，一个个练得热火朝天，连多情和恩珠都在这儿，正拼了命地在训练。这场面简直比外面有怪物还要离谱。这群人突然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说这里面还藏着别的秘密？这只溜进来的老鼠正偷偷盯着正在训练的恩珠，看着眼前热火朝天的景象，他整只鼠都懵了，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与此同时，在阴暗的地铁轨道深处，一个穿着黑衣的女人突然疼得直接跪倒在地上。不过缓过劲来之后，她脸上反而露出了狂喜的笑容。女人忍不住大笑起来，她终于找到了活下去的办法。女人总算松了口气，但摆在她面前的难题依然没有解决。她现在必须去田浦站，偏偏就只剩下一站的距离。要是能有别的路走就好了，可现在唯一的通道就只有地下的地铁轨道。最致命的是，西面站里还盘踞着一个恐怖的怪物，这要是正面撞上，根本就是送死。不过听着黑暗中传来的动静，他心里突然有了底，周围密密麻麻的红眼睛，说不定就是他反败为胜的底牌。刚才那只老鼠直接给在贤报了系统提示，原来这小东西是被人操控的，对方还是个 A 级天赋的鼠之女王。在贤这下全明白了，难怪这老鼠鬼鬼祟祟的，原来是有人在背后共享感官。既然有 A 级觉醒者送上门，那可不能轻易放过。在贤直接发动了专属技能，必须把这个战力收为己用。不过这附近根本看不见人影，既然找不着，那就只能用老办法了，直接给他发个强制任务。在贤正准备把任务发出去，突然动作一停，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之前恩珠曾问过他，能不能用能力把家人接过来。在贤当时只能摇头，说距离太远，根本办不到，因为他们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但是只要是成为了市民的人，就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而那个鼠之女王刚刚正好获得了市民权，这下子主动权可就全在贤手里了。既然市民杀怪的奖励不管多远都能传回来，那就说明系统和市民之间的联系根本不受距离限制。在贤立刻开始编辑任务，既然正常传送行不通，那就利用规则漏洞，直接发布一个限时10秒的强制召唤任务。这招要是真的管用，那以后想救人可就简单了，只要对方成为市民，就能直接强行拉回安全区，连家人的安全也有了保障。而且只要前哨基地一激活，就能共享大本营的全部功能，这下子局势可就彻底逆转了。在贤开始在脑海中完善这个计划，他打算先派东健的小出发，在外面建立一个前哨基地。只要前哨基地建好，他就能把市民权赋予自己的家人，然后再利用系统的任务机制，直接把他们强行传送回来。这个计划听起来相当完美，不过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套操作到底要花多少钱？在贤不再犹豫，直接换出系统面板，准备试一试。随着他提交任务，系统界面上立刻弹出了倒计时，系统提示任务失败，直接扣了3000多万。在贤反而松了一口气，这可比预想的便宜太多了。
就在这时，地上凭空多出一个人来，正是那个义真。他看着周围完全傻眼了，这到底是哪？在贤心里一阵狂喜，这招居然真的管用。在贤试探着走上前去，可对方显然被吓得不轻，整个人都处于极度戒备的状态。在贤主动打了个招呼：“你好，义真。”义真十分警惕地问：“你到底是谁？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在贤直接亮明了身份：“我就是给你市民权的人。”义真有些摸不着头脑：“什么？”义真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难道这里就是？”在贤点头承认：“这里就是你通过老鼠看到的那栋大楼的顶层。”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在贤递过去一罐可乐和零食。“抱歉，突然把你拉过来，吓到你了吧？”接着他做了个自我介绍：“认识一下，我叫在贤。”看着递到眼前的食物，义真一时间有些迟疑。难道说……义真有些不敢相信，原来刚才那个奇怪的任务就是眼前这个男人发布的。在贤大方承认：“没错，就是我。”一听这话，义真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这反应直接把在贤给整不会了。义真急切地问：“既然你能把我拉过来，能不能把其他人也一起弄过来？”在贤一下子愣住了：“什么？”义真解释说，他一直带着一群人求生，本来都打算冒着生命危险带大家强行冲过来了。在贤试探着问了一句：“那边到底有多少人？”义真直接给出了答案：35个。这下子在贤彻底没话说了。在贤听到义真还带着35个人，顿时感到十分棘手，他根本不知道义真身边还有这么多人。在贤只能无奈的拒绝，表示自己无能为力。义真听到这个回答，整个人都懵了。在贤解释说，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没办法直接把那些人传送过来。一听到家人还在危险之中，义真彻底急了，他猛地扑上去，死死拽住在贤的衣服，苦苦哀求，只要能救家人，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看着眼前近乎绝望的义真，在贤也有些于心不忍，他让义真先冷静一下，自己再想想办法。在贤开始冷静分析眼前的状况，义真之前明明没有靠近过大楼，却能获得市民权，这说明系统把那只老鼠判定成了义真的一部分。既然这个规则漏洞行得通，那是不是意味着，既然规则有漏洞，那这事就有的办了？在贤扫了一眼系统面板，发现义真的信任度涨了不少。其实他现在也没别的人可以指望了。在贤看着地上的义真，开口问他：“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吗？”义真急忙点头：“只要能救人，让我做什么都行。”在贤沉声说道：“办法只有一个，但前提是你必须100%信任我，听明白了吗？”义真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什么？在贤看着他，认真的说道：“只要你保证无条件信任我，我就答应帮你救人。”义真没有犹豫太久，他直接表态：“没问题，我信你，只要能救我的家人，让我做什么都行。”话音刚落，系统提示音就响了起来。义真的信任度直接飙到了50，甚至还解锁了忠诚度，已经达到了收为家臣的最低要求。在贤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低声说道：“很好，那就试试看吧。系统，把义真登记为我的家臣。”指令刚一下达，义真身上唰的一下燃起了一股蓝色的能量气流，这下子连他自己都看傻眼了。义真直接看傻了，系统面板上清清楚楚写着，他不仅成了第10位家臣，还觉醒了驯兽师的专属能力。只要忠诚度和信任度越高，他控制的变异老鼠就会越强，甚至还能无限进化。在贤立刻抓住了关键，开口问他：“你家人的附近有你驯服的老鼠吗？”义真赶紧点头，示意有。在贤当机立断，直接命令道：“那就现在，立刻派一只老鼠过去。”义真没有废话，唰的一下直接发动了能力，这下子能不能救人就看这一波了。在贤二话不说，直接发动了终极之眼，想瞧瞧这小家伙到底什么来头。系统面板唰的一下就弹了出来，这确实是义真驯服的变异老鼠，而且等级已经升到了2级。就在这时，这只小老鼠突然溜了进来，直接把屋里的几个人给看懵了。快看，这儿怎么有只老鼠？旁边的同伴也反应了过来，这该不会是义真派过来的吧？谁能想到，这黑漆漆的下水道里，唰的一下，凭空掉下来一堆食物和水，这下子把躲在里面的几个人都给看傻了。女人赶紧把东西抱在怀里，这难道是义真送来的？看到家人拿到了物资，义真对在贤的信任度直接开始疯狂飙升。在贤这下彻底放了心，这结果跟他预想的一模一样，义真的驯兽能力配合上他的终极之眼，简直就是绝配。要知道，这地底下可是有成千上万只老鼠，从现在开始，这些小家伙全都会变成在贤的眼线。在贤这下是彻底兴奋了，这能力组合起来简直强得离谱，他忍不住感叹，这可真是太疯狂了。在贤打听后才知道，义真居然来自南富明洞，这简直是太巧了。在贤的父母刚好也住在那里，这可比派东剑的小队过去要安全靠谱得多，毕竟东剑他们人生地不熟，而义真只需要派一只老鼠就能轻松摸过去。这样一来，在贤不仅能确认家人的安全，还能顺手把物资传送过去，简直是一石二鸟。义真听完直接答应下来，表示这是包在他身上。系统提示音也跟着响起，这姑娘的信任度又涨了不少。系统提示义真的忠诚度再次上涨，在贤决定趁热打铁，询问他能不能立刻行动。义真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在贤提议让老鼠沿着地铁线走，因为他打算走这条路去救人。结果义真一听，顿时急了，大喊着绝对不行。在贤有些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义真这才说出实情，西面站那里有一只恐怖的怪物。听到有怪物盘踞，在贤也有些意外，看来这次的救援任务比想象中还要麻烦得多。在贤询问义真能不能派老鼠去怪物那边探路，义真立刻答应下来。小老鼠顺着地铁线一路小跑，很快就摸到了西面站。可还没等他看清周围，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这下麻烦大了，西面站的怪物居然是这个恐怖的家伙。
这只巨大的变异蛇胃口大的惊人，一口就把旁边的怪物给生吞了下去。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侦派去探路的小老鼠发出了微弱的动静，立马就被这家伙给盯上了。巨蟒直接逼了过来，根本不给他逃跑的机会。这下子小老鼠是彻底暴露了。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巨蟒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一口狠狠咬了下去。小老鼠能逃过这一劫吗？在这致命的一击下，谁能想到这小家伙反应极快，唰的一下就躲了过去。他根本不敢停下，只能拼了命地往前窜。而那只巨蟒显然没打算放过他。就在这时，在贤猛地睁开眼，这下子情况可能要彻底失控了。那家伙的体型大得离谱，等级恐怕在40级以上，这下可棘手了。一真看着在贤说：“你刚才也看到了吧？西面站根本没法走。”一真想了想，提议道：“那不如绕开这一站，改走樊内古站。我看过你手下的实力，清理那边的轨道应该没问题。”这话倒是不假，确实是个可行的办法。在贤点头同意了，行，就按你说的办。你现在可以先去2701号房了。在贤笑了笑说：“以后你就住在那间房了，不过可能得自己打扫一下。”一真连连点头道谢，那我就先过去了。看着一真离开的背影，在贤心里很清楚，要是没遇到他，自己大概也会选择绕路。但现在情况可完全不一样了。在贤直接换出系统面板，下达了新指令，建造太阳能发电机。随着系统倒计时开始，楼顶上唰的一下，大片大片的太阳能电板开始飞速成型，电力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在贤看了看刚建好的发电机，效率确实挺高，但问题也跟着来了。这点电量根本不够800人消耗的，要想建更多设施，就要招募更多劳动力来搞钱，最好是能让人3班倒，全天候不停的干活。当然，配套的设施也得全部跟上。在贤打定了主意，既然计划已经想好了，那就直接开干吧。是时候让所有人动起来，去猎杀更多的怪物了。谁能想到，东健他们刚进通道就遇上了大麻烦，身后的动静越来越近，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东健大喊一声，他们追上来了，眼看跑不掉，东健一个急停转身，准备硬碰硬。半空中突然扑下一只变异巨蝙蝠，尖叫着直冲过来。好在后方的队友反应够快，数支利箭唰的一下破空而去。这下子战斗彻底打响了，利箭精准的贯穿了怪物的身体，几只变异蝙蝠惨叫着跌落下来，重重的砸在地上。危机暂时解除，佳音转过头询问大家的情况，得知大家都安然无恙，他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不过接下来的任务才是真正的硬骨头。慧玲有些担忧地问佳音，在贤之前提到的那条西面巨蛇，光靠他们真的能对付得了吗？佳音安慰他说没问题，而且就算真遇到危险，在贤也能随时把他们强行召唤回去。这下子大家心里总算有了底，但那条巨蛇真的有那么容易对付吗？慧玲松了一口气，看来是自己多虑了。东健也笑着附和，既然有在贤兜底，确实没什么好怕的。一行人继续往深处走去，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西面站。可还没等他们站稳，眼前的景象直接让所有人愣在原地。前方的轨道上竟然倒下好几只绿皮怪物，大家互相打气，继续在黑暗的通道里前进。走在最前面的东健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他大喊一声停下，后面的佳音等人立刻警惕地停在原地。东健死死盯着前方，只见黑暗的通道深处，一个庞然大物正缓缓游荡出来。那条传说中的西面巨蛇竟然真的出现了，这下子他们该怎么应对？德秀大喊：“这怪物我们要怎么打呀？”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横扫过来。东健大喊：“快趴下！”整条通道开始剧烈晃动，碎石不断砸落下来。这下子所有人连站都站不稳了。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恐怖的冲击力瞬间把所有人掀翻在地。东健咬牙死死护住身旁的佳音，整条地下通道还在不断剧烈颤抖，大家被震得七零八落，好不容易才挣扎着缓过神来。金健痛苦地揉着脑袋，忍不住抱怨：“刚才那动静难道是地震吗？”还没等大家喘口气，东健面前突然弹出了血红的系统提示，这下子情况恐怕要变得更糟了。谁能想到那条不可一世的巨蛇此刻居然已经奄奄一息倒在轨道上？东健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这恐怖的怪物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巨蛇身上不断抽搐的巨大伤口，显然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恶。虽然不知道是谁重创了他，但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东健眼神一狠，直接亮出武器，准备趁他病要他命彻底解决他。东健看准时机，汇聚全身力量，直接一刀猛劈下去。这一击精准命中巨蛇的要害，疼得庞大的巨蛇疯狂扭动嘶吼。不过话说回来，这只称霸通道的巨蛇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原来这家伙有个致命的弱点，它吃东西时最喜欢生吞猎物，要是吞下去的猎物在肚子里疯狂挣扎，很容易从内部将它彻底重创。所以平时遇到大型猎物，它都会先用毒液和缠绕把对方折磨致死，但要是遇到体型弱小的目标，它根本不会放在眼里。这只巨蟒完全没把探路的小老鼠放在眼里，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吞了下去。可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口直接把他送上了无路可退的绝途。远处的在贤嘴角微微上扬，直接开启了神秘的系统空间。原来他手里还留着2张致命的底牌，这下子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在贤直接动用了收纳和商店功能，把那只被吞下去的小老鼠当成传送坐标。他先是凭空召唤出海量的易燃瓦斯，直接源源不断地灌进了巨蟒的肚子里。巨蟒的身体开始异样的疯狂膨胀，紧接着他又召唤出燃烧的纸巾。当火星在巨蟒胃里碰到瓦斯的瞬间，只听轰的一声惊天巨响，巨蟒庞大的身体直接从内部被炸开了花。这下子他就算有9条命，也绝对活不成了。
一真突然浑身猛地一震，看来是他用来探路的老鼠出了事，连带着他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反噬。在贤见状，赶紧上前关切地询问：“你没事吧？”一真脸色苍白，强撑着摆了摆手：“我没事，只是被刚才的爆炸吓了一跳。”在贤轻声安慰道：“别担心。”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一真听完，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轻声向在贤道谢。但在贤心里其实非常清楚，这只巨蛇他绝对不能亲自动手击杀，必须得让远处的东剑他们来完成最后一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提升整支队伍的实力。此时的地铁通道深处，东剑正带着金剑和恩珠等人在混乱的废墟中拼命寻找生路。恩珠看着眼前闪烁的系统面板，深知接下来的路必须得靠他们自己了。为了拿到整整6倍的巨额经验和奖励，东剑和恩珠毫不犹豫直接组成了小队。系统的讨伐任务唰的一下发了下来，目标正是眼前这只重伤的巨蛇。这下根本不需要任何犹豫，东剑瞬间拔出武器，整个人直接冲了上去，锋利的刀刃狠狠劈在伤口上，巨蛇疼得发出凄厉的嘶吼。旁边的恩珠也没闲着，直接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全力配合。这下子巨蛇怕是彻底没有退路了。恩珠在这一刻直接掀开了底牌，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唰的一下冲上半空，显然是要动用最强杀招了。这一击果携着排山倒海的力量，直接从半空中狠狠砸了下去。巨蛇庞大的身躯根本来不及躲避，直接被撕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滚烫的鲜血四处飞溅。恩珠稳稳落地，这只高达40级的巨蛇终于被他们合力彻底解决。紧接着系统的提示音开始疯狂刷屏，小队不仅拿到了海量的升级经验，作为领主的在闲钱包里更是直接多出了整整18亿金币。更重要的是，西面站的据点建造权限也跟着顺利解锁。随着技能等级一路狂飙，在贤突然闷哼一声，显然是受到了技能连续升级的能量冲击。与此同时，安全区的范围唰的一下再次扩大，直接把整栋大楼都严密的照了进。系统也在这时发来全新的提示，检测到符合条件的新市民申请加入，是否要给他们发放市民权。在贤缓缓过进来，发现这次居然有200人申请加入，这人数可真不少。不过他也没有多犹豫，直接同意了所有人的市民申请。随着这批新人的加入，领地的市民总数直接突破了1000大关。系统也在这时唰的一下为他解锁了全新的领主被动技能，能让所有市民的经验和奖励翻倍。在闲一时间有些没看明白，仔细研究了一下系统面板，才发现这技能简直就是逆天的神器。就算他把税收分配比例调成0，市民们也能拿到极其丰厚的保底收益。就在他琢磨系统新功能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一真有些局促的轻声叫了他的名字。在贤转过头去，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一真有些局促的开口询问在贤能不能顺便帮个忙，把他被困的同伴也一起接过来。在贤在脑海里琢磨了一下，倒也没有拒绝，直接一口答应了下来。这下可把一真高兴坏了，连声向在贤表达谢意。不过在贤自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转过头看着一真询问能不能再控制一只老鼠去前面带路。一真一听，立刻拍着胸脯保证这是包在他身上，只要让大家跟着老鼠的指引走，就能安全把人全部带过来。在贤笑着点了点头，这下子救援计划总算能顺利推进了。巨蛇庞大的尸体重重砸在轨道上，激起大片碎石，好在周围没有其他怪物继续纠缠，危机暂时彻底解除。带路的小老鼠继续在前面小跑，东剑和恩珠紧跟在后面，顺着昏暗的轨道一路往前摸索。走着走着，东剑突然停下脚步，眼神警惕地看向前方。穿过这片废墟，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彻底愣在了原地。恩珠看着前方的废墟，有些感慨地开口说道：“我们终于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东剑看着眼前满地的惨状，忍不住转头问恩珠：“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了？”恩珠赶紧摆手解释：“这可绝对不是我干的，我来的时候这里就已经变成这样了。”东剑看着满地的狼藉，心里大概有了数，这里之前应该是半兽人的领地。看着惨烈的现场，整个半兽人部落直接被团灭了，到底是什么恐怖的东西干的？大家跟着带路的小老鼠小心翼翼地在尸体堆里穿行。东剑低声提醒身后的同伴，虽然这地方的头领已经死了，现在相对安全，但随时可能有漏网之鱼，千万别大意。话音刚落，前面带路的小老鼠突然尖叫起来，这下子难道又有新的状况发生？同伴看着前面带路的老鼠，忍不住小声嘀咕起来，这小家伙聪明的有些过分了，难道是在贤的某种新能力吗？东剑和恩珠没有多想，继续跟着老鼠在黑雾中穿行，只要能安全走出去，管他是谁的能力呢？与此同时，在贤通过系统确认了情况，得知大家暂时安全，他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现在可不是放松的时候，看着面板上多出来的3个技能点，在贤开始认真琢磨接下来该升级什么技能了。在贤琢磨了一下，决定优先升级终极之眼，毕竟现在需要监控的范围变大了，而且这个技能还能和一真的侦查能力完美配合。主意已定，他直接下达了升级指令。可谁能想到技能刚开始升级，一股剧烈的痛楚突然排山倒海般袭来，在贤只觉得心脏猛地一缩，还没等他缓过神来，一股诡异的黑色能量直接涌入了他的双眼，这剧烈的痛苦让他几乎无法忍受。与此同时，在昏暗的地铁轨道上，东剑和金剑正警惕地戒备着四周。突然，一只8级哥布林从黑暗中猛扑了出来，直奔他们的同伴而去。这下子战斗瞬间爆发了，突然窜出来的怪物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这绿皮怪动作极快，直接和东健他们扭打在了一起。系统面板这时候也弹了出来，原来这玩意儿是8级的哥布林，不仅视力极好，还会成群结队的使用工具。看到这些详细的数据，在贤这下心里彻底有底了，这新技能升级的太值了，简直就是及时雨。有了这个能力，以后给手下发任务之前，就能先摸清怪物的底细，省得他们白白送命，自己还得花大价钱去复活。搞定了这个，在贤又盯上了下一个目标，那就是生活保障技能。毕竟以后要管理的人越来越多，想收服人星光，靠武力可远远不够。在贤没有犹豫，直接升级了生活保障技能。可还没等系统升级完毕，远处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在贤猛地转过头去，那是枪声吗？不对，这枪声是从轨道那边传来的。在贤赶紧通过系统查看情况，可眼前的画面直接让他看傻了眼。只见昏暗的轨道上，一只绿皮哥布林手里竟然握着一把左轮手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怪物怎么可能会使用人类的枪支？还没等他想明白，黑暗中又钻出更多哥布林，他们一个个端着枪，正不怀好意的围了上来。这下子东健他们可有大麻烦了。还没等东健他们反应过来，对面的哥布林直接扣动了扳机。东健大喊一声：“快找掩护！”紧接着密集的子弹扫了过来，打在铁轨上，火花四溅。东健和佳音死死躲在柱子后面，根本抬不起头来。东健咬牙切齿，这些该死的怪物到底是从哪弄来的枪？佳音也急得不行，火力太猛了，我们根本没办法接近他们。眼看局势陷入了死胡同，但是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同伴大喊：“我们还有丙浩呢！”这下子局势瞬间反转，丙浩一出手就没打算留活口，一刀下去，直接把哥布林手里的枪挑飞，没了热武器，这些怪物根本不够看。丙浩在怪物堆里大开杀戒，刀光闪过，哥布林成片的倒了下去。看来近身战才是他们的倾向。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暗处又传来了拉动枪栓的声音，这下麻烦了。佳音大喝一声，这下他可不打算再留手了，直接亮出了底牌。伴随着一声怒吼，丙浩和巨兽瞬间冲了出去，这攻势排山倒海，根本不给怪物开枪的机会。刀光闪过，那些端着枪的哥布林直接被砍得人仰马翻，旁边的金剑整个人都看傻了。谁能想到佳音居然还有这种压箱底的招数？丙浩和召唤兽在前面大开杀戒，直接把哥布林打得落花流水。战斗中掉落的左轮手枪瞬间被系统识别，直接注册成了可购买的商品。看着面板上的提示，在贤阀现在可以直接购买枪支了，这本该是个好消息，但在贤却有些犹豫。要是把枪支放到公共商店里去卖，一旦人人都能轻易弄到枪，外面的局势只会变得更加失控。在贤心里很清楚，给大家配上枪确实有好处，有了这玩意儿，哪怕是等级很低的人也能轻松解决掉怪物。这样一来，大家获取经验和物资的速度绝对会成倍往上涨。但这里面有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人心隔肚皮，他根本没办法信任这里的每一个人。仔细想想，之前为了快速扩充领地，要是投奔过来的人，他几乎是来者不拒，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筛选。就像丙浩和亨俊他们，虽然现在看着没什么问题，但谁能保证以后呢？在闲看着眼前的市民们，之前他觉得不管这些人闹出什么乱子，自己都能应付得了，而且人口增加还能带来不少系统收益。但枪支的出现直接打破了平衡，在这么大一个群体里，谁也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是好人。嫉妒、怨恨、贪婪，这些负面情绪一旦被放大，再加上枪支的推波助澜，哪怕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小摩擦，最后都可能演变成致命的悲剧。在贤决定，绝对不能把枪随便分发下去，必须得是那些知根知底、忠诚度极高的人，才有资格拿到武器。画面一转，前线的通道里，地上躺满了刚被解决掉的怪物尸体。丙浩正推着物资往前走，突然半空中凭空浮现出一把左轮手枪，这下子惊得他手里的箱子都掉在了地上。看着凭空出现的武器，丙浩立刻明白了在贤的用意，他伸手拿起手枪，忍不住隔空向在贤道谢。跟着带路的老鼠，大家一路在通道里摸索。走在最前面的东健突然停下，手电筒的光柱照过去，前方出现了一扇紧闭的大门，这扇门后面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东健没有犹豫，直接伸手握住了门把手。随着大门被缓缓推开，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在贤总算能松一口气了。随着安全区范围扩大，连外面的散步道都成了他的领地。他带着一真在街上散步，顺便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就在这时，系统突然传来了警报，提示有未经授权的人员接近。在贤倒是一点都不慌，因为他知道肯定是一真的家人到了。他直接在系统面板上点了头，给他们发放了市民权。远处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抬头一看，居然是他的母亲和妹妹汝珍。这下子悬着的心总算能放下了。一真一见到母亲，就忍不住扑进他怀里道歉。接着汝珍凑到一真身边，有些惊喜地问他是不是洗过澡了。一真笑着告诉他，这里不仅能洗澡，而且还有热水供应。在贤也在一旁搭话，表示这里不仅有热水，连热乎的饭菜和舒服的床铺都一应俱全。安顿好大家后，在贤把一真叫到一边，他大方地表示把2701室分给一真，让他可以随意支配。但一真却有些为难，毕竟这次跟他一起来的足足有30多人，一个房间根本住不下。在贤这才反应过来，看着后面长长的队伍，看来接下来的安置工作还有的忙了。一真看着身后的30多人，正为难该怎么安置他们。在贤看出了他的窘迫，大方地表示愿意再多给他3个房间的使用权，以此来表达对他才能的重视。一真一听，整个人都愣住了，反应过来后连声向他道谢。在贤笑着把另外3个房间的使用权限分给了他。一真高兴坏了，
当场保证以后一定会加倍努力。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疯狂响起，一真和新加入的市民们信任度和忠诚度全都刷刷往上涨。看着这波暴涨的信任度，在贤心里美滋滋的。不过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刚才升级之后还没来得及查看新解锁的奖励，他赶紧拉开系统面板一瞧，发现这次居然解锁了一个叫管理召唤兽的新功能。在贤看着新解锁的召唤兽功能，还没来得及高兴，系统提示音刷的一下响了。看清上面的价格，在贤整个人都不好了，召唤一次居然要整整10亿，这简直是在抢钱啊！就在他肉疼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声音，有人在外面叫他的名字。在贤把人迎了进来，想看看是谁找他。进来的人居然是慧玲，看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在贤有些疑惑的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慧玲低着头，有些局促的开口：“我有些事情想告诉你。”慧玲显得特别纠结，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在贤倒是一脸温和，让他有话直说，不用有什么顾虑。可谁能想到，他接下来的这句话直接让气氛降到了冰点。慧玲低着头说自己不想再待在队伍里了，她想退出。这突如其来的退出请求，让在贤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慧玲红着眼眶继续解释：“我的能力对大家根本没有用，就算没有我，队伍也完全能正常运转。”在贤看着他，轻声劝道：“你可以对我坦白真实的想法。”听到这句话，慧玲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崩溃，大喊着说自己真的很害怕。这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让在贤瞬间陷入了沉默。慧玲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那些可怕的怪物和巨蛇早就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不停地宣泄着积压已久的恐惧。在贤缓缓停下脚步，静静听着慧玲在一旁不停道歉。在他自己眼里，他只是个拖累大家的无用累赘，根本无法达到任何人的期望。在贤在心中暗自叹了口气，其实他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从之前去营救炳浩奶奶开始，慧玲的精神状态就已经不对劲了。在贤其实非常理解他的处境，之前去猎杀兽人，甚至被赤虎疯狂追杀的时候，他都差点把命搭进去。老实说，他在战斗中确实没能帮上忙，但这根本不能怪他，毕竟他的核心技能是毒物，这种大范围的无差别攻击，在团队战中根本无法施展，稍有不慎就会误伤自己人。每次战斗他都拼尽了全力，结果却总是无能为力。换做任何人处在他的位置，都会觉得无比憋屈和痛苦。看着情绪失控的慧玲，在贤不仅没有丝毫生气，反而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坦言自己现在正缺人手，这句话顿时把慧玲给整懵了。原来在贤是想给他调整岗位。他提到在生活区帮忙的多宾，因为独自应对繁重的工作，早就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在贤打算在每个楼栋都设立生活区，这必须交给他绝对信任的人管理，而眼前的慧玲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信任，慧玲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在贤看着眼前的慧玲，语气十分温和地劝导他，只要还能行动，就没人是毫无用处的赘。况且他的毒物技能其实非常强力，迟早会有大放异彩的一天。既然现在上前线感到吃力，完全可以先留在后方帮忙，等以后大家需要他的时候再出手也完全来得及。这番话让慧玲整个人愣在原地，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贤不仅没有任何责怪，反而给了他最需要的体面与信任。听完在贤的这番话，慧玲终于彻底解开了心结。清脆的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她的忠诚度瞬间飙升到了满值，彻底成为了在贤的绝对亲信。慧玲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为自己刚才的失态连声道歉。不过他很快调整好了状态，坚定地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在贤笑着点了点头，正式把生活区的重任交托给他。有了慧玲在后方帮忙分担，领地的管理总算能让人放心了。送走慧玲之后，在贤重新将注意力放回系统面板，看着那个需要添加的召唤功能，他不禁陷入了沉思。这笔庞大的资金到底该怎么凑齐呢？看着眼前这个添加的召唤选项，在贤心里也有些犯嘀咕，这可是一笔真正的天文数字，到底要不要放手搏一把？最终他一咬牙，还是决定豪赌一次，直接按下了确认键。整整10个亿瞬间被系统扣除，紧接着无比耀眼的光芒冲天而起，这巨大的动静简直惊天动地。不知道这10个亿到底花的值不值？10个亿扣除的瞬间，神秘的召唤仪式正式开启，巨大的魔法阵中爆发出万丈光芒，强光刺的在贤根本无法睁开双眼。紧接着，光芒中心浮现出一颗金色巨蛋，还没等在贤仔细观察，巨蛋表面突然传来清脆的碎裂声，蛋壳上的裂缝越来越大，耀眼的金光从裂缝中喷涌而出。看来孕育其中的神兽马上就要破壳而出，漫天光芒渐渐散去。在贤迫不及待地凝神看过去，想知道10个亿到底换来了什么宝贝。结果魔法阵的中央居然只坐着一只毛茸茸的黑色小，这画面让在贤直接愣在了原地。就在这时，系统面板突然弹出，原来这个小家伙是传说中的3足乌，虽然目前还只是个1级幼崽，但他身上却蕴含着太阳的恐怖力量。在贤看着眼前这个小家伙，试探着跟他打了个招呼。这只小黑鸟倒是一点都不怕生，直接脆生生的叫了一声作为回应。看着这个毛茸茸的小东西，在贤一时间开始犯难，到底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才好。突然他灵光一闪，有了主意，既然全身都是漆黑一片，那就干脆叫他小黑吧。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出口，小家伙直接高兴坏了，不停地扑棱着翅膀表示赞同。看来他对这个新名字相当满意。在贤看着活蹦乱跳的小家伙，忍不住轻笑了起来。不过这小东西刚刚出生，肚子肯定早就已经饿扁了。在贤试探着开口询问：“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小家伙
赶紧连叫了2声回应。在贤随手拿出一包零食递过去，他立刻开始狼吞虎咽的大吃起来。可谁能想到，这才刚刚吃饱喝足，他身子一歪，直接当场呼呼大睡了过去。看着这个秒睡的胖家伙，在贤也是感到有些哭笑不得。这家伙的小日子过得可真够轻松的。就在这时，系统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提示音，原来是小黑，这家伙直接升级了，而且还顺带着触发了特殊效果，让领地的太阳能发电效率直接翻倍。看着面板上刷新的数据，在贤脑中灵光一闪，突然反应过来，之前因为手头资金紧张，他根本舍不得给新楼安装太阳能，毕竟以前的投资回报率太低，怎么算都是一笔赔本买卖。但现在情况可完全不同了，效率翻倍意味着收益也直接翻倍，这笔账现在必须得重新算了。在贤在心里仔细算了一笔账，发电效率翻倍之后，1年就能额外多赚9000万金币，这笔买卖绝对稳赚不赔。他索性不再有任何犹豫，直接拉满了10栋大楼的发电装置。这下子整个领地的能源问题被彻底解决。刚忙完手头的事情，在贤就来到了3001室门前，伸手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正是亨俊，他有些意外的看着门外的人问：在贤，你怎么亲自过来了？在贤也没有废话，直接开口：我有点重要的事情想找你帮忙。亨俊心里有些纳闷，直接开口询问到底是什么事。在贤也没有弯抹角，一开口就说出了让人大跌眼镜的话。他问亨俊能不能帮他保管财产。这句话一说出口，亨俊整个人瞬间愣在了原地。他怎么也想不到，在贤亲自跑来找他帮忙，居然是主动送钱上门的。在贤早就盘算好了，把资产存进绝对信任的人那里才是最划算的买卖。虽然要扣除1成手续费，但每个月能躺赚1成利息。论信任度和忠诚度，亨俊绝对是最佳人选。在贤直接锁定了目标。可亨俊听到这个提议，整个人都懵了。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在贤直接赚了10个亿过去，光是手续费就花了1个亿。亨俊忍不住惊呼：我的天呐！结果这一砸钱，亨俊的忠诚度瞬间暴涨到满值，不仅彻底成了死臣，还顺带解锁了更多加成位置。亨俊小心翼翼地问：这钱我是不是1分都不能花？在贤也是哭笑不得，谁能想到这家伙的忠诚度直接就爆表了。在贤笑着对亨俊说：这笔钱你也可以拿去用。小弟一听，激动的连连道谢。在贤赶紧摆了摆手，毕竟把这么多资产交给他保管，自己也能省不少心。搞定了资金的事，接下来就是招人的问题了。多宾有些不敢相信地问：真的可以让我自己挑人吗？在贤点了点头，让他和慧玲商量着办就行。不仅如此，在贤还给他升了职，直接把他的周薪翻了1倍，这福利待遇一给到位，多宾干劲瞬间拉满，系统提示音也跟着响了起来，他的忠诚度直接跟着往上涨。多宾拉着慧玲就往外跑，多宾大声说：谢谢老板，绝对不让你失望。慧玲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拽着一路小跑。多宾一边跑一边喊：慧玲，我来告诉你接下来要干嘛。慧玲在后面直喘气：多宾，你慢点啊。看着这2个人风风火火的样子，在贤笑了笑，不过他很快收起笑容，因为接下来还有更棘手的事情等着他去解决。在贤来到了210-9室门前，推开门走了进去。在贤主动打招呼：大家今天辛苦了，感觉怎么样？东健看到他，有些意外地问：我们挺好的，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在贤向大家解释，因为西面站那个怪物的存在，周围的怪物基本都被清理干净了，尤其是地铁轨道那一带，从西面站到凡内谷和凡夷站，现在都是安全的通道。自从巨蛇被解决掉之后，还没有新的怪物占领这里，这绝对是难得的行动机会。在贤催促大家必须抓紧时间行动了。想起流泪的慧玲，在贤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只要自己下达命令，眼前的这些人每一次都是在拿命去拼。这次能提前掌握西面站的情报，多亏了一真提供的信息，要不是他提前预警，大家这次的行动怕是要吃大亏了。在这个随时都会死人的世界里，要求别人去救自己的家人，确实有些自私，但在贤根本无法放弃，因为他们很可能还活着。为了找到家人的下落，他下定决心，明天必须带队攻占扎嘎奇站。一夜过去，第2天清晨，在贤一边喝着水，一边看着刚睡醒的小黑，谁能想到这小家伙一觉醒来，居然已经升到了5级，连带着领地的发电效率也跟着翻倍，这波投资简直赚大了。在贤正琢磨着呢，系统突然刷的一下弹出了提示，原来是小黑姐锁了太阳的力量，连带着让他也继承了部分能力，直接解锁了基础火魔法，这可真是个意外收获。在贤试着运转体内的力量，没想到指尖刷的一下，直接燃起了一团火焰，居然真的成功了。不过看着这团火，在贤却觉得有些不对劲，这感觉怎么这么熟悉？这运转力量的路径跟之前使用生活维护技能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既然运转路径一样，那是不是意味着这火魔法的威力也能随意控制？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在贤特意找了个没人的空地，确认周围安全之后，他准备动真格的了。他闭上眼睛开始构思，要是能放出足以烧毁整栋楼的滔天大火，那可就厉害了。随着力量在体内运转，火焰刷的一下缠绕在手上，他大喝一声，直接把这股力量释放了出去。本以为能放出滔天大火，结果雷声大雨点小。看着眼前这团核桃大小的火苗，在贤叹了口气，看来目前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这威力确实有点不够看，不过他很快有了新主意，单用火魔法确实鸡肋，但要是配合生活维护技能里的瓦斯呢？在贤直接低喝一声，召唤瓦斯。只听轰的一声巨响，2股力量相撞，直接引发了恐怖的连环爆炸。这威力跟刚才简直是天壤之别。虽然现在这招还不算完美，但只要好好开发，绝对能成为一张出其不意的底牌。
在贤决定结束手头的实验，毕竟小黑以后还会继续升级，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去填饱肚子。就在这时，系统传来了提示音：10栋楼的太阳能发电机已经全部建造完成了。光是今天一个早上，小黑就连续升了3级，这下子发电效率直接翻了8倍，不仅能满足日常用电，多出来的电量还能直接变成钱包里的真金白银。正吃着饭呢，门铃突然响了起来。在贤知道是约好的人到了，门一开，一真笑着打了个招呼，感谢在贤给他留了休息的时间，这回主动找上门，看来是准备好要大干一场了。在贤看着眼前的一真，直言这是他应得的待遇，毕竟他的能力能帮自己把力量发挥到极致，以后少不了还要继续合作。一真接着汇报了最新进展，东建的队伍已经在西面站待命，随时准备听从指挥，而且他已经派了老鼠沿地铁线去探路，不过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一真提到，队伍在草粮站之前还算安全，但在那之后就不好说了。在贤有些疑惑，追问草粮站之后到底有什么。一真神色凝重的回答，釜山站内部出了大问题，具体是什么情况，最好还是亲自看一眼。说完，一真直接发动了能力，准备将在贤的意识带过去。这釜山站里到底藏着什么？一真的意识共享一开启，在贤眼前的画面直接切到了地铁深处，这里不仅到处都是坍塌的废墟，甚至连轨道都被积水彻底淹没了。看着这副惨状，在贤忍不住开口，这种路况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过得去。一真叹了口气解释道，因为轨道下面全被水淹了，他只能试着让老鼠往地面上走，可地面的情况反而更加糟糕。画面一转，地表上全是被毁掉的建筑和废墟，这惨烈的景象让在贤一时间彻底看傻了眼。看着眼前这一片废墟，所有的建筑都塌得不成样子，在贤一时间也有些缓不过神来。就在这时，探路的老鼠在废墟里叫了一声，地面上居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缝。在贤仔细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地上的巨大深坑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巨大的脚印。在贤咬了咬牙，这下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里的楼塌的这么彻底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有体型恐怖的怪物从这里踩了过去。看着废墟中塌陷的道路，在贤终于反应过来，这绝对是那个怪物干的。还没等他细想，整栋楼突然剧烈摇晃起来，这动静大的根本站不稳。一真吓得大叫啊！在贤咬紧牙关，要是再这么震下去，这里迟早的塌了。整栋大楼剧烈摇晃起来，这动静大的让人站不稳。在贤急忙询问一真，你没事吧？一真摇了摇头，表示没事，但刚才那到底是什么？在贤转头看向窗外，刚才震动传来的方向似乎有些不同寻常。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有人大喊着在贤的名字，你快出来看看，外面出大事了。在贤拉起一真，走，我们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房门刚一打开，亨俊就急急忙忙冲了过来，他连声道歉，催促在贤赶紧去他家里。大家一路小跑赶过去，情况显然非常不妙，因为亨俊的住处刚好能看清西面站的全貌。联想到刚才的剧烈震动，再看着亨俊慌张的模样，在贤心里咯噔一下，推开门冲进屋里。恩珠已经在阳台边焦急等待。亨俊指着窗外大喊，快看那边！为什么每次不祥的预感最终都会变成现实？眼前出现的这一幕简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废墟之中竟然站着一个巨大怪物，他正在疯狂肆虐，周围的高楼大厦在他面前脆弱的就像纸糊的一样，之前所有不祥的预感在这一刻全部灵验了。面对这种级别的恐怖对手，在贤知道绝对不能坐以待毙，他当机立断，直接下达了系统命令，召唤家臣。随着召唤技能的发动，光芒闪过，大家瞬间被传送回了屋里。突然被传送回来，大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秉浩猜测这肯定和刚才的地震有关，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所有人下意识转头看去，这一看，大家直接愣在原地。一只巨大的单眼怪物正死死盯着这个方向，它的体型大得离谱，甚至比周围的高楼还要高。它每往前迈出一步，地面就跟着剧烈震动，所有人彻底陷入了绝境。伴随着沉重的巨响，庞然大物正一步步逼近。亨俊吓得大喊：“他朝我们这边过来了！”一旁的东健也完全懵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着逼近的怪物，在贤知道自己不能再退，必须想办法阻止他。可说起来容易，到底该怎么做？以自己现在的实力，真的能挡住这种怪物的攻击吗？面对这种压倒性的力量，他心里根本没有底。就在他一筹莫展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喊：“在贤！”这声音让他猛地回过神来。恩珠主动站了出来，大声要求加入战斗。看着眼前的恩珠，在贤一时间有些愣神。谁能想到，面对这种怪物，恩珠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斗志昂扬。在贤沉默了片刻，他必须立刻做出决定。在贤认真地问他：“你真的有把握吗？”恩珠没有丝毫犹豫，表示自己一定会做到。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在贤直接下达了任务。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在贤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咬牙接下这个任务。只要能击败那个独眼巨人，就能让恩珠的儿子复活一天。可要是失败了，所有人都要承受整整一天的剧痛。时间紧迫，在贤立刻开始布置战术，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交代完作战计划，在贤看着眼前的众人，大声询问大家是否听懂，得到了所有人肯定的答复。既然大家都明白了，在贤便开始分派队伍。恩珠、东健和德秀被分到一队，他们将作为主力出发。秉浩和另外几个人被分到二队，负责从旁协助。至于最关键的突击任务，则由在贤和一真组成的3队亲自去解决。在贤决定留下来守住这里，让大家赶紧去各自的位置。听到命令，东健和德秀立刻行动起来，全速奔向防守点。
就在这时，慧玲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她已经按照在贤的指示，把有军事经验的人集结在大门口，其余居民也疏散到了地下停车场。在贤向慧玲道谢，劝她也赶紧去地下停车场避难，可慧玲却不想走，她希望能留下来帮忙。面对这么危险的情况，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在贤看着眼前的慧玲，再次向她确认：“你真的想好了吗？”慧玲坦白自己其实怕得要死，但她还是咬着牙说自己一定会拼尽全力。听到这个回答，在贤心里总算有了底。那行，现在就跟我去大门口。既然对方态度这么坚决，那就一起并肩作战吧。在贤开始清点集结的人数，96、97、98、99、100，数到最后，服过兵役的居然只有101人。要知道这里可是有1000多名居民，这个比例实在低得可怜。面对这么点人手，在贤心里顿时沉了下去，这根本不够用。程敏紧张地问：“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在贤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转头询问旁边的人：“程烨和双胞胎去哪了？”听到这个问题，程敏却根本不敢接话，看着反应，事情怕是又起变数了。程敏吞吞吐吐地回答：“原来程烨那伙人早就偷偷溜走了。不仅是程烨，那几百个有军事经验的人全都假装不知道，偷偷躲进了地下停车场。”这下在贤彻底怒了，这群临阵脱逃的懦夫，要知道现在留下来准备拼命的人可不是什么傻子，他们很清楚，不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他们站在这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也是为了给自己争一条活路。看着眼前这些虽然害怕却依然选择留下来的人，在贤心里五味杂陈。勇气从来不是不害怕，而是就算怕得要死，也依然选择站出来，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活下去。看着眼前这100来号人，在贤深吸了一口气，谢谢大家今天能站出来。既然大家把命交给了他，那他也绝对不会吝啬。在贤直接在系统里买下101把手枪和弹药，这下大伙总算有了保命的家伙。光有武器还不够，在贤又顺手开了个大招，直接把大家的经验和掉落率全部翻了1倍。在贤对大家喊道：“每人拿1把枪和子弹，准备战斗！”人群里顿时炸开了锅，大家看着手里的家伙，心里总算有了点底气，这下说不定真的能活下去。在贤看着这群人，既然他们有胆量留下来拼命，那自己也绝对不会亏待他们。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恐怖的巨响，这动静直接让所有人心里一惊。在贤立刻转头看去，为了看清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贤直接发动了终极之眼，看来真正的战斗已经拉开序幕了。那只巨大的独眼怪物正在肆无忌惮的咆哮，每走一步都地动山摇。但东健已经悄悄摸到了附近，既然是主力一队，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东健看准时机，直接一棍狠狠刺了过去。这一击结实时扎进怪物身体，虽然成功伤到了这家伙，但也彻底把他激怒了。怪物猛地转过头来，这下麻烦大了。东健瞬间被怪物死盯上，想退都来不及。面对这种压倒性的力量，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怪物被彻底激怒，直接发起狂暴反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恩珠终于赶到了，巨爪猛烈挥下，总算给东健争取到了退路。被偷袭的独眼怪物彻底暴怒，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嘶吼。这下子所有的怒火都对准了恩珠，那小山一样的巨脚狠狠踩下，根本避无可避。伴随着一声巨响，地面直接被砸出深坑。这一下重击直接把恩珠打得奄奄一息，彻底站不起来了。主力一队的防线这回是真的危险了。眼看恩珠倒下，怪物正准备彻底解决威胁，这一下要是砸实，主力一队就真的全军覆没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大喊，这动静直接让怪物停下动作。德秀拿着喇叭冲着怪物大声挑衅，大喊：“你这个愚蠢的怪物！”这下子怪物的注意力被彻底吸引，他死盯着德秀，德秀直接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听到挑衅，怪物缓缓转过头来，可仔细一看，这家伙肩膀上居然插着长，正不停地往外渗血。德秀拿着喇叭，整个人直接懵了，纳闷这到底什么情况？看着怪物那副咬牙切齿的模样，德秀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怎么看起来像是被自己侮辱了一样？还没等他想明白，怪物突然暴怒起来，德秀这下彻底慌了，急忙大喊等一下，可怪物根本不听，小山一样的身躯迈开大步，冲着德秀疯狂踩踏过来。眼看着庞然大物一步步逼近，德秀忍不住大叫起来，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与此同时，在贤也察觉到了动静，低声说他来了。在贤立刻转过身，冲着身后的众人大喊，大家做好准备。看着远处的动静，在贤知道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德秀只能拼了命地往前跑，可身后的怪物根本不打算放过他，巨大的脚掌在后面疯狂砸落。这一下要是被踩中，德秀怕是连骨头渣都不剩，他现在只能咬紧牙关死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在贤在远处大喊一声，就是现在。话音刚落，一只巨大的黑鸟唰的一下飞出，直奔怪物的要害冲了过去。黑鸟在空中盘旋，佳音已经拉满了弓弦，这一箭必须一击即中。在贤在下方打配合，佳音看准时机，直接松开了手，这一箭化作蓝色流光，直奔怪物的要害，唰的一下直接废了怪物的一只眼睛。怪物疼得疯狂咆哮，东健看准机会高高跃起，准备给他致命一击。就在这时，支援也已经就位，这下怪物彻底没退路了。炳浩从半空中跌落下来，冲着下面大喊：“在贤搞定了！”听到这话，在贤心里有了底，目前为止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他立刻下达指令，召唤毒气。那怪物根本没防备，直接把毒气吞了下去，结果身体开始剧烈膨胀，疼得疯狂咆哮。看着痛苦挣扎的怪物，在贤知道反击的机会终于来了。在贤看着挣扎的怪物，决定直接给他最后一击。他直接发动了基础元素魔法，低声念出火，
轰的一声巨响，狂狂的火焰唰的一下将怪物吞没。滚滚浓烟之中，伴随着一声沉重的巨响，那个庞然大物终于支撑不住，重重的倒在地上。这下子危机总算是解除了吗？巨兽庞大的身躯重重地砸在防护罩上，震得整片屏障剧烈晃动，人群里顿时乱成一团。有人惊慌的大喊：“怪物压在护盾上了！”在贤转过头，沉声安抚大家，守住自己的位置。其实局势还在掌控之中，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既然怪物自己送上门，正好让所有人集中火力，直接朝他的头部开火。不过光靠枪子儿还不够，必须得有人给他致命一击。可惜东剑和佳音还没赶回来，不知道一真能不能行。就在贤盘算的时候，亨俊在旁边紧张地叫了他一声：“在贤！”亨俊指着后面大喊：“小心后面！”在贤却显得很淡定，说：“不用担心，我就是故意让他砸在护盾上的。”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在贤突然察觉到不对劲，护盾外面那只怪物的巨大独眼竟然再次睁开了。这下在贤彻底懵了，惊呼：“这怎么可能？刚才那么猛烈的攻击，这怪物居然硬生生扛了下来！”而且看起来根本没受多大伤。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怪物已经高高举起了巨大的拳头。这下子防护罩怕是保不住了。怪物的重击狠狠砸在屏障上，系统警报瞬间拉响。在贤本以为这次彻底完了，没想到防护罩竟然硬生生撑住。亨俊见状大喊：“开火，快开枪！”所有人立刻疯狂扫射，无数子弹直奔怪物飞去。被打中的怪物仰天咆哮，这下彻底被激怒了。护盾虽然暂时挡住冲击，但谁也不知道能撑多久。在贤心里很清楚，防线一旦破碎，所有人都要交代在这里。事已至此，只能拼死一搏。在贤直接亮出底牌，瞬间将无形之手放到最大，这是他攒了很久的保命技能。但怪物根本不给喘息机会，小山般的拳头再次抬起，旁边同伴彻底慌了，惊恐的大喊：“他又打过来了！”巨拳带着狂暴的风声，朝着护盾狠狠砸下，重击接连砸在护盾上，系统警报响个不停。眼看护盾依然坚挺，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有人扯着嗓子大喊：“护盾防得住！”大家继续开枪，无数子弹如雨点般倾泻，打得怪物嗷嗷直叫。怪物虽然还在疯狂挣扎，但身上已经开始不断飙血。在贤在一旁默默盘算，炸弹配合现在的火力压制，伤害已经开始叠加。只要能继续耗下去，今天绝对能彻底干掉他。光靠子弹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必须给予致命一击。关键时刻，一道蓝色流光呼啸而过，狠狠扎进怪物的身体。在贤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因为东剑和佳音终于赶到了支援战场，但怪物还没彻底倒下，依然张着血盆大口咆哮。在贤深吸一口气，接下来的胜负就看这一招了。东剑的及时赶到，让局势瞬间逆转。看他这副架势，显然已经动了杀心。东剑怒吼一声，整个人化作蓝色流光，直奔怪物冲杀过去，速度快到肉眼难防，根本不给怪物反应机会。狂暴的能量在怪物身上炸裂，连环重击之下，疼得那大家伙疯狂惨叫。这一波强力攻势显然起到了关键作用。佳音拉开弓弦大喊，自己也能帮上忙。数发箭矢呼啸而出，直奔怪物射去。就在这紧要关头，在贤面前弹出系统提示，原来是小黑升级了，不仅发电机效率翻倍，连在贤的火系魔法也跟着升级。系统提示小黑感引导入侵者想要释放体内的力量。在贤看着眼前的小家伙，心里直犯嘀咕：这小东西真能对付大家伙吗？但现在已经别无选择。在贤一咬牙，直接同意了申请。随着3亿金币瞬间扣除，天空中降下一道耀眼光芒。在贤瞬间傻眼，这一下竟然要扣除3亿。还没等他开始心疼，天空中降下的耀眼光芒就变得越来越刺眼，光芒最后直接汇聚在房间里。在贤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会召唤出什么。就在这时，空中飘落几根金色羽毛，一只散发着惊艳的神鸟展翅飞出。这难道就是升级后的小黑？升级后的小黑飞上半空，看这架势是要动真格了。面对眼前的庞然大物，小黑根本毫无惧色。在贤在下方注视着，只见一道耀眼的金色光柱瞬间喷射而出，光柱直接贯穿了怪物身体。这一击的威力强得离谱，伴随着一声巨响，不可一世的怪物重重倒地，疯狂惨叫着再也无法站起。怪物大口吐血，显然已经撑不住了。东剑在一旁看着，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谁能想到，那只本已倒地的巨熊召唤兽，竟然在这一刻突然暴起，直接扑向了怪物，一顿疯狂的连击下去，根本不给怪物喘息机会。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这只51级的怪物终于被解决，不仅拿到了海量经验，甚至直接爆出300亿金币。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在贤的技能等级获得提升。还没等他高兴，狂暴的能量瞬间涌入体内，疼得他直接叫出声来。这股能量实在太强，直接化作无数紫色雷电，朝着四周疯狂肆虐。周围的建筑全部被雷电笼罩。紧接着系统再次提示，大本营范围扩大到整个街区，甚至额外奖励了100亿资金。这下真的是赚大了，但能量的副作用也极大。在贤直接脱力跪倒在地，半天都无法站起身来。此时旁边的小黑得意鸣叫，那副神气的模样让在贤只能无奈叹气。在贤看着地上的小黑，忍不住开口抱怨，真不敢相信你一下花掉3亿。小黑只是叫了一声，根本没当回事。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没有小黑帮忙，这次还真办不成。在贤伸手摸了摸他，夸奖他干得漂亮。在贤心里琢磨，这些召唤出的神兽似乎无法离开大本营，但从小黑的表现来看，这笔投资换来100倍回报，绝对是稳赚不赔。既然如此，
必须把剩下的位置填满。在贤立刻点击系统面板，准备继续召唤，可系统提示音响起，在贤瞬间傻眼，面板上赫然写着召唤下一只竟然要100亿。在贤忍不住大喊，怎么突然涨了这么多？还没等他从肉疼中缓过来，在贤突然注意到异样，死死盯着屏幕，这系统面板上似乎有些不对劲。在贤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忍不住念叨着恩珠的名字，看着任务更新通知，在贤想起了之前的事情，面板上清清楚楚写着恩珠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而这刚好花掉那笔3亿巨款，这笔钱花得太值了，因为恩珠一直以来的心愿，在这一刻终于实现。画面一转，来到了另一处昏暗的地下避难所。俊赫正用超能力制造清水，装进女人递过来的空瓶里。女人到了声线，俊赫接着招呼下一个。虽然水要多少有多少，但俊赫心里很清楚，他们的食物已经见底了。之前拼命从怪物手里抢来的口粮，根本撑不了几天。要是再找不到吃的，大家迟早都饿死在这儿。俊赫有些担忧，难道他们又得被迫离开这里吗？还没等他想明白，伴随着一声巨响，整个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剧烈震动，让避难所里的人根本站不稳，大家伙都懵了。有人忍不住问：“这是地震了吗？”就在这时，咸灿急匆匆地冲了过来，大喊着让俊赫赶紧跟他上楼。咸灿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不好了，外面有怪物！”听到这话，俊赫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跟着往楼上跑去。等他们终于推开天台的大门，眼前的景象让俊赫彻底看傻了。只见一只小山般的岩石怪物正在废墟中疯狂咆哮。俊赫低声骂了一句，让咸灿赶紧通知大家在地下藏。咸灿急得不行，问俊赫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俊赫自己也根本没有头绪，面对这种级别的怪物，他们根本无能为力，只能祈祷怪物别往这边走。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亮起一道耀眼的金色光柱，伴随着一声巨响，狂暴的能量直接在废墟中炸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两人直接看傻了眼。俊赫突然反应过来，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爆炸，出手的人实力强得简直超乎想象。俊赫一把拉住咸灿，俊赫喊道：“咸灿！”咸灿愣了一下，啊！俊赫心里很清楚，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生路了。俊赫对咸灿说：“把大家都叫过来吧。”咸灿一听，直接愣住了。虽然不知道那道光柱的主是谁，但那股力量实在太恐怖了。咸灿有些迟疑地问：“你该不会是想去投奔那个人吧？”俊赫没有丝毫犹豫，在这个怪物横行的地狱里，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抱紧这条大腿。没过多久，避难所的幸存者们收拾好行李，跟着俊赫一起出发了。虽然大家心里都在打鼓，担心对方万一是坏人怎么办，但留下来也是个死，不如去碰碰运气。俊赫叹了口气，接下来的命运就只能看天意了。俊赫带着大家终于赶到了目的地，看着眼前这栋完好无损的建筑，俊赫低声念道：“应该就是这里了。”咸灿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外面的世界都乱成那样了，这地方居然一点事都没有。他一边嘀咕着一边往前走，结果整个人直接撞上了一道看不见的墙，这一下撞得可不轻，咸灿疼得直揉脑袋。紧接着，他们面前凭空弹出了一个蓝色系统提示，上面赫然写着拒绝入内。俊赫也懵了，没想到这里防守这么严密。还没等他们想明白，系统又弹出了新的提示，询问是否要获取市民权。俊赫琢磨了一下，既然都走到这了，不如同意看看会发生什么。随着他们选择接受，系统提示他们已经成功获得了市民权。紧接着，一个组队任务刷地弹了出来，要求他们前往114栋的30楼。看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在贤主动伸出手打招呼：“你好，俊赫先生，我是金在贤。”俊赫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一眼就认了出来，眼前这个看似温和的年轻人，就是那个把恐怖怪物彻底干掉的超级强者。那股压倒性的恐怖气场，让他根本不敢有任何小动作。直觉告诉他，在这个人面前，绝对不能有半点不敬。俊赫赶紧一把死死握住在贤的手，腰弯的极低。“你好，我是李俊赫，能见到您真是太荣幸了。”在贤有些尴尬，赶紧让俊赫把手松开。画面一转，来到了一个温馨的厨房里，恩珠正在忙碌着准备饭菜，桌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美味。恩珠温柔地叫了一声石宇的名字，看着孩子大口大口地吃着，恩珠轻声问他合不合胃口。石宇高兴地直点头，直夸太好吃了。石宇有些好奇地问：“妈妈，今天是谁过生日吗？”珠笑着摇了摇头。石宇指着桌上的海带汤，继续问：“那为什么今天要做海带汤呢？”恩珠一把将石宇搂进怀里，笑着说：“因为你最喜欢喝呀。”石宇兴奋地欢呼起来，这难得的团聚就是恩珠一直以来最渴望的奇迹。门被推开，在贤迈步走了进来。恩珠一抬头，惊喜地叫出了他的名字，旁边的石宇也跟着兴奋地大喊：“是魔法师叔叔来了！”恩珠关切地问：“新来的那些人安顿好了吗？”在贤点了点头，回答：“都挺顺利的，已经给他们分了食物和住处。”不过在贤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那个，有件事我必须跟你们道歉。”恩珠有些疑惑地问：“怎么了？”在贤解释说：“因为系统限制，你们现在没办法离开这栋房子了。我之前也没想到会有这种规定。”听到这话，恩珠反而温柔地笑了起来。恩珠摸着石宇的头说：“别放在心上，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已经非常满足了。只要能和孩子在一起，这就是最幸福的事。”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响了起来，恩珠的忠诚度在这一刻又提升了。系统提示恩珠的忠诚度已经达到了100，并且正式成为了在贤的家臣。但在贤心里很清楚，其实根本不需要系统来提醒他。看着恩珠紧紧抱着石宇的样子，他的笑容和一举一动早就说明了一切。石宇兴奋地问妈妈：“能不能看最喜欢的恐龙动画片？”恩珠温柔地答应了。
看着母子俩开心的跟着电视里的恐龙欢呼，在贤心里满是欣慰。他知道恩珠现在是真的感到了幸福，既然这里已经不需要他担心了，在贤便默默转身准备离开。在贤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家人，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吃的，身体还好不好，要是出了什么意外可怎么办？越想越揪心，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太折磨人了。不过看着眼前温馨的母子俩，在贤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必须得有耐心，就差最后一天了。恩珠为了能和孩子团聚，付出了多少努力，他比谁都清楚。而且一针派出的老鼠现在正全速赶往他父母的住处，只要等老鼠一到，就能把急需的物资给家里人送过去。所以现在只能继续等下去了。恩珠紧紧抱着石宇，这温馨的一幕让在贤心里有了决定，哪怕只有一天也好，他也想让恩珠好好享受这美梦般的时光。在贤坐在沙发上默默看着母子俩开心的背影，只要能守护这份幸福，那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值了。在贤主动提出让恩珠带孩子去卧室睡，恩珠有些过意不去，说他们母子睡客厅就行。在贤却态度坚决，笑着说这是命令，必须让孩子睡个好觉。恩珠这才答应下来，拉着石宇连连道谢。石宇进屋前甜甜的跟在贤说晚安，看着母子俩进屋，在贤心里总算踏实了。夜深了，恩珠在卧室里轻声唱着摇篮曲，客厅的沙发上，在贤听着这温柔的歌声，终于能安心的睡个好觉。温柔的歌声穿过门缝，在屋子里轻轻回荡。虽然早就过了听摇篮曲的年纪，在贤还是不知不觉睡熟了。第二天清晨，阳光照进屋子，新的一天依旧平静。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恩珠亲手做的早饭。石宇还调皮的喂在贤吃东西。吃饱喝足之后，大家凑在一起看动画片。石宇在屋里追着小黑跑，把大黑鸟折腾得直发脾气。屋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一起睡了个午觉，石宇开心地玩着新玩具，画册上满是大家在一起的画面，但时间从不为任何人停留。夕阳的余晖很快洒满房间，在贤默默看着这一切，这短暂的平静已是他能给这对母子最后的温柔。恩珠突然死死抱住怀里的孩子，石宇有些疑惑地问妈妈。恩珠轻声应着，石宇接着问你是不是哭了？恩珠把头埋在孩子的肩膀上，嘴里说着没有，声音却早已哽咽。恩珠根本藏不住心里的难受，石宇懂事地抱住她，妈妈你哭了。看着妈妈这么难过，孩子也慌了神，小声哀求着妈妈你别哭。恩珠想要解释，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心中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她把孩子死死搂在怀里，绝望地哭喊我真的好害怕，害怕以后要一个人面对世界。感受到妈妈的绝望，石宇伸出小手抱紧了她，妈妈我就在这里呢。稚嫩的声音像冬日暖阳，稍微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孩子越是懂事安慰，珠心里就越是难受，这成了击碎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梦境终究要醒来，石宇松开了手，轻声说会一直陪着他。看着眼前的孩子开始消散，珠整个人都慌了。他一遍遍喊着石宇的名字，试图抓住这最后的温存，可石宇还是转过身，一步步朝着光亮走去。珠在后面苦苦哀求，求他不要走，他还有好多好吃的没做，还有好多话没来得及说。但无论他怎么挽留，那个小小的身影还是在光芒中渐渐远去。石宇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笑着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看着孩子一点点消失，珠整个人彻底崩溃。这残酷的离别，他竟然还要再经历一次。但这一次他不想让孩子带着遗憾离开。珠大喊着石宇的名字，努力挤出最温柔的笑容，我也爱你。听到妈妈的回答，石宇留下了最后的告别，再见妈妈。光芒散去，梦境终究还是醒了。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珠无助的哭声，而在贤只能在一旁默默看着，什么也做不了。石宇走后，珠瘫坐在地上，久久无法释怀，直到孩子留下的最后一丝温度也彻底消失不见。在贤在一旁默默看着，他心里很清楚，希望往往只在最绝望时出现，而抱有希望的人就要一直承受这种折磨。但看着眼前崩溃的珠，在贤还是做不到袖手旁观。他走上前，主动伸出手，轻声安慰道：“别太难过了，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他想给这个绝望的母亲重新带去一丝希望。听到这话，珠抬起头，有些不敢相信地问：“真的吗？”在贤当即承诺，只要以后有机会，他会让珠和孩子见无数次面。这番话让珠抓住了救命稻草，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一步步落入恶魔的陷阱。随着系统一声脆响，珠的忠诚度直接拉满，不仅彻底成了在贤的部下，还解锁了全新的能力。画面一转，程叶正气的破口大骂，他的装备和攒下的家当竟然全被人给偷光了。看着空空如也的口袋，程叶整个人都要气炸了。一旁的双胞胎兄弟根本插不上话，这下可真是血本无归，到底是谁干的？戴帽子的男人叹了口气，说自己今天早上醒来，发现身上的装备也全空了。另一个男人在旁边搭腔，说他刚才出去打听了一圈，发现倒霉的还不止他们几个。男人接着分析，这绝对不是随机偷窃，因为所有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之前系统召集人手去大门战斗，他们这帮人全都当了缩头乌龟，而那些听话去参战的人反而什么事都没有。听到这里，程叶心里顿时不是滋味，懊恼的抱怨早知道就该去拼一把。可这话一出口，气氛一下子就变了。程叶猛地揪住戴帽男的衣领，质问对方是不是想把责任推给他。
程烨彻底失控大吼，当时大家明明都同意了，而且还是你带头说去听命令的是傻子，现在出事了倒想来怪我。戴帽男赶紧向程烨道歉，程烨啐了一口，一把推开对方，虽然心里憋起火，但他也不敢真的把事情闹大，因为他很清楚，要是再这么闹下去，很可能会被直接赶出避难所。之前就有人因为犯事被赶走，结果没过多久就惨死在街头，现在怪物被干掉了，大家都抢着往这栋楼里挤，那位老大根本不缺人手，要是自己继续对着干，下一个被扔出去的绝对是他。想到这，程烨气得直咬牙，这世道真是太操蛋了。更让他眼红的是，同伴程敏因为听话去参战，不仅拿到了各种好处，甚至还分到了一把手枪。看着别人风光，自己却落得这个下场，程烨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程烨怎么也想不通，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但他根本不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在贤的惩罚现在才真正落下。伴随着系统一声脆响，一个强制任务突然弹了出来，程烨整个人都懵了，这又是什么鬼东西？任务要求他在1天内干掉20只哥布林，要是完不成，就要承受1分钟的剧痛惩罚。程烨看着面板直犯嘀咕，剧痛惩罚到底是什么意思？既然想在安全区赖下去，不付出点代价，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恩珠的 A 级技能原始生命力，能在受伤时瞬间恢复伤势，这本是他独有的专属能力。可谁能想到，只要市民的信任度达到满值，在贤就能直接复制对方的技能，这种逆天外挂简直不讲道理。虽然恢复技能目前用不上，但这个复制规则却价值连城，因为丙浩的信任度也快满了。一旦拿到丙浩的觉醒能力，在贤就能直接掌握空间传送，那才是真正能保命的终极神技。在贤脑海中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将前哨基地彻底激活，再配合终极之眼进行传送，是不是就能实现超远距离位移？系统面板很快给出了肯定答复，只要有骑士级市民驻守前哨，就能共享大本营的安全区特权，唯一的限制只有精神力消耗。既然找到了方向，在贤立刻做出决定，以后所有任务奖励全部用来提升精神力上限。就在这时，恩珠主动找到了在贤，他表示自己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该出去执行任务了。他看着在贤，语气无比坚定的承诺，自己一定会把在贤的家人安全带回。看着从新振作起来的恩珠，在贤一时间有些动容，只能轻声唤着他的名字。恩珠主动开口打破了沉默，他知道任务本该昨天出发，是在贤为了他刻意推迟了时间，他很感激在贤能做出这种让步，现在该是他报答恩情的时候了。被看穿心思的在贤有些不好意思，他尴尬的笑了笑，希望自己刚才没有显得太急躁。恩珠温柔的笑了笑，表示理解。换做任何人面对家人的安危，都绝对不可能保持冷静。在贤能为他耽误整整1天，这份代价已经足够沉重。看着眼前的恩珠，在贤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虽然与孩子的重逢只是个幻境，但确实让他找到了活下去的动力。恩珠看着在贤，再次真诚的向他道谢。恩珠眼里的阴霾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信任。在贤微笑着向他道谢，随后安排他先去房间与东建的小队会合，自己稍后就到。恩珠点头答应，转身快步离开。其实在贤没有直接传送西面站，是因为之前独眼巨人的破坏，导致那里的地铁轨道大面积塌陷，原本的通道已经彻底无法通行，他们必须重新寻找一条出路。为了摸清前方的具体情况，一真从昨天开始就不断派出老鼠去前面探路，而现在在贤也必须亲自确认安全了。他直接开启了终极之眼，在贤正用终极之眼观察一帧，可看着他突然发现不对劲，那只探路的老鼠似乎遇到了状况。伴随着系统的清脆提示，这只被驯服的巨鼠等级竟然直接飙升到了7级，这下连在贤都有些看傻了，这小家伙居然在战斗中进化了，难道是因为一真成了他的从属，连带着宠物也得到了属性强化？但现在根本不是高兴的时候，因为在这只巨鼠的身后还紧紧跟着极其恐怖的东西。定睛一看，后面竟然密密麻麻全是丧尸，这下麻烦彻底大了。在贤怎么也没想到，废弃通道里竟然挤满了丧尸，探路巨鼠在前方拼命狂奔，可前方的退路也早已被堵死，转眼间他就被彻底包围。在贤看到这一幕，心里凉了半截，这只巨鼠恐怕是没救了。既然横竖都是死，在贤眼神一狠，打算直接引爆通道里的瓦斯，将这群丧尸全部炸伤。可还没等他动手，那只巨鼠却突然有了异动。面对铺天盖地的丧尸围攻，这只巨鼠在狭窄的夹缝中硬是撕开了一条生路，连在贤都看得目瞪口呆。这小家伙的生命力强得离谱，甩开身后的丧尸群后，他顺着台阶一路狂奔，前方终于出现了出口的亮光。在贤在心里默默为他鼓劲，只要冲出通道就安全了。可谁能想到，就在巨鼠跃出出口的瞬间，迎接他的却是一张早已等待多时的血盆大口。巨鼠刚一露头，迎面撞上的竟然是一只23级的陆地鲨鱼。在贤通过共享视野看到这一幕，整个人瞬间懵了，这种等级的怪物根本无法抗衡。还没等巨鼠做出反应，巨鲨一口就将它彻底吞没，共享视野瞬间断开。在贤痛苦的捂住脑袋，精神反噬的滋味极其难受，但比起剧烈的头疼，更让他感到极度不安的是，刚才巨鼠丧命的那个地方，看起来为什么会如此眼熟？在贤脑海中灵光一闪，猛然认出了那个地方，那居然是南浦站。那里距离他父母家非常近，既然连这种地方都出现了怪物，那父母的处境恐怕凶多吉少。这下他一刻也坐不住了，必须立刻抓紧时间行动。画面一转，避难所的走廊里，多兵正忙着搬运物资。在贤走过去，主动打招呼，喊了一声金经理。多兵有些意外的转过头，发现是在贤。在贤看着他忙碌的身影，关切的说了声辛苦了。
多宾微微一笑，表示这没什么，反正自己也是拿薪水办事。多宾主动开口询问，找他到底有什么事情。平日里雷厉风行的在贤，此刻却显得有些支吾，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来。看着在贤这副反常的模样，多宾心里忍不住直犯嘀咕：这人今天怎么如此扭捏？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氛围，多宾只能硬着头皮让他直说。可他心里其实慌得很，生怕在贤提出什么过分要求。在贤犹豫再三，终于开口，他想把慧玲借走几天。听到这个要求，多宾整个人瞬间傻眼了。如果慧玲被借走，接下来的繁重工作岂不是全得落到他一个人头上？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在贤赶紧笑着打圆场，表示只借用2天时间，希望金经理能通融一下。多宾咬了咬牙，只能无奈妥协，但他提出了一个硬性条件，这次必须算加班费。多宾还在那里比划着手指，试图为自己多争取点加班费。在贤嘴角微微一勾，直接伸出了2根手指，爽快的答应给他双倍。听到双倍工资的瞬间，多宾的眼睛刷的一下就亮了，先前的怨气瞬间烟消云散。只要给够了加班费，加班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伴随着一阵绿色的光芒，一针直接被传送了过来。此时的会议室里，大家已经全部到齐。在贤坐在主位上，宣布战略会议正式开始。在贤神色严肃地表示，因为之前独眼巨人的破坏，西面站现在根本无法通行，但地铁轨道这条路线，我们绝对不能轻易放弃。话音未落，德秀突然注意到了异常，转头惊呼出一真的名字，难道是出什么意外了？一真指着地图冷静分析，他说从樊内谷到草梁站的轨道目前还算安全，所以第一步得先打通去樊内谷站的路。接着一真拿出了自己的手绘地图，建议大家沿着主干道走。看着这幅画风清奇的地图，大家都陷入了沉默。德秀赶紧打圆场，夸赞一真画的真不错。一真还挺高兴的道了谢。在贤实在看不下去，直接打断了他们的闲聊。在贤指着地图上的一个位置说，去樊内谷站的路上，这个地方必须得绕着走，因为有一群半兽人已经把那里的超市当成了大本营。东健有些担忧的问，那地方少说也有500只半兽人，不过我们应该不用跟他们硬碰硬吧？一真点头同意，他说没错，大家的目标只是去樊内谷站走地铁轨道。一真接着解释，大家不用太担心，他已经用老鼠探好了路，只要顺手解决掉路上零星的怪物，快速冲进车站就行。坐在一旁的在贤倒是一点不慌，因为在对付巨人之前，他可是砸了大把资源去提升东健小队的等级，现在他们全员都升到了30级，除了亨俊和慧玲等级还低点，其他人对付几只落单的怪物根本不在话下。一真的手指在地图上滑动，他接着分析，只要能顺利进入地铁轨道，到草梁站之前的路基本都是安全的，但真正的麻烦其实是在后面的釜山站。东健有些紧张地问，难道釜山站也有巨人吗？一真摇了摇头说，目前来看倒还没有。听到这，东健总算松了一口气，但一真接下来的话却让大家的心又提了起来。一真说，虽然没有巨人，但草梁站到釜山站的轨道里全是密密麻麻的丧尸。一真看着大家说，除非我们有人能大范围清怪，否则走这条路就是送死。这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全集中在慧玲身上，这下压力全给到了慧玲。慧玲显得非常为难，她支支吾吾的想解释什么。东健在旁边有些担心的唤着她的名字。慧玲咬了咬牙，终于下定决心开口了。慧玲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面前的系统面板显示毒物的储存量已经达到了上限，她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算是搞定了。就在这时，在贤走上前去，笑着对慧玲说，这次辛苦你了。在贤关切的问她，现在感觉怎么样？慧玲转过身回答，刚才确实差点就撑不住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就轻松了好多。听到这，在贤总算放下了心。其实刚才看他那么吃力，在贤直接打开了从属管理面板，当场给他升了级。虽然这一下花了不少钱，但对现在的在贤来说，这点消耗根本不算什么。在贤心里很清楚，这次的决定绝对没有错。慧玲有些担心的问在贤，你确定真的不需要我一起去吗？在贤摇了摇头说，你留在这里继续制作毒物就行，这已经是最大的帮手了。现在万事俱备，也是时候该出发了。在贤眼神一变，直接开启了异能状态，是时候开始任务了。画面一转，漆黑的地铁轨道里密密麻麻全是丧尸。就在这时，黑暗中突然传来了脚步声，这动静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丧尸的注意，他们齐刷刷的转过头去。这下子好戏要开场了。原来这动静是这只被驯服的小老鼠弄出来的，它正飞快的在黑暗中奔跑，这一下直接把周围的丧尸全引了过来，他们张着大嘴就扑了上去。但在贤根本不慌，他直接打开了系统空间，看来是早有准备。随着空间开启，老鼠身上唰的一下散发出绿色毒物，这正是慧玲的麻痹毒素。小老鼠在丧尸群里灵活穿梭，只要沾上这毒物，这些丧尸就直接动弹不得了。这毒物确实厉害，吸入之后目标会立刻失去行动力，接着就会因为窒息而死。可问题是，这招对付活人行，对付丧尸可就没用了，窒息根本要不了他们的命。不过在贤早就料到了这一步，他可不是只准备了一手。在贤大喊一真可以动手了，一真立刻答应了一声。紧接着黑暗中传来了密密麻麻的动静，无数只变异巨鼠直接冲了上去，趁着丧尸动弹不得，这群巨鼠开始疯狂撕咬。这下子他们彻底成了老鼠的盘中餐。巨鼠群的攻势非常凶猛，丧尸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系统面板上的击杀提示开始疯狂刷屏，这波经验和金币直接拿满。
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一真却突然察觉到了异样，有些慌乱地喊着在贤的名字。一真急忙喊道：“那些老鼠不对劲！”话音刚落，原本听话的巨鼠开始剧烈抽搐，双眼刷的一下变得通红，系统面板也弹出了警告：这些巨鼠居然全部被感染，变成了丧尸鼠。看着眼前失控的怪物，在贤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下麻烦大了。这些老鼠在撕咬丧尸的时候，身上沾到了丧尸的血，结果直接被同化了。在贤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既然丧尸的血能感染老鼠，那恩猪之前用爪子和牙齿战斗，岂不是随时都有被感染的风险？这回真是运气好，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在贤转头问一真，那些被感染的老鼠还能听话吗？一真回答，听话是听话，就是这些小家伙现在脾气暴躁得很。听到这个回答，在贤总算松了口气，只要这些老鼠还能控制，那接下来的计划就能照常进行，只要能顺利推进到扎嘎奇站，他就能见到自己的家人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系统突然唰的一下弹出了警报，提示有未知人员正在强行闯入。这一下直接把在贤给整懵了。仔细一看系统面板，居然有整整157个人正朝着大本营的方向走来，而且全都符合成为市民的条件。在贤虽然有些意外，但还是立刻做出了决定，直接同意了他们的申请。这一下大本营可要热闹了。系统突然唰的一下弹出了提示，大本营的市民总数居然直接突破了3000大关。不仅如此，因为人口达到新纪录，还顺带解锁了一个新技能，叫做市民经济活动支援金。在贤看到这个新技能，直接笑出了声，这个奖励可真是太及时了。这个新技能可以给市民分配职位，并且由系统直接发放支援金。在贤仔细研究了一下各职位的薪资标准，这下刚好可以把多兵和设施管理团队全部安排进员工名单里。之前答应给他们每周70万韩元，现在每天10万的日薪刚好能对上。最关键的是，以后发工资再也不用扣手续费了，这笔支援金完全是系统白送的。既然这样，那设施管理团队就可以继续扩招了。而且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光是招满300个普通员工，一天就能白嫖3000万韩元。要是把所有管理职位全部填满，一天就是整整5000万，每天躺着就能白拿5000万，这跟直接抢钱有什么区别？这波系统福利，在贤简直要笑疯了。在贤算了一笔账，市民越多，他能收到的税就越多，而且大家在商店里的消费，最后也都会变成他的利润，所以必须尽可能多地雇佣市民。不过除了设施管理，还能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呢？目前来看，也就只有维护、清洁和安保了。特别是安保人员，必须得挑那些在巨人袭击时敢站出来守门的人。那就先从多兵开始吧。随着系统一声提示，多兵被正式任命为部门主管。在贤开始琢磨，多兵的团队里还有谁来着？好像是亨俊和慧玲，还有其他人吗？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又弹出了提示，多兵的忠诚度居然直接达到了满值，并且自动登记成了他的家臣。这下还顺便多拿了几个家臣名额，这跟在贤预想的一模一样。只要市民的忠诚度达到100，就会自动转化成家臣。这波操作简直是意外之喜。在贤突然反应过来，既然忠诚度满了能成为家臣，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还能顺便觉醒超能力？他赶紧伸手点开系统面板，想看看多兵到底觉醒了什么。不过还没等他仔细研究，旁边就传来了一阵呼噜声。转头一看，慧玲正4脚朝天地躺在沙发上，睡得口水都流出来了。一真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了声，小声问在贤要不要把他叫醒。在贤轻轻摇了摇头，不用了，让他好好睡吧。这次他确实是累坏了，虽然这姑娘嘴上说着没事，但身体肯定早就吃不消了。既然立了这么大功，那高低得给他点奖励。在贤直接发动了无形之手，一团紫色的光芒凭空出现，轻轻的把慧玲拖了起来。在贤看着熟睡的慧玲，叹了口气说：“这姑娘确实是累坏了。”坐在一旁的易真也点头同意。在贤转过头问易真：“那你呢？累不累？”易真笑了笑说：“我没事，反正我的工作也不算重，而且老鼠已经顺利到达南浦站了。”在贤听完，总算松了口气，让易真继续盯着。易真刚想拍胸脯保证，结果话还没说完，整个人突然愣住了。在贤有些疑惑地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易真满脸慌张，声音都有些发抖：“等等，我跟老鼠的连接断了，这下麻烦大了。失去控制的丧尸鼠，天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在贤有些不敢相信地问：“连接断了是什么意思？”易真示意他先别急，他得仔细确认一下。经过一番尝试，易真有些无奈地说：“那些老鼠现在离我们太远了。”在贤有些疑惑：“刚才不是在更远的地方也能用吗？”易真解释说：“如果先建立连接，再让老鼠跑过去，确实能走得更远一点，但直接连接的极限距离最多也就到中央站附近了。”易真有些不知所措地问：“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下确实麻烦了。在贤原本的计划彻底被打乱，因为他父母的家就在扎嘎奇站附近，他本来打算利用易真的老鼠提前去探路，确认一下家里的情况，可现在这条路直接被堵死了。在贤有些不甘心，对易真说：“抱歉给你添麻烦了，但能不能试试从中央站重新建立连接？”易真一口答应下来，直接发动了异能，那些老鼠再次动了起来，在漆黑的轨道里飞快穿梭。在贤心里非常清楚，现在根本没有退路，只要有一丝希望，他就必须拼尽全力去试，只求家人能平平安安。从目前的地图来看，东健他们已经到了釜山站附近，而老鼠也已经放了出去，接下来就看能不能顺利联系上了。大家顺着轨道一路往前，终于来到了草粮站的出口。可当他们顺着楼梯走上地面时，眼前的景象直接让所有人看傻了眼。原本繁华的街道，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佳音拍了拍金健的肩膀，
说这简直太荒谬了。接着让金剑先侦查一下周围的情况。金剑答应了一声，肩膀上的乌鸦直接飞向高空，开始在废墟上空盘旋。通过乌鸦的视野看了一圈，金剑有些疑惑地表示，这附近居然一只怪物都没有。金剑分析说，草粮站附近确实干净，连只哥布林都看不见，看来之前的巨人帮大家省了不少麻烦。金剑接着说，估计现在这附近根本没有怪物敢靠近。多情有些担心，天马上就要黑了，现在继续走真的安全吗？要不先找个地方过夜，等天亮了再行动。佳音笑着安慰他，放心吧，按照哥布林的习性，天黑之后他们都会躲起来，晚上反而更安全。东剑思索了一下，直接拍板继续往前走。朱也补充说，就算真出了什么意外，再闲也能随时把大家召唤回去。听他这么一说，大家心里总算有了底。就在这时，一只小老鼠在废墟里飞快跑过，看来前方的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平静。金剑看着地上的老鼠说，这应该是一真的老鼠，既然老鼠来带路了，大家立刻跟了上去。可跟着老鼠走到尽头，眼前的景象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原本的釜山站，如今竟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金剑有些疑惑地问，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也是那个巨人干的？佳音看着眼前的废墟分析，很有可能是建筑倒塌后在这里砸出了一个大坑。就在大家商量对策的时候，平静的水面上突然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这水底下到底藏着什么？金剑突然停下脚步，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废墟水面上居然坐着一个人，可仔细一看，那根本不是人类，而是长着鱼尾的怪物。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刺耳的尖叫声唰的一下爆发，这声音根本让人无法忍受。这水里藏着的居然是传说中的赛人！刺耳的致命尖叫声瞬间响起，直接穿透了在场所有人的耳膜。德秀和恩珠根本无法抵挡，这魔音瞬间侵入了他们的身体，在这一刻彻底失去控制，双脚竟然不受控制的向前迈步，一步步朝着危险的深水区走去。还没等其他人来得及反应，两人就直勾勾地跳入水中，伴随着激起的一阵巨大水花，瞬间沉入了冰冷刺骨的水底。冰冷的水流将他们彻底包围，在水下根本无法使出任何力量，致命的危机在这一刻瞬间降临。德秀整个人不断向水底下沉，局势在这一刻彻底失控。还没等岸上的人展开救援，水底的怪物就已经盯上了他，几只漆黑的鬼爪死死缠住了德秀的脚踝。一旁的恩珠同样自身难保，在窒息的深水中拼命挣扎。更糟糕的是，无数水怪在这一刻一拥而上，将他也死死缠绕在水底。岸上的东剑痛苦地抱住头部，赛人的尖叫声仍在疯狂折磨着大家，让人根本无法冷静思考。眼看同伴就要全军覆没，多情终于咬牙站了出来，直接发动了体内的魔法装甲。这团熊熊燃烧的烈焰，能否成为逆转战局的唯一希望？多情释放出的狂暴火焰，瞬间隔绝了赛人的致命尖叫。东剑揉着脖子站起身来，有些惊讶地开口说道：“我突然感觉好多了，现在完全可以承受这声音。”金剑看着眼前的多情，满脸不敢置信地追问：“多情，你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还没等大家松一口气，多情却直接瘫倒在地上，他面色惨白的虚弱催促：“快点，你们必须马上去救德秀，还有恩珠。”话音刚落，多情突然察觉到了异样，伴随着水流的剧烈涌动，一只巨大的蓝色怪物从水底浮现，那一双金黄色的瞳孔死死盯着岸上。东剑警惕地盯着水面大喊：“那些到底是什么怪物？”无数水怪在这一刻破水而出，疯狂地朝着岸上扑杀过来，漫天水花冲天而起，潜伏在水底的狰狞怪物在这一刻全部破水而出。东剑立刻握紧了手中的长枪，大声向身后的同伴示警，准备战斗。他们已经冲上来了，伴随着汹涌的浪花，怪物挥舞着锋利的武器，直接朝着岸边扑杀过来。东剑迎着冲在最前面的怪物，手臂发力，一枪横扫过去，两股力量狠狠撞在一起。这一枪的力道极其恐怖，直接将怪物重重抽飞了出去。怪物源源不断的从水底涌出，众人的防线瞬间被彻底冲散。佳音一边拉开长弓射击，一边大喊：“该死！这些怪物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密集的脚步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大家瞬间被怪物大军重重包围，所有的退路都被彻底堵死。看着眼前的绝望境地，东剑心里焦急万分。恩珠和德秀还在水下生死未卜，再拖下去就真的没有生路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后方突然传来一声震天巨响，这突如其来的恐怖动静瞬间吸引了所有怪物的注意力。到底是谁在关键时刻出手了？一只巨大的棕熊破水而出，直接将德秀甩到了安全的岸上。德秀趴在地上疯狂呕吐酸水，这下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看到两人终于平安无事，东剑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德秀拍了拍身边的庞然大物，笑着向恩珠道谢。看来这只巨兽就是恩珠的底牌。但还没等大家喘一口气，水里的怪物再次发狂般扑了上来。这些家伙显然不打算留下活口。东剑见状怒吼一声：“那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德秀也直接顶在了最前面，手上的狂暴雷电已经蓄势待发。他狂暴的一拳轰杀而出，瞬间将冲在最前面的怪物强行截停。一旁的恩珠也跟着发威，咆哮着冲上去，一把按住怪物，顺势来了一记狂暴的重摔。这一击的力道大得惊人，怪物被重重砸在石柱上，连坚硬的石柱都被瞬间撞断。大家警惕地朝着前方走去，头顶上一个巨大的黑影突然晃动，伴随着一阵惊呼声，庞然大物轰然倒地，激起漫天的滚滚尘土。秉浩赶紧扶起旁边的东剑，急切地询问他有没有受伤。东剑摇了摇头，有些纳闷刚才到底撞倒了什么。
等到漫天烟尘渐渐散去，德秀指着地上结结巴巴的开口：“这倒下来的，居然是一个绑着哥布林的巨大十字架。”还没等大家想明白怎么回事，金剑突然发现了不对劲，急忙大喊让大家往上看，这漆黑的头顶上到底隐藏着什么可怕东西？大家顺着方向抬头往上一看，这一幕让所有人彻底傻眼。头顶上密密麻麻悬挂着的，全是被绑在十字架上的冰冷尸体。东剑咬着牙愤怒地说道：“刚才光顾着看地面了，根本没想到头顶会是这副景象。这帮家伙简直就是疯子，不管是怪物还是人类，全被他们无差别地吊死在这里。这恐怖的数量让人头皮发麻。”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异响，佳音顺着声音抬头看去，整个人瞬间如遭雷击。他死死盯着高处的其中一个十字架，上面绑着的那具尸体，居然是他最熟悉的人。佳音死死盯着上方，嘴里喃喃地喊着爸爸。谁能想到，那个被吊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居然是他的亲生父亲。还没等大家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暗处的怪物突然发动了袭击，速度快得犹如一道闪电。东剑心里猛地一惊，但身体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怪物直接从半空中扑杀下来，目标正是毫无防备的佳音。眼看怪物就要扑向佳音，东剑急得大喊出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伴随着一声刺耳的枪响，子弹直接将怪物击飞出去。开枪的人正是秉浩，他急忙上前询问佳音的情况。东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直夸秉浩干得漂亮。但佳音却像丢了魂一样，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这反常的举动让大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还没等东剑想明白，金剑突然在后方大喊：“东剑，难道另一边又出事了？”金剑突然开口说自己找到了破局的办法。原来他一直在利用乌鸦共享视野，暗中观察着整个战场。他发现那个赛人似乎就是这群怪物的指挥官。东剑听完直接愣在原地。金剑接着解释道：“每当赛人发出指令，那些鱼头怪物就会立刻响应，他们所有的行动全都在听从赛人的指挥。看来想要解决眼前的危机，就必须先干掉那个赛人。”金剑冷静地分析，只要干掉那个指挥官，这群怪物应该就会退兵。东剑也觉得这办法可行，但问题是怪物大军把路堵死，根本没办法轻易接近赛人。东剑有些犯难，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就在这时，德秀突然走上前拍了拍他，确认只要解决掉赛人就行。德秀冷笑一声，表示那个家伙就交给他了，而且他心里已经有了计划，他到底打算怎么突破防线？还没等德秀行动，远处的赛人突然转过头来，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紧接着，那些鱼头怪物也改变了阵型，开始朝着这边围攻过来。金剑大喊着提醒大家，怪物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意图。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怪物，东剑有些迟疑地问德秀：“你确定这个计划真的能行吗？”德秀却根本没当回事，扛起武器就往前走，表示只要能分散怪物的注意力，剩下的交给他解决就行。他冷笑一声，让东剑他们只管在前面开路，至于后方的佳音，自然有其他人会拼死护他周全。多情死死抱住佳音，不让怪物靠近他们半步。听到同伴的呼喊，东剑立刻带头冲了出去。德秀在最前面开路，一剑斩杀挡路的怪物。德秀和金剑也紧随其后，直接冲进了怪物堆里。秉浩挥舞着长枪，狠狠砸向扑过来的怪物。金剑在后方不断开枪掩护，子弹精准地击中目标。大家配合默契，硬生生在怪物群中撕开缺口。就在德秀以为局势稳定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惊呼，有人在大声喊他的名字。东剑猛地转过头去，连德秀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德秀大吼一声，直接甩出了手中的战斧，耀眼的蓝色光芒直奔赛人而去。可没想到赛人只是微微偏头，战斧擦着他的脸颊飞了过去，直接轰进后方的水里，激起滔天巨浪。看到这空前的一击居然打歪，岸上的大家都看傻了眼。金剑忍不住问东剑：“德秀，这家伙到底是不是认真的？”但德秀却完全没有慌乱，眼神里反而透着一丝冷酷。看来这一击根本就不是冲着赛人去的。看到德秀这一击打歪，赛人和怪物们疯狂嘲笑起来，觉得人类的挣扎简直是个笑话。岸上的同伴们也彻底绝望，东剑更是急得大喊，以为德秀也中了招数才打偏。可就在这时，德秀却露出了标志性的邪魅微笑，他冷笑着说道：“想要钓大鱼，就要把线放长一点。”话音刚落，原本轰入水底的战斧突然爆发，一道恐怖的蓝色光芒直接从水底冲天而起。这道蓝色光芒直接贯穿赛人胸口，任凭他怎么挣扎也逃脱不掉。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这只不可一世的领主怪物直接被德秀当场解决，首领一死，剩下的怪物瞬间没了斗志，纷纷怪叫着逃回水里。危机终于解除，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德秀得意地向同伴炫耀起来，但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东剑赶紧跑去查看佳音的情况。看着眼前惨烈的一幕，佳音整个人彻底崩溃了。佳音声音颤抖着说道：“上面吊着的那个死人就是他的爸爸。”听到这话，东剑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岳父为什么会死在这里。他极力安慰自己，觉得佳音一定是看错了。可就在这时，恩珠也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块名牌。当看清名牌上的名字时，东剑彻底崩溃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直接让东剑支撑不住，跪倒在地上。东剑就这么跪在地上，佳音的哭声在废墟里回荡。看着眼前这一幕，旁边的同伴们全都沉默了，谁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佳音看着高处，声音沙哑的哭诉着，他根本不该落得这种下场。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具被高高吊起的尸体在风中显得格外凄凉。
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弹出了重构任务，只要完成它，就能复活佳音的父亲。但在贤看着眼前的选项，却迟迟无法按下确认键。一旁的一真神色担忧，轻声唤着在贤的名字，整个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无比沉重。在贤心里非常清楚，现在还没有落脚的前哨站，一旦强行召唤东剑等人，所有人就必须从头开始。他实在不敢冒这个险，只能痛苦的选择放弃。在贤低着头，攥紧了拳头，回想起刚才水底的恶战，大家面对怪物的围攻，根本就是九死一生。看着东剑和佳音痛苦的模样，在贤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都有想要守护的家人，也都在为亲人的安危揪心，可同伴们却毫无怨言，始终无条件的信任着他。这份沉甸甸的信任，让在贤内心的愧疚彻底决堤。伴随着冰冷的系统提示音，最终的结果无情的弹了出来，奖励只有少量的经验值。佳音的父亲彻底失去了复活机会。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佳音再也压抑不住悲痛，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东剑只能在一旁默默陪伴。在贤狠狠咬着牙关，心中充满了自责与不甘，却只能无能为力的低声咒骂。雨渐渐停了下来，大家在废墟上立起简易的墓碑，所有人默默站在墓前，气氛显得无比凝重。佳音看着眼前的石堆，轻声呢喃着父亲生前的玩笑，说他最热爱铁路工作，以后想被葬在铁轨旁边。他把父亲的工作名牌放在石堆上，脸上挂着让人心疼的苦笑。谁能想到这个荒谬的愿望，如今竟然以这种方式成真？这些画像钢针一样扎在贤心上，他无比清晰地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够强大，这种失去至亲的悲剧随时会降临在自己身上。看着悲痛欲绝的佳音，在贤在心中暗自发誓，绝不能让这种悲剧再次发生。想要保护好身边的人，他就必须招募更强大的战力。而他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此时波涛汹涌的水底，俊赫正与怪物展开激烈肉搏，他一记重拳狠狠轰出，直接将眼前的怪物强行逼退。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俊赫的忠诚度已达到30以上，成功满足收为家臣的条件。随着系统契约正式缔结，俊赫成功被收为家臣。一旁的同伴突然惊呼出声，俊赫身上竟绽放出耀眼的蓝光。俊赫难以置信地看着双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系统面板便刷地弹了出来。他不仅觉醒了强力水系技能，甚至还获得了双倍威力加成。俊赫瞬间心领神会，这绝对是在贤赐予他的力量。他看着远处涌来的怪物，嘴角微微上扬。既然老大给了他这份造化，那他必须好好表现一下了。俊赫冷冷地盯着怪物大军，表示已经锁定了所有目标。他双手猛地合十，狂暴的水流在掌心飞速汇聚，一颗巨大的水球瞬间成型。怪物们还没来得及反应，俊赫便大喝一声，释放了水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水弹在怪物群中轰然炸裂。恐怖的冲击波裹挟着狂暴水流，瞬间将周围的怪物全部掀飞。等漫天水幕渐渐散去，原本密密麻麻的怪物已经被清理得一干二净。俊赫缓缓伸出右手，试着去操控残存的水流，刹那间漫天水滴全部悬停在半空，画面诡异而又震撼。目睹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一旁的同伴们直接看傻了眼，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俊赫没有回答，只是凝视着掌心流转的力量，忍不住仰天狂笑起来。这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让他彻底陷入了兴奋。俊赫突然单膝跪地，高声宣誓效忠在贤。这狂热的举动把一旁的同伴看得目瞪口呆。与此同时，在贤的系统面板弹出，提示俊赫的信任度大幅提升，收服任务已顺利完成。看着眼前的系统提示，在贤也感到有些意外，没想到俊赫竟然直接觉醒了 S 级能力，加上身边的恩珠，他麾下已经拥有了2位 S 级战力。既然俊赫已经顺利觉醒，在贤开始思索接下来的队伍部署，要不要把俊赫调入东剑的小队。但仔细权衡之后，东剑的小队配置已经足够均衡，而俊赫原本的队伍离不开核心，贸然抽调可能会导致队伍分崩离析。在贤决定还是让他留在原队。就在他查看系统击杀提示时，屏幕上突然弹出的一条新消息，却让他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系统突然弹出刺眼的提示，他的大本营宣言技能升到了20级，不仅获得了珍贵的技能点，还顺便解锁了全新的神技。还没等在贤来得及高兴，身体深处突然传来撕裂般的剧痛，系统警报声疯狂作响，提示大本营正在强行扩张。狂暴的紫色电流从在贤身上炸裂，恐怖的冲击波瞬间将恩珠逼退。在贤痛苦地咆哮着，根本无法控制这股暴走的力量，耀眼的紫光瞬间笼罩了整个街区。剧烈的疼痛让在贤几乎要失去知觉，这种痛苦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就像有无数根钢针在狠狠扎着他身体。看着在贤痛苦的样子，旁边的义真彻底慌了神，一边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一边急得不知所措。迷迷糊糊中，在贤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脑子里还是一片混乱，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可还没等他彻底清醒过来，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张放大的脸，义真居然整个人压在他身上，嘴唇正一点点朝他贴过来。在贤吓得赶紧伸手把他推开，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义真尴尬的满脸通红，连忙摆手解释，说自己刚才看他没了呼吸，只是想给他做人工呼吸而已。在贤坐起身来，告诉义真自己已经没事了。看着旁边一直叫个不停的黑鸟，在贤伸手摸了摸他的头，轻声安抚着他。还没等他缓过劲来，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他的多重视野技能自动开启了。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在贤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一次领地扩张的范围简直大得超乎想象，狂暴的紫色雷电笼罩了整个城市。现在的领地不仅覆盖了周边的地铁站，甚至连方圆1公里内的所有街区全都被强行纳入了范围。
难怪刚才会痛成那个样子，这绝对是领地扩张最夸张的一次。此时的在贤只觉得浑身脱力，恨不得立刻躺下睡上一觉。可看着系统面板上剩下的技能点，他知道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接下来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看着系统面板上剩下的3个技能点，在贤其实早就想好了该怎么用。想要应付接下来的任务，他必须先提升最核心的能力。没有任何犹豫，在贤直接选择升级终极之眼。伴随着系统的一声提示，终极之眼成功升到了4级，并且顺利解锁了全新的多重视野功能。技能发动的这一下，在贤只觉得自己的视野开始疯狂扩张，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就像是自己正坐在监控室里，面前是无数个实时监控的屏幕，画面里有人正在兴奋的狂笑，也有人正满脸担忧的四处张望。可是想要同时盯着这么多画面，精神上的消耗实在太大了。在贤咬着牙强撑着，看来以他目前的极限，最多也只能同时监控3个地方了。看着系统面板上剩下的2个技能点，在贤决定把它们用在生活技能上。随着系统的一声提示，他的生活维护技能成功升到了5级，并且顺利解锁了神级道具抽奖功能。看着系统额外赠送的300个水晶，在贤一下子明白了系统的意图，这明摆着是想让他先体验一下抽奖。既然是送上门的福利，那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在贤直接伸手按下了确认键，就在他按下按钮的这一下，地面上突然亮起了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突如其来的强光把旁边的一真吓了一跳，他急忙大声询问这到底是什么光，连旁边的黑鸟也跟着叫了起来。光芒越来越刺眼，在贤不得不伸手挡住眼睛。谁能想到这第一次抽奖到底能抽出来什么宝贝？随着金光渐渐散去，抽奖的结果终于出来了。漂浮在半空中的居然是一枚精致的戒指，系统提示这是沟通之戒，可以直接把他的声音传送给家臣。在贤把戒指戴在手上，觉得这道具来的正是时候，刚好可以用来联系多宾。想到这里，在贤顺手打开了多宾的家臣面板。这一看不要紧，面板上的信息让他有些意外，多宾觉醒的能力居然是罕见的心灵感应。在贤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能力配合他的身份，简直就是完美。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愤怒的咆哮声。听到外面的动静，在贤立刻转头看去，走廊里多宾正被一群人团团围住，他正为难地解释着这只是暂时的安排。可带头的胖男人根本不听，扯着嗓子大吼大叫，质问凭什么让他们像牲口一样挤在一起，明明还有那么多空房间。旁边的人也跟着起哄，纷纷逼问多宾，难道要让孩子们都睡地板吗？面对大家的步步紧逼，多宾被堵得连连后退，只能无助的小声道歉，表示这都是上面的规定。就在局势快要失控的时候，在贤沉着脸走了出来，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气场让周围的温度都降到了冰点。与此同时，系统面板刷的一下弹了出来，提示他成功解锁了新技能终极宅男之门。就在这时，伴随着门锁打开的声音，在贤推门走了出来。那个带头的胖男人还在大吼大叫，质问多宾凭什么非法占有这些房子，还道德绑架说大家应该互相帮助。在贤冷冷地打断他，表示非法占有这里的人只有他自己。看到在贤出现，多宾这才松了一口气。在贤看着眼前的胖男人，语气冷得像冰一样，警告他如果不满意这里的规矩，就立刻滚出去。胖男人顿时气急败坏，刚想指着在贤破口大骂，结果在贤根本不给他废话的机会，直接发动了新技能，唰的一下，旁边起哄的男人直接被传送了出去，狠狠地摔在了大门外。这一手直接把剩下的人全吓傻了，谁也不敢再多说一个字。看到有人被直接传送走，剩下的人吓得连连后退。在贤冷冷地看着他们，问还有谁有意见？现场一片死寂，根本没人敢搭腔。在贤接着宣布，从现在开始，你们的房间将断水、断电、断气。这话一出，人群里顿时有人抗议，觉得这太不公平了。在贤冷笑一声，质问他们到底在想什么？难道大家来到这里真的只是巧合吗？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他们之所以跑来这里求助，就是因为知道这里有能干掉怪物的强者，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抱着同样的目的找上门来。在贤冷冷地看着眼前的人群，问他们现在明白了吗？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今天对这些人的无理要求妥协，后面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麻烦。首先，这里的空房间很快就会被占满，到时候就没办法接收更多难民了。其次，原本住在这里的人也会因为待遇不公而产生怨言。最糟糕的是，只要妥协一次，这些人以后就会提出更多得寸进尺的要求。在贤低着头，决定把话彻底说清楚。他猛地抬起头大喊：你们想要基本权利和福利，在这里想都别想。他指着外面的一片废墟，让大家看看周围，现在的政府早就垮台了，他可不是来这里当救世主的。听到在贤这番毫不留情的话，人群里顿时一阵骚动，大家面面相觑，觉得这简直就是强权者的暴政。但在贤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想，在这个满是怪物的残酷世界里，根本没有多余的资源去讲什么福利。在贤咬着牙警告他们，在提任何要求之前，先好好想想自己到底做过什么，凭什么得到这些？毕竟在这个末世里，绝大多数的幸存者都在拼尽全力的挣扎求生，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活下去，大多数人都在默默忍受，甚至不得不轮流睡觉。大家都在互相帮助，努力照顾队伍里的弱者和小孩。可偏偏有那么几个人，不仅不想着怎么出力，反而只知道在这里抱怨和索取。在贤根本不惯着他们，直接指着大门让他们滚蛋。
他冷冷地命令这些人立刻滚回自己分配的房间去。在贤心里很清楚，就是因为给这些人的待遇太好了，才让他们忘了现在的处境。要是再敢多说一句废话，接下来他们失去的可就不仅仅是水和电了。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大家纷纷出来查看情况。看到在贤态度如此强硬，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闹事者也只能灰溜溜的转身离开。多宾这下终于松了一口气，连忙向在贤表示感谢，多亏他及时出面解围。在贤却只是微微一笑，说自己不过是顺手而为，而且他其实更应该感谢多宾。多宾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在贤的意思。在贤开始引导多宾，让他尝试使用刚觉醒的心灵感应去联系远处的人。多宾试着集中精神，身上开始散发出淡淡的蓝色光芒。他有些不确定的询问：“这样真的能行得通吗？”在贤在一旁轻声鼓励，让他继续尝试，慢慢摸索这个能力的极限。多宾连忙向在贤道谢，虽然他自己也还没搞懂这股神奇的力量到底该怎么运作。就在这时，走廊尽头突然传来一个颤抖的声音，有人在小声呼喊在贤的名字。在贤和多宾转头看去，发现来的人居然是庆勋。庆勋显得非常局促，站在原地支支吾吾，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在贤态度十分冷淡，直接表示他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谈。庆勋低着头，虽然知道自己现在的要求很无耻，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想要请求在贤的原谅。庆勋一开口就是替被赶走的允之求情，希望在贤能原谅他。在贤冷冷的反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庆勋叹了口气解释道，虽然是允之把话挑明了，但那其实是他们所有人的想法，让允之一个人承担后果并不公平。他甚至表示愿意替允之受罚，只求在贤能网开一面。其实在贤本来就没打算做绝，他只是想借这件事立个规矩，并不想真的闹出人命。就在这时，系统突然传来了提示，原来允之根本没走远，此时正老老实实的守在门外。在贤看着眼前这个有担当的男人，问了他的名字，得知他叫庆勋后，在贤顺水推舟答应了请求，同意重新接纳允之。在贤接着表示可以恢复他们房间的水电，但燃气依然不能使用。在贤严肃地警告他，这次是看在他有勇气的份上，但绝对不会有下一次。庆勋听完感激的连连道谢。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允直的身份被重新恢复，庆勋对在贤的信任度也大幅提升。他急忙跑回去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其实在贤心里也有些不忍，毕竟队伍里还有小孩子，但他知道必须坚持原则，只有让他们吃点苦头，才能记住不守规矩的代价。多宾在一旁看着在贤，笑着夸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这一下反而让在贤有些不好意思了。多宾笑着向在贤道谢，看到在贤有些不好意思，他还忍不住打趣了几句。在贤赶紧转移了话题，开始商量接下来的正事。他计划在所有的25栋楼里都安装公共设施，这一下直接把多宾给听傻了。在贤问起多宾团队的人数，多宾有些为难地回答，算上亨俊他们，目前一共也只有15个人。在贤笑了笑，提议把团队直接扩充到100人，而且每人每天能拿到10万韩元。听到这个待遇，多宾立刻兴奋地答应下来，觉得这人手绝对够用了。说话间，电梯已经到了21楼。在贤心里很清楚，只要把这件事情办成，以后他在决策时就能有更大的发言权。在贤和多宾正在走廊里商量事情，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问候，两人转过头去，只见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走了过来，主动询问他们需不需要医疗团队。男人自我介绍说，他叫盛敏，是釜山派克医院肾脏内科的副教授。这下可真是瞌睡送来了枕头，在这个末世里，医疗资源简直就是无价之宝。多宾先把盛敏安顿好，随后跑来向在贤请示，接下来该怎么安排这个人。在贤没有丝毫犹豫，表示必须给他最顶级的待遇。在贤甚至提议干脆直接分出几更间，把这里改造成一个简易医院。多宾听完眼睛一亮，觉得这主意简直太棒了。在贤分析着眼前的局势，觉得难民里肯定有以前做过护士的人，可以把他们都召集起来。接着他转头对多宾说，组建和管理医疗队的事就全权交给你了。多宾笑着敬了个礼，爽快地答应下来，保证绝对没问题。商量完事情后，在贤推门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一真看到他回来，主动开口询问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在贤笑了笑，说已经全部搞定了，不过他可没打算闲着，紧接着就发动了终极之眼。他想看看东建那组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在贤通过多重视野确认了东建那组人正朝着扎嘎基站前进，既然那边一切顺利，在贤收回了目光，是时候把刚才没做完的事搞定了。他再次换出系统面板，看着剩下的最后一个技能点，心里已经有了打算，没有任何犹豫。在贤直接选择升级终极宅男的储空间，伴随着系统的一声提示，储物空间成功升到了2级，容量直接翻倍，达到了400多磅的重量。这下能装的东西可就多了。不过这次升级还额外解锁了个新功能，状态保留。在贤有些好奇地看着面板上的说明，这个所谓的状态保留到底是什么意思？仔细看完介绍后，在贤整个人都愣住了。如果系统描述的没有错，那这个功能可就太逆天了。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在贤立刻打开系统商城，直接购买了一把左轮枪和100发子弹。在贤把刚买的左轮手枪拿了出来，熟练地将子弹一颗颗推入弹巢。如果状态保留能维持物体的运动状态，那是不是意味着被存进去的东西在取出来时会继续之前的动作？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在贤直接举起手枪指向前方，转头让旁边的一真赶紧捂住耳朵。一真整个人都懵了，看着在贤手里的真枪，一时间根本没反应过来
在贤没有废话，直接扣动了扳机。就在子弹脱膛而出的那一下，他立刻发动了空间储存，伴随着几声刺耳的枪响，子弹在飞出枪口的刹那，直接被吸进了蓝色的传送门里。系统也立刻弹出了提示，子弹已经成功存入空间。在贤稳稳地落在地上，看来第一步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接着他快步走到阳台前，一把拉开了玻璃门。如果接下来的推测也是对的，那这个技能就太恐怖了。一真在后面吓得不轻，有些后怕的问他刚才到底是在干什么。在贤没有回答他，只是缓缓伸出了右手，对着外面的空地直接下达了召唤的指令。随着在贤的一声令下，原本被存进空间的子弹唰的一下凭空射了出来。看到这一幕，在贤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实验结果简直太完美了，有了这个逆天的手段，他现在终于可以远程支援东建那边了。此时的扎嘎奇地铁站里，怪物们正疯狂地咆哮着，可还没等他们冲上前，一颗子弹突然凭空出现，直接打穿了怪物的脑袋。突如其来的攻击把剩下的怪物全打懵了，他们惨叫着四处逃窜，而正在战斗的东建等人也终于迎来了转机。一路上到处都是游荡的怪物，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东建松了一口气，这一路走来实在太不容易了。看着眼前的地铁站牌，东建转头对大家说：“我们终于到扎嘎奇站了，这地方看起来死气沉沉，谁也不知道里面还藏着什么危险。”在贤直接发动了空间能力，试图与远处的队伍取得联系。脑海中突然响起在贤的声音，把带队的东建吓了一跳。确认沟通没有问题后，在贤立刻开始指挥行动。他让东建带队立刻从2号出口撤离。收到指令的众人不敢耽搁，顺着指示牌一路小跑，终于回到了地面上。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东建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这附近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盯着他们。队伍已经进入了未知的危险区，在贤在后方密切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真尝试重新控制老鼠去前面探路，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下麻烦了，他们彻底失去了前方的视野。东建在脑海中询问在贤，接下来该往哪走？在贤指引他们沿着左边的主路前进。收到指示后，大家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突然，地面开始剧烈震动起来，伴随着沉重的脚声，一个庞然大物正朝着他们逼近。东建最先察觉到了不对劲，紧接着地面开始剧烈晃动起来，一个巨大的黑影直接砸向他们。东建大喊着让大家赶紧退后，刚才好不容易才甩掉那些鱼人，结果现在又来了一只更恐怖的巨型鲨鱼怪。看着眼前张开血盆大口的怪物，这下已经没有退路了，东建只能准备硬碰硬。巨型鲨鱼怪直接扑了过来，金剑在后方开枪掩护，大喊着让东建小心。东建看准时机，直接迎着怪物冲了上去。他身手敏捷地避开攻击，手中的长矛狠狠刺向怪物的要害。但怪物皮糙肉厚，反击来得极快，强大的冲击力直接把东建震飞了出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恩珠突然从天而降，直接将鲨鱼怪死死按在地上，一口咬断了他的脖子。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这只难缠的怪物终于被成功解决，危机暂时解除。东建看着四周复杂的环境，大喊着需要掌握这一带的视野。金剑立刻会意，直接发动能力，召唤出一只飞鸟飞向高空，开始在暗中观察周围的动静。通过飞鸟传回的视野，金剑整个人都傻了，他急忙冲着东剑大喊说这一带全被怪物包围了。话音刚落，地面就传来一阵沉重的震动声，一只巨大的红色海怪直接挡在了他们面前。金剑的声音都在发抖，周围全都是这种海洋生物。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头顶上又传来了刺耳的叫声。大家抬头一看，天空中竟然也飞满了怪物。看着天空中长满眼睛的怪物，大家一时间都懵了，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那只怪物就直接俯冲了下来，目标直指地面的队伍。看到怪物袭来，东剑急忙大喊德秀的名字，巨大的尖刺呼啸着横扫过来，局势一下子变得无比混乱。面对这致命的攻击，德秀大吼着挥舞起巨斧，迎着怪物直接劈了上去。德秀一记重劈，直接把空中的怪物斩成两半。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这只怪物被成功解决，大家也拿到了丰厚的奖励。紧接着，金剑和丙浩也纷纷开枪，对着空中的怪物疯狂扫射。旁边的佳音也拉开长弓，一箭射穿了怪物的要害。看着满天飞舞的怪物，佳音有些焦急，觉得这样一只一只杀根本杀不完。就在这时，头顶上突然传来了动静，吓得他忍不住惊叫出声。多情被怪物逼到了死角，只能一边大喊着退后，一边拼命开枪射击。可子弹根本挡不住怪物，眼看怪物就要扑到他脸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贤直接远程开启了储物空间，把之前存好的子弹召唤了出来。子弹直接贯穿了怪物，系统也传来了击杀提示，危机总算是解除了。不过在贤看着到账的金额，却有些不满意，因为用自己的子弹击杀，分到的钱少了很多。在贤转头叫住一真，既然重新建立连接没有意义，他决定让一真来开枪配合。一真有些不敢相信，问在贤是不是真的要让他开枪。在贤催促他动作快点，一真接过手枪，有些慌乱地问该往哪里打。在贤直接让他随便朝空地开火。一真虽然一头雾水，但还是咬着牙扣动了扳机。伴随着刺耳的枪响，子弹刚飞出枪口，就被在贤用空间能力全部收了进去。在贤大声催促一真继续开枪，他要将一真射出的这些子弹全部存进空间里。接着，在贤直接发动了召唤指令，准备把这些子弹立刻投入战场。无数的蓝色传送门在空中展开，子弹呼啸着射向远处的怪物。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怪物被成功击杀，一大笔钱直接存入了在贤的账户。
一真大喊着子弹已经打光了，在贤却催促他赶紧装弹继续。看者到账的金额，在贤罚现这比自己动手多了整整6倍。虽然有些对不起一真，但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一真只能咬着牙继续开枪。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人推开，慧玲疑惑地走了进来。结果一进门就看到2人正对着阳台疯狂开火。这一幕直接把慧玲给看傻了，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半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呼啸声，一只巨大的红色怪物从天而降，伴随着一声巨响，怪物重重地砸在地上，直接拦住了东健的去路。看着眼前这个体型庞大的大家伙，东健和恩珠都愣在了原地。这体型差距实在太悬殊了，东健忍不住抱怨，这简直太荒谬了。面对这种级别的怪物，他们到底该怎么打？还没等大家喘口气，那只红色巨兽又一次扑了过来，伴随着一声巨响，地面直接被砸出一个大坑。东健和恩珠险险避开这一击，恩珠在地上滑行了老远，才勉强稳住身形。眼看怪物又要发动攻击，东健急忙大喊，让多情赶紧给恩珠加状态。多情没有丝毫犹豫，立刻释放出金色火焰，得到强化魔法的加持，恩珠全身燃起熊熊烈火，力量瞬间暴涨，咆哮着朝怪物冲了过去。他一把死死按住怪物的爪子，直接展开了近身肉搏。恩珠张开血盆大口，发出震天的怒吼。这下局势终于要逆转了。恩珠一记重拳狠狠砸了下去，直接把怪物打得皮开肉绽。听到同伴的呼喊，东健手持蓝色光剑，咬紧牙关直接冲了上去。他整个人化做一道残影，手中的光剑在空中划出耀眼的弧光。这一剑速度极快，精准地刺穿了怪物的身体。还没等怪物缓过神来，恩珠已经高高跃起，直接跳到了半空中。他在空中挥舞着利爪，借着下坠的势头，重重地砸在怪物身上。这下怪物彻底没戏了。本以为恩珠这一拳能解决战斗，结果砸下去，怪物竟然毫发无损。这下连恩珠自己都懵了，根本没想到这家伙防御力这么高。秉浩见状大喊着让大家退后，自己则端起枪对着怪物疯狂扫射，可子弹打在怪物身上，全被那层坚硬的外壳弹开了，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看着毫发无损的怪物，东健心里也犯了嘀咕，这怪物的鞘硬得像铁板一样。眼看怪物张开血盆大口逼近，这下麻烦了，他们到底该怎么对付这家伙？面对防御力惊人的怪物，东健一时间也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打败这家伙。远处的在贤也在帮忙想办法，他觉得怪物的壳太硬，必须用更强力的重击才行，比如锤子之类的重武器。想到这里，在贤突然灵光一闪，似乎想到了什么好主意。他立刻发动空间能力，将传送门开到了之前去过的健身房，开始在里面疯狂搜寻。他记得自己在这里见过某个大家伙，只要能找到，绝对能派上大用场。经过一番寻找，在贤终于锁定了目标，直接将其收入了储物空间。在贤立刻联系了恩珠，让他做好准备，等自己的信号一到，就直接跳到怪物的背上。安排好恩珠后，在贤也准备动手了。他已经想到了能砸碎那层硬壳的办法，他直接发动能力，在房间里召唤出了一个大家伙，竟然是一个沉重的杠铃。这可把正在健身房做卧推的敏浩给坑惨了，手里的杠铃唰的一下凭空消失。在贤只能在心里默默道歉，答应以后一定赔他个新的。在贤的计划非常简单，他先让杠铃从高空自由落体，利用重力不断加速，等到杠铃的动能达到顶峰，他再连同这股恐怖的冲击力一起收进储物空间里。在贤觉得这招绝对行得通，他看准时机，直接在怪物头顶展开了传送门。随着一声怒吼，他将那条高速下落的杠铃直接召唤了出来，杠铃裹挟着恐怖的冲击力，唰的一下垂直砸向地面。在贤大喊着让恩珠动手，就是现在！只听见一声巨响，杠铃狠狠砸在怪物的硬壳上，直接把这家伙砸了个稀碎。恩珠也看准机会，迎着漫天飞溅的碎屑，直接朝着怪物扑了过去。他在半空中发一声怒吼，挥舞着锋利的爪子，狠狠地撕裂了怪物的身体。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这只难缠的巨型螃蟹终于被成功解决，一大笔巨款也直接存入了账户。不过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为了能顺利到达在贤父母的家，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一路杀穿这个满是怪物的海鲜市场。这一路上，各种奇形怪状的鱼类和甲壳类怪物层出不穷，极大的拖慢了队伍的行进速度。在贤心里很清楚，要不是有他在暗中出手相助，东健他们这支队伍恐怕早就全军覆没了。毕竟这一带的怪物实力太强，光靠东健他们几个根本不可能安全穿过去。虽然队伍里人人都有超能力，在贤甚至还给他们配备了手枪，但他们连半英里都没能走完，就已经寸步难行了。看着眼前的局势，在贤不得不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的父母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越是接近父母的家，情况就变得越糟糕。但哪怕只有1%的希望，他也绝对不能放弃。这一带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即使街道已经被毁得不成样子，他依然能认出来。只要东健他们转过前面的拐角，就能看到父母的家了。可是在贤突然注意到了什么，街道中央怎么会凭空多出来一棵大树？察觉到异样的东健也立刻示意队伍停下。在贤非常确定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绝对不该有这棵树，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棵树是在世界毁灭之后才凭空长出来的。看着系统面板上显示的等级，在贤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他立刻发动能力，在脑海中联系东健他们。收到在贤的传音，东健有些意外，在贤急切地询问他们有没有看到正前方的那棵大树。东健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老实回答看到了。听到东健的回答，在贤立刻警告他们，那棵树根本不是什么植物，而是一个38级的巨型怪物。听到在贤的警告，东健没有任何犹豫，立刻指挥队伍和召唤兽发起攻击，准备先下手为强。
可是还没等他们的攻击落下，眼前的巨树突然发生了异变，粗糙的树皮开始剧烈撕裂，里面竟然睁开了一只巨大的红色独眼。紧接着，这棵巨树彻底活了过来，张开深渊，巨口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面对苏醒的巨树怪物，佳音率先发动猛烈攻击，他拉满弓弦，射出威力巨大的光剑。这一剑精准轰在巨树的树干上，强大的冲击力震得碎石乱飞。然而，这只38级怪物防御惊人，这一击并没有对他造成实质伤害，反而彻底激怒了他。紧接着，东剑也迅速出手，扔出武器，化作数道蓝色光刃，狠狠斩向巨树的枝干。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巨树的树根重重砸向地面。面对两人的联手围攻，这颗巨树怪物又会如何反击？巨树怪物步步逼近，沉重的脚步声震得地面直晃。面对这庞然大物，东剑心里也有些没底。还没等怪物发动下一轮攻势，炳浩率先动了，他灵活闪避着横扫过来的树枝，一边拔出手枪，果断开火。子弹精准打在树干上，却只溅起一片火花，根本无法穿透厚实的树皮。见远程攻击效果不佳，化身巨熊的恩珠咆哮着冲了上去。他踩着怪物挥舞的树枝借力，准备寻找怪物的致命弱点。恩珠在半空借力，一记重拳狠狠砸了下去。这一拳威力极大，直接把地面的树根震得粉碎。还没等他落地，地底突然钻出更多粗壮的树根，恩珠根本来不及躲闪，直接在半空被死死镇住。看到恩珠被困，东剑急忙大喊试图上前营救，可是怪物根本不给他们反应时间，直接把恩珠高高举起。另一根巨大的树枝已经高高扬起，准备给恩珠致命一击。被粗壮树根死死缠住的恩珠根本无法挣脱。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地底的树根再次发动袭击，直接缠住了炳浩的腿。眼看情况不妙，炳浩大喊着让大家快躲开。另一边的树根也朝炳浩扫了过去，东剑急忙大喊让他快闪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耀眼的蓝色光芒呼啸而来，直接斩向了那些难缠的树根。那道耀眼的蓝色光芒呼啸而过，瞬间斩断了缠绕大家的。还没等大家松口气，那棵巨树怪物竟然毫无征兆地彻底停下了攻击。远处的在贤立刻察觉到不对劲，他看着眼前的诡异一幕，心里突然冒出一个猜测。没有任何犹豫，在贤立刻联系东剑，让他赶紧调整战术，让恩珠退到后方去保护其他人，换德秀顶替他的位置。东剑虽然有些想不通，但还是选择相信在贤的判断，立刻指挥队伍重新排兵布阵。德秀虽然答应顶替位置，但心里还是有点没底，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队友赶紧给他打气，说他可是队伍里最靠得住的坦克，绝对没问题。可还没等德秀摆好防守架势，眼前的巨树怪物突然动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怪物不仅没有继续进攻，反而一步一步往后退去。在众人的注视下，他竟然直接回到了最开始的位置，重新变回了一棵安静的大树。这下大家都看懵了。东剑急忙在脑海里询问在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着重新归位的巨树，在贤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测：这怪物难道根本不攻击人类？在贤仔细回想刚才的战斗，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那个树怪是在恩珠变成野兽形态后才突然开始攻击的，而且他的目标从始至终只有恩珠一人。在贤推测，很可能是恩珠的野兽形态触发了树怪的敌意。还没等他多想，恩珠突然指着前方大喊，让大家快看！那棵原本已经安静下来的巨树，竟然再次睁开诡异的红色独眼，伴随着一阵剧烈的震动，巨树怪物重新站了起来。就在大家以为他又要发动攻击时，旁边突然窜出一只面目狰狞的鱼人怪物。巨树怪物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挥舞着粗壮的树根，狠狠朝那只鱼人怪物扫了过去。巨树怪物直接出手，瞬间把那只鱼人怪物解决掉了。看到这一幕，在贤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这怪物果然不攻击人类，他只对其他怪物有敌意。既然找到了规律，在贤立刻联系东剑，让他们别管这棵树，直接绕过去继续赶路。收到指令的东剑虽然有些迟疑，但还是带头行动，领着大家小心翼翼地绕了过去。巨树怪物果然没有任何反应，任由他们通过。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走在最前面的东剑突然停下脚步，看着前方的景象，东剑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东剑在脑海里联系在贤，声音里满是迟疑，他指着那棵巨树所在的位置，问在贤是不是找错地方了，因为那个地方原本应该是他在贤父母的家。听到东剑的疑问，在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非常确定自己没有记错，那棵巨树扎根的地方确实就是他家人的住处。看着被巨树彻底占领的废墟，在贤想起了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外祖父、外祖母，如今家园被毁，家人们也生死未卜，这让他根本无法平静。看着被毁掉的家园，在贤这下彻底被激怒了。那棵树怪占了他家人的地方，他绝对要让对方付出代价。他计划用瓦斯从内部把树怪炸飞，反正他有召唤技能，随时能把东剑他们拉回安全地带。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检测到附近有他的亲属存在。还没等在贤反应过来，废墟里突然传来了警惕的喝问声，两个拿着武器的人走出来，大声质问他们是谁。突然一道强光照了过来，晃得大家有些睁不开眼。紧接着黑暗中走出来几位老人，领头的老人非常生气，大声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欺负自家的小波比。听到这话，东剑他们直接愣在了原地。难道说那颗38级的巨树怪物竟然是这几位老人养的宠物？看着这几位怒气冲冲的老人，这下事情可不好办了。老人们心疼地抚摸着树干，看着上面被轰出的大洞，嘴里一直念叨着这得有多疼。他们更担心这是被村长知道，那可就彻底麻烦了。领头的老头猛地转过身，怒气冲冲地质问东剑，是不是他们把波比伤成这样的？
东健只能尴尬的低头承认，连声向老人们道歉。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兴奋的呼喊，另一个老头大喊着：“波比又抓到了一只大家伙！”顺着声音走过去，大家看到2个老人正在熟练的处理巨兽尸体。老人一边割肉一边抱怨：“这怪物虽然长得肥实，但味道实在是不怎么样。”旁边的人笑着搭腔：“这世道有的吃就不错了，别再挑3拣4的了。”看到这一幕，在贤瞬间恍然大悟，难怪那棵巨树不攻击人类，反而只对其他怪物动手。原来它根本不是野生怪物，而是被这群人驯养起来，专门用来守护家园和捕猎的。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老老实实的守在贤父母的房子废墟上。看着眼前的巨树，在贤不禁想起了小时候的家。在他的记忆里，家里从小就种满了各种植物，花园里总是百花齐放，每个季节都有吃不完的蔬菜。尤其是外祖父退休之后，直接把屋顶改造成了农场，餐桌上总是摆满了外祖父亲手冢的劳动成果。想到这里，在贤脑海中冒出一个惊人的想法：这棵不攻击人类的巨树，会不会是某种觉醒能力创造出来的？难道说自己的家人里也有人觉醒了类似的能力？在贤一下子想通了，既然那棵巨树不攻击人类，那觉醒了这种能力的一定就是他的外祖父。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捂住了脸，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一直以为家人们早就已经遭遇了不测，毕竟在这个怪物横行的地方，地面上有将近30级的巨兽，天空中也到处都是危险的怪物，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生存下去。可现在看来，家人们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活得很好。在贤忍不住笑出了声，一真有些担心，问他到底怎么了。在贤笑着回答：“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大家都还安全。”虽然心里已经有了猜测，但在贤觉得还是得找机会确认一下。此时东健正帮着老人们干活，把工具递了过去。老人们直夸现在的年轻人能干。就在这时，在贤在脑海里联系了东健，让他帮忙打听一下这群人村长的名字。东健虽然有些纳闷，但还是立刻走上前去向老人打听村长的名字。老人有些意外，反问东健是不是认识村长，随后便说出了村长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在贤的猜测到底能不能得到证实？听到村长的名字，在贤这下彻底确定了，这位村长果然就是自己的外祖父。在带他们去见村长之前，老人决定先带大家去一个地方转转。跟着老人的脚步，大家走进了这个神秘的避难所。这里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大开眼界，人们不仅在这里安居乐业，甚至还能和怪物和平共处。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东健整个人都看傻了。这地方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在贤仔细感知了一下，发现这里居然聚集了上百人，热闹的就像个大型集市。带路的老人领着大家来到一个切鱼的摊位前，老人笑着跟摊主打招呼，说多亏了这几个年轻人帮忙，自己才从怪物手里捡回一条命，让摊主切点好肉招待他们。摊主听完二话没说，直接切了一盘新鲜的生鱼片递了过来。看着这盘新鲜的生鱼片，大家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不过这大冷天的，直接用手抓着吃确实不太方便。佳音试探着问摊主有没有筷子，结果摊主摆了摆手，说这地方哪有那玩意儿，让他们直接用手抓。就在大家犯难的时候，在贤直接发动技能，凭空给佳音传送了一双筷子。这一手凭空变物，把旁边的摊主看得一愣一愣的，根本想不通这是什么原理。有了筷子，佳音迫不及待地夹起一片放进嘴里，这一吃，他整个人都精神了。这味道简直绝了！其他人也纷纷动筷子，在末世里能吃到这种美味，大家吃的根本停不下来。难得能吃上一顿新鲜的生鱼片，大家一边吃一边感慨，这日子过得简直像做梦一样。就在这时，在贤微微一笑，直接发动技能，凭空变出了几瓶冰镇汽水。这一手直接把旁边的摊主给看傻了。在末世里，汽水可是极其罕见的宝贝，他根本想不通这东西是怎么变出来的。看到摊主那副吃惊的样子，东健大方地问他要不要也来点。还没等摊主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在贤又顺手变出了一堆泡面和物资。看着眼前凭空出现的这些好东西，摊主彻底坐不住了，这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看着凭空出现的这一大堆生活物资，摊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结结巴巴地问这些是不是给他们的。东健在一旁笑着解释，说这都是在贤送给大家的礼物。这一大方举动让摊主彻底服了，甚至怀疑在贤是不是什么活神仙，心里琢磨着是不是该把他供起来。就在大家围着物资兴奋不已的时候，人群后方突然传来一声威严的喝问，问这里到底在吵什么？众人纷纷转头，只见一个身影正站在高处的树根上。在贤定睛一看，整个人直接愣住了，因为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以为已经遭遇不测的外祖父。系统面板瞬间弹出，上面清晰显示着凤烈55级德鲁伊，觉醒能力为世界树的守护者。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老爷子直接从高处一跃而下，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这身手完全不像个老年人。看着眼前的外祖父，在贤心里暗自吃惊，这老爷子看起来比记忆中还要硬朗得多，看来这绝不是自己的错觉。光是看外祖父走路的姿势，在贤就能完全确定，外祖父以前因为年纪大，腿脚一直不太利索，如今觉醒了能力，连身体也跟着彻底恢复了。在贤转过头，让同伴们上前打个招呼，东健立刻走上前去，十分礼貌地向长辈问好。带路的老人也在一旁搭腔，向凤烈夸赞这几个年轻人，说他们能凭空变出物资，地上的水和食物就是证明。凤烈若思索地看着物资，凤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这里的水资源一直很紧张，真的很感谢他们送来物资。东健听了赶紧摆手解释，说这可不是他们的功劳。东健接着向他解释，这些东西全是在贤送过来的，而且他们也是受了在贤委托，才特意赶到这里来帮忙。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凤烈
整个人瞬间愣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在贤难道就是自己失散的孙子？东健笑着点了点头，确认了在贤的身份，就是西面公寓的那个在贤。得知孙子还活着，凤烈二话没说，立刻让大家跟着他走。话音刚落，地上的巨型树根突然动了起来，直接把大家拖到了半空中。凤烈站在高处告诉大家，在贤的家人们现在全都在上面安全的待着。听到这个好消息，在贤心里又惊又喜，一想到很快就能和家人团聚，在贤心里就忍不住兴奋。虽然现在还没法立刻过去，但只要建好前哨基地，他就能利用技能直接传送。就在这时，在贤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之前和外祖父见面的时候，系统似乎解锁了新的建筑，他赶紧拉开面板查看，原来是一个叫别馆的特殊建筑，只要有家属住在里面，就能获得和主基地一样的保护，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建筑根本无法被摧毁。虽然建造别馆需要100亿，但之前占领1号楼拿到大笔资金，扣掉安装太阳能板的费用，他手里还剩下70多亿，也就是说，只要再凑齐30亿，他就能给家人打造绝对安全的避风港。既然打定了主意，在贤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在系统里选择了建造别馆。毕竟区30亿的缺口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大钱。指令刚一下达，眼前瞬间亮起耀眼的金光，紧接着一个巨大的蓝色光阵在脚下展开。这宏大的建造预览规模把在贤都给看愣了。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这别馆的布局和主基地一样，也就是说，只要他以后继续升级，别馆的范围也会跟着一起扩大。这笔钱花得绝对值。就在他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建造期间的7天内，必须有家属在现场守着。在贤没有犹豫，直接按下了确认建造的按钮。别馆的建造已经正式开始，在贤正准备提醒外祖父，在建造期间千万不要离开这里，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说他的家臣已经找到了他的亲属。看着面板上外祖母人心的名字，在贤一下子愣住了。此时，在另一边的树洞里，东健他们正围在床前，看着躺在床上的人心。外祖父凤烈紧握着老伴的手，轻声告诉他，这些年轻人是在贤派来的。话音刚落，凤烈身上突然亮起绿色的光芒，他这是要对人心做什么？看到外祖母人心躺在床上的画面，在贤整个人都坐不住了。他立刻通过精神连接，让在场的同伴帮他问问外祖母到底出了什么事。收到消息的恩珠赶忙走上前去询问凤烈，说在贤想知道外祖母的经。听到孙子的名字，凤烈猛地转过头，有些不敢相信，在贤是怎么知道这里情况的？恩珠在一旁解释说，在贤能共享他们的视野，这里发生的一切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得知孙子正看着这边，凤烈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继续照顾老伴，并对着空气安慰在贤，让他不用担心，自己一定会照顾好外祖母的。凤烈握着老伴的手，轻声解释说，外祖母只是被当时发生的一切给彻底吓到了。在贤听完心里一紧，连忙追问外祖母到底昏迷了多久。凤烈沉默了片刻，缓缓说出是从那天开始的，也就是怪物突然降临，世界彻底毁灭的那一天。从灾难爆发的那一刻起，外祖母就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一直昏迷到了今天。看着外祖父那副悲伤的模样，在贤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转念一想，只要外祖母还活着，这就比什么都强。虽然外祖母已经昏迷了快1个月，但她的气色看起来还算不错，就像是睡熟了一样。这显然是外祖父一直在用自己的能力，默默地调理着外祖母的身体。在贤心里暗暗琢磨，要是能给外祖父发布系统任务就好了，这样不管花多大代价，他都能把外祖母治好。可惜系统偏偏限制了不能给亲属发任务。不过这并不代表在贤就彻底没辙。他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想到了别的办法，多情试着用自己的治愈能力去帮外祖母调理身体，可惜折腾了半天，却发现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外祖父在一旁叹了口气，安慰他不用放在心上。看着画面里的场景，在贤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既然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客人，为什么屋里会这么安静？除了外祖父和昏迷的外祖母，他的父母为什么一直没有露面？一个糟糕的念头在脑海中闪过，在贤赶紧联系恩珠，让他帮忙问问外祖父，自己的父母到底去了哪里。听到这个问题，外祖父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他缓缓转过身，决定直接对着在贤说出真相。这接下来的话，恐怕谁都无法承受了。外祖父叹了口气说道，灾难爆发那天，在贤的父母都出门工作了。虽然外祖父嘴上说着他们一定躲在某个安全的地方，但在贤心里很清楚，外祖父其实觉得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毕竟在那种怪物横行的末世里，普通人想要活下来几率几乎为零，除非他们也像外祖父一样觉醒了某种强大的能力。就在这时，在贤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立刻转过身对同伴们宣布，接下来他们必须去一趟翼王疗养医院。听到这个决定，东健和佳音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在贤心里明白，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就必须去确认那个地方。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在贤就绝对不会放弃。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检测到附近有终极宅男的亲属出现。看到这个提示，在贤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立刻改变了主意，决定明天一早再出发。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旁边的东健有些摸不着头脑。在贤没有多解释，而是立刻联系了一真，让他赶紧控制老鼠去办一件事。一真虽然有些惊讶，但还是立刻答应下来，询问需要老鼠们做什么。在贤大声命令道，必须立刻找出这片区域里的所有幸存者。一真连忙点头答应。在贤心里很清楚，系统提示的方向并不是东健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他的家人正在朝这个方向走来，而且他几乎可以肯定，来的人到底是谁，这绝对是他的父母。
另一边的幸存者营地里，人们正忙着处理怪物尸体。虽然干活累得够呛，但好歹接下来的伙食有了着落。还没等大家松口气，地面上突然笼罩下一片巨大的阴影。戴草帽的男人下意识抬头看去，整个人直接傻在了原地。只见漆黑的夜空中，无数长相狰狞的飞行怪物正铺天盖地朝营的扑过来。整个营地瞬间乱成一团，刺耳的警报声疯狂拉响，守卫在瞭望塔上声嘶力竭的大喊：“怪物来袭了！”大家正手忙脚乱地把物资搬进仓库，想要赶紧把大门锁上。一个戴红帽子的手下慌慌张张冲进来，大喊着：“外面出大事了！”屋里的凤烈听到动静，皱着眉头询问外面在吵什么。报信的人吓得话都说不利索，直呼外面有怪物冲过来了，而且根本不是一两只，无数奇形怪状的海洋怪物正铺天盖地朝这边席卷而来。这下麻烦彻底大了！看着眼前铺天盖地的怪物潮，所有人都被吓傻了眼。东健看着这恐怖的阵仗，忍不住颤声询问：“这些难道全都是怪物吗？”就在大家不知所措时，凤烈一步跨到最前面，命令所有人立刻退到他身后。话音刚落，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几颗长着红色巨眼的怪树拔地而起，死死挡在了最前面。看着怪树身上满是伤痕，旁边的同伴忍不住嘀咕：“波比怎么伤得这么重？”虽然凤烈想一个人扛下所有，但东健还是主动站了出来，大喊着他们也可以帮忙。看着眼前汹涌的怪物潮，凤烈却突然伸手拦住了大家，说这些怪物并不是冲着他们来的。东健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凤烈推了推眼镜，让大家仔细看怪物的反应。在他看来，这些家伙更像是在拼命逃跑，能让这么多怪物吓成这样，他们身后肯定有更恐怖的存在。不过凤烈心里也清楚，就算怪物只是路过，一旦冲进营地，也是一场灾难。想到这里，凤烈身上再次亮起绿色光芒，他必须在怪物冲来前做好迎击准备。天空中无数怪物呼啸而过，东健抬头一看，发现凤烈说的没错，这些怪物确实只是路过。但问题是，虽然天上的飞走了，地面上密密麻麻的怪物却正朝着他们疯狂冲。东健心里很清楚，光靠凤烈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挡住这么多怪物。他急忙冲上前大喊要留下来帮忙，可凤烈态度非常强硬，命令他们立刻退回建筑里去。东健还想再劝，凤烈却根本不听，只见一脚重重踏在地上，地面瞬间剧烈震动，巨大的树根拔地而起，直接把最前面的怪物拍得粉碎。凤烈这一脚下去，巨大的树根直接把怪物捅了个对穿，他头也不回的大喊，让大家赶紧进屋去。这恐怖的破坏力把后面的东健整个人都看傻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只见那些气势汹汹的怪物瞬间被粗壮的树枝死死定在半空，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紧接着地面开始剧烈晃动，无数树根像是有生命一样从地底下疯狂窜了出来，冲在最前面的怪物直接被巨大的树干狠狠砸在地上，瞬间被压成了肉泥。看着眼前这震撼的一幕，大家这才明白凤烈刚才为什么那么有底气。只见凤烈身上闪烁着绿光，整个人直接从半空中跃下，准备给这些怪物致命一击。地底下的树根直接把怪物扎了个透，紧接着在弦眼前的系统面板开始疯狂刷屏，全是击杀怪物的提示。不仅如此，因为加成契约的关系，这些经验值直接翻了10倍，源源不断分到了在弦身上。这下在弦彻底看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55级的实力居然恐怖到这种地步。而另一边，凤烈看着眼前漂浮的蓝色面板，也是一头雾水，根本搞不懂这上面写的经验值是什么意思。在弦这回是彻底服气了，之前他还以为凤烈是在吹牛，甚至还担心对方应付不来，现在看来自己不上去添乱就谢天谢地了。看着凤烈在外面大杀四方，在弦忍不住在心里感叹，自己这个外祖父现在简直强得像个怪物。紧接着在弦眼前的系统面板疯狂刷屏，全都是击杀怪物的提示音，甚至连技能等级都跟着一起提升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把在弦整个人都给整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这么快就要升级了。还没等他做好心理准备，一股狂暴的能量突然在体内炸开，这股力量实在太强了，狂暴的雷电一下子席卷了整个基地，把周围的一切都笼罩了进去。等光芒渐渐散去，在弦痛苦的半跪在地上，只觉得浑身像要撕裂开一样。这升级的代价未免也太酸爽了，这股能量冲击让在弦非常难受，不管经历多少次，他都无法习惯这种痛苦。就在这时，系统面板突然弹了出来，提示检测到大量符合条件的人员，询问是否授予他们市民身份。看着眼前的提示，在弦心里突然升起一丝希望，他想知道自己的父母会不会就在这批名单里。可新加入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本没办法一个个去核对名字。不过在弦很快冷静了下来，之前找到外祖父外祖母的时候，系统是直接提示检测到了亲属，而这次却只是普通的市民申请，这说明他的父母并不在这次基地扩张的范围之内。既然系统指望不上，那就只能靠一针了。此时以真正全力释放能力，试图在更大范围内定位父母的下落。在弦虽然现在累得够呛，但他知道自己还不能休息，他必须时刻关注着外祖父那边的情况。此时在另一边，凤烈看着眼前的景象，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他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看着凤烈一脸严肃的样子，旁边的东健和恩珠顿时紧张的连大气都不敢喘。凤烈缓缓说出了自己的疑惑，以前他击杀怪物的时候，好歹还会留下一些骨头，可现在这些怪物死后居然连渣都不剩了。听到这里，东健赶紧在一旁解释说，这其实是在弦的能力，只要成为了在弦的家臣，击杀的怪物尸体就会被直接回收，
得知真相的凤烈有些意外，他又指着眼前那些漂浮的系统文字，问东健：“这难道也是在贤导出来的？”东健非常肯定地给出了答复。听完东健的解释，凤烈也觉得这能力确实有些奇特。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凤烈转过身，让东健他们去把仓库里的人都带过来。大家听了有些纳闷，不明白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凤烈解释说，如果想拿到怪物的肉当食物，就必须让普通人亲自动手击杀，否则在贤的回收能力会把怪物尸体清理的连渣都不剩。听到这里，在贤自己也有些哭笑不得，他压根就没想过要吃怪物，所以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居然会给大家带来这种不便。看着大家为了食物发愁，在贤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新点子。既然尸体会被系统回收，那能不能利用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想到这，在贤立刻伸出手，在系统里选择了登记物品。随着一阵强光闪过，一个巨大的蓝色光影在眼前凝聚。这回他又折腾出了什么花样？系统面板刷的一下弹了出来，提示物品登记成功，那条怪鱼已经被收录到了列表里。看到这个提示，在贤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这招果然管用，虽然兑换这鱼的价格不变异，但分量足够喂饱上百人，食物问题总算解决了。就在这时，正在使用定位能力的一真突然睁开眼，大声喊道：“他找到幸存者了！”还没等在贤反应过来，系统面板再次弹了出来，提示一真已经接触到了他的亲属，并且解锁了亲属的力量。此时在另一边废墟之中，几个人正朝着公寓的方向前进。走在前面的男人指着远处的公寓，兴奋地对妻子喊道：“那栋公寓居然还完好无损！”这一男一女正是戴着眼镜的东赫和灰色长发的智叔，也就是在贤苦苦寻找的父母。一真控制着老鼠一路寻找，终于在废墟中发现了那几个人的身影。就在这时，系统面板刷的一下弹了出来，上面清清楚楚显示着智叔和东赫的名字，而且关系那一栏写着是他的直系亲属。通过老鼠传回来的画面，在贤终于看清了那几个人的模样。这下在贤彻底兴奋了，因为来的人真的就是他日思夜想的爸爸妈妈。系统面板再次弹出提示，正在给跟随父母的20多人授予市民身份。在贤心里很清楚，他们现在就在基地新扩张的边缘，马上就要进来了。因为亲属力量已经激活，基地的无形屏障会自动放他们通行。在贤一路狂奔过去，终于在街道尽头看到了正穿过屏障走来的父母。这一刻，他终于和日思夜的家人重逢。在贤扯开嗓子，朝着远处的父母大声呼喊。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夫妻俩整个人都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甚至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直到看清那张日思夜想的脸，母亲这才激动地喊出声来，大喊着他们的儿子还活着。在贤一边挥手一边往前迎，大喊着真的是自己。这一刻，所有的等待都值了。父母再也顾不上别的，发了疯似的朝他奔跑过去。一家人终于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母亲紧紧抱住在贤，一遍遍确认这不是在做梦。在贤笑着安慰母亲，说自己真的没事。父亲也在一旁关切地询问，得知儿子一切都好，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在贤很快注意到，父母身后还跟着一大群人，这些人大多是母亲以前医院的同事。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23个人居然全都觉醒了能力。在贤心里一惊，这绝对不是巧合，看来是母亲把能力分给了他们。还没等他细想，旁边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狗叫声，仔细一看，居然连跟着的宠物狗也有些不对劲。在贤罚现母亲牵着的2只宠物狗被基地的屏障挡在了外面，因为他们属于眷属，没有市民身份，所以无法通过。在贤立刻在系统里操作，给他们授予了通行权限，2只狗这才顺利穿过了屏障。看着这一幕，在贤罚现母亲觉醒的技能非常特殊，类似于他的家臣登记系统。这个叫从属契约的技能，最多可以和100个人签订契约，并帮他们觉醒能力。难怪跟着母亲的那些人全都觉醒了。在末世初期，这个技能简直就是生存的神。母亲激动不已，嘴里不停地感谢着神明，庆幸大家终于安全了。想到这，在贤转头看向父亲东赫，既然母亲有这个能力，那父亲东赫是不是也是通过契约觉醒的？在贤查看了东赫的属性，发现他拥有 S 级的原力光环技能，这个技能可以在身体周围形成保护罩，而且在激活时，所有身体属性都会翻3倍。东赫温柔地安慰着妻子，但在贤的注意力全被父亲那逆天的技能给吸引了。这个技能写着能让属性直接翻3倍，这可不是简单的加法。如果是普通的百分比加成，2个技能叠加也就加个几倍，但父亲这个技能是乘法计算，这战斗力直接就成指数级飙升了。在贤子细算了一下，父亲现在身上的各种增益效果，光是市民基础加成和血统加成就已经提升了10多倍，要是再把这个翻3倍的原力光环一看，那画面简直不敢想。这哪里是普通觉醒者，这简直就是个行走的终极兵器。在贤仔细一算，父亲的属性加成居然达到了恐怖的3369%，这夸张的数值连在贤自己都看傻了。至于跟着父母一起来的其他人，虽然大多只有 B 级或 C 级的技能，但在这个末世里也足够让他们比普通人强上不少，这也是他们能安全走到这里的原因。在贤收起心思，决定先安顿大家，他大方地表示会给所有人分配5套公寓，而且不管是大米还是方便面，只要大家需要，他都能无限量供应。在贤还贴心地补充，大家终于可以洗个热水澡，在暖和的屋里睡个好觉了。可这话一出，智叔却吓得直抹眼泪，拉着东赫直喊，觉得儿子肯定是受刺激太大，脑子彻底坏掉了，居然开始说胡话，这让在贤在一旁哭笑不得，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在贤忍不住笑出了声，问母亲刚才过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大楼里的灯光。
智叔点了点头，说确实看到大部分房间都亮着灯，但他当时只觉得奇怪，根本想不通这是怎么做到的。毕竟现在是末世，全世界都断水断电了，这里怎么可能还会有电？在贤神秘的笑了笑，让大家睁大眼睛看好了。只见他抬起手，轻轻打了个响指，随着这个动作，整栋大楼的灯光唰的一下全亮了，把周围的废墟照得如同白昼。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把东赫和智叔都给看傻了，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没等他们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在贤的手里凭空出现了一瓶冰镇可乐。在贤笑着问大家渴不渴，顺手就递过去几瓶冰镇可乐，这可把周围的人给看傻了。在末世里，这玩意儿简直比金子还稀罕，大家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看着大家小心翼翼的样子，在贤大方的表示随便喝。等大家喝完，在贤便招呼着众人，准备带他们去安顿下来。在贤利用传送能力，直接把母亲的手下们送进了公寓大楼。不仅如此，他还贴心的在每个房间里都塞满了物资，什么方便面、大米、鸡蛋、牛奶，只要是生活必需品，全都准备的妥妥当当。看着这干净整洁的走廊，大家心里悬着的那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在贤带着东赫和智叔走向公寓，走在走廊上时，智叔有些迟疑的开口，他问在贤，这些房子毕竟都是有主人，他们直接住进来真的合适吗？在贤转过头笑了笑，说如果原主人找回来，他自然会把房子还给人家，但目前为止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说话间，在贤已经伸手推开了房门，招呼着大家往里走。可门刚一打开，屋里就传来了清脆的问候声。两个女孩正恭恭敬敬地弯腰鞠躬，热情地向东赫和智叔打招呼，称呼他们为金先生和金太太。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迎接，直接把东赫和智叔都给整懵了。智叔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在贤，小声地问：“这两个女孩难道是他的女朋友吗？”在贤赶紧摆手解释，说事情根本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可那两个女孩却一脸崇拜，争着抢着要为在贤服务。这下在贤更尴尬了，赶紧让他们去照顾自己的父母。好说歹说才把人给劝走。等把人都送走后，屋里总算安静了下来。在贤终于有了和父母单独相处的机会。等父母洗漱完毕，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在贤这才开口询问他们这段时间的经历。原来在末世降临之前，东赫是个出租车司机，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接送智叔上下班。可谁能想到，就在那天东赫像往常一样去接智叔的时候，末世突然就爆发了。原来在末世爆发后，他们就是靠着互相扶持才活下来的。而且在贤的猜测也没错，东赫之所以能觉醒能力，全靠智叔在背后的支持。听完父母的经历，在贤也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从他怎么获得系统能力，到怎么在末世里挣扎求生，甚至连外祖父外祖母现在的情况都毫无保留的告诉了他们。一家人就这么围坐在桌前，不知不觉就聊到了深夜。虽然未来的路还很长，要面对的麻烦也还有很多，但只要能和家人团聚，一切就都值得了。看着屋里亮起的温暖灯光，在贤心里只觉得无比踏实。日本长崎县的海岸边，此时正下着瓢泼大雨。守在岸边的守卫突然发现海面有些不对劲，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海浪中竟浮现出一个庞然大物。伴随着刺眼的闪电，一只散发蓝光的巨兽猛然探出头。在恐怖的巨兽面前，人类渺小的如同蝼蚁。好在巨兽对他们毫无兴趣，只是在海中翻腾了几下，便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远方。看着怪物离去的背影，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但这只巨兽的出现究竟预示着什么灾难？看着巨兽远去的背影，守卫心里只剩下无尽的后怕。谁也不知道他要去往何方，但他经过的地方注定会化为废墟。转年到了第二天早上，在贤安顿好父母后，立刻给外祖父发去了视频。得知儿子和儿媳都还活着，电话那头的凤烈激动万分。在贤贴心地安慰着老人，让他不用再为爸妈担心。看着屏幕里平安无事的家人，凤烈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外祖父收到视频后，一遍遍地放给外祖母、外祖母看。智叔在一旁看着，询问在贤能否让老家也发个视频。在贤立刻联系了留在老家的东健，东健很快拍下二老的近况发了过来。看着屏幕里平安无事的父母，智叔再也忍不住情绪哭了出来。在贤轻声安慰着母亲，承诺大家很快就能见面，只要等基地的别馆建好，就能用传送门把外祖父、外祖母、外祖母接过来。为了确保老家的安全，在贤特意叮嘱东健留在那里，一边保护老人，一边清理怪物。系统此时传来提示，因3位骑士称号的家臣在场，别馆的建设效率提升了50%，原本1周的工期缩短到了5天。在贤让东健留在老家，其实有着更深的考量。而且前几天的怪物潮，让老家附近的怪物等级大大提升，在那里刷怪的效率显然比在主基地要高得多。如今主基地范围不断扩大，附近的怪物早就被清理干净，市民们甚至要走上几公里才能勉强找到一只怪物。想到这里，在贤突然念叨起了一个名字：多宾。在贤立刻联络了多宾，让他向全体市民发布紧急公告。首先要通知大家基地已经扩张，以后想出城猎杀怪物，必须去到更远的西面站之外。接着在贤提出了更重要的计划，必须马上组建一支救援队，去搜救新区域里的幸存者。在贤特意叮嘱，把昨天申请成立医疗队的人全部编入这支救援队中。多宾立刻答应下来。在贤心里很清楚，新区域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幸存者，他们正处于极度危险中，甚至在安全区范围内就已经有10多人因缺水不幸遇难，他们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救援。光是发放物资还远远不够，在贤想要尽可能多地救人，如果有必要，他甚至打算亲自转送过去治疗伤员。就在他沉思时，智叔突然叫住了他。看
看到儿子一脸严肃，智叔关切地询问他是否遇到了难事。在贤没有隐瞒，把自己的担忧如实说了出来。听完儿子的顾虑，智叔却微微一笑，说这件事他或许能帮上忙。看着有些不敢相信的在贤，智叔解释道，跟着他一起来的幸存者中有几人觉醒了治疗和恢复类技能，这些恢复技能非常管用，对脱水和昏迷效果立竿见影。智叔提议让救援队与他签订契约，这样大家也能共享类似的治疗技能。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极其有效，签约后救援队有80%以上的人都顺利觉醒了恢复类能力，虽然大多只是低等级技能，但应对眼前的危机已经足够。随着救援队全力出发，新区域的局势很快稳定下来。经过3天3夜的搜救，无数幸存者被成功救出。忙完这一切的在贤瘫倒在沙发上，这几天连轴转让他疲惫不堪。可还没等他闭上眼睛，系统的提示音却再次尖锐响起，又有一批难民正在接近基地，申请授予他们市民身份。在贤同意了系统的申请，为新来的人授予了市民身份。随着基地不断扩张，如今城内人口已接近1万人。就在贤准备休息时，外面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看着这突如其来的暴雨，在贤心中隐隐有些不安。这时多宾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说救援队提议去屏障外搜救幸存者。在贤听后眉头紧锁，外面现在怪物横行，又下着暴雨，实在太危险了。多宾叹了口气解释道，救援队态度非常坚决，因为一旦错过黄金救援时间，屏障外的人就再无生还可能。听到黄金救援时间这几个字，在贤陷入了沉思。如今无数深海巨兽登陆陆地，外面早已变成了人间炼狱。这支由前消防员组成的救援队，却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出城救人。在贤对他们的勇气十分赞赏，他让多宾通知救援队稍等，他准备派一支精锐狩猎队随行保护。多宾刚要转身离去，在贤面前的系统面板突然亮起，系统提示他击杀了33级巨蟹，并获得了大量经验值。在贤有些纳闷，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这说明是他的家臣击杀了怪物。在这个时间点有这种实力，只有他那个属性逆天的父亲东赫。在贤有些哭笑不得，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父亲居然跑出城去猎杀怪物，看来实力暴涨的父亲已经把出城狩猎当成了消遣。在贤本以为凭父亲的实力，在外面绝对不会吃亏，可还没等他松口气，系统面板突然开始疯狂刷屏，击杀提示一个接一个蹦出来，速度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在贤顿时坐不住了，这种恐怖的杀怪速度显然不正常。为了弄清外面发生了什么，在贤立刻发动了终极之眼，他的视线瞬间穿透重重暴雨，锁定了远处的战场。可当他看清画面时，整个人彻底傻眼了。在漫天暴雨之中，那个被无数巨兽包围的身影，居然真的是外祖父凤烈。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神来，留在老家的东健也发来紧急联络，说他们正遭遇大批海怪的袭击。在贤顿时眉头紧锁，这次的怪物潮规模空前巨大，如果不能及时阻止，海怪迟早会把陆地彻底淹没。与此同时，在暴雨中的外祖父也发现了异样，看着那些疯狂逃窜的海怪，外祖父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怪物并不是在进攻，而是在害怕着什么，他们竟然是在逃命。外祖父的直觉没有错，这些海怪确实是在逃命，但能让这么多怪物吓成这样，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还没等众人想明白，天空中突然降下一道狂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天而降，直接拦在了所有人面前。看清这个怪物的真面目后，无论是现场的外祖父，还是通过技能观察的在贤，全都彻底傻眼了。暴雨中一直长着蓝色巨眼，散发着毁灭威压的巨兽，正死死盯着他们。这家伙的体型比之前见过的所有怪物都要庞大。伴随着一道狂雷，一只高达63级的白龙咆哮着降临在战场上。面对这只传说中的巨兽，现场的东健和凤烈彻底被震慑住了。远在基地的在贤通过技能看到了这危急的一幕，他立刻想到了使用召唤技能，把东健他们强行拉回安全区。可是这样一来，作为世界树守护者的外祖父凤烈就必须独自面对这只恐怖的白龙了。在贤绝不能看着外祖父去送死，但如果把大家都留在那，面对如此强大的怪物，同样是九死一生，局势一下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把大家都留在那，那简直就是让他们去送死。在贤看了一眼系统面板，别馆建成还需要38个小时，只要别馆一建好，基地屏障就会扩张，到时候他就能直接干掉那只白龙。可就算他现在全力加速建造，最快也得需要24个小时，让东健他们在白龙面前撑过一天，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贤一筹莫展的时候，系统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提示音，这突如其来的变数会是拯救大家的唯一转机吗？伴随着沉重的脚声，无数巨兽正朝着这边步步逼近，局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凤烈心里很清楚，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挡得住这种怪物，于是他大声朝东健他们喊话，打算自己留下来断后，让大家赶紧撤离。但东健和同伴们根本不打算当逃兵，大家态度坚决，要留下来一起并肩作战。看着大家坚定的态度，凤烈也只能妥协，既然退无可退，那就只能放手一搏了。面对眼前这只咆哮的白龙，他们真的能撑到救援赶来吗？眼看白龙就要发动攻击，凤烈决定先发制人，带着大家主动冲上去。东健和同伴们也做好了准备，打算跟怪物拼个鱼死网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贤的声音突然在战场上响起，他大声喝止了所有人，让大家立刻停止攻击。听到在贤的警告，东健他们硬生生停下了动作，虽然心里满是疑惑，但他们还是选择相信在贤。与此同时，在贤又紧急联络了现场同伴，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拦住外祖父。
就在凤烈即将冲到白龙面前时，秉浩一把死死抱住了他，强行打断了他的攻势，这让凤烈非常恼火。毕竟在战场上，先发制人才是唯一的生路。秉浩赶紧解释，这全是在贤的意思。在贤特意交代，让外祖父待在原地，什么都别做。就在大家严阵以待的时候，在贤正利用技能仔细观察着白龙的弱点。结果系统面板突然弹了出来，上面显示这只白龙刚生完蛋，现在正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而且它的蛋必须在世界树的根部才能孵化。看到这里，在贤一下子全明白了，这家伙根本不是来打架的，他只是想给自己的孩子找个安全的地方。就在这时，白龙突然转过头来，一个低沉的声音直接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响了起来。他让大家不要害怕，他只是来寻找世界树的守护者。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现场的凤烈彻底懵了。这只传说中的巨兽，难道真的能和人类沟通吗？看着眼前这棵幼小的世界树，白龙显得十分小心。凤烈虽然心里害怕，但还是硬着头皮大声质问，问他到底有什么企图。白龙并没有恶意，反而主动提出要和凤烈订立契约，承诺在世界树恢复力量之前，他会一直留下来保护大家。还没等凤烈想明白，他的手背上就唰的一下亮起蓝光，凭空多出了一个神秘的印记。白龙解释道，以后只要遇到危险，就可以通过这个印记召唤他。不过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白龙紧接着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到底想要什么作为回报？白龙提出的条件其实是想让凤烈帮他照顾孩子。他把自己的蛋交托给凤烈后，便转身迈着沉重的步伐，直接飞向了高空。看着白龙渐渐远去的背影，大家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旁边的人更是后怕不已，要是刚才大家真的动手攻击，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凤烈看着怀里发光的蛋，心里一阵无奈，这哪里是商量契约，根本就是强行塞给他的。秉浩也在一旁暗自庆幸，多亏大家听了在贤的警告，及时收手，这才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就在贤琢磨局势的时候，系统面板突然刷刷弹了出来，提示显示东健等3人的忠诚度同时达到了满值，这让在贤又多出了3个加成名额。这样一来，他的加成总数就达到了18人。如果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以后拥有上百个加成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在贤也有自己的烦恼，他本来想把母亲手下的觉醒者也全部收为自己的家臣，可惜因为从属契约的限制，这个想法根本无法实现。在贤有些发愁，毕竟靠自己觉醒能力的人实在太少，要是能有办法让更多人觉醒就好了。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系统提示音却再次响了起来。这次不仅有新的市民忠诚度达到满值，系统甚至还给在贤送来了一份大礼，他竟然直接获得了传送技能。系统这次送出的奖励居然是一颗能让人觉醒的药丸。看着手里的药丸，在贤忍不住感叹自己的运气，这好的甚至让他有些害怕。这颗药丸的用处显而易见，谁吃下去谁就能获得传送技能。在贤心思一转，立刻想到了最合适的人选，他联系了多宾，让他把父亲东鹤叫过来。东鹤急忙赶了过来，看着在贤手里那颗蓝白相间的药丸，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在贤笑着解释说，这是一份送给父亲的礼物，只要直接吞下去就行。东鹤还以为儿子是孝顺自己，特意送来的复合维生素，想都没想就直接咽了下去。可药丸刚一落肚，异变就发生了，东鹤身上突然爆发出耀眼的蓝色光芒，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把东鹤自己也吓了一跳，急忙询问在贤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着父亲慌张的样子，在贤却一脸淡定，他让父亲试着在脑海中想象，把自己传送到眼前的这个位置。传送。东鹤虽然有些半信半疑，但还是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按照儿子的指示集中精神尝试发动技能。东鹤集中精神尝试发动技能，唰的一下，伴随着一道蓝光，东鹤竟然真的凭空消失了。等他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传送到了另一个位置，这神奇的体验让东鹤兴奋不已，忍不住向在贤炫耀。在贤看着父亲，心里也十分高兴。要知道，父亲可是他们家唯一的近战战力，现在又加上了传送技能，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响了起来，提示显示父亲东鹤对他的信任度已经达到了满值100。不仅如此，在贤还因此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技能气劲。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在贤有些不敢相信，原来只要家人的信任度达到满值，自己就能共享他们的技能。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之喜让在贤彻底愣住了。在贤突然想到了什么，既然只要家人的信任度达到满值，自己就能共享他们的技能，那如果把母亲智叔的信任度刷满，是不是就能获得他的治疗技能了？想到这，在贤立刻查看了母亲的信任度，系统面板显示智叔目前的信任度已经达到了97，也就是说只要再涨3点，他就能顺利拿到母亲的技能了。这让在贤心里有了底，而且他一点也不焦急，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该怎么做才能把母亲的信任度彻底刷满，那就是尽快把基地的别馆建好，把外祖父外祖母接过来，只要一家人能够团聚，母亲的信任度自然会直接爆表。第二天清晨，伴随着一道冲天而起的灯光，系统提示别馆终于建造完成。紧接着，基地的紫色屏障疯狂向外扩张，瞬间笼罩了整片区域。系统开始自动清除领地内的怪物，击杀提示像下雨一样疯狂刷屏，连技能等级都跟着一路狂飙。看着眼前这恐怖的阵仗，在贤整个人都彻底懵了，这威力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大清早刚睁开眼，在贤就因为领地扩张消灭了大量怪物，
被迫升了1级。虽然单只怪物的经验值变少了，但架不住怪物数量实在太多，在贤还是被折腾得够呛。还没等他缓过神来，系统再次传来提示，市民人数已经突破了1万大关，不仅解锁了全新的职业功能，还开启了职业研究所的建造权限。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好消息，但在贤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他推开房门，找到了母亲智叔。智叔有些好奇，不知道儿子大清早找他有什么事。在贤看着母亲智叔为让他等待了这么久而道歉，接着他笑着伸出手，告诉母亲现在有办法带他去见外祖父和外祖母了。听到这个消息，智叔整个人都愣在原地，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贤没有多做解释，直接挥手召唤出传送门，带着母亲一步跨了过去。门的那一头正是外祖父凤烈所在的地方。听到身后的动静，凤烈有些惊讶地转过头来，结果看清来人后，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贤和智叔竟然会凭空出现在自己面前。看着许久未见的父亲，智叔再也忍不住泪水，直接快步冲了上去，大声喊着爸爸。凤烈也急忙站起身迎了上去，父女俩紧紧拥抱在一起。智叔心里满是愧疚，直言自己来得太晚了。凤烈也抱着女儿不停地安慰。这一刻，所有的等待和委屈都烟消云散。凤烈紧紧抱着智叔，安慰着他受了太多苦，只要能平安活下来，就比什么都强。就在这时，在贤的系统面板突然弹了出来，提示外祖父凤烈的信任度已经达到了满值。不仅如此，在贤还顺利拿到了从属金。看着眼前团聚的两人，在贤心里也松了一口气。虽然父亲东鹤因为要协助救援队，暂时没能一起过来，但能先让母亲和外祖父团聚，这个决定显然是做对了。画面一转，在贤和外祖父聊起了院子里的那棵大树。外祖父一边浇着水，一边向在贤解释，多亏了这棵突然长出来的世界树，才保住了这栋房子的安全。当初他第一次看到这棵树，也是被吓了一大跳。在贤看着周围简陋的设施，有些担心地问起外祖父，这里的水电要怎么解决？凤烈叹了口气解释道，电是靠应急发电机撑着，水也只剩水箱里的一点底子，至于煤气早就已经用光了。看着面露难色的外祖父，在贤却微微一笑，说自己有办法解决这些难题。凤烈听得一头雾水，根本不相信孙子能凭空变出水电。在贤也没多解释，打算直接用事实说话。只见他心念一动，水箱里瞬间传来了清脆的熟声。凤烈急忙爬上梯子查看，结果整个人都傻眼了。原本空空如也的水箱，此时竟然已经装得满满当当。在贤在下面笑着解释，不仅是水箱，连发电机和煤气他也顺手充满了。这下子外祖父终于可以像以前一样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在贤还贴心地告诉外祖父，以后再也不用去面对那些可怕的怪物。凤烈听完愣了一下，有些不敢置信地追问，这难道就是你的觉醒能力吗？在贤笑着点了点头，直接承认了这件事。凤烈忍不住连连惊叹，直呼这简直太神奇了。在贤看着高兴的外祖父，其实很想把家臣系统的秘密告诉他，但转念一想，这套系统解释起来实在太复杂，外祖父一时半会恐怕很难理解，还是以后找机会再解释吧。于是他跟外祖父打了个招呼，打算先回楼下去。凤烈在上面叮嘱他下楼梯要小心。在贤应了一声，便顺着梯子一步步走了下去。等回到地面上，在贤深吸了一口气，他可没忘记自己还有正事要做。伴随着身上涌现出一股紫色能量，在贤直接开启了新获得的技能终极之眼。他倒要看看这个新技能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在贤开启了终极之眼，打算先确认一下母亲智叔还有外祖母目前所在的位置。确认好位置后，在贤深吸了一口气，直接发动了刚获得的传送技能。伴随着一道耀眼的金光，在贤竟然真的凭空出现在母亲身后，这让在贤兴奋不已。看来只要是终极之眼能看到的地方，他就能直接传送过去。这技能以后可太实用了。智叔听到动静转过头来，看到突然出现的儿子，着实吓了一跳，急忙问他怎么会在这里，外祖父又去哪了？在贤解释说外祖父正在院子里忙活，顺便问起了外祖母的情况。智叔指了指旁边，说外祖母已经睡下了，身体看起来没什么大碍。听到外祖母没事，在贤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眼前却突然弹出了一个奇怪的系统面板。这突如其来的提示又会带来什么新的变数？在贤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发现自己居然可以再次花费100亿韩元来召唤一只新的神兽。见识过三足乌威力的在贤根本没有犹豫，这笔钱花的值。他直接伸手按下了召唤按钮，100亿韩元瞬间被扣除。紧接着，在贤脚下亮起了巨大的绿色魔法阵。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一旁的智叔吓得不轻。在贤急忙大声提醒母亲，让她闭上眼睛，别害怕。在一片耀眼的强光过后，地上竟然凭空出现了一个散发着绿光的神秘巨蛋。这颗蛋里到底会孵化出什么样恐怖的存在？伴随着一阵清脆的碎裂声，那颗绿色的巨蛋缓缓裂开，里面竟然是一只可爱的小精灵。小家伙缓缓睁开眼，扑腾着翅膀飞到了半空中。智叔看着眼前的一幕，有些摸不着头脑，问儿子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贤笑着把小精灵托在手心里，解释说这是自己刚召唤出来的宠物，就跟家里的三足屋差不多。就在这时，凤烈迈着步子走了过来，在贤赶紧跟外祖父打了个招呼。凤烈一见到女儿，就忍不住开始夸奖在贤，说多亏了在贤，才帮他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麻烦。智叔听完有些不敢置信，儿子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此时，凤烈正在给昏迷的外祖母进行治疗，看着手上的绿光，凤烈也忍不住感叹，这能力确实厉害。就在这时，刚召唤出来的小精灵突然有了动静，还没等在贤反应过来，小精灵就唰的一下飞了过去，直接扑向了凤烈。
紧接着，小精灵身上爆发出耀眼的绿光，系统面板突然弹了出来，提示小精灵不仅升了级，还让周围的自然恢复率直接翻倍。看着这神奇的一幕，凤烈彻底懵了。凤烈正冲着小精灵大吼，让他别来抢治疗能量。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病床上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责备凤烈打理完花园又不洗手。听到这个声音，凤烈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缓缓转过头，看着已经清醒过来的老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一声老婆喊出口，凤烈整个人都傻了。原本还好端端的人心，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困意，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就直接倒在地上昏了过去。这下凤烈彻底慌了，他急忙冲过去抱住妻子，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可人心却没有任何回应。凤烈猛地转过头，质问旁边的小精灵是不是他搞的鬼。小精灵却只是一脸无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外祖父情绪失控地冲着小精灵大吼，逼他再次使用治疗能力。小精灵被吓得缩成一团，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外祖父急得大喊大叫，质问他为什么不能再试一次。就在这时，在贤及时赶了过来，出声叫住了外祖父。外祖父看到在贤，慌乱地指着屋里，说外祖母的情况非常不妙。在贤急忙安抚外祖父，让他先冷静下来。听到孙子的话，外祖父这才清醒过来，整个人一下子瘫软了下去。他看着自己的手，十分自责地向大家道歉，承认自己刚才确实是急糊涂了。看着外祖父难过的流下眼泪，在贤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在贤发现，虽然小精灵现在的等级还太低，但只要定期给他喂食生命力，就能帮他提升等级。这样一来，就能让外祖母保持更长时间的清醒，也算是找到了帮外祖母恢复意识的办法。听到这个好消息，外祖父激动的不行，反复确认是不是真的。在贤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外祖父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连连直呼谢天谢地。不过在贤心里很清楚，自己能在这个时候召唤出小精灵，绝对不是什么巧合。这个小家伙肯定和世界树有着某种联系，甚至可能存在特定的解锁条件。虽然现在还没完全弄明白，但至少事情已经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不管怎么说，能找到唤醒外祖母的办法，在贤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可还没等他松口气，耳边突然响起了刺耳的系统提示音。在贤找了个借口，跟母亲和外祖父打了个招呼，便急匆匆地赶回了房间。等房门一关，他立刻拉开了系统面板，结果上面的提示让他心里一惊，系统居然显示有市民在领地内死亡了。在贤立刻反应过来，这些死者肯定是通过新别馆进入基地的难民。虽然在公寓区那边救援队在帮忙，但照这个速度下去，死伤人数只会越来越多。这下麻烦了，在贤咬了咬牙，要是能把救援队直接带过来就好了。但救援队自己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两个区域的情况同样糟糕，只有刚好遇到救援队的人才，而且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每天都有无数人死去，有人死于怪物的爪牙，有人在家里活活饿死。在贤看着系统面板，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能活下来，只是因为运气好得到了力量，而那些死去的人，仅仅是因为不够幸运。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世界会变成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家人会被选中，但既然拿到了这份力量，他就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这个世界从来不会给任何人答案，一切只能靠自己去摸索。既然拿到了这份力量，在贤就决定要承担起这份责任，至少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他要拯救这个国家。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在贤发现自己目前最多能容纳22万人，但现在基地里才只有1万人。当务之急是得先把这个人数给填满，然后再继续升级，建造更多的别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更多的人救下来。不过话说回来，市民人数突破1万大关之后，系统好像还解锁了一个全新的职业功能。在贤滑动着面板，打算看看这个新功能到底有什么用。在贤在管理面板里翻了半天，却什么新东西都没看到。他琢磨着，是不是得先建个职业研究所，这功能才会正式开启。于是他顺手切换到了建造模式，果不其然，面板上多出了一个职业研究所的选项。不过这玩意不仅造价高达25亿，而且占地面积还特别大。在贤想了想，立刻有了主意。之前被独眼巨人踩平的那块空地，拿来建这个刚好合适。不过系统提示，建造需要30名市民在现场留守7天，而且每天还得给他们发20万韩元的工资。这条件倒是不难办。在贤打算让多兵帮忙招募30个工人过去。看着眼前的领地，在贤心里很清楚，想要拯救这个国家，就要先从管理好自己的基地开始。只有把这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以后才能去救更多的人。在贤心里很清楚，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他的家臣们寻找家人。之前大家为了帮他找回父母和外祖父，全都拼尽了全力，现在也是时候轮到他来回报大家了。想到这里，在贤直接开启了新技能终极之眼。通过这个技能的视角，在贤很快就锁定了大家的位置。此时东健和德秀正带着佳音在扎嘎奇站附近活动，他们正准备前往大星洞去寻找佳音的母亲。既然知道了具体位置，在贤也不打算耽误时间，直接在墙上开启了传送门。那么这一次他们能顺利找到佳音的母亲吗？在贤查看了系统面板，发现大家在别馆建造期间一直在努力往目的的推进，但因为怪物数量实在太多，他们的进展非常缓慢。在贤一路走到了领地屏障的边缘，发现自己目前只能走到这里。既然自己过不去，那就只能把他们拉过来了。在贤直接发动了技能，呼唤大家回到他所在的位置。伴随着一道传送光芒，丙号直接被传送了过来。
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在贤，秉浩整个人都懵了，急忙问他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在贤笑着跟秉浩打了个招呼，说确实好久不见了。秉浩又指着周围问，刚才那些怪物突然成片倒下，是不是也是在贤干的？在贤大方承认了，接着顺口问起其他人的下落。德秀带着佳音等人赶了过来，他告诉在贤，其他人也已经在路上了。看着周围的变化，德秀有些不敢置信地问在贤，这片区域是不是也归他管了？在贤笑着承认了。德秀忍不住感叹，安全区范围扩大了，以后他们执行任务就会轻松得多。但在贤却说，这还不算完，让东健他们留在这里，不仅能加快别馆的建设速度，还有更深层的考虑。因为目前外面的怪物潮实在太凶猛，想要直接推进到大星洞去救人，风险实在太大，他们甚至连地铁轨道都接近不了。在贤微笑着告诉佳音，别馆的建成改变了很多事情，他向佳音保证，今天之内就能带他去大星洞找到家人。佳音听完有些不敢置信，虽然现在有了安全区，但外面的怪物依然很多，真的能办到吗？在贤安慰他别担心，现在已经有办法过去了。接着在贤看着大家，表示自己还有一个提议要告诉大家。原来在贤的计划是利用刚建好的别馆，把安全区延伸到扎嘎基站，这样就能重新启用地下地铁线。为了清理地下的怪物，在贤将一真带到这里，准备利用他的御属能力，在地下通道散布致命毒气。此时多兵已经找好研究所人手，万事俱备，计划正式开始。在贤看着一真点头示意，我们开始吧。一真立刻发动能力，无数只老鼠在黑暗中奔涌，朝着地铁隧道深处疯狂冲去。看着地下密密麻麻的怪物，一真忍不住一阵后怕。如果刚才直接派人下去，后果绝对不堪设想。在贤看着这幅景象也有些意外，没想到地下居然挤满了怪物。不过他很快就笑了起来，因为这对他来说反而是个机会。怪物被困在封闭的通道里，根本没有任何逃跑的空间。随着老鼠将绿色毒物散布开来，慧灵的剧毒开始在通道内疯狂蔓延。在这狭窄的地下空间里，毒物就是最致命的收割武器，用不了多久怪物就会被清理干净。随着地下的怪物被大批消灭，系统的提示音开始疯狂刷屏，大笔的资金源源不断汇入账户。看着暴涨的余额，在贤笑出了声，这钱来的简直太容易了。而且在贤敏锐地发现，慧灵用毒物解决掉的怪物掉落的资金比平时还要多，这全都要归功于他的新能力。只要和他的家臣签订契约，对方就能获得专属称号，掉落率和经验分配率直接翻倍。不仅是慧灵得到了提升，旁边正在施法的一真也同样享受到了这个强力加成。此时一真的称号已经从骑士升级为了女男爵，虽然经验和掉落分配率没变，但根据他的忠诚度，他获得了巨大的全属性加成。原本只针对物理属性的加成，现在直接应用到了所有属性上，而且加成比例还翻了1倍。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强化能力，在技能的加持下，探路的老鼠速度更快，生命力更强。没过多久，一真就完成了任务。他告诉在贤轨道已经清理干净。在贤向他道谢后，看向其他人，签下契约的家臣可不止他们2个。在贤看着眼前的东健、金健和恩珠，表示自己有一个重要的提。听到在贤说有提议，大家脸上都露出了好奇的神色。在贤笑着解释，这并不是什么难事。随着契约正式签订，东健小队的所有人实力都迎来了恐怖的暴涨。东健和多情分别获得了男爵和女男爵的称号。有了这份强大力量的加持，东健立刻带队出发展开行动。不过恩珠得到的好处甚至比他们还要更加诱人。恩珠到底拿到了什么厉害的奖励？原来恩珠获得的称号是更高级的女子爵，虽然大部分属性加成和男爵差不多，但它有一个最关键的区别，那就是能增加加成的上限。托恩珠的福，在贤现在最多能收21个加成了。另一边德秀也已经按捺不住，准备直接大干一场。随着他的一声低喝，德秀成功觉醒了新能力钢铁骑士。觉醒后的德秀到底能展现出多强的战斗力？在贤发现德秀获得骑士称号后，技能也迎来了强力升级。现在他不仅能召唤自己的盔甲，甚至还能直接召唤出装甲傀儡。随着德秀一声令下，这群傀儡直接冲向了怪物群，瞬间把怪物的注意力全吸引了过去。看着傀儡们和怪物打成一团，德秀立刻招呼大家，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突围。东健和德秀等人一路狂奔，终于顺利抵达了扎嘎奇站2号出口。东健立刻联系在贤汇报位置。收到消息的在贤没有废话，直接出手帮他们清理了前方障碍，并指示他们立刻直奔西大星站。听到在贤的指令，东健立刻带队全速前进。以他们现在的身体素质，这2英里的路程根本不在话下。这一次他们能顺利找到佳音的家人吗？佳音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感叹在贤说的没错，他们真的没花1天时间就顺利赶到了这里。金健开口询问接下来该往哪走，佳音指了指方向，说他家就在2号出口外面。然而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前方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动静，出口处竟然聚集了一大群哥布林。发现敌情后，东健立刻大声示警，提醒大家前面有怪物拦路，看来想要出去必须先解决掉他们了。面对前方拦路的怪物，佳音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他现在只想快点见到母亲，根本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佳音拉开长弓，愤怒的大喊，耀眼的蓝色光芒在箭头汇聚，紧接着一道威力巨大的光束呼啸而出，直接贯穿了整个通道。挡在路上的哥布林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被这股力量吞噬殆尽。这一击的威力
让东健和德秀都看呆了。佳音为了救母亲，真的是彻底爆发了。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佳音这一击直接清空了挡路的怪物。在贤在一旁看着，暗自赞叹，这是佳音分裂光束的新技能。就在这时，在贤突然注意到了什么，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木质路障，把公寓大楼的入口堵得死死的。既然有人在这里设了路障，那就说明里面肯定还有幸存者。东健二话不说，直接上前砸开路障。东健决定让大家守住这里，自己则和佳音一起进去查看情况。在贤用技能锁定了位置，转头告诉佳音已经找到他母亲的下落。为了确保安全，在贤召唤出影子士兵，让德秀和金剑等人留守在楼下。佳音一刻也不敢耽误，和东健一起发了疯似的往楼上跑去。两人一路狂奔，终于冲到了15楼。佳音猛地停在一扇门前，拼命地拍打着房门，大声呼喊着母亲，可屋里却没有任何动静。佳音试探性的又叫了一声：“里面真的有人吗？”佳音拼命地敲着门，可屋里却是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回应。这下佳音彻底崩溃了，她无力地跪倒在地上，不明白为什么命运要这样折磨她。东健在一旁看着，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就在佳音陷入绝望的时候，紧闭的房门突然传来一声轻响，门锁竟然自己开了。开门的居然是明华，他连忙告诉佳音，母亲就在屋里。看到东健也平安无事，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佳音二话不说，直接冲了进去，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母女俩紧紧抱在一起。母亲拉着佳音，关切地问她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好好吃饭。可当佳音问起父亲的下落时，母亲却突然沉默了，半天说不出话来。难道父亲已经遭遇了不测？母亲彻底崩溃了，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虽然母亲什么都没说，但这个反应已经足够让大家明白真相了。虽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重逢，但父亲的离去还是让这个家变得不再完整。看着悲痛欲绝的几个人，在贤默默退到了一旁。他知道现在还不能停下，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去救东健、德秀和金健的家人。他们的家人都住在长剑洞，必须得抓紧时间了。在贤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这种悲剧再次发生。他先是把佳音的家人安顿在了安全区里，接着又召集了东健和德秀等人，让他们立刻动身，从西面站前往长剑洞去救人。就在这时，多宾突然发来了消息，向他汇报了安全区的最新情况。多宾有些为难地表示，现在的公共区域已经人满为患，根本塞不下更多的人了。在贤听完问他能不能再多建几个公共区域，多宾有些担心地问，如果让附近的人先回家，这样真的安全吗？在贤心里早有打算，他计划在公寓外面的社区中心旧址建立新的公共区域。在贤计划在附近多建一些商店，这样大家在小区外面生活也会方便很多。毕竟随着幸存者越来越多，安全区迟早会面临空间不足的问题。好在这次安全区向外扩张了将近1公里，把不少居民楼都划了进来，里面有很多空房子，只要让原本住在这里的人搬回家去，公寓大楼就能腾出不少空间。既然安全区扩大了，在贤打算顺便在郊区建几个人哨站，方便狩猎队落脚，顺便在周围配上商店。他立刻联系了多宾，让他招募一些人手去管理这些新建立的前哨站。多宾一口答应了下来。交代完任务，在贤直接打开了建造面板，开始在选定的位置建造商店，并开通了水电、煤气等基础生活设施。这下子新的安全区算是彻底步入正轨了。在贤开始查看东健他们目前的进度，此时东健小队已经顺利抵达了釜山教育大学站。因为之前的毒物清理计划，地下的怪物基本被消灭干净了，所以他们一路上走得非常快。但在贤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慧灵的毒物策略只能帮他们清理到这个位置，因为从这里开始，连接釜山教育大学站和东来站的轨道已经到了地面上。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路程，东健他们必须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了。不过在贤并没有太担心，因为他手里还有底牌。在贤直接召唤了自己的影子士兵，准备给他们提供支援。楼下的战斗同样进行得如火如荼，在影子士兵的协助下，德秀和金剑正带着人拼命抵挡怪物。面对源源不断涌上来的哥布林，大家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越战越勇。就在这激烈的战斗中，队伍里的其他人也迎来了突破。炳浩和金剑同时觉醒了新技能，一个获得了隐形能力，另一个则掌握了快速成长。这下子东健小队的整体实力直接比之前翻了好几倍，配合着召唤出来的装甲傀儡，这群怪物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东健大声指挥着大家，让他们紧跟召唤出来的装甲傀儡，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战斗，全速冲过这片区域。在傀儡的掩护下，大家一路狂奔，终于顺着轨道冲出了地下通道，重新回到了地面上。然而还没等大家松一口气，东健突然抬手示意所有人停下，因为前方的道路已经被废墟彻底堵死了。看着眼前被毁掉的道路，东健无奈地表示，现在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从这里跳下去走地下了。虽然这个高度相当于3层楼，但以大家目前35级的实力，跳下去倒也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在贤却发现了不对劲，真正的问题是，到底是谁把这座大桥给毁了？要知道，这可是混凝土大桥，而且周围并没有留下大型怪物的脚印，显然不是独眼巨人干的。这说明附近还隐藏着更可怕的家伙。在贤提醒大家，既然大桥被毁了，就说明附近有非常恐怖的怪物，无论如何都必须小心。东健立刻让大家保持警惕，金健也打起精神准备应对。此时在贤通过共享视野发现，东健的小队已经到了东来站附近，他们只要再穿过3个车站，就能到达2英里外的目的地了。因为大家的家人都住在同一个小区，只要保持这个速度，很快就能把人救出来。在贤只希望他们的家人现在还平安无事，
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门铃声，在贤一下子警惕起来，因为他这里根本就没有门铃。他立刻发动多重视角，把视线投向了外面。这不看不知道，外面的景象让他彻底愣住了。在贤通过共享视野发现，这股动静居然是从公寓大楼那边传来的。他觉得有些奇怪，自从让多兵负责管理设施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有人来打扰才对。为了弄清楚状况，在贤转头告诉一真，自己得先回公寓一趟。一真点头答应。在贤没有犹豫，直接发动了传送技能，伴随着一道光芒，他瞬间回到了公寓里。在贤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搞鬼。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还有人在大声喊门。门外的人还在小声嘀咕，怀疑是不是找错了地方。就在这时，在贤直接把门拉开了，主动问他们有什么事。看到开门的人是在贤，门外站着的人顿时愣住了。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响了起来，提示好几个新市民的信任度正在上升。在贤有些纳闷，这些人一见面就涨信任度，看来他们都是刚加入安全区的新人。程俊试探着问：“你就是金在贤吗？”在贤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程俊犹豫了一下，说：“有件事想求在贤帮忙。”接着，他带着身后的所有人，请求在贤能借给他们一些枪支。听到这个请求，在贤直接愣住了，他们居然是来借枪的。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请求，在贤直接拒绝了。在贤解释说自己不可能给每个人都发枪，而且在安全区里，他们根本用不上武器。听到在贤拒绝，程俊急忙解释说他们并不是要在安全区里用枪。程俊下定了决心，说出了他们的真正目的。原来他们是打算离开安全区，去外面的世界。程俊直截了当的表示他们打算离开安全区。在贤有些意外，问他们是不是要去猎杀怪物。程俊无奈的摇了摇头，说他们只是想去救自己的家人。看着在贤沉默不语，程俊甚至低声下气的哀求起来，希望在贤能帮他们。看着眼前这群人，在贤突然有些感同身受，他们肯定也是整夜睡不着觉，担心着家人的安危，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决定自己出去拼一把。虽然很同情他们，但在贤还是冷冷的表示自己不可能什么忙都帮。听到这个回答，程俊整个人都泄了气。程俊有些为难地表示，他们是想出去救自己的家人，所以才需要武器防身。听到这个理由，在贤没有废话，直接发动了召唤技能。伴随着一阵蓝光，一堆手枪凭空掉了出来。在贤表示，既然大家是为了救家人，那自己至少能提供一些武器支持。程俊感激的连连鞠躬道谢。不过在贤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提出了另一个建议。他问程俊愿不愿意和自己签订契约。这个觉醒契约其实是一项非常强悍的能力，可以无条件让100个人完成觉醒。但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成功签订这个契约，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先决条件。程俊一口答应了下来，问在贤自己需要配合做什么。在贤却显得非常为难，甚至有些难以启齿。原来这个觉醒契约的先决条件实在是有些让人尴尬。在贤憋了半天，终于尴尬的开口说出了要求，那就是让程俊先跪下。听到这个奇怪的要求，程俊和身后的同伴直接懵了，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这难道是什么职场霸凌吗？但看着在贤那副为难的样子，程俊也只能照做。程俊老老实实的单膝跪地，问是不是这样就行了。在贤一边道谢，一边硬着头皮把手放在了程俊头上。这个摸头杀的觉醒仪式，让2个大程俊都尴尬到了极点。在贤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喊，自己再也受不了这种羞耻的仪式了。难怪他母亲当年拥有这么强的能力，却死活不肯帮满100个人觉醒，这换谁来都得社会性死亡。在贤硬着头皮说出了那句羞耻的誓言，让程俊跟着自己重复。程俊虽然一头雾水，但还是老老实实的照做了。话音刚落，一道耀眼的光芒将程俊笼罩，系统面板随之弹出。程俊不仅成功完成了觉醒，而且还获得了一个极其罕见的 A 级技能念力。看着自己身上散发的光芒，程俊整个人都懵了。在贤更是惊呼出声，没想到这家伙运气这么好，一上来就抽到了 A 级技能。同伴们赶紧围了上来，关切地询问程俊的情况。程俊活动了一下身体，觉得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下谁都看得出来，这小子简直是踩了狗屎运。为了测试这个新能力，在贤直接打开了系统商店，准备买个小玩意来试试水。在贤直接给程俊发布了一个测试任务，让程俊尝试用念力让橘子飘起来。程俊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整个人都有些懵。在贤从旁边拿出一个橘子，问程俊能不能在不碰它的情况下，让它直接飘到空中。程俊心里也没底，只能硬着头皮表示自己试试看。他集中注意力盯着橘子，没想到橘子还真的一点点从在贤的手心里飘了起来。在贤兴奋的大喊成功了，程俊也高兴的向在贤汇报。可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半空中的橘子突然砰的一声，直接爆成了一团果汁。橘子爆开的果汁直接溅了在贤一脸。程俊慌忙道歉，解释说自己还不太会控制力道。在贤倒是不介意，一边擦脸一边安慰他，说这就是契约带来的力量。接着系统提示，程俊的信任度达到了50，忠诚度也随之解锁，成功达到了收为家臣的最低标准，搞定了程俊。在贤转头询问剩下的几个人，问他们愿不愿意也签订契约。在把程俊收为家臣之后，在贤顺理成章地帮剩下的5个人也都完成了觉醒。不过他们的运气就没程俊那么好了，只觉醒了一些 C 级和 D 级的普通技能，但这并不影响大局，毕竟能收下程俊这个强力战力，就已经算是意外之喜了。
一切准备就绪。程俊带着大家准备出发。既然程俊已经成为了家臣，在贤就能在后方随时支援他的救援任务。在贤向程俊确认了他们家人的住址，得知是在莲池洞之后，便祝他们一路顺风。看着程俊一行人出发远去，在贤也准备动身返回，他直接发动了传送技能，唰的一下回到了同伴身边。看到在贤突然出现，一真赶紧迎了上来。在贤笑着问大家，自己不在的时候是不是错过了什么？然而一真却神色紧张地告诉他，这下麻烦大了。老鼠传回了紧急消息，让在贤赶紧看看东健他们那边。原来东健小队所在的位置突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怪物，伴随着一阵怒吼，一只45级的双头食人魔直接拦在了大家面前。看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德秀整个人都懵了。在贤通过共享视野看到这一幕，也对这怪物的体型感到震惊。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这家伙已经挥舞着拳头直接砸了下去。看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在贤立刻反应过来，这家伙就是毁掉大桥的元凶。还没等大家站稳脚跟，食人魔巨大的拳头已经砸了下来。关键时刻，金剑的影子乌鸦飞扑上去，直接抓伤了怪物的眼睛，硬是帮大家争取到了喘息的机会。紧接着，秉浩直接发动了传送技能，准备亲自下场解决这个麻烦。面对砸下来的拳头，秉浩立刻发动了刚觉醒的隐形技能，他整个人唰的一下消失在空气中，直接跃到了半空中。秉浩掏出左轮手枪，对着食人魔的眼睛就是一枪，这一枪精准命中，疼的食人魔大声咆哮。趁着怪物被转移了注意力，大家立刻指挥装甲傀儡发起冲锋。傀儡挥舞着巨剑，狠狠地砍在食人魔的腿上。然而这只45级的怪物皮糙肉厚，这点伤害根本无法彻底击倒他。他愤怒地咆哮着，一巴掌就把冲上来的装甲傀儡给拍飞了。装甲傀儡被一下子拍飞，一旁的东健也差点被波及。这只双头食人魔皮糙肉厚，德秀十分吃力，发现大家的攻击根本伤不到他分毫。现在急需有人能引开怪物的注意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贤直接发动了召唤技能，一个巨大的杠铃凭空出现，狠狠地砸在了食人魔的头上。伴随着一阵空间波动，在贤终于赶到了战场。看到在贤突然现身，东健整个人都愣住了。在贤握紧了手中的戒指，表示自己是来支援大家的。看着在贤身上燃起的魔力，大家顿时有了底气。德秀有些迟疑地问，是不是已经把怪物干掉了？东健赶紧让他闭嘴，别在这种时候立 flag。在贤却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虽然杠铃确实砸中了怪物的头，但他并没有收到系统击杀的通知，这意味着战斗根本还没有结束。在贤大喊让大家小心，东健和同伴们立刻警惕起来。果然，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那只双头食人魔再次站了起来。在贤大声呼唤恩珠，此时的恩珠已经化身为一只巨熊。在贤神色凝重地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把怪物给限制住？看着眼前咆哮的双头食人魔，恩珠表示自己会尽力一试。得到答复后，在贤把限制怪物的任务交给了他。巨熊恩珠没有犹豫，立刻迈开步子冲了上去。与此同时，他大喊让多情给自己施加增益魔法。收到指令的多情立刻发动技能，耀眼的金色光芒笼罩了巨熊。得到了力量加持的巨熊，迎着食人魔的怒吼，狠狠地扑了上去。在贤赶到战场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发动了召唤技能。他直接召唤出大量子弹，配合着队友的攻势，对食人魔展开了猛烈的扫射。密集的子弹雨砸向食人魔，打得这家伙连连后退，发出痛苦的咆哮。趁着怪物被火力压制，化身为巨熊的恩珠大吼一声，迎头冲了上去。他挥舞着巨大的熊掌，狠狠的一巴掌拍在食人魔身上，直接将怪物打得站立不稳。被巨熊一巴掌拍倒后，食人魔重重的摔在地上。东健大喊佳音的名字，让他赶紧抓住机会。佳音没有犹豫，立刻上前拉开弩箭，准备给怪物致命一击。只要这一箭能射中，这只难缠的怪物就死定了。在贤在一旁死死盯着战场，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可谁能想到，倒在地上的食人魔竟然一把抓起了旁边的废弃汽车，挣扎着想要反击。眼看怪物砸来汽车，佳音大喊一声，直接扣动了扳机，一道耀眼的蓝色光束迎着飞来的汽车轰了过去。两股力量在空中相撞，直接引发了剧烈的爆炸，火光冲天而起，汽车碎片四处飞散。这恐怖的冲击波直接把食人魔掀翻在地，周围的同伴也被这股气浪逼得连连后退。这下子怪物应该彻底起不来了吧？在贤大喊一声，让恩珠赶紧动手。化身为巨熊的恩珠大吼着，直接招食人魔扑了过去。他挥起巨大的熊掌，狠狠一巴掌拍在怪物身上，直接把这家伙拍得站立不稳，重重的摔在地上。可谁能想到，倒在地上的食人魔并没有死透，反而一把抓起旁边的废弃汽车，直接砸了过来。佳音急得大喊警告，让恩珠赶紧躲开。可这巨大的汽车呼啸而来，佳音根本来不及反应了。看着飞来的汽车，佳音根本无处可躲，只能眼睁睁看着危险逼近。在贤在一旁彻底急了，他大喊着绝不能再失去同伴。眼看汽车就要砸中佳音，在贤拼命的想办法，试图找出能救下他的手段。就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一道耀眼的紫色光束冲天而起，在贤的手中突然爆发力量，释放出一道耀眼的紫色光束。这股强大的力量直接把飞来的汽车给轰飞了。危机虽然解除了，但佳音却觉得有些不对劲。刚才那股力量怎么感觉像是黑色的火焰？东健也转过头来，疑惑到底是谁在暗中出手。而此时此刻，在贤的手上正缠绕着诡异的黑焰。东健身上突然燃起黑焰，他让大家都退后。他死死盯着前方的怪物，表示要亲手解决这个混蛋。这股可怕的压迫感让在贤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一真赶紧跑过来询问在贤有没有受伤。在贤强装镇定，说自己只是有点紧张，但他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因为他很清楚东健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眼看双头食人魔故技重施，又扔了一辆汽车砸过来。东健这回可不打算坐以待毙，他冷哼一声，表示自己绝不会在同一个招数上栽倒2次。话音刚落，东健身上爆发出恐怖的黑焰，他挥舞武器，直接展出了一道威力惊人的光刃。这道光刃不仅把飞来的汽车劈成2半，更是余威不减，直接正面轰向了双头食人魔。这下子攻守之势彻底逆转了，伴随着一声惨叫，那只巨大的双头食人魔直接被恐怖的能量彻底吞噬。紧接着系统面板弹出提示，他们不仅成功越级击杀了怪物，还获得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看到这个庞然大物终于倒下，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忍不住兴奋地欢呼起来。可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旁边突然传来一声惊呼，有人在大喊恩珠的名字。秉浩也顾不上别的，赶紧走上前去询问东健，刚才那一招到底是什么新能力？面对秉浩的询问，东健看着自己的双手，表示自己其实也不清楚，刚才那一招根本不是他使出来的。东健猜测，这很可能是因为在贤在暗中帮了他们。听到这个回答，在贤陷入了沉思，他看着自己身上若隐若现的黑焰，怀疑这能力是不是只在特定情况下才会激活，而且他甚至搞不清楚这股力量到底属于自己还是东健。但眼下在贤已经顾不上纠结这些了，因为一股剧烈的痛苦突然席卷而来，伴随着一阵雷鸣，系统提示他的技能等级提升了，但随之而来的痛苦也让他忍不住惨叫出声。面对升级带来的剧痛，在贤只能咬牙硬撑。一旁的易真满脸担忧，但在贤却表示自己早就习惯了。像往常一样，在贤清理了新区域的怪物，并安顿了这里的幸存者，但这一次情况却有些不太一样。系统突然弹出提示，他首次发现了一个地下城，甚至还得到了水晶作为奖励。既然奖励是水晶，在贤推测这个地下城绝对和水晶脱不开关系。根据系统显示的位置，这个地下城就在公寓后面的荒岭山里。在贤决定立刻派俊赫的小队过去一探究竟。在贤心里很清楚，只要俊赫和他的小队签下从属契约，己方的战力就能得到极大的提升。不过这家伙现在到底在哪呢？此时的俊赫小队正看着眼前的景象发懵，原本还在疯狂咆哮的怪物，竟然毫无征兆的成片倒下，直接当场暴毙了。其实这都是因为在贤的领地刚刚完成了扩张，系统顺手把他们正在狩猎的怪物给直接抹杀了。就在俊赫疑惑不解的时候，在贤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俊赫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是在贤在说话。在贤没有废话，直接让俊赫带上小队的所有人，立刻到他的部队集合。在给俊赫交代完任务后，在贤没有在外面多做停留，他直接带着一真穿过传送门回到了基地。既然东健的小队已经快到目的地了，一真也就没必要继续在外面待命了。在贤对他的辛苦付出表示了感谢，并让他今天提前下班。一真有些迟疑地问，自己真的可以提前休息吗？他觉得如果还有别的事，自己随时可以帮忙。在贤微笑着摇了摇头，说他今天已经做得够多了，如果有新情况会再通知他，现在最重要的是回家多陪陪家人。听到在贤这么说，一真也不再坚持，他笑着跟在贤告别，随后转身离开了房间。在贤跟一真道别后，看着房门关上，他走到沙发旁坐下，开始琢磨起东健那边的情况，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哪了。在贤仔细想了想，觉得以东健他们现在的实力，就算没有自己帮忙，应该也能应付大部分状况。更何况这一带最棘手的领主怪物已经被他们给解决掉了，剩下的杂兵根本不足为惧。按理说东健他们应该能顺利搞定。可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突然传了过来，穿过一片废墟，东健和同伴们终于看到了希望。同伴指着前方大喊，就是那里，那栋公寓就是他们家人的避难所。看到熟悉的建筑，德秀激动地大喊起来，他们终于到家了。东健大声催促大家得赶紧找到家人，把大家都救出来。同伴也跟着附和。救出人之后，大家再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地方。时间紧迫，几个人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朝小区的方向奔去。这最后的一段路决定了所有人的生死。眼看避难所就在眼前，大家一边拼命往前跑，一边盘算着以后的日子。东健大声喊着，等把家人都接出来，就带大家去安全区重建家园。可就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跑在最前面的德秀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东健有些纳闷，连忙追问德秀怎么不走了，前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能让他直接愣在原地。德秀看着前方，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东健跟了上来，看到眼前的景象，也忍不住爆了粗口。他死死握住手里的武器，有些绝望地对德秀说，他们可能来晚了。只见避难所的大门敞开着，里面站着的根本不是家人，而是几只手持巨斧的黑兽人。这些怪物的等级高达31级，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这下子事情彻底大条了。更糟糕的是，从地下停车场里还源源不断地涌出更多怪物。这些黑兽人战士等级甚至高达35级。德秀看着这密密麻麻的怪物，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在闲看着眼前的景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大群高等级怪物冲了出来，这背后的含义显而易见，在这栋公寓里恐怕已经不可能有幸存者了。在贤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愤怒地大喊，这绝不可能是真的。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这也意味着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场真正的绝境。看着眼前的惨状，在贤意识到东健和德秀的家人恐怕都已经遭遇了不幸，极度的愤怒让他彻底爆发了。在贤伸出手，低声下达了命令，让召唤物们站起来。随着他的指令，一队重甲骑士拔地而起，
咆哮着朝怪物群冲了过去。在贤愤怒的大喊，要把这些怪物全部杀光。召唤出来的骑士们直接与黑兽人战成一团。就在这时，佳音突然转过头去，他惊讶地看着身旁的东剑。此时的东剑身上竟然也爆发出恐怖的紫色魔力，这股力量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股突然爆发的紫色魔力在空中汇聚，直接附着在了召唤骑士的武器上。得到了魔力加持的东剑，战斗力一下子飙升，正面迎上了黑兽人的重击。眼看同伴被压制，旁边的黑兽人发出愤怒的嘶吼，想要上来帮忙。可还没等他们靠近，骑士剑上的紫色魔力唰的一下彻底炸开，恐怖的爆炸直接把周围的黑兽人全部掀翻在地。在贤冷冷地看着战场，但他注意到的并不是眼前的胜利，而是站在一旁的东剑。东剑身上那股不断涌动的紫色魔力，竟然和自己的召唤物产生了共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贤神色凝重地看着前方，他很清楚，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纠结这些了，因为真正的战斗已经开始了。东剑率先抱起冲锋，手持利刃直接杀入敌阵，狂暴的紫色魔力缠绕刀刃，他的速度快到拉出残影，打得怪物根本无法招架。两只黑兽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股怪力狠狠撞碎。与此同时，金剑在后方开枪掩护，配合德秀发起冲锋，反击的号角在这一刻彻底吹响。德秀一马当先，直接撞飞周围的黑兽人。在贤看准时机，瞬间发动大范围召唤技能，无数光弹如同暴雨般砸落，压制的怪物根本抬不起头。眼前的黑兽人已经无法对他们造成威胁，毕竟现在的东剑等人早已不是当初的新手。就在局势一片大好时，战场中央突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能量，还没等众人松一口气，德秀就被巨力瞬间击飞。真正的黑兽人战士悍然登场，这些家伙的战斗力与之前的杂兵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在贤大声呼喊，让大家立刻稳住阵型，由他来负责后方支援。可就在这时，暗处的怪物已经拉开长弓，一支冷箭破空袭来，速度快到根本无法躲避。在贤猛地转过头，但似乎已经来不及了，那支冷箭的速度快到极致，直奔毫无防备的多情而去。在贤急的大喊小心，可声音根本赶不上箭速，只听见一声沉闷的血肉撕裂声，箭矢瞬间贯穿了多情的胸口。多情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就无力地瘫倒在血泊之中。看折倒下的同伴，佳音和秉浩彻底懵了。佳音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多情的名字，局势在瞬间彻底失控。多情重重地倒在地上，伤口处鲜血止不住地狂涌。这突如其来的致命变故，让原本最冷静的东剑瞬间慌了神，就连在贤也彻底乱了阵脚。他终于意识到，怪物是故意挑最弱的辅助下手。更糟糕的是，如果不先把剑使拔出来，治疗技能根本无法起效。可在这混乱的战场上，谁又能来主持大局？多情重伤倒下，队伍瞬间失去了关键的增益支援。虽然恩珠的恢复技能很强，但面对源源不断的怪物潮，其他人根本撑不了多久。在贤心里非常清楚，这场战斗已经毫无胜算，必须立刻撤退。他正准备强行发动技能，将所有人传送回安全区。可就在这时，一只黑兽人突然绕到东剑背后，举起巨斧狠狠劈了下去。在贤急的大喊东剑的名字，谁能想到多情竟然忍着剧痛，用双手硬生生把胸口的剑拔了。这震撼的一幕让在贤整个人都看傻了。多情大声提醒大家，现在不是发愣的时候，必须集中注意力，还有人等着他们去救。听到这话，东剑也重新振作起来，大喊着在亲眼确认之前绝不放弃，一定要去救出大家的家人。接着，东剑手持武器直接冲了上去，一击将眼前的怪物彻底刺穿。队伍的士气被重新点燃，但面对源源不断的怪物，他们真的能杀出重围吗？多情虽然强行拔出了剑，但伤势依然非常严重。按照理智的判断，在贤本该下令让大家立刻撤退，可是看着同伴们痛苦的样子，在贤感同身受，他体内的怒火被彻底点燃。这一次，他决定不再逃跑，而是要和大家并肩作战到底。在贤直接换出了系统面板，准备使出全力。看到在贤的决心，东剑、德秀和金剑也全都做好了准备。这一战，他们要彻底跟怪物做个了断。在贤决定不再保留，他要给同伴们绝对碾压的力量。他直接向系统下达指令，要把大家的等级直接提升到40级。虽然系统警告每升一级要花10亿，但在贤根本不在乎，只要能赢，花再多钱也值了。随着巨额资金瞬间扣除，耀眼的紫色光芒笼罩了大家。东剑、德秀和金剑全都升到了40级，突然获得如此恐怖的力量，东剑整个人都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贤在一旁解释，是自己帮他们升了级。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德秀也燃起了斗志，准备和怪物们决一死战。在贤更是下达了反击的命令，让召唤物们全部站起来，准备将眼前的怪物彻底粉碎。为了给同伴们升级，在贤一口气花掉了上百亿，但他根本不在乎，只要能赢，花再多钱也值了。升级后的召唤骑士战斗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面对冲过来的黑兽人，直接正面迎了上去。黑兽人挥舞巨斧狠狠砍下，却被骑士用盾牌轻松挡住。紧接着，骑士反手就是一记横扫，直接将黑兽人当场斩首。看折倒下的怪物，在贤再次举起了右手，他要用这些刚死去的怪物继续壮大自己的亡灵大军。为了帮大家收复领地，金剑直接召唤出大群乌鸦，朝怪物们扑了过去。无数的乌鸦疯狂啄咬，一下子打乱了怪物的阵型。在贤在一旁看着，他知道光靠这些还不够，必须给同伴们更强的力量。他再次向系统下达指令，要把东剑、恩珠和德秀直接提升到45级。随着系统提示升级成功，东剑只觉得体内力量暴涨，他怒吼着冲了上去。这股新获得的力量到底能爆发出多大的威力？
为了彻底稳住战局，在贤再次动用系统权限，将秉浩等人的等级瞬间提升到40级。这下队伍里所有人的等级都达到了40级以上，而作为主力输出的东剑、德秀和恩珠更是被直接拔高到了45级。要知道，先前让他们陷入苦战的怪物也才不过是45级，而现在他们这边已经同时拥有了3个同级别的顶尖战力。随着体内力量的疯狂暴涨，德秀等人开始在前线肆意横扫，怪物大军根本无法抵挡这股洪流，成片成片的倒在血泊之中。惨烈的战斗终于落下帷幕，东剑缓缓停下动作，刚才的疯狂厮杀消耗了他极大的体。放眼望去，整条走廊已经没有一个能站立的怪物，全都被他们彻底清理干净。虽然艰难赢下了这一局，但东剑的脸上并没有任何轻松的表情。他死死盯着眼前一片狼藉的通道，心里很清楚，真正的残酷考验才刚刚开始。佳音也快步跟了上来，看着眼前满目疮痍的废墟，接下来的路他们到底该往哪走？战斗刚一结束，东剑就一言不发地朝外面走去。佳音放心不下，只能在后面紧紧跟着他。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暴雨，但东剑根本不在意冰冷的雨水，只是死死盯着手里的通讯器。看着东剑这副反常且压抑的样子，德秀也只能在后面默默注视，谁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劝他。眼看东剑的脚步越走越快，佳音终于忍不住冲上前去，一把死死拉住了他。东剑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他直接推开了眼前那扇紧闭的房门。佳音只能默默跟在后面，心里充满了不安与担忧。门开的瞬间，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扑面而来。东剑一步步往房间深处走去，地板上杂乱的黑色脚印显得格外刺眼。整个房间里一片狼藉，墙壁上到处都是暗红的喷溅痕迹。德秀和佳音站在门口，看着东剑一个人走了进去，谁也不敢在此时发出声音。就在这时，东剑注意到了地上的异样，那是一把沾满了干和血迹的菜刀。看着屋里惨不忍睹的景象，东剑站在原地一言不发。佳音和德秀守在门口，看着眼前的一幕，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墙壁和门把手上全是死者挣扎时留下的血手印，这地方显然经历过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东剑整个人陷在阴影之中，情绪压抑到了极点。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了一句：“我们离开这里吧。”看着东剑决绝离去的背影，佳音满脸都是担忧。看着一直在强撑着的东剑，佳音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东剑嘴上说着自己没事，可谁都能看出他是在用理智硬撑。佳音再也忍不住心中的酸楚，直接冲上去紧紧抱住了他。他哭着劝东剑不要再一个人死扛，如果难受就痛痛快快哭出来吧。听到这句话，东剑紧绷的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他承认自己其实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看着相拥哭泣的两人，金剑和德秀也只能在一旁默默看着。随着大门缓缓关上，这间屋子里的惨剧终究成了他们心中抹不去的伤痛。金剑无力地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德秀神色复杂地走过来，询问他有没有去确认过自己家人的情况。金剑痛苦地用双手抓着头发，虽然他没有开口明说，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看着同伴们一个个备受打击的样子，在贤心里很清楚，他们这次的救援行动彻底失败了。大家明明已经拼尽了全力，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可到头来却连自己最亲近的家人都救不了。秉浩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如果连身边的人都保护不好，他们又谈什么去拯救这个世界？东剑深吸了一口气，转过头安慰坐在地上的金剑，说金剑的家里并没有发现任何血迹。他告诉大家，家人们或许还活在某个安全的地方，就算希望再渺茫，大家也必须咬牙继续往前走。面对东剑的安慰，现场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回应，因为大家都清楚，东剑自己才是承受痛苦最大的人，可他却还要强颜欢笑，给别人带去希望。相比之下，他们的处境确实要好得多。就在这时，一个微弱的声音突然在贤耳边响起。东剑询问他是否还在现场，在贤低声给出了回应，而外面的雨似乎下得更大。大家此时都已经疲惫到了极点。东剑请求在贤用传送技能带大家回去休息，在贤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发动了空间传送技能，耀眼的紫色光芒瞬间将所有人包裹。唰的一下，大家重新回到了安全的室内基地。东剑让大家先各自回去休息，可看着同伴们疲惫不堪的背影，在贤心里却充满了无尽的自责。他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耽误了时间，大家是不是就能早点去救家人？是不是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悲惨的结果？其实在贤的父母自己有能力逃过来，他的外祖父也有着强大的实力自保，他根本不需要大家这么焦急去救他的家人。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看着东剑他们离去的背影，在贤只能把这份愧疚死死压在心底。虽然大家一路上都保持着沉默，但在贤心里的防线却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如果不是因为大家先去寻找他的家人，其他人的家属也许就不会遭遇不幸。虽然没人开口责怪他，但他认定大家心里一定在怨恨他。物理和心理的双重重压让他无法喘息。在贤直接向大家深深的鞠了一躬，嘴里不停的颤声道歉，是他的自私夺走了大家拯救家人的宝贵机会。看着极度自责的在贤，东剑他们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贤压抑不住内心的愧疚，对着东剑深深弯下了腰，嘴里不停地道着歉。东剑停下脚步，看着眼前自责到极点的队友，轻声安慰他，这不是他的错。可此时的在贤已经彻底崩溃，他觉得自己难辞其咎。东剑把手搭在贤的肩膀上，让他抬起头看看周围。东剑认真的告诉他，这里的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其实都是因为在贤的能力才活了下来。听到这句话，在贤整个人都愣住了，
如果没有在贤，大家根本不可能衣食无忧，更不可能救下秉浩的奶奶和佳音的家人。东健继续说道：“如果不是因为在贤，大家甚至根本不会知道家人的下落，更别提去给他们报仇了。”说到这里，东健的声音也有些颤抖，这让在贤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所做的一切对大家来说是多么重要。东健心里很清楚，在贤一直在咬牙硬撑，他拍了拍在贤的肩膀，直言光靠大家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打败那些怪物。在贤看着东健，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东健叹了口气：“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悲惨的世界里，但这些怪物并不是针对谁，他们只是随机分布在各处。你没必要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世界已经崩坏了，但这并不是你的错，你不需要独自承担这一切。对大家来说，你就像是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只要你还在，大家就还有依靠的港湾，这已经足够让我们感激了。”在贤看着东健的背影，心里突然明白过来，东健其实比他想象的要坚强得多。东健招呼大家准备回家，在贤心里满是愧疚，明明该去安慰大家的是自己，结果到头来反而是大家在照顾他的情绪。这时耳边传来同伴的声音，德秀和金健笑着鼓励他，让他一定要振作起来。秉浩也认真的告诉他，如果不是因为在贤，他根本不可能救出自己的奶奶。佳音和同伴们也纷纷附和，要是没有在贤的帮助，大家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看着大家真诚的谢意，在贤的心里终于有了一些温度。在贤一个人站在房间里，心里却觉得无比别扭。他觉得自己做那些事根本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伟大，他只是为了自保，为了在这个世界活下去，才和大家互相利用而已。可大家却把他当成了救世主。在贤自嘲的笑了笑，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这个称呼。就在这时，东健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只要他还在，大家就有了主心骨。东健的话让在贤下定了决心，既然大家把他当成依靠，那他就努力去成为那棵大树。在贤在心里默默感谢大家，他决定不再逃避这份责任，要成为东健所期盼的那个支柱。回想以前，他总想着要拯救整个国家，把这份能力当成了沉重的负担。其实他心里根本没有宏图大志，他之前只是机械的打怪升级，以为多建几个基地就能解决问题。但现在他决定放下幻想，不再去想什么拯救国家的大话，而是脚踏实地地去保护好眼前的每一个人。在贤下定决心要成为一棵能让大家休息的大树。就在他想通的这一刻，系统突然传来了提示，东健对他的信任度直接达到满值，在贤因此获得了一个新技能。不仅如此，另一位同伴的忠诚度也达到满值，这让他解锁了更多的部下槽。他的决心得到了系统的认可。没过多久，东健他们刚刚离开，门铃就响了起来。原来是俊赫带着他的队伍赶到了。俊赫一进门就跟在贤打招呼，说是在贤让他把大家都带过来。这下子在贤的基地又迎来了新的力量。看到俊赫带了这么多人过来，在贤主动表示了歉意，毕竟大老远折腾大家一趟确实不容易。俊赫道是不介意，直接问在贤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在贤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提议先换个地方说话，因为按照系统的规则，只有他的部下才能进入专属空间，其他人根本进不去。不过在贤既然把人叫来，自然有他的办法。他直接发动了技能，招呼俊赫他们进来。俊赫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带着队员们走了进去。可这一进去，大家直接傻眼了，门后连接的居然是他们自己的房间。看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俊赫带来的队员们全都懵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这是怎么做到的。而在贤的系统面板上，提示音开始响个不停，新成员们的信任度和忠诚度都在疯狂上涨。看来想要快速收服人心，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展现绝对的实力。在贤看着眼前的众人，决定不再拐弯抹角，直接说出今天召集大家的真正目的。他看着俊赫，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态度，希望大家能和他签订一份契约。听到契约这两个字，俊赫和队员们顿时警惕了起来。随着最后一批人完成契约签订，在贤终于松了一口气。一次性跟这么多人建立契约，对他的消耗确实不小。不过好在所有的准备工作总算完成。接着在贤把俊赫叫了过来，准备商量今天最核心的事情。在贤告诉俊赫，随着基地范围的不断扩张，现在整座荒岭山都已经纳入了他们的基地领地。听到这个消息，俊赫整个人都懵了，把整座山都变成基地，这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在贤告诉俊赫，后山那边出现了一个新的地下城，他希望俊赫能带人去探索。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俊赫虽然有些压力，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并且非常感谢在贤对他们的信任。就在贤准备继续交代细节时，脑海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心灵感应，这声音是在贤派出去的多兵发来的。他表示在贤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问他能不能马上过去一趟。听到这个消息，在贤立刻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看来又有新的计划要开始了。送走俊赫之后，在贤独自站在电梯里，终于松了一口气。多亏了俊赫爽快答应，地下城的事情总算不用他再操心。不过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数据，在贤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俊赫在签订契约之后，虽然没有获得什么新技能，但他的爵位却直接升级成了子爵。至于俊赫带来的那些队员，大部分人只拿到了 C 级或者 D 级评级，只有3位核心成员拿到了 B 级。看着这些数据，在贤心里开始琢磨起来。随着签约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似乎已经摸清了系统发放奖励的规律。在贤发现，那些能拿到高评级的人身上都有一种先天的潜力。既然从属契约的名额上限值有100个，那以后签约的人选就必须得精挑细选才行。他决定以后只找有天赋的人合作。电梯门一开，多兵已经在外面等着他了。看到在贤过来，多兵赶紧迎了上去。
在贤对多宾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多宾却笑着调侃，只要钱给到位，这点辛苦根本不算什么。在贤也只能无奈的答应会给他发奖金。接着，在贤看向多宾身后的一大群人，开口询问：人都到齐了吗？多宾笑着告诉在贤，他这次找来的10个人，个个都是办事靠谱的能人。在贤主动上前打招呼，向大家做自我介绍，对方也赶紧礼貌的鞠躬回应。带头的金发男子有些好奇，主动询问在贤，这次把他们找来到底是要做什么工作？在贤也没有绕弯子，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打算，他希望这些人能像多宾一样，以后各自去负责一个部门。听到这个安排，大家都有些不敢相信，毕竟一上来就让他们当主管，这权力可不小。在贤解释说，现在基地的人越来越多，但能带队的人手却严重不足。接着，他开始介绍目前已有的负责人，比如医疗队的程敏。在贤继续介绍，还有救援队负责人东健。听到这里，新人们赶紧表态，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在贤看着眼前的10个人，他手里刚好还剩下12个管理名额，确实足够把他们全部签下来。不过他可不打算让他们白白拿到这个职位。在贤看着大家说，想要当上主管，其实还有一个条件。听到这话，新人们顿时有些紧张。在贤解释说，随着基地的人口越来越多，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如果他们能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才能真正坐上主管的位置。说完，在贤笑着伸出手，让他们开始展示自己的能力。这10个人真的能拿出让他满意的方案吗？在贤让大家准备好，就轮流发言。接着，新人们开始陆陆续续提出自己的想法，有人提到了基地里的垃圾处理问题，也有人指出了道路维修的隐患。大家针对各种日常管理问题，给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建议。在贤在一旁听得连连点头，看来多宾这次确实找对人了，带回来的都是实干型人才。就在这时，一名蓝衣男子站了出来，表示自己也有想法要说。在贤点头示意他继续。蓝衣男子认真的提出，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内部安全的治安小组，这个提议能得到在贤的认可吗？蓝衣男子解释说，虽然目前还没出什么大事，但如果不未雨绸缪建立治安小组，迟早会出乱子。在贤问，你是说要成立类似警察的组织吗？对方立刻点头表示赞同。就在这时，旁边的志浩突然插话，说这让他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在贤有些好奇，示意他直说。志浩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问在贤知不知道，警察局的军火库里其实存放着步枪。听到这个消息，在贤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一直以为只有军队才配有这种武器。志浩解释道，因为特殊情况，每个警察局其实都储备了应急武器，不过只有大型警局才设有这种军火库。这个消息对在贤来说太关键了，如果能拿到这批武器，基地的实力绝对会翻倍。他们能顺利拿到这批军火吗？在贤觉得这批武器确实对建立治安小组很有帮助，他指出离这里最近的是釜山镇警察局。接着，在贤主动询问了对方的名字，得知他叫志浩。在贤提议让志浩自己组建一个队伍，直接去那个警察局看看。志浩有些吃惊，没想到这个任务会落到自己头上。在贤安慰他不用担心，因为基地领地刚刚扩大，警察局大概率已经在安全区内了，如果真的遇到危险，也不用勉强自己。听在贤这么说，志浩这才答应去试试。在贤让志浩先去准备，等准备好了就出发，而他自己则准备和剩下的人继续讨论。不过在贤心里对那批突击步枪还是非常期待，这批武器真的能被他们顺利带回来吗？到了第2天，各部门的负责人选定之后，志浩就带队出发了。没过多久，志浩他们还真把步枪给带了回来。在贤用系统技能检查了武器，并成功在商店里进行了注册，只要能注册，数量对他来说就不是问题。但奇怪的是，志浩他们这次只带回了2把步枪、3颗子弹和一个空弹药箱。因为当他们赶到军火库时，发现里面几乎被搬空了。从军火库的规模来看，这里原本应该存放着数百把枪，这说明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人把这里的武器全部拿走了。这个抢先一步的神秘势力到底会是谁？换句话说，在外面某个地方正有一大群装备精良的幸存者，这确实是个麻烦。不过，这么庞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如果就在附近，他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听到。这说明这群人目前离他们还很远。既然暂时没有威胁，在贤决定先把这件事放一放。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把刚刚注册的步枪分发给需要的人。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武装基地的时候，外面的怪物似乎又有了新的动静。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怪物，同伴焦急地询问程俊，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程俊躲在墙后，看着外面的情况，直咬牙。他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结果却被怪物彻底包围了。更糟糕的是，大家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面对同伴的催促，程俊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经历了一路上的激战，大家早就已经精疲力竭，光靠他目前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带大家冲出去。程俊死死攥着手里的枪，拼命寻找着生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到底会带来转机，还是更深的绝望？就在程俊走投无路的时候，半空中突然亮起一道蓝光，紧接着无数的武器装备直接掉了出来。在闲笑着说，看来自己赶的正是时候。他大声招呼大家，武器已经送到了，让大家赶紧拿去用。看着地上凭空出现的装备，程俊整个人都傻了。程俊忍不住大笑起来，对着在贤大喊谢谢。有了这批武器的支援，局势一下子被逆转了。接下来就该轮到这些怪物倒霉了。拿到武器的瞬间，大家迅速给步枪上膛。程俊转过头，大声询问：“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同伴端着枪大喊回应：“已经全部准备就绪，行动！”听到动静的怪物们咆哮着迎面扑了过来。
两股力量瞬间撞在一起。程俊端着步枪率先开火，密集的子弹扫向怪物群，火力实在太猛，冲在最前面的怪物成片倒下。同伴在一旁大声指挥，所有人全力开火。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金属风暴，凶残的怪物也开始害怕，他们纷纷转身往后退去。程俊兴奋地大喊：“这些畜生开始撤退了！”他迅速换上新弹夹，大声给同伴们打气：“我们今天一定能赢！”队员们大喊着要去救家人，端着步枪疯狂扫射。随着怪物成片倒下，在贤的系统提示刷个不停，经验和金币拿到手软。在贤看着战况，忍不住感叹：自动步枪的威力确实太强，普通人甚至不需要超能力，光靠手里的枪械就能把半兽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既然程俊这边大局已定，剩下的交给他自己就行。不过俊赫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画面一转，森林深处传来急促的喘息声。穿过整片森林，俊赫带着队员们终于找到了地下城入口。眼前的黑色传送门显示这是一个地级地下城，名字叫蜥蜴人沼泽。大家没有犹豫，直接迈步走了进去。可刚一进来，眼前的景象就让人犯难，整个地下城全被积水淹没，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队员们忍不住抱怨，在水里根本没办法战斗。俊赫却显得十分淡定，伸出手发动控水能力，眼前的积水硬生生被他劈开一条通道。看到这神奇的一幕，队员们直接被震撼到了。俊赫转过头询问大家：“准备好了吗？”俊赫带头走进传送门，系统立刻弹出提示：首批进入的队伍奖励翻倍。在贤在外面看着这一幕，他之前已经给俊赫的队伍分发了足够的步枪，火力绝对够用。不过系统面板上的数据却让在贤有些纳闷，上面显示着0:10的字样，这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是在限制通关人数，还是有别的规则？此时的地下城内部，四周全被积水淹没。贤灿看着眼前的景象感叹：这里面居然全都是水，感觉像进了一个巨大的水族馆。大家正聊着这地方像水下通道，贤灿突然察觉到了异样，他立刻大声预警：11点钟方向发现3个敌人，对方正在快速逼近。俊赫反应极快，意识到怪物正藏在水里，没有丝毫犹豫，俊赫直接出手，准备用控水能力把怪物逼出来。俊赫刚准备动手，一只蜥蜴人突然从身后窜出，直接发动偷袭。贤灿在后面看得清清楚楚，急忙大喊小心背后。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俊赫反应极快，操控水流化作利刃迎面斩去。这一击威力巨大，直接将怪物瞬间解决。但危机并没有解除，贤灿大喊提醒大家保持警惕，水里还有2只怪物在虎视眈眈。眼看怪物逼近，贤灿立刻大喊开火，一时间枪声大作，无数子弹朝水里扫射过去。但蜥蜴人在水里速度极快，子弹全被他们轻松躲开。贤灿咬着牙抱怨，在水里根本没办法瞄准。一个同伴在一旁提议，要是能把他们引出水面就好了。俊赫主动站了出来，表示这个任务交给他来办。俊赫自信地表示，水刚好是他的主场。他大声招呼大家配合，紧接着枪声大作，配合着俊赫的控水能力，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3只蜥蜴人被顺利解决。看着眼前的战果，在贤觉得这次确实运气不错。这种被水淹没的地下城，原本完全是蜥蜴人的天下，普通人光是移动都非常困难。但这次因为有俊赫在，局势才没有失控。在能见度极低的水下，怪物速度极快，普通人遇到就是死路一条。但贤灿有小地图能力，能随时掌握敌人的位置，配合俊赫的控水能力，直接扭转了战局。在贤在一旁看着，觉得根本不需要自己出手，光靠俊赫和贤灿几个人就足够通关这个地下城。就在这时，最后一只怪物也到了下去。俊赫带人走上前，看着前方的通道，突然停下了脚步，看着眼前的巨大木门，俊赫有些迟疑，这难道是领主怪物的房间？伴随着一阵轰鸣声，大门缓缓打开，大家走进空旷的大厅。俊赫有些疑惑，同伴发现这里居然是干的，一点水都没有。同伴忍不住猜测，难道走到这里就算通关了？贤灿也跟着附和，这里确实连个怪物的影子都没有。俊赫赶紧出声制止，让他们别瞎说，这种话一旦说出口，通常都会出事。话音未落，俊赫突然察觉到不对劲，贤灿大喊着提醒大家，有东西正在朝这边靠近。贤灿大喊着提醒，那东西速度极快，正直接朝这边冲过来。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通道深处突然喷涌出巨浪。面对汹涌而来的大水，俊赫大声招呼，让所有人赶紧躲到他身后。俊赫立刻施展控水能力，试图强行挡住这股冲击，但这股水流的威力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俊赫一时间有些招架不住。等水势稍微平息，一个巨大的身影缓缓从水雾中走出来。俊赫看着前方，语气沉重地表示，这家伙就是领主怪物。面对突然现身的领主怪物，同伴声嘶力竭地大喊开火，一时间枪声大作，无数子弹朝着怪物疯狂扫射。但这家伙根本不打算躲避，只是随手挥动武器，在身前凝聚出一道旋转的水墙，所有子弹打在水墙上，全被硬生生挡了下来。同伴见状，急忙询问俊赫接下来该怎么办。可俊赫看着眼前的防御，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自信地笑了起来。他表示自己之前还真没想过水流能这么用。俊赫笑着让同伴在原地等着，话音刚落，他整个人直接暴冲出去。同伴在后面大喊着阻止，但俊赫根本没有停下，他直接冲进了狂暴的水流，直奔领主怪物而去。看着迎面来的巨浪，俊赫伸出手，开始强行操控周围的水流。俊赫迎着水流正面硬刚，双方瞬间打成一团。面对俊赫的猛烈攻势，领主怪物只能被动防守。俊赫冷笑一声，嘲讽对方只能防守，说明根本无法控制他手里的水。
话音刚落，俊赫直接发动控水能力，一团水流凭空出现，死死包裹住了怪物的头部，怪物瞬间陷入窒息，根本无法挣脱。俊赫看着挣扎的怪物，笑着说了声再见。俊赫低声喝道：“水弹！”包裹着怪物头部的积水瞬间轰然炸裂，看着领主怪物倒地不起，同伴都看傻了，简直不敢相信真的做到了。随着怪物被消灭，系统提示疯狂刷屏，不仅成功通关地下城，还拿到了巨额资金和水晶奖励。俊赫看着眼前的提示，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随后他带着队伍顺利走出了传送门。随着俊赫通关，系统面板上的信息也跟着更新，上面显示着1:10的字样。在贤这才明白，这个地下城总共可以攻略10次，现在还剩下9次机会，只要把剩下的次数全部刷完，攒够了水晶，就能再次开启神级道具抽奖，到时候说不定能拿到比沟通之戒更逆天的装备。想到这，在贤立刻用戒指联络了俊赫。听到俊赫的声音，在贤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俊赫笑着回答，虽然有点累，但身体没什么大碍。在贤松了口气，接着表示自己有些事情想问他。在贤在电话里询问俊赫能不能每天都去刷一次地下城。俊赫听完笑了笑，自信地回答，没问题，这地方对他来说小菜一碟。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10天时间到了。在这期间，俊赫每天准时带队报到，连续10天将地下城彻底通关。随着最后一只领主倒下，系统提示次数已经用完，不过付出总算有了回报，他们不仅拿到了通关奖励，水晶也终于攒到了400个。神级道具的抽奖条件现在终于达成了。在贤通过戒指对俊赫说，大家辛苦了，先回去好好休息吧。挂断电话后，在贤看着手里的水晶，抽奖的本钱总算是攒够了，接下来就到了最让人激动的抽奖环节。在贤深吸一口气，直接启动了神级道具抽奖。一个巨大的金色魔法阵瞬间在房间里铺展开来，伴随着刺眼的金光，整个屋子被照得通亮。在贤忍不住吐槽，怎么每次抽奖动静都这么大？就在这时，光芒中隐约浮现出一个金色的影子，金光散去之后，一顶红金相间的皇冠落入手中，系统面板跟着弹了出来。这件神级道具居然叫终极宅男之冠，它的效果非常简单粗暴，只要戴上它，所有世家给居民的增益效果全都会直接翻倍。在贤子细算了一下，目前领地里有6个效果在起作用，包括经验翻倍和税收加成。要是这些效果全部翻倍，那收益简直不敢想象。虽然带着这玩意有点奇怪，但为了这逆天的属性，在贤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直接把皇冠扣在头上，只觉得一股清凉的能量瞬间传遍了全身。既然属性已经翻倍，在贤立刻想到了自己的税收技能，算算时间，冷却时间应该差不多到了。在贤打算是试新皇冠的效果，看看这个翻倍属性到底有多强。平时征税只能拿到10%，现在翻倍直接变成了20%。在贤没有犹豫，直接按下了征税按钮。本以为能拿个几十亿就不错了，结果系统提示音一响，直接到账了150多亿。这下在贤彻底坐不住了，150亿是什么概念？这说明领地居民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惊人的750亿。难怪最近商店营业额一直在疯涨，原来大家手里都这么有钱，购买力简直强得离谱。既然大家越来越有钱，在贤琢磨着得赶紧升级领地，多进点好货才行。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程俊他们回来了。门突然被推开了，程俊带着队员们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之前借去的步枪。程俊笑着打招呼，说他们是特意来归还武器的。在贤带着皇冠迎了上去，客气的表示大家辛苦了。可程俊一抬头，注意力全被在贤头上的皇冠吸引，忍不住好奇的问，那是什么？这下在贤尴尬了，赶紧一把将皇冠扯了下来，生硬的转移话题，恭喜他们顺利救回了家人。程俊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感激，说要不是有这些枪，他们根本不可能把人救出来。在贤摆了摆手，说这都是大家自己努力的结果。但程俊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在贤提供的武器，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机会。程俊带着队员们突然齐刷刷的跪了下去，大声向在贤表达感激。在贤微笑着表示能帮上忙就好。紧接着系统提示音响起，程俊对他的信任度和忠诚度都跟着涨了一截。简单聊了几句后，程俊就带着队伍和家人离开了。在贤把他们还回来的步枪重新收回了仓库。可就在他整理完装备的时候，系统突然又弹出了提示。看着眼前的通知，在贤有些纳闷，这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在贤本以为现在很安全，可系统面板上却突然刷出了一连串的死通知。看着上面不断增加的死亡单，在贤有些不敢相信，怎么会一下子死掉这么多人？以前可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等他想明白，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新弹出的提示显示，他刚刚击杀了一只刺激吸血鬼，甚至还拿到了经验和金币。可他明明一直待在房间里，什么都没做，怎么会突然判定他击杀了怪物？这突如其来的诡异通知，似乎只是更大风暴的开始。此时的领地外围已经彻底变成了人间炼狱，地上到处都是遇害的居民。面对这些突然出现的怪物，大家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女人绝望地哭喊着求饶，希望对方能放过自己。但身后的红发吸血鬼根本没有半点怜悯，直接张开獠牙狠狠咬了下去。随着血液被不断吸干，女人的惨叫声渐渐弱了下去。更可怕的是，被咬死的人并没有真正死去，而是变成了新的怪物。看着越来越多被转化的居民，这场灾难到底要怎么阻止？程奎擦了擦嘴角的血迹，笑着让同伴们也别客气。在他眼里，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个金矿。接着他回忆起自己其实是误打误撞来到这里的，当时
他正往前走，却被一道透明的结界挡住了去路。随后系统弹出了加入领地的提示，他没多想就直接同意了。可当他真正跨进领地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彻底愣住了。这安全区里到底有什么，能让一个吸血鬼都感到震惊？陈奎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到处都是活人，而且每一个看起来都非常美味。这可比在外面荒郊野岭到处找人要容易得多。只要把这里的人全部吃掉，他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到时候他就能变得像那个家伙一样强大。那个因为他没用就随手把他丢弃的混蛋，只要能在这里完成进化，他就能回去找对方报仇了。看着满街毫无防备的居民，陈奎的野心开始疯狂膨胀。这下领地里的居民真的危险了。陈奎看着自己的双手，只要再多吸几个人的血，他就能进化成中阶吸血鬼，到时候就能回去找那个抛弃他的家伙报仇了。不过光是自己变强还不够，他还得扩大自己的队伍。目前作为下级吸血鬼，他最多只能控制5个次级吸血鬼。虽然刚才在狩猎的时候，其中一个手下莫名其妙被干掉了，但他根本不在乎，反正这领地里到处都是活人，随时都能再制造一个新的出来。只要他能顺利完成升级，手下的这些怪物也会跟着进化。到那个时候，整个领地都将变成他的狩猎场。这下在贤的领地真的要迎来一场大危机了。陈奎越想越兴奋，只要把这里的人都变成手下，他的吸血鬼大军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变得越来越庞大。到时候他就能带着这支大军杀回去，把那个抛弃他的混蛋彻底碾碎，完成他的复仇大计。就在他沉浸在美梦中时，旁边突然传来了一阵开门声。陈奎转过头去，还以为是送上门的新猎物，脸上露出了贪婪的笑容。可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一股恐怖的力量直接袭来。这下美梦还没开始，他就先踢到铁板了。陈奎看着走过来的人，还以为是主动送上门的猎物，立刻指挥手下的吸血鬼冲了上去。可还没等他得意多久，耳边就传来几声闷响，冲在最前面的手下直接被一股恐怖的力量当场秒杀。看着到在血泊中的怪物，陈奎彻底懵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步逼近，在贤冷冷地看着他。这下陈奎算是踢到真正的铁板了。陈奎看着走过来的人，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辛辛苦苦攒起来的队伍，怎么连一招都没接下就全军覆没了。看着眼前这个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男人，陈奎终于意识到，对方根本不是什么普通人类。强烈的恐惧让他只想立刻逃跑。可还没等他迈开腿，在贤就已经出手了，一只无形的手直接锁死了他的退路。在贤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这下陈奎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在贤死死掐住陈奎的脖子，根本不打算放过他。陈奎拼命求饶，但在贤的眼神里只有冰冷的杀意。感受着脖子上传来的恐怖力量，陈奎彻底绝望了。他知道自己今天必死无疑，甚至连复仇的机会都没了。就在他以为自己要被掐死的时候，在贤却突然松了手，直接把他扔在了地上。陈奎趴在地上大口喘气，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在贤就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看着居高临下的在贤，陈奎知道真正的折磨才刚刚开始。在贤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冷冷的命令道：“接下来问你什么就答什么。”面对这股恐怖的威压，陈奎根本不敢反抗，只能老老实实的配合。在贤最想知道的是这家伙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听完这个叫诸葛陈奎的吸血鬼的解释，在贤只觉得一阵头疼。原来系统之前通知的招募条件用的是个体这个词，而不是人类。这说明只要符合条件，连怪物也能成为领地的居民。这个漏洞一旦被其他怪物利用，那他的领地以后怕是再也没有安宁日子了。在贤有些不敢相信，这家伙居然说自己以前也是个普通人类，直到被一个叫安相鹤的吸血鬼咬了，才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在贤这才反应过来，难怪系统会给他发放居民身份，原来是因为他曾经是人类。在贤冷冷的让他继续往下说，陈奎趴在地上解释道：“吸血鬼内部其实是有等级划分的，刚被转化的时候只是下级吸血鬼，根本没有自我意识，只知道听从命令和靠本能行动。可一旦他们袭击了人类，就会升级成次级吸血鬼，重新找回人类的理智和记忆。”听到这里，在贤的表情越发凝重，这说明潜入领地的怪物远比想象中更难对付。陈奎继续交代，次级吸血鬼不仅有理智，甚至还能建立属于自己的眷属。在贤听完，立刻追问那个叫安相鹤的吸血鬼到底是什么级别。陈奎老老实实的回答，对方是一个中级吸血鬼。在贤在心里盘算了一下，眼前这个次级吸血鬼都有28级，那中级吸血鬼的等级只会更高，而且既然有中级，那就说明上面肯定还有高级吸血鬼，那些家伙的实力绝对是毁灭性的灾难。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隐患，在贤冷冷地看着他，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告诉我，安相鹤现在人在哪里？面对在贤的强势逼问，陈奎根本不敢有任何隐瞒，老老实实交代了安相鹤的身处，就在大渊洞的一栋公寓楼里。在贤听完只是冷淡的应了一声，这反应让陈奎心里彻底没底，生怕对方下一秒就会直接动手。为了能够在这场危机中活命，陈奎急忙大喊着表示自己可以带路，甚至怂恿在贤去干掉安相鹤，把所有罪名都推到了对方头上。谁能想到这个为了保命的吸血鬼，系统竟然提示他的忠诚度提高了。看着眼前这个拼命求生的家伙，在贤心里非常清楚，他不过是想借自己的手除掉仇人，顺便保住他自己的小命罢了。看着陈奎那迅速飙升的忠诚度，在贤只觉得一阵恶心。不管这家伙以前是不是人类，既然他已经残害了领地的居民，在贤就绝对不可能放过他。既然情报已经到手，在贤直接调出了系统面板，准备给他安排一个送死的任务。既然
你这么想报仇，那就自己去动手吧。在贤直接发布了强制任务，要求陈奎在24小时内亲手解决掉安向鹤，而任务失败的惩罚就是死亡。在贤冷冷地看着他，表示根本不需要他带路，让他自己去把人解决掉。这下陈奎彻底慌了神，为了能有胜算活下去，他竟然无耻地请求在贤允许他稀释更多人类的血来提升实力。陈奎本来还妄想着只要能再吸几个人的血就能升级去报仇，但在贤直接打碎了他的幻想，冷冷地警告他，只要敢再碰人类一下，脑袋就会立刻开花。这下陈奎彻底被吓瘫了。在贤心里很清楚，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就是死刑，但如果逼得太紧，这家伙可能会狗急跳墙，再次袭击居民。为了不让他彻底绝望，在贤决定给他一点希望。他直接打开系统商店，买了一把步枪和100发子弹，扔到了陈奎面前。看着凭空出现的武器，陈奎整个人都懵了。在贤冷冷地看着他，表示这是给他一个亲手去报仇的机会。拿到枪的陈奎顿时觉得有了底气，咬着牙准备去拼一把。但在贤立刻给他泼了盆冷水，冷冷地警告他，这把枪只能用来对付吸血鬼，要是敢对普通人动手，会立刻要了他的命。警告完后，在贤直接让他滚蛋去执行任务。看着陈奎狼狈逃跑的背影，在贤并没有完全信任他，他立刻联系了同伴一真，打算派人暗中盯着这家伙。看着满街的惨状，在贤深知单打独斗不是办法，为了彻底清除这群吸血鬼，他决定组建一支队伍来应对接下来的危机。看着满地遇害的居民，在贤心里满是自责，他轻轻合上死者的双眼，只恨自己没能早点阻止这场悲剧。随后他联系了多宾，派来救援队清理现场，希望能帮这些无辜的人处理后事。可由于现在网络和通讯全部中断，救援队根本无法确认死者的身份，更找不到他们的家人。看着这些无法安息的遗体，在贤深知是自己的疏忽，才让吸血鬼钻了空子。为了不让他们的遗体被怪物亵渎，在贤默默道了声歉，随后手中燃起火焰，决定用火魔法送他们最后一程。看着熊熊燃烧的烈火，在贤在心中暗暗发誓，这个仇他一定会亲自去报。他看着眼前的火光，默默为这些无辜的生命祈祷，希望他们能够彻底安息。但危机并没有因此结束。画面一转，高楼之下有人正在飞速狂奔，这行色匆匆的身影又会把我们带向怎样的战场？拿到枪的陈奎直接找上了门，对着眼前的吸血鬼就是一顿疯狂扫射。看折倒下的怪物，陈奎不仅没有停手，反而愤怒地大吼着安向鹤的名字，发誓一定要把那个混蛋揪出来干掉。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就被在贤的召唤兽看在眼里，并把画面实时传了回去。一真看着画面里疯狂的红发男子，向在贤确认他的身份。在贤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家伙确实就是那个吸血鬼，只是照他这个打法，自己给的那100发子弹怕是撑不了多久了。看着陈奎那副疯狂扫射的模样，在贤只觉得一阵无语。这家伙之前还口口声声说刺激吸血鬼会恢复理智，现在看来他的脑子显然还没完全恢复正常。果不其然，没一会儿枪里的子弹就打光了。在贤本来也没指望他能解决安向鹤，索性直接动用权限把借给他的枪收了回来。没了武器的陈奎这下彻底慌了，急忙求在贤再给他点子弹。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旁边突然传来了一阵异样的动静。这下他怕是想走也走不掉了。听到动静走过来的居然是陈奎以前的同伙，女人一眼就认出了他，还嘲笑他是被队伍踢出去的丧家之犬，居然有胆子一个人送上门来。已经被逼入绝境的陈奎索性心一横，直接大吼着朝女人冲了过去。但女人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只是轻轻一挥手，身边的2个怪物就咆哮着扑了上去。没了武器的陈奎根本不是对手，一下子就被死死按倒在地上。这下他彻底沦为了待宰的羔羊。被按在底下的陈奎拼命挣扎，但根本无济于事。女人走上前，冷笑着嘲讽他，说他连最下等的吸血鬼都打不过，难怪会被队伍像垃圾一样踢出去。接着女人话锋一转，提到自己注意到了墙上的弹孔，还有刚才那阵巨大的枪声，她断定陈奎是带了枪，才敢有底气一个人找上门来。女人凑到陈奎耳边，逼问他把枪藏到了哪里。可陈奎心里清楚，那把枪早就被在贤收回去了，这下他根本交不出东西，局势变得更加危险了。面对女人的逼问，陈奎不仅没有老实交代，反而一口唾沫直接吐在对方脸上，甚至还破口大骂。这一下彻底把女人给惹毛，他冷冷地擦掉脸上的脏东西，直接给手下的怪物下达了死刑令。看着扑过来的怪物，陈奎这下是真的怕了，但求饶已经太迟了。伴随着一声惨叫，现场只剩下一片血腥。陈奎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伴随着系统的死提示，他的生命彻底画上了句号。可还没等怪物享用完这顿大餐，他们的身体突然开始冒烟，甚至痛苦地咆哮起来。女人看到这一幕，不仅没有慌张，反而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谁能想到陈奎的血里居然蕴含着这么强的能量，直接让这2个低等怪物开始了进化。这下局势变得更加棘手了。女人立刻下达了命令，让手下在附近仔细搜寻，一定要把那把步枪找出来。可还没等怪物们走远，女人突然停下了脚步，空气中似乎飘来了一股奇怪的味道。而这正是大局的一部分。陈奎之前的疯狂扫射，让吸血鬼误以为人类有了强力武器，正忙着四处搜寻，这正好给在贤争取了时间。他立刻让一真做好准备，打算趁对方分心的时候，彻底布下天罗地网。随着魔法阵在暗中启动，这一层楼的局势怕是马上就要彻底变天了。女人终于反应过来，这空气里弥漫着的居然是易燃气体，这下她彻底慌了。可现在想跑已经太迟了，在贤大吼一声，直接锁定了女人的位置。旁边的一真也默契配合，立刻切断了所有的链接，根本不给对方留任何退路。
紧接着在贤直接启动了系统技能，召唤出燃烧的纸巾作为引信。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整栋大楼一下子被火光吞噬，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随着系统提示击杀成功，这场爆炸总算解决了眼前的麻烦。回到安全处的在贤，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但看着眼前的局势，在贤心里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那些吸血鬼的活动范围比他预想的还要近得多，要是领地继续扩张，迟早会把对方的巢穴也圈进来。与其等他们找上门，不如在升级前主动把他们解决掉。一旁的羿真也有些担心，问他领地里是不是已经混进了怪物？要是这些家伙在安全区里害人，那可就麻烦了。羿真建议直接给所有人发布强制任务，来个彻底的大排查。但在贤却摇了摇头，觉得这种做法实在太极端了，毕竟这很可能会波及到无辜的普通人。羿真有些担心，要是直接对所有人进行制裁，恐怕会引起大家的反弹。在贤也觉得这招行不通，无缘无故怀疑大家，只会彻底失去领民的信任，而且光靠他一个人根本管不过来这么多人。要是能有什么办法可以自动识别出每个人的倾向，那可就省事多了。就在他发愁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系统提示音，因为领地人口突破了3万人，居然意外解锁了新功能。看着眼前凭空出现的面板，在贤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一旁的羿真见他发愣，连忙关切地询问情况。在贤示意他先别说话，自己则仔细研究起这个成就系统。原来这个功能可以给达成特定条件的居民赋予专属的称号和效果。这下眼前的难题似乎有解决的办法了。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在贤立刻开始尝试操作，看看这功能到底好不好使。他直接把触发条件设定为在领地内杀害了拥有公民身份的人。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在贤特意确认了自己是否能手动撤销称号，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这才彻底放下心来。这样就算系统误判，他也能随时介入纠正。接着就是最关键的惩罚效果了。在贤直接给这些人关上杀人犯的称号，不仅要让他们全属性暴跌80%，还要束缚住他们的双手，甚至在额头上烙下显眼的印记。这招可以说是直接废掉了那些潜伏的怪物。不过这强力的功能收费也是真的黑，光是开启就要花掉整整4000万，后续每标记一个人还要额外花400万。但为了领地的安全，在贤根本没有犹豫，直接咬牙点击了确认。随着系统提示设置成功，在贤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这下领地里的安全隐患算是彻底解决了，而且这功能可不只能对付杀人犯，要是犯了重罪的家伙，都能用这个系统来惩罚，直接给他们扣上显眼的称号，让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不仅如此，这系统还能用来奖励那些积极消灭怪物的猎人，可以说是惩恶扬善两不误。一旁的一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还提议要不要发个广播，说这里欢迎吸血鬼，来个钓鱼执法。在贤听完直接被逗笑了，连忙让他不用再瞎操心，因为最棘手的问题他已经彻底搞定了。听到这个好消息，一真总算松了一口气，笑着感叹，要是让自己来想办法，估计脑子都要想破了。看着眼前的在贤，一真忍不住笑着夸奖他，说他真的太厉害了。这突如其来的夸奖直接让在贤有些不知所措，只能尴尬的小声跟他道谢。其实在贤心里还在想别的事，之前一直忙着工作，他都没仔细注意过，原来一真长得这么漂亮。这念头一冒出来，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猝不及防。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门铃声，原来是在贤之前联系的帮手到了，他赶紧招呼对方进来。为了能大规模消灭怪物，在贤特意请来了这位强力外援。为了确保接下来的行动万无一失，在贤不仅找来了慧灵，还把东剑也一起叫了过来。但在正式出发之前，在贤表示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必须先处理好。与此同时，在城市另一边的一栋公寓楼里，气氛却显得异常凝重。吸血鬼的首领向鹤正召集手下开会，并且直接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那就是他们的同伙已经死了。这个消息一出，底下的吸血鬼们顿时炸开了锅，大家纷纷开始猜测这是不是和1楼烧焦的痕迹有关。得知同伙的死讯后，底下的吸血鬼们根本不敢相信，纷纷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香鹤冷冷地解释道：1楼的走廊被彻底炸毁了，而且附近的手下还听到了枪声。听到这里，一个戴帽子的手下猛地一拍桌子，咬牙切齿地问：难道是那些警察干的？得到香鹤肯定的答复后，底下的吸血鬼们顿时按捺不住了，纷纷叫嚣着要立刻杀过去，把警察的枪抢过来。但也有理智的手下站出来反对，觉得现在和警方开战风险太大，毕竟对方手里有枪，不能轻举妄动。看着争吵不休的手下，香鹤却觉得事情有些蹊跷。警方虽然早就知道他们的存在，但以前从来没有主动袭击过，这回不仅直接找上了门，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他们到底是怎么暴露的？手下们都在等着香鹤拿主意，毕竟现在群龙无首，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香鹤冷笑了一声，表示不管对方是怎么找上门来的，既然敢主动挑衅，那就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他直接下达了命令，准备把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彻底清理干净。听到老大发话，底下的吸血鬼们顿时兴奋起来，纷纷叫嚣着要大干一场。但香鹤接下来的话却给所有人浇了一盆冷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并不打算和警方正面硬拼。香鹤想了个阴招，准备利用对方资源紧缺的空子，派卧底混进去，从内部把他们一网打尽。这招确实够狠，手下们听了也觉得可行。香鹤正要宣布这次的卧底人选，话还没说完，大门突然被砸得震天响，屋里的人全戒备起来。还没等大家看清，整扇大门直接被暴力破开，
手下有些警惕地喊了一声安先生。香鹤也立刻转过头查看情况，原来破门而入的并不是敌人，而是他们自己的部下。只是这家伙现在浑身是伤，连站都快站不稳了。他拼尽全力朝屋里大喊，让大家赶紧离开这里，说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香鹤脸色一沉，立刻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还没等那人把话说完，黑暗中突然窜出一个黑影，直接朝他扑了过去。仔细一看，那居然是一只体型巨大的老鼠。这下所有人都懵了，受伤的部下只能绝望的大喊，让大家快跑。可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那只老鼠身上居然弹出了系统提示，这显然不是普通的变异生物。香鹤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立刻大吼着下达命令，让所有人屏住呼吸，赶紧从窗户跳下去。这下谁也不敢耽搁，香鹤立刻推开窗户，带着其他人纷纷往外跳。这栋楼是待不成了，为了保命，大家只能狼狈的从高空一跃而下。随着系统提示不断刷屏，那些低级吸血鬼被成片的解决掉，但这只是个开始，真正棘手的家伙已经露面了。在闲一眼就锁定了香鹤的位置，立刻让一真带人继续追击，绝不能放跑他们。虽然靠着慧灵的毒物清理掉了不少杂兵，但在闲心里很清楚，真正难对付的还在后面。刚才在会议室里的那些家伙，等级基本都在30级左右，全都是香鹤手底下的精锐。这回怕是要有一场硬仗了，必须把这些怪物彻底消灭在萌芽状态，绝对不能给他们继续繁衍壮大的机会。逃跑的老鼠被香鹤一把死死攥在手里，看着这只古怪的生物，香鹤冷冷地质，问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没等老鼠挣扎几下，他竟然直接在香鹤手中爆裂开来，飞溅的血水直接洒了旁边的手下一身。而远处的一真也因为精神连接，疼得忍不住惨叫起来。旁边的在贤见状，急忙大声询问他的情况。一真缓了过来，表示自己并无大碍，但在贤的脸色却很难看。这次不仅没能解决掉那些厉害的吸血鬼，反而还暴露了底牌。现在对方已经知道有人能用老鼠散播毒物，肯定会更加警惕，甚至可能会直接转移阵地。为了掌握敌人的动向，在贤只能拜托一真继续追踪他们。一真虽然有些疲惫，但还是咬牙答应了下来。在贤心里很清楚，每次老鼠被杀，一真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反噬，以后绝对不能再用这招了。既然这条路走不通，他就必须去寻找外援了，也就是那支唯一有实力和吸血鬼抗衡的队伍。在贤打算先看看东剑那边的进展怎么样了，他直接发动了技能，开启了终极之眼。随着视线不断延伸，画面很快切换到了一个健身房里。此时东剑正躺在长椅上，卖力地举着杠铃。一旁的佳音走上前，关切地询问他这个重量和不合适。东剑觉得手里的杠铃比想象中要轻得多。佳音在一旁直接傻眼了，因为东剑举的可是整整770磅的超重分量。东剑觉得这大概是自己最近刻苦训练的成果，甚至还热情地邀请佳音也来试试。佳音吓得连连拒绝，但东剑却非常热情，直接把他拉到了长椅上，并表示自己会在旁边保护他。没办法，佳音只能硬着头皮躺下，双手握住杠铃，反复叮嘱东剑一定要接好。随着佳音咬牙发力，他试着去推那沉重的杠铃，佳音试着去推那沉重的杠铃，结果发现轻而易举。他甚至怀疑是东剑在暗中帮他，但东剑笑着否认了。看来两人的实力确实都提升了不少。此时，在贤正通过终极之眼默默观察着他们，看到东剑逐渐走出了之前的阴影，在贤也松了一口气。既然东剑和佳音这边已经准备就绪，在贤便收回目光，准备去看看其他人的情况。在贤把视线移到了另一边，此时德秀正指挥着召唤士兵，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一只怪物。看着士兵流畅的动作，一旁的金剑忍不住称赞起来，觉得德秀的控制力比以前强多了。德秀也有些得意，表示自己确实私底下练了很。金剑听完也有些感慨，说自己之前只知道借酒消愁，但后来意识到不能再这样软弱下去。话音刚落，金剑的背后突然有了异样，一双巨大的黑色羽毛翅膀竟然凭空长了出来。这一幕把旁边的德秀彻底看傻了，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着自己新长出的翅膀，金剑显得非常兴奋，甚至主动提议要不要去更远的地方活动活动。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原来金剑的技能居然升级了，可以直接和乌鸦进行融合。这一幕让在贤有些不敢相信，没想到人类还能自己升级技能。不过仔细想想，这倒是个意外的收获。有了这双翅膀，金剑以后的侦查范围可就大多了，这对于接下来的行动绝对是个巨大的助力。看到德秀和金剑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在贤也收回了目光，看来是时候开始下一步的计划了。在贤把目光投向了最后一个人，也就是秉浩。听说这家伙最近经常开车往更远的地方跑。此时的秉浩正坐在车后座，有些担心地问开车的恩珠，不知道德秀和东剑那两个家伙是不是又在借酒消愁了。恩珠一边开车一边安慰他，觉得应该给他们一点时间，相信他们迟早会自己想通的。看着大家都在努力调整状态，在贤也有些感慨，他也希望能像恩珠说的那样，多给他们一些时间来恢复，但眼下的局势恐怕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他们了。在贤看着自己的手，这些人可是他砸下重金的底牌，也是这片区域里最强的战力。不管是正在训练的东剑和佳音，还是金剑和德秀，又或者是开着车的多情和秉浩，在贤直接向他们发出了联络，问他们最近休息的怎么样，说自己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毕竟眼下这个局面，也只有这帮人才能彻底解决吸血鬼大饭了。吸血鬼的临时据点里，此时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手下们群情激愤，纷纷叫嚷着要立刻反击。面对众人的请战，香鹤只是冷冷地听着，一言不发。
有人提议赶紧转移基地，但立刻遭到了强烈反对。有人觉得逃跑解决不了问题，也有人认为留下来等同于送死。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而主座上的向鹤显然有着自己的打算，手下们还在为反击的事争论不休。毕竟他们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有人猜测是之前的警察干的，香鹤却直接否定了这个想法。他很确定袭击者另有其人，警方绝不可能操控老鼠进行袭击，而且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香鹤冷冷地指出，那些死掉的同伴尸体全都不翼而飞了，有人在他们逃跑的瞬间就把现场清理得干干净净。香鹤亲眼看到死在毒雾里的低级吸血鬼尸体居然凭空消失了，连之前战死的同伴也找不到尸首，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爆炸、枪声、毒雾和变异老鼠，根本不是警察的作风，显然有股神秘势力盯上了他们。手下听完顿时慌了神，劝香鹤赶紧带人转移，毕竟敌暗我明，继续留守实在太危险。香鹤没有理会手下的劝说，曾经安问他是不是叫香鹤，香鹤有些紧张的低头承认。安告诉香鹤自己要离开一阵，现在交给他一个任务，要把这栋公寓里的所有人全部当成食物来提升实力，并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但在他回来之前绝对不能离开。香鹤受宠若惊的同时也有些没底，忍不住询问安，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该怎么办。安对香鹤的谨慎非常满意，这比只知道变强的蠢货聪明多了。为了以防万一，安把自己的秘密藏身点告诉了香鹤，让他遇到麻烦随时去求助。香鹤叫住了一旁的姬焕，确认他是不是队伍里速度最快的那个。姬焕紧张地承认，香鹤却宣布大家原地等待，不做转移。姬焕大惊失色，想要劝阻，毕竟这里已经暴露了。香鹤直接打断了他，他很清楚袭击者还会再来，所以需要姬焕利用速度优势，在敌人找上门之前把消息送出去。香鹤让姬焕立刻去寻找殷勋，也就是那个将他变成吸血鬼的源头，告诉殷勋大家现在需要支援。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此时的一个男人正处于生死边缘，他被一只大手死死掐住脖子，根本无法反抗。男人怎么也想不通，对方明明救了他们，还赐予了他们吸血鬼的力量，现在为什么要对自己人痛下杀手？面对男人的质问，殷勋只是不屑地冷笑一声。男人吓得连连后退，拼命强调大家都是同类，可殷勋却步步逼近，决定让他死个明白。殷勋解释说，吸血鬼虽然靠吃人求生，但普通人类提供的营养实在太少，根本不够用来快速提升实力。说完，他直接当着男人的面残忍地将旁边的同伴吸干，看着同伴瞬间化为干尸，男人彻底陷入了绝望。殷勋却冷冷表示，接下来的话才是关键。殷勋冷笑着发问，如果一个吸血鬼去吞噬另一个吃了很多人的同类，会发生什么？还没等男人回答，殷勋就彻底吸干了手里的同伴，表示这样能一次性获得海量营养，而这正是他制造这些吸血鬼的真正原因。看着步步逼近的恶魔，男人吓得拼命后退，大喊别靠近。殷勋却露出了残忍的狞笑，在他眼里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吸血鬼，而这帮人不过是用来提升实力的养料罢了。殷勋毫不留情地吸干了男人，虽然这家伙的能量很充沛，但对他来说还远远不够。殷勋打算去收割另一个地方，算算时间那里的猎物也该成熟了，但他一时想不起那个地方的名字，只记得是以字母 D 开头的。就在他苦思冥想时，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大门被猛地推开，来人正是气喘吁吁的姬焕，他急忙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安先生派来的事。姬焕急忙说明来意，大渊洞的同类正遭到神秘人袭击，安先生特意派他来请求支援。可当姬焕看清屋里的惨状时，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全是被吸干的同伴尸体。听到大渊洞这个名字，殷勋却突然狂笑起来，他终于想起来了，那个一直记不起名字的食物尝试就是大渊洞的这帮家伙。看着主动送上门来的线索，殷勋露出了残忍的笑容。夜幕降临，东健带着队伍来到了在贤之前提到的坐标，看着眼前阴森的大楼，东健立刻警惕起来，命令大家拿好武器，随时准备战斗。所有人瞬间进入临战状态，毕竟接下来的对手绝非善类。东健死死握紧了手中的武器，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彻底消灭这栋大楼里的所有吸血鬼。时间回到行动开始之前，得知这次的对手是吸血鬼，众人都有些不敢置信。在贤迅速召集了大家，商讨对付吸血鬼的对策。东健急切地询问敌人下落，在贤表示一直在用老鼠监视大渊洞的敌人，目前还没有动静。他对大家的实力充满信心，觉得以他们如今的战斗力，解决这帮家伙根本不在话下。但在贤心里依然有些顾虑，因为这些吸血鬼曾经都是人类，和之前对付的怪物完全不同。在贤神色凝重地提醒大家，这些吸血鬼可能会开口求饶，而消灭他们的过程会非常残忍，这对大家的心灵是极大的考验。在贤有些担忧地看着东健，询问他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东健神色坚定地了点头，表示自己明白在贤的顾虑。但如今世界已经彻底改变，为了能在这个末世生存下去，他们迟早要面对这一切，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不仅要对付这些人形怪物，还要做好对同类下手的准备。东健向在贤保证，到了关键时刻他们绝不会犹豫，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大家。东健拍着胸脯表示大家没那么脆弱，就算遇到挫折也一定会重新站起来。东健甚至还开起了玩笑，说要是实在撑不住，大不了就去痛痛快快借酒消愁。看到大家态度如此坚决，在贤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笑着表示有大家在身边，确实是自己有些多虑了。东健再次向同伴确认，表示接下来的突袭行动就全靠对方打头阵了。
而此时在吸血鬼的据点里，香鹤有些焦躁的来回踱步。按理说派出去送信的姬焕这个时候早就应该回来了，难道连郑先生那边也出事了？看到姬焕迟迟没有动静，旁边的亨直忍不住抱怨起来，怀疑那家伙是不是独自逃跑了。香鹤冷冷的警告亨直，让他说话最好放干净点。亨直觉得姬焕不是那种逃兵，但他确实去了太久都没回来。亨直有些担心的猜测，怀疑姬焕是不是在半路遇险，结果被厉害的怪物给干掉了。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一道蓝色的强光突然轰了进来，瞬间将坚固的墙壁彻底炸开。香鹤也觉得亨直说的有道理，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屋子开始大面积坍塌。香鹤和手下被打得措手不及，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弥漫的烟雾渐渐散去，香鹤这才惊恐地看清，插在废墟中央的竟然是一把枪。东剑和德秀直接带人攻了进去，看着眼前惊慌失措的敌人，东剑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下达了全面开战的命令。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猛烈袭击，亨直立刻慌了神，一边大喊着让楼里的同伴支援，一边警惕地盯着眼前的对手。眼看已经退无可退，亨直怒吼着直接冲了上去，警告对方根本不知道在和谁作对。但德秀根本不打算废话，直接挥舞长枪迎面呲了过去。还没等亨直做出反应，一道强光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紧接着他的身体竟然开始慢慢消散，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亨直被彻底解决。这一幕直接把在场的吸血鬼看傻了，香鹤更是满脸的不可置信。要知道亨直在低级吸血鬼里实力绝对算得上是拔尖的，可谁能想到对方只用了一招就把亨直给彻底秒杀了。看着亨直正在消散的身体，香鹤彻底慌了神，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手实力如此恐怖。强敌终于现身了，伴随着刺耳的警报声，吸血鬼的集结令响彻整个基地。吸血鬼头目大声下达命令，要大家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英勋托付的这个地方，把入侵者全部消灭干净。面对密密麻麻涌出来的怪物，东剑和德秀他们也做好了准备，这回是要彻底做个了断了。双方直接正面撞击在一起，惨烈的混战一触即发。可就在这个时候，战场上却突然发生了意外。混战刚刚爆发，吸血鬼这边立刻就落了下风。香鹤看着眼前的惨烈战况，整个人瞬间懵了。明明他们人数占优，怎么会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眼看同伴一个个倒下，香鹤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这帮人根本不是普通角色。他正准备撤退改变战术，可还没等他迈开腿，东剑就直接拦住了他的去路，结结实实的一记重击，直接把香鹤打得吐血倒退。东剑冷冷地看着他，警告他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像他们这种只知道掠夺的家伙是绝对赢不了的。东剑手持长枪对眼前的吸血鬼展开猛烈攻击，他冷冷地表示自己非常清楚失去至亲的痛苦，这和冷血的怪物完全不同。可就在这时，垂死的相鹤却突然喊出英勋的名字，质问他明明答应过自己什么。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东剑的致命一击已经轰然落下。听到那句充满怨恨的质问，东剑整个人都愣了一下，伴随着最后的叹息，香鹤彻底消散在废墟之中，只留下东剑一个人站在原地，心情无比复杂。就在混战继续的时候，战场上英勋却突然出现，他看着眼前的一幕，有些抱怨自己来晚了。倒在血泊中的香鹤看到他，就像看到了救星一般，拼命挣扎着向他大声求救，但话还没说完就彻底断了气。看到这个突发状况，旁边的东剑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没搞懂这家伙是从哪冒出来的。英勋却只是嫌弃死掉的吸血鬼，觉得他已经不新鲜了。紧接着他缓缓转过头，冷冷地盯着东剑他们，质问是不是他们袭击了自己的食物尝试。外围的战斗十分顺利，德秀配合着同伴迅速清理干净了这片区域。看着眼前的废墟，德秀稍微松了口气，但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安，担心着东剑那边的状况。还没等他多想，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重物落地激起漫天尘土。英勋冷冷地质问是谁袭击了他的食物储藏室。东剑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对方在胡说些什么，只能警惕地握紧长棍。此时地上死去的吸血鬼开始消散，英勋有些嫌弃地抱怨，这下连食物都没得吃了。还没等东剑反应过来，在贤突然声嘶力竭地大喊，让他赶紧远离那个家伙。因为在贤已经认了出来，站在东剑面前的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高等吸血鬼。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英勋突然抱起发难，化作一道血光瞬间冲了过来，这速度快到肉眼难防。东剑根本来不及躲闪，只能硬生生接下这一击，整个人直接被恐怖的力量震飞出去。英勋有些疑惑地自言自语，人类平时明明一点都不好吃，但他看着眼前的这伙人，却忍不住咽了口水，因为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实在是太诱人了。英勋的攻势快如闪电，他竟然瞬间绕到了德秀身后，这神出鬼没的速度，德秀根本来不及防备，眼看致命一击就要落下，一旁的秉浩反应极快，一个飞扑将德秀推了出去，两人在地上滚成一团。这一下连英勋都有些意外，死里逃生的德秀更是惊魂未定，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连空间传送都会。看到同伴遭遇袭击，一旁的秉浩忍不住破口大骂，德秀也彻底被激怒了，他决定不再保留实力，全力以赴应对强敌。英勋一边嘲讽，一边挥舞血刃，将在贤召唤的重甲士兵切成碎片。在他看来，这些召唤物不堪一击。还没等他得意太久，一道刺眼的蓝色强光在远处亮起，佳音早已拉开长弓锁定目标，随着他松开弓弦，一记闪耀之箭呼啸而出，
这一激化作数道光束，在殷勋反应过来之前，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疼得他痛苦的惨叫起来。东健看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喊着强化技能，直接朝他冲了过去。扔猪，紧接着召唤出一只红眼巨熊，咆哮着朝殷勋扑了过去。庞大的身躯震得地面不断颤抖。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庞然大物，殷勋挥舞血刃将其劈成两半，但他很快发现有些不对劲。原来恩珠只是个诱饵，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侧面袭来的重击已经狠狠砸在了他的身上。佳音紧接着再次拉开长弓，射出一道耀眼的蓝色光束。殷勋愤怒的大喊，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再上当了。殷勋本以为能轻松躲开，结果佳音直接发动了穿透射击，再次一剑贯穿了他的身体。东健看准时机，挥舞长棍狠狠砸了下去。可谁能想到，殷勋根本没受致命伤，他冷冷地吐出一个死字，反手一击将东健重重打飞。紧接着现场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爆炸的余波散去，东健和佳音勉强稳住身形，但还没等他们松口气，烟雾中就传来了冷笑声。殷勋缓缓走了出来，他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对两人的实力感到有些意外，甚至开始质问他们的身份。看来这次他是真的被激怒了。殷勋决定不再保留实力，而他的第一个目标直接锁定了远处的佳音。殷勋以为胜券在握，嘲笑佳音是个蠢货，直接朝他扑了过去。面对这致命的袭击，佳音不仅没有慌乱，反而露出了得逞的微笑，淡淡的吐出将军了三个字。还没等殷勋反应过来，佳音直接发动了召唤技能，在对方头顶上方召唤出了沉重的铁耙。佳音看着冲过来的对手，不仅没有躲闪，反而冷冷的骂了一句蠢货。还没等对方明白过来，半空中召唤出来的沉重铁耙已经结结实实的砸了下去。这家伙的生命力真是顽强，明明脑袋都被砸烂了，伤口居然还在诡异地自我愈合。察觉到地上的吸血鬼有了动静，东健示意大家保持安静，冷冷地俯视着慢慢睁开眼的怪物。殷勋刚一醒来，就咬牙切齿地瞪着眼前的几人，恨不得把他们生吞活剥。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反击，却发现四肢根本不听使唤，只能无力地躺在地上愤怒咆哮。原来东健早就防着他这一手，趁他昏迷恢复的时候，直接往他体内注射了神经毒素。看着彻底沦为鱼肉的殷勋，东健手持长矛逼了上来，冷冷地警告他想活命就老实交代。东健用长矛死死按住地上的殷勋，冷冷地开始审问，让他把知道的全部交代出来，尤其是背后的老大到底是谁。听到这话，殷勋不仅没有害怕，反而自嘲地冷笑起来，觉得被人类这种猎物威胁简直是奇耻大辱。接着这家伙话锋一转，说他们可是得到了祝福的新人类，身上这股恐怖的力量全都是那位大人赐予的。听到有人在背后赐予力量，东健立刻警惕起来，追问那个人到底是谁。可殷勋却表示自己知道的也不多。不过紧接着这家伙又抛出了一个关键线索，说自己知道那些人在哪。东健正拿着长矛逼问呢，谁能想到这吸血鬼突然发了疯，一边狂笑一边直接对自己下了死手。这突如其来的自残把大家都看傻了。东健急得大喊想阻止他，可根本就来不及了。这家伙宁可自杀，也绝对不肯透露更多情报。临死前，这家伙还吐着血挑衅，嘲笑人类别高兴得太早，说其他的高等吸血鬼绝对会把他们全部撕碎。说完这句话，殷勋便彻底没了动静。紧接着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提示他们已经成功击杀了目标。随着吸血鬼的死亡，系统结算的奖励直接拉满，不仅拿到了巨额资金，大本营的领地也开始疯狂扩张。可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在贤突然痛苦地倒在地上，这可把旁边的义真吓坏了，赶紧上前查看情况。在贤咬着牙问是不是领地又扩张了，义真有些诧异，问他怎么会知道，毕竟每次领地扩张，在贤都要承受极大的痛苦。看着他这副虚弱的模样，义真心里满是担忧。在贤勉强笑了笑，安慰义真说这只是暂时的，让他不用太担心。缓过劲来的在贤立刻开始询问大约那边的情况，义真表示那里的吸血鬼已经全部被消灭了。就在这时，在贤的脑海里传来了东健的声音，他立刻接通了对话。东健汇报说，他们已经把整个公寓小区都搜查了一遍，但是遗憾的是，现场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听到这个消息，在贤沉默了一下，随后让东健他们先撤回来休息。接着在贤转过头，让旁边的义真也先回去休息。看着义真离开的背影，在贤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了。义真刚要离开，却又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他有些担忧地劝在贤多注意休息，别太勉强自己了。在贤笑了笑，问自己是不是看起来真的很累。虽然很感谢义真的关心，但在贤心里清楚，现在还远远不到能放松的时候。他抬起手，直接唤醒了系统界面。随着领地不断扩张，涌入大本营的人也越来越多。为了防止有吸血鬼混在人群里混进来，在贤决定利用系统规则给吸血鬼套上枷锁。他立刻开始设定新的成就条件，只要吸血鬼敢获取这里的公民身份，不仅实力会被大幅度削弱，脸上还会被刻上无法抹去的标记。这下看他们还怎么隐藏。搞定了吸血鬼的限制后，在贤看着手里的3个技能点，心里早就有了打算。他没有犹豫，直接全部加在了商店技能上。随着技能升级成功，商店不仅商品容量大增，还直接解锁了7折优惠。这结果完全在贤的意料之中。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系统界面突然闪烁起来，紧接着一条新提示弹了出来，因为商店等级提升，居然意外解锁了全新的附魔攻防，这可真是个意外之喜。在贤立刻切换到建造模式，查看这个新建筑的属性，原来在这里可以强化装备，甚至还能给武器附魔。可当他看到建造费用时，整个人直接傻眼了，建个攻防居然要花5亿韩元，这简直是在抢钱啊！
虽然价格贵得离谱，好在工房占地面积不大，在贤决定把它建在商铺旁边。可刚一点击建造，系统却显示需要整整3天时间。就在贤犯难的时候，他注意到屏幕下方有个立即建造的选项，点开一看，居然需要消耗8个水晶。在贤算了一下，一个水晶能缩短10个小时。虽然他手里刚好还剩下100个水晶，但他根本舍不得用在这里，毕竟攒够300个就能抽取神级道具了。之前抽到的戒指和皇冠可都是极品。权衡利弊之后，在贤还是理智的取消了加速，决定老老实实等它自动建好。取消了加速建造后，在贤还是决定把水晶攒起来，毕竟神级道具的诱惑实在太大。处理完工房的事，在贤看了看自己剩下的2个技能点，他决定先留着，等以后有更急需的地方再用。在贤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热火朝天的景象，此时领地里的重建队伍和建设队伍正忙得不可开交，大家都在全力以赴地修复受损能势。看着领地一点点恢复生机，在贤心里也踏实了不少。随着受损的道路被陆续修复，废弃的车辆也被清理干净，街上终于重新出现了车辆的身影。不仅如此，学校也重新开课了，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上学，大家的生活似乎正慢慢步入正轨。在贤站在窗前看着这一切，心里感慨万千。为了换来这难得的平静，大家付出了太多代价。他暗自下定决心，绝不能让吸血鬼毁了这一切。忙活了这么久，在贤也感到有些疲惫了。他想起一真之前的劝告，决定听他的话，好好休息一下。他摘下头上的皇冠，准备去睡个安稳觉。在贤叹了口气，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他打算先小睡一会儿，就眯一小会儿。然而在另一边的废墟里，气氛却异常压抑。一个身影正神色严肃地盯着前方，地上的血迹还没干透。高大的身影站在废墟中，冷冷地确认那个没用的家伙已经死了。就在这时，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冷笑，露出了尖锐的獠牙。新的危机已经悄然降临。本想好好睡一觉的在贤，一睁眼却发现自己身处虚无的黑暗。他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自己这到底是在哪。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冰冷的质问，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紧接着，无数熟悉的身影从黑暗中浮现，那些死去的人正痛苦挣扎，质问他为什么没能救下大家。无数的怨念和哭喊声铺天盖地袭来，大家都在控诉着自己的痛苦，质问他既然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为什么偏偏见死不救？面对这排山倒海般的指责，在贤彻底崩溃了。他拼命的想要解释，可黑暗中却再次传来呼唤他的声音。在贤在黑暗中不断后退，可那些声音却像复古之居，根本甩不掉。佳音抱着已经没有呼吸的父亲，哭着向他求救。紧接着，父亲也满脸是血的凑了过来，质问他既然有能力，为什么不救人？在贤吓得连连后退，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只能无助的不断摇头拒绝。可黑暗中的质问声却越来越大，有人哭喊着说想见自己的孩子石宇，每一声哭诉都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贤的心口上。大家围着他苦苦哀求，甚至质问他是不是因为闲钱不够，才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这沉重的罪恶感压得他快要窒息。在贤拼命想要解释，可黑暗中那些发光的手却越来越多，死死的将他缠住。无数个声音在耳边回荡，不断呼唤着他的名字，甚至直接捂住了他的嘴，要把他彻底拖入深渊。伴随着一声惨叫，在贤猛地睁开眼坐了起来。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看着周围熟悉的陈设，这才确认自己已经回到了安全的地方。刚才那一切居然只是个梦。在贤有些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看来是最近见到了太多死人，连精神都快要撑到极限了。虽说平时也没少做噩梦，但刚才那个梦真实的让人有些后怕。这也让在贤突然想起了一件，按理说这次消灭吸血鬼的任务难度不小，朱茵该早就拿到系统奖励了才对，怎么到现在都没动静？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在贤索性拿出手机，直接给恩珠发了条消息，让他来自己家里一趟。没过多久，门外就传来了开锁的声音。恩珠推门走了进来，有些疑惑地问在贤找他什么事。在贤把恩珠迎进屋里，顺手给他倒了杯热茶，两人就这么相对而坐，气氛一时间有些微妙。在贤有些犹豫地开口，想问问关于再次复活石宇的事，虽然知道这话题有些敏感，但他还是想弄清楚原因。恩珠倒是一脸平静，表示自己完全能理解他。接着，恩珠主动提起了那天的事，多亏了在贤的帮助，他才能重新见到儿子石宇，经历那场难得的重聚。恩珠叹了口气，说起在那之后，他亲眼看着同伴的父亲离世，身边也有太多人失去了家人。听到多情的遭遇后，在贤在一旁沉默不语。恩珠接着说，看着大家都在痛苦中挣扎，这让他想了很多。如果自己一直任性的想见儿子，迟早会给大家带来麻烦，到时候所有人都会找来想见自己思念的亲人，这个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地方，恐怕又会陷入混乱。他不希望石宇成为冲突的导火索，毕竟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每个人都在努力撑下去。所以恩珠决定不再要求任何特殊照顾。他非常感谢在贤能帮他和石宇实现这个奇迹，让他们母子俩能有一次告别的机会，这已经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礼物了。在贤静静的听着，心里也有些触动。看着眼前的恩珠，在贤突然意识到，现在的他和刚见面时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的恩珠，整个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满脸都是绝望。而现在，他的脸上终于有了平静的笑容，这让在贤心里也踏实了不少。恩珠起步准备离开，在贤客气地送他到门口，感谢他今天能特意过来一趟。恩珠转过身笑了笑，表示该说谢谢的其实是自己，多亏了在贤一直以来的照顾。随后便推开门道别离去。看着空荡荡的门口，在贤心里突然有些感慨，这次谈话
让他意识到，其实恩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成熟得多。听到恩珠说因为他的帮助而感到安慰，在贤的心里也释怀了不少。那些话反过来也治愈了他自己，压在心头的重担似乎终于放下了。今晚他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几个星期就过去了。为了清理周边的怪物，大家每天都在废墟里疯狂战斗，枪声在废墟中此起彼伏，成群的怪物被接连消灭。随着最后一只怪物倒地，系统提示任务终于完成，虽然只给了点微薄的经验值，但好歹是搞定了。程叶累得直喘粗气，笑着说：“今天的指标总算是完成了。”志勋抱着枪走过来，问大家还差多少个。桑勋表示自己大概还差5个。听到大家还差几个指标，那家伙直接甩手不干了，让他们自己去搞定。志勋还想劝他一起把任务做完，可程叶根本不买账，反而冷嘲热讽起来，让他们别总想着依赖别人。临走前，程叶甚至还骂他们是废物，这可把桑勋气得够呛，当场就要发作。好在志勋及时拉住了他，笑着把那个自大的家伙送走。看着那人离去的背影，志勋心里憋屈得很，毕竟少了这家伙的战力，接下来的战斗只会更艰难。但也只能劝大家往后多靠自己。其实他们之所以这么忍气吞声，是因为在独眼巨人袭击大本营的那天，他们做了一件最丢脸的事，像懦夫一样逃跑了。从那天起，在贤就开始给他们下达残酷的每日狩猎任务，一旦任务失败，惩罚就是整整1分钟生不如死的剧痛，那种痛苦简直让人觉得快要死掉了。为了逃避这种折磨，他们每天只能拼了命地去完成指标。志勋咬紧牙关，心里满是苦涩。他们现在无比后悔那天为什么要在关键时刻当了懦夫。残酷的狩猎任务终于结束了，双胞胎咬牙坚持了下来。今天他们超额完成了指标，还特意买回了新鲜的肉食。虽然每天都在拼命战斗，但他们的生活却因此因祸得福，不仅不用再为生计发愁，甚至比普通人过得还要好。安稳的生活让志勋有些不踏实，看着窗外的夜色，他陷入了沉思。这时桑勋洗完澡走了出来，催促着志勋赶紧去洗漱，还不忘叮嘱他准备今晚的晚饭。临走前，桑勋笑着夸奖他今天表现不错，志勋心里微微一暖，也笑着回应了对方的赞赏。或许日子真的在一天天变好。末世降临后，人类生存艰难，但在贤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他建立安全区，所有人希望。曾经的志勋只是个卑微的毕业生，每天拿着微薄薪水被老板压榨，生活毫无希望可言。而现在，虽然每天都要拼命狩猎，但他却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这一切的改变都要归功于在贤。志勋无比后悔曾经的懦弱逃跑，他暗自发誓绝不再让在贤失望。就在这时，异变突生，耀眼的金色光芒瞬间将他笼罩，系统提示音在脑海中疯狂响起。志勋的忠诚度竟然达到了满值，他直接成为了在贤的专属追随者，甚至觉醒了强大的 A 级异能。远处的在贤也瞬间察觉到了这股力量。还没等志勋从震惊中缓过神来，脑海中突然响起了在贤的声音。志勋顿时紧张地屏住呼吸。在贤约他明天一早单独见面。第二天，志勋怀着忐忑的心情如约而至，看着眼前这个深不可测的男人，他知道那些关于在贤的传闻都是真。在贤随口问他想喝点什么，紧张的志勋手忙脚乱地选了咖啡。看着在贤转身准备的背影，志勋脑海中不断闪过那些传闻，只要被在贤选中就能获得超能力，而他自己刚刚觉醒了寒冰力量。在贤将咖啡递到他的面前，志勋受宠若惊地赶紧接了过来。在贤坐下后，直接抛出重磅消息，他决定免除志勋小队的每日狩猎任务。但紧接着在贤话锋一转，警告他，如果以后再敢当懦夫逃跑，惩罚绝对会让他后悔莫及。敲打完毕后，在贤切入正题，他直言以志勋现在的 A 级实力，继续留在原来的小队实在是太屈才了。志勋下定决心提出请求，他想带上哥哥桑勋一起离开，并且不想再待在白成业的小队里。在贤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决定将他们分配到李俊赫的水系小队。不仅如此，在贤还抛出更诱人的提议，邀请他们兄弟俩直接与自己签订契约。志勋受宠若惊的立刻答应下来。在贤与志勋和桑勋兄弟俩正式签订了从属契约。兄弟俩都觉醒了罕见的冰系异能，如果配合李俊赫的水系异能，绝对能爆发出成倍的战斗力。送走两人后，在贤暗自期待这支新队伍或许很快就能抗衡东建小队。这时系统突然弹出久违的提示，有一群陌生人正朝着大本营快速逼近。在贤立刻点开系统面板查看，领头的人名叫韩吉，不仅拥有 A 级千里眼技能，等级更是高达39级。在贤直接发动终极之眼进行探查，发现韩吉的队伍竟然人手一把枪械。原来这帮人是靠着热兵器在末世横行，难怪他们的升级速度会如此惊人。既然这帮人手里持有枪械，在贤可不打算让他们大摇大摆的进来，他直接利用系统权限将这群人的武器全部强行没收，并发布了让他们前来觐见的任务。就在贤准备动身去会他们时，系统却再次传来了急促的提示音，又有一个神秘人正在独自接近大本营。而在贤看清这个新人的信息后，整个人瞬间愣在了原地。谁能想到这次来的居然是50级高级吸血鬼？在贤决定主动出击，直接向对方发出加入安全区的邀请。只要这家伙敢成为这里的市民，自己就能通过系统任务死死限制住他，到时候是生是死全凭自己说了算。可还没等在贤高兴太久，系统却突然传来拒绝的提示。这下在贤彻底懵了，对方居然不按套路出牌。还没等他想明白怎么回事，结界外的怪物已经直接一拳砸了上来。
这家伙居然打算用蛮力，硬生生把安全区的结界给砸开。系统警告更是一个接一个的弹出来。看着外面那家伙疯狂的举动，在贤一时间也有点懵了，根本想不通对方到底要干什么。可还没等在贤多想，结界外的吸血鬼突然发出一声怒吼，拳头上的能量开始疯狂汇聚，紧接着又是一记重拳狠狠砸了上去。这下子连整个结界都开始剧烈晃动起来。结界外的吸血鬼突然停下了动作，紧接着他的整条手臂竟然开始发生异变，散发出滚烫的红光。看着这诡异的一幕，在贤心里顿时警惕起来，这家伙绝对是个极度危险的角色。虽然对方刚才没能砸开结界，但那几拳的威力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光是余波就让结界产生了剧烈震动，其实力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之前的独眼巨人。看来这些高级吸血鬼就像人类觉醒者一样，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专属能力。之前干掉的那个家伙能操控血液，而眼前这个显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子。结界外的吸血鬼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在琢磨着什么。刚才那一拳砸下去，虽然没能把结界彻底砸碎，但产生的冲击波却让他心里有了底。这下子他终于意识到，能维持这么大范围的结界，里面绝对有个不得了的家伙。难怪之前的同伴会死在这里，看来凶手就是结界里的那个人了。对方的实力恐怕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看着眼前这坚不可摧的结界，吸血鬼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难道连他们的王也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吗？既然硬碰硬讨不到便宜，他也不打算在这里死磕，转身就准备先撤回去再做打算。可结界内的在贤怎么可能轻易放他离开？他立刻联系了手下，让人马上赶到他的公寓集合。这次他必须主动出击，绝对不能让这家伙活着回去。而此时的地铁站里已经传来了异样的动静，追踪行动已经开始了。一真正操控着召唤兽，在阴暗的地铁隧道里死死咬住那个吸血鬼，但对方移动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眼看就要跟丢了。一真赶紧向在贤汇报情况，说那家伙已经穿过了星海云台站。可还没等把具体位置说完，精神链接就因为距离太远强行中断了。虽然线索断了，但在贤倒是一点也不慌，因为他早就安排了东建的小队在暗中同步进行追踪。看着地图上的方向，在贤心里很清楚，这家伙的目的地恐怕是姬章郡。看来想顺藤摸瓜找到吸血鬼的老巢，还得花上不少功夫。看着地图上的路线，在贤突然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这家伙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偏偏要沿着东海线的铁轨一路向北。要知道这条铁轨的终点可是直通蔚山，如果吸血鬼的老巢真的在蔚山，那事情可就彻底失控了。那可是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大城市，要是这帮怪物把那里当成了食堂，天知道会培养出多少恐怖的高阶吸血鬼。一旦他们带着大军杀回来，安全区根本就挡不住。想到这里，在贤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在最坏的情况发生前主动出击。随着他一声令下，东建立刻带着小队在夜色中全速出发，一场生死时速的追踪战正式打响了。看着追踪的进度，在贤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他立刻联系了正在前线追踪的东建，表示计划有变，这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除掉那个吸血鬼。收到命令的东建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带队全速追击。而另一边，刚刚抵达安全区附近的韩吉一伙人，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遇到了怪事。他们随身携带的背包突然掉落在地，里面的步枪居然凭空消失了。这下子整个人群彻底乱成了一，武器凭空消失后，队伍里的人彻底炸锅了。光头男愤怒地质问韩吉，毕竟是韩吉劝大家来这里的，现在防身的家伙全没了，必须得有个交代。面对众人的指责，韩吉也有些不知所措，他只能一边道歉，一边极力安抚大家，解释说只要到了安全区，大家一定会改变主意的。但失去武器的恐惧让大家根本听不进去。同伴严肃地警告韩吉，现在没有了枪，在外面多待1秒都是在拿命开玩笑，他根本没办法说服大家继续往前走。看到队伍要散，韩吉急得不行，连忙保证这附近绝对没有怪物，试图重新建立大家的信任。听到韩吉的保证，同伴根本不买账，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现在这种世道，谁敢拿命去赌？韩吉还想用自己的能力解释，但同伴直接打断了他，表示大家没办法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单凭他一句话就去冒险。旁边的同伴也跟着起哄，质问韩吉，要是判断失误，大家遇到怪物就只能等死。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异变突生，伴随着一阵轻响，所有人面前凭空出现了一个发光的蓝色屏幕。看着眼前这神奇的一幕，大家都愣住了。仔细一看，这居然是一个系统发布的任务。夜色之中，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吸血鬼正沿着铁轨一路疯狂奔逃。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落下了黑色羽毛，负责空中侦察的金剑已经死死锁定了目标地位置。他立刻向在贤汇报了情况，在贤当即决定不再保留，直接下达了启动 B 计划的命令。收到指令的金剑瞬间出手，直接开启了系统仓库。大片绿色的毒雾在空中弥漫开来，将地上的吸血鬼彻底笼罩。漫天的绿色毒雾瞬间拦住了吸血鬼的去路。还没等这家伙搞清楚状况，炳浩已经从暗处摸了过来。他二话不说，端起步枪就是一顿疯狂扫射，密集的子弹结结实实打在对方身上。可让人震惊的是，这家伙连躲都没躲，子弹打在身上就像挠痒痒一样，根本没能伤到他分毫。吸血鬼冷冷地看着炳浩，质问他到底是谁。炳浩这下子显然是踢到铁板了。吸血鬼根本不打算废话，怒吼着直接一拳砸了过来。这一拳威力极大，在地上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炳浩被恐怖的冲击力震得连连后退，好在没有受到重伤。就在这时，手持长弓的佳音及时赶到，稳稳地接应了炳浩。面对眼前的怪物，
佳音没有丝毫畏惧，他直接拉开长弓，冷冷回怼，表示怪物没资格打听他们的身份。话音未落，一支带着蓝色强光的箭矢破空而出，直奔吸血鬼的面门而去。这一箭威力极大，逼得吸血鬼不得不狼狈地向旁闪躲。躲过这一击后，吸血鬼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他冷冷地盯着眼前的对手，意识到这帮人显然知道自己的身份。既然身份已经暴露，他也不打算再隐藏实力。可还没等他动手，伴随着一声低喝，德秀穿着一身银白重甲凭空出现。他挥舞着巨剑，死死挡住了吸血鬼的去路。两股力量狠狠撞在一起，巨大的冲击力把吸血鬼都逼退了半步。就在这时，后方再次升起大片绿色的毒雾，看来这家伙今天注定是走投无路了。就算这家伙想强行冲过去，也绝对无法避免吸入毒物。只要麻痹毒素进入体内，他就再也跑不掉了。在贤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更何况恩珠他们已经在毒物另一边设下埋伏，金剑也从空中展开双翼，死死封锁了退路。吸血鬼彻底陷入了包围圈。在贤通过通讯器向东剑下达命令，让他和恩珠配合，尽量拖延时间。东剑正准备向在贤汇报情况，却突然发现了不对劲。只见被包围的吸血鬼突然暴起，这家伙竟然直接一拳狠狠砸向地面，伴随着一声巨响，强大的冲击波瞬间扩散开来，竟然硬生生把周围的绿色毒物全部震散。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在场的德秀和炳浩都震退了出去。吸血鬼冷冷地看着眼前的众人，终于意识到这帮人绝对不是普通人类。吸血鬼冷笑着提到了之前被干掉的同伴，看来他已经猜到，就是眼前这帮人干掉了那个蠢货。这下子双方彻底没有了缓和的余地。在贤突然发现了不对劲，这家伙刚才故意冲进毒雾里，根本就不是为了寻找出路逃跑，他只是想利用毒雾的遮挡来隐藏自己，好为接下来的大招争取时间。吸血鬼终于完成了蓄力，浑身散发出滚烫的红光，显然是要动真格的了。德秀见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指挥着银甲守卫冲了上去，试图打断对方的施法。可吸血鬼根本没把这些守卫放在眼里，冷笑着表示这些玩具根本挡不住他。话音刚落，他那只异变的手臂就爆发出恐怖力量，一拳下去，直接把冲上来的守卫砸了个粉碎。紧接着，吸血鬼脚下一蹬，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直奔德秀而去。面对这排山倒海般的一击，德秀只能硬着头皮迎上去，局势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德秀挥舞着大剑凌空劈下，可吸血鬼根本没打算躲闪，那只异变的手臂直接硬扛下这一击，顺势一拳把德秀打得吐血飞退。眼看德秀就要撑不住了，炳浩急忙冲上去一把将他接住，可还没等两人站稳，吸血鬼已经如影随形般逼到了跟前。这家伙一伸手，直接死死掐住了炳浩的脸，冷笑着表示之前对付同伴的招数对他根本没用。炳浩彻底陷入了绝境。吸血鬼冷笑着，根本没把眼前的反抗放在眼里，他猛地一拳砸向地面，狂暴的力量瞬间宣泄开来，直接把炳浩震飞了出去。佳音见状，急忙想要应对，可还没等他来得及出手，吸血鬼已经鬼魅般出现在了他身后。冷冰冰的声音传来，让他先担心自己。紧接着，吸血鬼重重的一击直接轰在佳音身上，将他整个人狠狠击退，局势一下子变得更加被动了。看到同伴接连受伤，东剑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怒吼着冲上前去，死死护佳音身前，硬生生替他挡下了吸血鬼的致命一击。可眼前的吸血鬼实力实在太强，随手一击就带着排山倒海的压迫感，东剑只能拼尽全力死撑。为了扭转战局，东剑立刻召唤出恩珠协同作战，试图合力限制住这个怪物。然而吸血鬼只是冷笑一声，双手合十猛地砸下，狂暴的能量瞬间宣泄开来，直接将恩珠和东剑一起重重轰飞。看折倒在地上无法动弹的对手，吸血鬼居高临下的嘲讽道：作为人类，能撑到现在已经算是不赖了，小队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吸血鬼冷笑着表示，让倒下的人老实躺着看戏就行，接下来他要把剩下的人全部解决掉。看着一步步逼近的怪物，金剑只能用巨大的黑色羽翼死死护住受伤的同伴。吸血鬼满脸狂妄的宣称要把他们的血全部抽干当成晚餐。眼看致命的攻击就要落下，金剑根本无力抵挡。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天空中突然降下一道耀眼的蓝色光束，瞬间砸在两人之间，硬生生逼退了正要出手的吸血鬼。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原本胜券在握的吸血鬼也懵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突如其来的蓝色雷电，硬生生把不可一世的吸血鬼给逼退了。东鹤一边说着抱歉，一边表示自己收到消息后已经全速赶来，但好像还是来晚了。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伟岸背影，金剑一时间也有些摸不着头脑，忍不住开口询问对方的身份。结果东鹤转过头微微一笑，直接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在贤的父亲。在东剑他们追上吸血鬼之前，在贤在后方就已经开始担心了。虽然这支小队之前干掉过高等吸血鬼，但这次的对手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这个吸血鬼的等级高达50级，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任何失误都是致命的。在贤很清楚，一旦东剑他们出了意外，后果根本无法承受。为了以防万一，他必须立刻准备第二套方案了。原来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竟然是在贤召唤出来的秘密武器，也是他领地里最强大的存在。东鹤让受伤的众人退下休息，接下来的战斗由他一个人来接管。吸血鬼冷笑着打量着眼前的对手，嘲讽他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话音未落，吸血鬼已经裹挟着狂暴力量，一拳狠狠砸了过来，扬言要像解决其他人一样解决掉他。
面对这排山倒海般的一击，东鹤身上的蓝色斗气瞬间爆发。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吸血鬼还想口出狂言，说要把东鹤吸收掉，让自己变得更强。可话还没说完，东鹤已经一记重击狠狠砸在他脸上，紧接着又是一记势大力沉的高踢腿，直接把吸血鬼踢得惨叫着飞了出去。这一击威力极大，直接把吸血鬼打得大口吐血。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那连子弹都能挡下的强悍肉体，怎么会被一个人类只用一脚就给踢碎了？还没等吸血鬼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东鹤已经再次逼近，带着蓝色斗气的重拳已经近在咫尺。看着眼前这个强得像怪物一样的人类，吸血鬼彻底慌了神。东鹤怒吼着一拳轰出，胜负在这一瞬间彻底见得分晓。看到东鹤突然现身，后方的同伴都看傻了眼。谁能想到在贤的父亲实力竟然如此恐怖？东鹤根本不打算给吸血鬼任何喘息机会，他身上的蓝色斗气瞬间爆发到极致，整个人化作一道蓝色流光直冲云霄。紧接着一道水桶粗的蓝色光束从天而降，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轰向地面的吸血鬼。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狂暴的能量在地面上疯狂宣泄，直接将周围的一切全部吞噬。这恐怖的威力让整片大地都剧烈颤抖，那个不可一世的吸血鬼注定要彻底完蛋。随着漫天尘土渐渐散去，这场惊天动地的战斗终于落下帷幕。东鹤缓缓收回了拳头，转过身，微笑着对大家说辛苦了，接着便提议大家准备动身回去。而另一边那个不可一世的吸血鬼，此刻正满脸不甘地站在原地，他怎么也无法接受自己拥有主人赐予的强大血液，竟然会输给一个普通的人类。还没等他多想，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化作黑色的碎屑，在风中一点点消散。临死前，他只能绝望地呼唤着主人的名字，为自己没能完成任务而懊悔。这个难缠的对手被彻底解决，但他们接下来的路恐怕会更加艰难。随着吸血鬼彻底消散，系统提示也瞬间弹了出来，成功击杀50级的高级吸血鬼，不仅拿到了海量经验，连技能等级也跟着提升了。然而在另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那个被称为主人的银发男子已经得知了手下的死讯，他冷冷地念出死者的名字，显然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接着他转过头看向身旁的女人，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奴隶。银发男子冷冷下达命令，让他立刻动身前往釜山。面对主人的命令，奴隶恭敬地领命出发。紧接着画面一转，在贤这边却突然发生了异变，伴随着一阵狂暴的紫色能量，在贤痛苦地大喊起来，身体也开始失控。好不容易缓过神来，在贤整个人显得非常虚弱。就在这时，一真赶紧递过来一杯水，关切地询问他的情况。一真十分担心，问他是不是因为领地再次扩张，身体又吃不消了。在贤的身体状况成了大家新的担忧。在贤喝着水，暗自庆幸父亲东鹤及时赶到。虽然知道亲属 buff 能提升实力，但在贤也没想到父亲展现出的力量会如此恐怖。相比之下，虽然东剑小队的成员们在称号 buff 加持下实力也远超同等级的人，但跟父亲那恐怖的斗气比起来，还是差得太远了。就在这时，眼前突然弹出了系统提示，显示丙号已经完成了今天的每日任务，系统正在进行评估。在贤这才想起来，自己之前给所有受为加成的人都设置了每日任务，其中也包括东剑小队的成员。虽然这些任务每天都有，但在贤其实并没有对他们抱有太大期望。可接下来的评估结果却有些出乎意料，看着系统评估完成，在贤还在琢磨丙号这次能拿到什么奖励，结果系统突然弹出了中大奖的提示，丙号居然直接抽中了技能点。这下在贤也坐不住了，忍不住大声夸赞丙号干得漂亮。要知道之前所有人里只有一个人拿到过技能点，而那个人居然也是丙号，看来这家伙真的是天生的欧皇。看到在贤这么高兴，一真忍不住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兴奋过头的在贤脱口而出说自己中了彩票，结果把对方听得一头雾水。反应过来的在贤赶紧尴尬的解释，自己只是比喻遇到了天大的好事。在贤决定先用之前攒下的技能点把商店技能给升了，毕竟随着等级提升物品栏肯定不够用。至于刚刚白嫖到的那个新技能点，他看着面板一时间还没想好该怎么花。就在这时，他注意到面板上有一个奇怪的技能，叫做终极宅男的健康。在贤琢磨着这个技能会不会减轻他每次升级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但转念一想，这玩意儿太像赌博了，万一升级之后只给个鸡肋的恢复效果，那可就亏大了。稳妥起见，他还是决定选择更保险的方案。于是在贤直接确认，把技能点加在了生活维护上。随着确认升级，一道金光瞬间将他笼罩。系统提示音响起，终极宅男的生活维护技能已经成功升到了6级。还没等在贤反应过来，眼前的变化就让他整个人都懵了。这下子事情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紧接着系统再次弹出提示，显示该技能居然解锁了全新的附加功能。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废墟城市里，狂风正呼啸着吹过，路边倒塌的指示牌上隐约能看到地名，这里正是蔚山。废墟的街道上几个身影正警惕地前行。就在这时，废墟深处突然传来了怪物的嘶吼声，一只面目狰狞的吸血鬼正死死盯着前方。奴里提到了被干掉的同伴阴熏和人希，这2个家伙都是从主人那里获得力量的吸血鬼，结果居然全被干掉了。接着他提到了釜山这个地方，站在天台边缘的他似乎在琢磨着什么，突然他背后涌出大量的血红色能量，这些能量迅速凝聚，在他身后化作了一双血红色的翅膀。狂风在天台边缘呼啸，奴里俯瞰着下方的废墟城市，眼神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
在贤召集众人紧开会，根据吸血鬼最近的动向，他推测敌人的大本营就在蔚山。在贤神色凝重地表示，最坏的情况下，整个蔚山市可能都已经被控制了。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同伴们都大吃一惊。要知道，蔚山可是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如果市民全成了吸血鬼的养分，诞生的高等吸血鬼数量将无法想象。在贤回想起之前交手过的敌人，从对方留下的线索来看，蔚山绝对还藏着更恐怖的怪物。他看着众人，抛出最现实的问题：如果同时出现2个以上的高等吸血鬼，他们真的有胜算吗？东健和智叔都觉得这是棘手。在贤思索片刻，提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砸钱强行提升家臣们的等级。如果能把东健他们强行拉到50级，胜算确实会大很多。可问题是，这笔资金简直是天文数字。就在这时，父亲东鹤主动站了出来，表示自己一人就能对付3、4个高等吸血鬼，要是再加上在贤的母亲智叔，能解决的就更多了。在贤很清楚父亲没有吹牛，因为只要母亲在身边，就能触发强力的身体强化，再加上母亲那招国王的祝福，父亲的实力会飙升到恐怖的境界，甚至能一人横扫所有高等吸血鬼。可即便如此，在贤还是有些不放心，因为他不知道这股力量到底能不能对付吸血鬼背后的终极 BOSS。由于目前掌握的线索实在太少，在贤一时间也有些犯难。就在这时，金剑主动站了出来，提议由他独自去蔚山打探情况。凭借他的特殊能力，确实能以最快的速度打个来回，但在贤心里还是有些打鼓。如果蔚山真的是吸血鬼的大本营，那这趟任务可就九死一生了。面对在贤的担忧，金剑却显得十分坦然，表示有些事情自己必须站出来解决。见金剑态度坚决，在贤只能点头同意。不过他特意叮嘱金剑，一旦遇到危险，千万别硬撑，只要能拖延一点时间，自己就能立刻用家臣召唤把他拉回来。在贤将任务郑重交托给金剑，一旁的东鹤看着儿子，虽然什么都没说，但眼神里满是担忧。与此同时，在蔚山废墟的上空，那个叫奴里的女人正飞速掠过。她很清楚，被干掉的殷勋和仁熙绝非弱者，相反，他们即便在高等吸血鬼里，也是顶尖的存在。连他们都栽了，自己必须加倍小心。他本打算快速搜查完就回去复命，可就在这时，前方的异样让他猛地停下了动作。这下子他又发现了什么？出现在奴里眼前的，竟然是一棵巨大到无法想象的古树，这规模简直超出了常理。他立刻反应过来，殷勋和仁熙那2个家伙绝对就是死在这棵树手里的。还没等他细想，他又注意到树下居然还有人类活动。紧接着，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唰的亮起，这股力量居然是光属性的。为了弄清楚状况，奴里决定飞过去看个究竟。可还没等他靠近，半空中突然弹出了红色的防御屏障，直接把他死死挡在了外面。这下子连他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让奴里没想到的是，这道屏障不仅挡住了他，甚至还弹出了邀请他加入市民权的提示。这下子可把他吓得不轻，自己明明已经隐藏了气息，居然还是被轻易发现了。看着眼前这片完好无损的街区，奴里越发觉得这里诡异得很，就像是末日中唯一没有被波及的净土。直觉告诉他再往前走绝对有生命危险，于是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转身飞速撤离。而此时在后方的在贤也通过系统感知到了这一切，得知对方是一只长着翅膀的吸血鬼，他不禁感到有些可惜。原来刚才的市民权邀请是在贤故意抛出的诱饵，只可惜对方警惕性太高，几乎是唰的一下就拒绝了。在贤原本打算只要对方接受邀请，就能彻底掌控他的生死，甚至还能借此向敌人传递假情报。不过既然计划落空，他也只能作罢。看来接下来的防线必须重新布置了。在贤仔细盘算了一下，就算那个吸血鬼逃了回去，他能带走的情报也微乎其微，顶多也就是知道了世界树和防御屏障的存在。不过让在贤有些警惕的是，这次敌人的反应速度实在太快了。之前干掉第1个高级吸血鬼后，对方足足花了1个月才派来第2个，可这回居然连1天都不到。难道说对方的首领能直接感知到部下的死亡？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好在因为对方来得及，在贤已经顺藤摸瓜锁定了他的位置。此时金剑正展开双翼，在半空中小心翼翼地尾随其后，只要保持安全距离，不被发现，暂时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就在贤思索下一步计划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亲切的呼唤。东鹤拿着一瓶酒，微笑着走了过来，主动提议想和儿子单独聊聊。东鹤端着热气腾腾的下酒菜，笑着招呼在贤坐下。在贤有些疑惑，不知道父亲突然找自己要聊些什么。东鹤主动问儿子要不要喝一杯，但在贤因为手头还有事情要忙，只能开口婉拒了父亲的好意。东鹤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自己把酒杯倒满，接着轻声叮嘱在贤有空多回家看看，因为外祖母一直很想念他。听到这话，在贤心里顿时有些不是滋味。虽然在精灵力量的帮助下，外祖母每天能清醒一会儿，但大部分时间依然在沉睡，平时都是妈妈智叔在床前照顾。在贤之前忙于各种事情，现在想想自己确实太久没回去看望家人了。在贤答应父亲自己很快就会抽空回去看望家人，东鹤喝了一口酒表示赞同。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有些愧疚，这段时间同样没怎么在家里露过面。不过温情的话题很快就结束了，东鹤轻轻放下手中的酒杯，神色也变得认真起来，主动提出要和在贤聊聊正事。而他要聊的正是那些难缠的吸血鬼。东鹤直接开口询问在贤接下来到底有什么打算。听到父亲突然问起这个，在贤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
在贤认真的表示，必须先摸清对方的底细，再根据具体的情报制定下一步的对策。东赫听完猛喝了一口酒，却突然抛出一个意外的问题：我们真的有必要主动去消灭吸血鬼吗？在贤一时间愣在原地，东赫叹了口气解释道：既然蔚山现在如此危险，派人过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真的值得去冒这个险吗？就算怪物真的打过来，在自己的安全区里迎战，胜算反而会更大。东赫条理清晰的接着分析，最坏的情况大家可以退守领地，他实在想不通儿子为什么非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蔚山送死。听完父亲的担忧，在贤瞬间陷入了沉默。确实有防御屏障在，敌人根本无法攻进来，但在贤心中有着无法抹去的阴影，他绝不想再经历一次惨烈的悲剧。更让他感到后怕的是，自己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一个吸血鬼接纳成了市民，这种潜伏的威胁随时都会演变成毁灭性灾难。在贤眼神坚定地看着父亲，决定把那天发生的事全盘托出，只有把威胁彻底扼杀在摇篮里，才能真正保护好身边的人。在贤没有丝毫隐瞒，把那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父亲。听完儿子的讲述，东赫沉默了很久，脸色变得无比凝重。在贤看着父亲，认真的说道：那些怪物可是会吃人的，他绝不能容忍惨剧再次发生。就算蔚山已经被吸血鬼占领，那里也一定还有幸存者，他必须去消灭怪物，把人救出来。虽然这次行动由东剑带头，但他绝不会在旁边冷眼旁观，他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提供一切帮助。而且这一次他还没等在贤把话说完，对面的东赫突然猛灌了一口酒，结果直接被呛得连连咳嗽，一边咳嗽一边尴尬的道歉。看着父亲这突如其来的反应，在贤顿时有些蒙圈，忍不住开口询问父亲怎么了。看着儿子一脸认真的模样，东赫尴尬的推了推眼镜，支支吾吾的解释起来。他原本还以为在贤这么积极，只是为了多刷一点经验值。听到父亲这个回答，在贤顿时有些哭笑不得，合着刚才那一脸严肃的表情，全是因为这个误会。被儿子盯着的东赫赶紧咳嗽两声，解释说干掉强力怪物经验更多，接着又生硬的转移话题，问在贤要不要再来一碗拉面。在贤无奈的笑了笑，表示这件事情就先这样吧。见儿子态度坚决，东赫也不再多说什么，只是神色认真的叮嘱他，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加小心，只要遇到危险，随时都可以直接召唤他过去帮忙。听到父亲的关心，在贤微笑着向他道谢。而此时，在蔚山的废墟上空，一道身影正飞速掠过，接下来的行动又会遇到怎样的危险？画面一转，来到蔚山市中心的三山洞，金剑正展开双翼在空中盘旋，看着下方一片狼藉的废墟，他立刻意识到这里就是吸血鬼的巢穴。为了掌握地面的具体情况，金剑决定降低高度仔细观察。还没等他靠近，下方突然传来吸血鬼的嘶吼，叫嚣着发现了人类，绝对不能放跑。听到动静的金剑低头一看，废墟的街道上居然真的有幸存者在拼命奔跑。此时赛荣正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绝望的大声哭喊着，让他们别再跟着自己。赛荣在废墟中拼命奔跑，身后的吸血鬼却像疯了一样，死死咬在后面不放。怪物们一边狂笑，一边大喊着让他站住。双方的距离被一点点拉近，赛荣慌不择路的向前狂奔，结果猛地一个急停，眼前居然是一堵死胡同的高墙。看着无路可退的绝境，赛荣心里暗骂不妙，这下真的彻底完蛋了。怪物们狞笑着围了上来，嘲笑他是一只无处可逃的耗子。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赛荣心里满是懊悔。他觉得自己实在太自以为是，居然单枪匹马跑到这种鬼地方送死，早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根本就不该来这里。看着怪物们伸过来的魔爪，这一次他还能逃得掉吗？看着逼近的怪物，赛荣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觉得自己这回是彻底死定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半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金剑展开双翼，像一道闪电般俯冲了下来。还没等赛荣反应过来，金剑已经一把将他抱起，瞬间飞上了万米高空。看着脚下渐渐变小的地面，赛荣整个人都懵了，忍不住大声惊呼起来。金剑神色平静地安慰他，让他先冷静下来，自己只是路过，顺手救人，打算带他去个安全的地方。看着眼前长着翅膀的男人，赛荣一时间不敢相信，对方居然是个活生生的人类。感受着迎面吹来的狂风，赛荣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居然真的活下来了。而地面上的吸血鬼眼睁睁看着猎物被抢，顿时气得破口大骂，质问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来捣乱。脱离险境的赛荣顿时有了底气，在半空中对着底下的怪物破口大骂。金剑赶紧出声制止，让他小声点，免得引来更多麻烦。两人很快降落在一处安全的屋顶上，赛荣松了一口气，连忙向金剑道谢。金剑摆了摆手，表示不用客气，他救人其实也是有目的的，随即便向赛荣打听起吸血鬼的情报。赛荣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表示自己只知道破坏心脏能干掉他们，至于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金剑显然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继续追问他关于吸血鬼在城里的分布情况，想知道他们到底渗透到了什么程度。听到这个问题，赛荣突然露出了自信的微笑，表示关于吸血鬼聚集地的事情，自己还真就知道不少。赛荣虽然知道情报，但他可不打算白白送人，毕竟在这鬼地方没点筹码根本活不下去。他想用这个消息换取金剑带他安全离开。金剑看着眼前的姑娘，觉得她还挺有胆量。赛荣笑着表示自己只是想要个小小的保障。金剑倒也痛快，直接一口答应了成交。还没等赛荣反应过来，金剑就主动提出要和他做个交易。紧接着，金剑直接拿出了发光的药水，问他用这个当报酬够不够。看着眼前这凭空出现的宝贝，赛荣整个人都看傻了。
赛荣接过可乐，仰起头就是一阵猛灌，冰凉的汽水顺着喉咙滑下，让他爽快的大喊声。这种气泡在嘴里炸开的感觉，他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体验过了。看着一脸满足的赛荣，金剑神色平静的提醒他，既然拿了好处，现在该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了。赛荣赶紧把可乐瓶抱在怀里，态度瞬间变得无比热情，笑着表示要是金剑想知道的，他绝对知无不言。金剑有些惊讶地接通了联络，而一旁的赛荣正抱着可乐，热情地做着自我介绍。他还想用更多的情报来换取美味的巧克力棒。看着眼前这个吃货姑娘，金剑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随即将情况汇报给了在贤。在贤听完笑了笑，表示这要求倒也不难满足。赛荣一边美滋滋地嚼着巧克力，一边开始透露蔚山的情况。他表示这里其实并没有完全沦陷，大概只有一半的区域被吸血鬼占领。赛荣指着远方解释道，以太河江为界限，南边确实是吸血鬼的地盘，但只要过了河，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说到这里，赛荣的语气突然变得有些意味深长，他表示在河的另一边，人类可比那些吸血鬼要危险得多。听到这个消息，在贤立刻警惕起来。金剑觉得有些不对劲，这里明明是太河江以南，也就是吸血鬼的领地。在贤让金剑去问问那个女孩为什么会跑到这种危险的地方来。金剑收到指令后，立刻向赛荣提出了疑问。赛荣有些无奈的回答，除了为了食物，还能有什么值得他拿命去赌？他家里还有好几张嘴等着喂饱。听完这个回答，金剑陷入了沉思。结果赛荣突然看着他，试探性的问他能不能跟自己走一趟。面对赛荣的提议，金剑一时间有些犹豫。赛荣见状，赶紧继续劝说，表示对方肯定也有很多问题想问，不如找个安全的地方坐下来慢慢聊。金剑没有立刻表态，而是通过联络询问在贤的意见。此时在后方的在贤其实已经听到了所有的对话。从赛荣刚才的话里，在贤敏锐地察觉到那边的幸存者们似乎并不团结，尤其是那具人类比吸血鬼更危险，让他非常在意。为了弄清楚那边的真实情况，在贤决定跟过去看看。得到在贤的许可后，金剑终于松了口，答应跟赛荣换个地方说话。看到金剑背后突然展开的黑色羽翼，赛荣整个人都看傻了，指着那对翅膀半天说不出话来。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指着远处的河对岸表示只要能过去那边就行。金剑听完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答应了下来，准备立刻动身出发。这下轮到赛荣猛了，他看着手里还没吃完的零食，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可金剑根本没打算给他时间慢条斯理，一把抓住他，唰的一下直接飞上了高空，只留下赛荣在半空中惊叫连连。被金剑这么突然带上天，赛荣手里的巧克力棒直接掉了下去，这可把他心疼坏了，在半空中绝望的大喊了叫。等他们终于落了地，金剑看着眼前的建筑，开口询问是不是这里。赛荣肯定的给出了答复，他指着眼前的这栋大楼介绍说，这里就是他们幸存者小组的根据地。接着他走上前去，直接抬脚对着大门就是一顿猛踹，大喊着让人赶紧开门。大门缓缓打开，里面走出来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正是庆雄。看到赛荣居然还活着，他显得有些意外。庆雄的目光落在旁边的金剑身上，开口询问这新人是从哪来的。赛荣直接一步挡在前面，警告他别打金剑的主意。可他越是这么护着，庆雄反而越来劲，表示自己现在更好奇了。赛荣没好气的让他赶紧让开，自己还有正事要进去商量。而此时在后方的在贤通过共享视野也看到了这一幕，系统面板上立刻弹出了庆雄的信息，这家伙不仅达到了21级，而且觉醒了十全能力。在贤看着面板上的数据，发现不管是赛荣还是这个庆雄，他们居然全都是天生的超人类。在贤根据以往的经验，那些在成为家臣前就自己觉醒的天然超人类概率极低，差不多8000人里才出一个。可在这个只有1000人左右的避难所里，居然一下子就出现了2个，这让在贤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怀疑这个地方是不是个隐藏的金矿。与此同时，金剑和赛荣正沿着走廊往里走，他们来到一扇门前，直接推门走了进去。金剑用手电筒往里照去，强光刚好晃到了里面的会员。会员有些不满的抬手挡住光线，让金剑赶紧把手电筒拿开。进门后，同伴拿着手电筒照了过来，发现是赛荣，有些意外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赛荣向身旁的金剑介绍，这些都是他的同伴，也是他必须养活的人。然而同伴看到他空手而归，立刻猜到这次的搜寻又失败了。被戳中痛处的赛荣顿时炸了毛，大声质问对方怎么能这样对领袖说话。同伴却毫不客气地质问他把背包丢哪了。赛荣理直气壮地表示为了保命只能扔掉，这让同伴感到无比头疼，因为他们这次真的输不起了。同伴神色凝重地表示，避难所里的食物已经撑不过下周，如果再找不到吃的，大家就真的要断粮了。旁边的难民无奈地叹了口气，表示不管怎么样，至少得让孩子们吃饱啊。赛荣一时间有些答不上话，毕竟大家是因为信任他的能力，才把寻找食物的重任交托给他。可同伴却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不仅没带回食物，反而还带了个陌生人回来。面对大家的指责，赛荣只能咬牙忍着。旁边的金剑默默看着这一切，在来这里的路上，他就发现这个避难所情况非常糟糕。光是看着那些人的状态，就知道他们早就断粮了，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金剑决定不再作壁上观，他的手心开始凝聚光芒。金剑决定不再作壁上观，他打算给这些人最想要的，而且是超乎他们想象的分量。金剑突然开口，表示赛荣并没有空手而归。这话一出，同伴们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金剑一边解释，一边直接打开了系统空间，表示赛荣用情报作为交换，已经和他达成了交易。话音刚落，大批的食物和水凭空出现在众人面前。看着
这堆积如山的物资，在场的所有人都彻底看傻了眼。金剑看着目瞪口呆的众人，表示这还只是个开始，他手里的物资远不止这些。金剑微笑着问：“有了这些物资，现在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吗？”看着眼前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海量物资，同伴的态度直接来了180度大转弯。他急忙在前面带路，恭敬地请金剑去最舒服的位置坐下。金剑见状只是微微一笑，跟着他走了进去。夜幕降临，在城市另一边的高楼里，奴里正低着头汇报着情况。说完之后，他轻声表示自己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坐在对面的吸血鬼优雅地晃动着红酒杯，缓缓念出了奴里的名字。吸血鬼冷冷地问：“这就是收集到的全部情报了吗？”奴里有些惭愧地回答：“确实只有这些了。”吸血鬼晃了晃手中的红酒杯，低声念叨着关于巨大神树和市民权的事情。奴里赶紧继续解释，表示另外2个人的死因目前还没有查明。听到这里，吸血鬼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接着，吸血鬼站起身来，直接命令奴里带路，他要亲自去那棵神树所在的地方看看。奴里虽然有些意外，但也只能恭敬地答应下来。金剑缓缓坐下，示意对方可以开始说明情况。赛荣喝了口水，开始透露这个避难所的底细。原来除了他们之外，这里还盘踞着其他的幸存者势力。目前这一带主要分为3大阵营，分别是综合运动场、中央洞以及工业区，而赛荣他们这帮人就隶属于综合运动场势力。这让金剑感到有些纳闷，既然是运动场的人，为什么会跑到这个超市来建立据点？赛荣解释说，他们其实是物资3队，为了收集物资才把据点设在这里。通过共享视野观察的在贤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十分意外。在贤通过共享视野发现，超市里的这些人只是冰山一角，整个蔚山的幸存者规模远比他想象的要庞大得多。光是物资3队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至少还有2个同等规模的队伍。如果每个队的人数差不多，那光是物资部门的人数就相当惊人。在后方冷静分析局势的在贤，立刻让金剑打听一下这个综合运动场团体的具体架构和总人数。赛荣没有隐瞒，直接透露他们不仅有3个物资队，还有3个战斗队，至于总人数大概有1万多人。听到这个数字，金剑有些吃惊，他接着追问：“另外2个大势力是不是也差不多？”赛荣表示，他们虽然是最大的，但其他2个势力的人数也少不到哪去，而且除了这3大势力之外，外面还散落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幸存者团体。赛荣继续透露，除了那3大势力之外，还有大量散落在各个公寓小区的幸存者，而且人数同样非常可观。在后方听着汇报的在贤，立刻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光是这一带的幸存者加起来就要有3万左右。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要知道，在他庇护下的西面和扎嘎奇市场，总共也就只有5万人左右，而这里在没有任何强力保护的情况下，居然能有数万人生还，更不用说这里的怪物还是强悍的吸血鬼，再加上这里超人类的比例高得离谱。在贤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个地方绝对隐藏着什么秘密。此时赛荣又提到了另一个势力，那就是位于太河江附近的中央洞团体。多亏了他们顶在前面阻挡吸血鬼，大家才能有喘息的机会。赛荣继续介绍，他们也会派出战斗队联手阻止吸血鬼北上。但真正让人头疼的是盘踞在工业区的那帮人，那些家伙公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有时候人类比吸血鬼还要可怕。在后方听着汇报的在贤，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为什么这些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其他的怪物？难道在他们眼里，人类居然比到处游荡的哥布林和兽人还要可怕吗？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在贤立刻联络了金剑，让他打听一下关于哥布林和兽人的消息。这突如其来的指令让金剑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听到金剑提起哥布林和兽人，赛荣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有些不敢置信地反问：“是不是在开玩笑？”金剑转头询问旁边的同伴有没有见过这些怪物，同伴也是一脸茫然地摇头。看着对方的反应，金剑心里直犯嘀咕，看样子他们确实没有撒谎，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赛荣接着解释道：“这里偶尔会出现像怪物一样大的巨型野猪，但至于什么哥布林和兽人，他们是真的一次都没见过。”不过赛荣很快调整了情绪，笑着提议：“既然金剑已经来了，不如带他去见见他们的队长。”就在贤休息的时候，系统突然弹出了刺眼的红色警报，提示有未授权的目标正试图强行闯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贤一下子警惕起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系统界面又刷的一下变了颜色，提示有符合市民条件的人已经接近了这栋房子，并询问是否要授予对方市民权。这下在贤彻底坐不住了，难道是敌人找上门来了？他立刻转头看向窗外，只见半空中一个身影缓缓降落，背后还长着标志性的红色晶体翅膀。在贤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不就是之前那个叫奴里的女人吗？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居然能无声无息地摸到这里。看着系统面板上的警报，在贤突然发现不对劲，因为系统提示这次来的居然不止一个人。与此同时，在城市上空，奴里正指着下方那棵参天巨树，向身旁的男人汇报。这个被称为弗拉德的男人，正是吸血鬼一族的真祖，而且等级高达62级。看着眼前这棵散发着奇异能量的巨树，弗拉德不仅没有感到威胁，反而露出了玩味的笑容，觉得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盯着系统面板上的警报，在贤敏锐地察觉到异样。系统明确提示，入侵的敌人不止一个。此时，在城市的高空之中，奴里正恭敬地指着下方的神树，向弗拉德汇报情况。俯瞰着下方散发奇异光芒的巨树，弗拉德脸上没有丝毫忌惮，反而勾起一抹玩味的冷笑。看来这场游戏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现在可没时间耽搁了。在贤看着昏迷的东赫，必须立刻把他叫醒。还没等他动手，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波动，这股力量来得太快，系统面板刷的一下被警报刷屏，提示有未授权的目标正在强行闯入。这股强烈的冲击直接让在贤体内的能量开始暴走，这怎么可能？对方居然在强行破坏结界！弗拉德直接出手了，狂暴的能量化作利刃，狠狠地刺向保护神树的结界。谁能想到，这看似坚不可摧的防线，居然真的被他强行撕开了一道口子。看着眼前这一幕，就连弗拉德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他并没有急着冲进去，而是转过身吩咐奴隶：“今天就先到这里，他们得先回去重新计划一下。”说完，两人唰的一下消失在夜空中，只留下那道被撕裂的结界，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随着结界慢慢自我修复，在贤身上的剧痛终于开始消退，他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但刚才那股恐怖的压迫感，却让他想明白了一件事：魏山之所以还能有活人撑到现在，根本不是因为吸血鬼攻不下这里，而是那个叫弗拉德的怪物故意把这些幸存者留下的。看着地上还没醒过来的东赫，在闲一时间陷入了纠结。面对这种级别的强敌，继续执行讨伐计划，简直就像是在老虎嘴里拔牙。万一真的彻底激怒了对方，后果根本无法想象。但是看着那道被强行撕开的结界缺口，在贤心里很清楚，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意味着对方有能力强行打破结界，闯入领地。在贤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他心里很清楚，系统那套抹杀敌意目标地机制，对这种能强拆结界的怪物，恐怕根本起不到作用。一旦让那家伙真的闯进来，不仅这里的所有人要遭殃，连他自己都自身难保。魏山和釜山离得实在太近了，虽然弗拉德这次暂时撤退了，但谁也说不准他什么时候会卷土重来。那家伙临走时的眼神，根本不是打算放弃的样子，反而更像是一个盯上猎物的捕食者。在贤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放任这种危险不管，迟早会出大问题。既然双方迟早要有一战，那就必须趁现在还有机会，尽可能的夺回主动权。为了达成目标，在贤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他必须尽全力去行动。另一边，金剑正跟着赛荣往里走，他心里有些打鼓，忍不住向赛荣打听起那个物资三队队长的底细。赛荣笑了笑，让他放宽心，表示对方是负责物资的头儿，脾气好得很，根本不用担心。说话间，赛荣已经一把推开了门，大声朝里面打起了招呼。赛荣急匆匆地推开门，屋里的队长郑明忍不住抱怨他进来又不敲门。赛荣赶紧解释，现在根本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紧接着，赛荣也凑了过来，兴奋地表示这回可不得了，他们带回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听到有客人来，郑明转过身来表示欢迎，但他嘴里露出的尖锐犬齿却显得有些异样。他笑着做起了自我介绍，表示自己是物资三队的队长郑明。在贤并不是盲目行动，他其实早就有了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能给吸血鬼带来最大的打击。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压箱底的手段居然会在这里派上用场。从现在开始，他要在魏山建立自己的前哨基地。不过想要建造基地，必须满足2个硬性条件，第一是找到合适的土地，第二是需要3名骑士级别以上的家臣。至于家臣的条件，只要把东剑他们派过去，就能轻松搞定。家臣的问题是解决了，但土地的事情却没那么简单。在贤很清楚，想要在这里建造前哨基地，就必须先清理掉盘踞在当地的领主级怪物。按理说，找个占领地铁站的兽人酋长正合适，可偏偏魏山这个地方邪门得很，别说兽人酋长了，这里连一只最普通的哥布林都找不到。这样一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强行打进太河江以南的吸血鬼领地。可真要这么做，动静未免也太大了。一旦引起了吸血鬼真祖弗拉德的注意，那家伙绝对会亲自出手干预。面对一个能强行撕开结界的怪物，真要把他招惹过来，后果根本无法想象。在贤在后方冷静地分析，为了避免惊动弗拉德，必须尽可能推迟他介入的时间。而且不管怎么看，金剑他们所在的那个超市都是建造前哨基地的绝佳位置。只可惜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超市里，郑明刚刚做完自我介绍，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身上的气息突然就变了。一股诡异的紫黑色雾气猛地从他身上爆发出来，他整个人散发着危险的气息，直接露出了吸血鬼的真面目。系统面板上赫然显示出他的真实身份，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人类，而是一个33级的终极吸血鬼。自从查看完神树回来，弗拉德就一直一言不发，这让一旁的奴隶有些纳闷。在他的印象里，还从来没见过这位大人如此严肃，难道是刚才的试探让他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然而真正让弗拉德在意的是自己刚才强拆结界的手，那上面残留的诡异能量居然在不断阻止他恢复。这股能压制真祖力量的手段到底是什么来头？其实刚发现这棵世界树的时候，弗拉德心里还挺高兴的，毕竟以他现在的实力，想要毁掉这棵还没长成的幼苗，简直是轻而易举，甚至还能顺手污染它，夺取一部分世界树的权限。可谁能想到，那层突然出现的紫色结界，直接把他的计划全打乱了。那根本不是世界树本身的力量，弗拉德刚才拼尽全力去撕扯，结果也只是弄出了一道小裂缝，而且自己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越是这样，弗拉德反而越兴奋。刚才那一刻感受到的庞大能量，是他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恐怖气息。这股神秘的力量已经彻底勾起了这位真祖的兴趣。看着天上的月亮，弗拉德甚至开始怀疑结界背后的那个存在会不会是降临在这个世界的真神。不过随着满月之夜临近，这对他来说或许反而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另一边，金剑按照在贤的吩咐，特意找了个安静的角落拨打电话，他表示自己有紧急情况要汇报。
得到在贤的许可后，金剑压低声音透露，刚才他们见到的那个物资3队队长身份恐怕没有那么简单。金剑在电话里直接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瓜，那个物资3队的队长居然是个吸血鬼。听到这个消息，连在贤都有些吃惊，连忙追问他能不能确定。在得到金剑肯定的答复后，在贤决定立刻派东剑他们过去支援，并叮嘱金剑先暗中盯着对方，在原地待命。金剑答应下来，顺便问了句能不能把这些事，包括在贤的存在，都告诉赛荣，因为他觉得赛荣是个信得过的人。在贤没有反对，让他自己看着办就行。结果呢，赛荣在得知这个秘密后，整个人都懵了。赛荣怎么也没想到，物资3队的队长居然会是吸血鬼。他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金剑，希望这只是个玩笑，但金剑严肃的表情说明这根本不是在开玩笑。赛荣接着追问，之前那些凭空出现的食物，是不是那个叫在贤的人变出来的？在得到金剑肯定的答复后，赛荣一时间有些缓不过神来，毕竟这种事情实在太超乎常理了。看着有些动摇的赛荣，金剑忍不住问他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要知道他们认识还不到1天，难道赛荣真的打算就凭这几句话就相信他吗？赛荣却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不是盲目相信金剑这个人，而是相信他背后那个人的实力。如果真如金剑所说，那个人拥有如此逆天的能力，那就算最后事情败露被赶出去，他们也算是有了一条退路。赛荣笑着看向金剑，想再次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会负责。金剑没有犹豫，笑着给出了肯定的承诺。不过赛荣心里还是有些犯嘀咕，如果那个队长真的是吸血鬼，他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金剑却显得很冷静，表示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因为他的同伴们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此时在夜色中，几辆车正朝着超市的方向一路狂飙，东剑他们正全速赶往现场支援。金剑很清楚，只要等大部队一到，真正的反击就要开始了。赛荣点了点头，同意了金剑的提议。在支援赶到之前，他们只需要暗中盯着那个队长就行。转眼到了第2天，东剑带着大部队及时赶到，整个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金剑找准机会，直接出手，成功解决掉了那个中阶吸血鬼。随着这家伙被消灭，系统立刻弹出了提示，不仅拿到了巨额资金和经验，还解锁了建立前哨基地的权限。其实要揭穿这家伙的真面目并不难。当大家亲眼看到这一幕时，所有人都傻眼了。谁能想到，平时带他们的队长居然真的是个怪物？利用金剑的隐身能力，他们搜查了队长的私人住所，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具被吸干血的尸体。虽然这个发现让人心里发毛，好歹是拿到了铁证，毕竟队长在幸存者中威望很高，要是拿不出真凭实据，恐怕会引起大家的强烈反弹。既然隐患已经排除，在贤决定立刻开始下一步行动。他换出系统面板，开启了前哨基地的建造模式。不过这个基地可没那么容易建，系统提示需要3名骑士级别的市民在场，而且建造周期长达7天。在贤没有犹豫，直接确认。结果没想到，现场居然聚集了6名以上的骑士级市民，这下直接触发了双倍效率，建造时间一下子缩短了一半。看着飞速倒计时的系统面板，在贤总算松了一口气。只要这个前哨基地顺利落成，他们在这片区域就真正有了立足的资本。看着缩短后的建造时间，在贤还是觉得太慢了。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干等下去，既然手里有水晶，那就直接选择立即完成。随着9个水晶消耗完毕，一股强大的能量冲天而起，巨大的紫色结界唰的一下张开，将整个蔚山超市牢牢护在其中。前哨基地在这一刻彻底落成，系统紧接着弹出提示，检测到超市里有符合条件的幸存者，询问是否要授予他们市民权。在贤没有犹豫，直接确认。这下子整个蔚山超市都成了他的领地。在贤顺便查看了一下新加入的1000多名市民的信息，这里面居然有7个超人类。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名单上的某个名字就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东剑看事情已经解决，便主动过来搭话，可喊了半天，在贤也没有反应。就在大家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头顶的日光灯突然闪烁了几下，紧接着整个超市的灯光唰的一下全灭了。谁能想到，刚刚熄灭的灯光居然又亮了起来，这让超市里的幸存者们都松了一口气，以为危机已经过去了。看着在贤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东剑忍不住问：“是不是行动已经结束了？”然而同伴却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还没结束呢。”话音刚落，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惨叫，只见有人痛苦地倒在地上，额头上浮现出诡异的红色印记。原来在贤刚才在名单里看到的是这群新市民当中，居然混进了19只吸血鬼，这下麻烦大了。随着吸血鬼称号被激活，吸血鬼痛苦地大叫起来，他的属性瞬间暴跌了90%，额头上也显现出猩红的印记，这是系统对潜伏者的惩罚。但这个称号的副作用也移除了所有市民身上的增益状态。在贤大声命令东剑动手，把他们全部消灭。眼看吸血鬼要动手，在贤可不会给他们机会，他直接发动了加成召唤。随着紫色光芒闪过，东剑被瞬间传送到了战场，他双眼闪烁着狂暴的蓝光，整个人散发着恐怖的威压。还没等吸血鬼反应过来，东剑就带着排山倒海之势从天而降，这一击直接在大厅里炸开，狂暴的冲击波瞬间把周围的吸血鬼震得大口吐血。随着袭击的吸血鬼被解决，周围的幸存者们纷纷议论起来，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被这群陌生人救下。系统也紧接着弹出提示，市民们对在贤的信任度开始疯狂飙升。看着眼前的局势，在贤总算松了一口气，多亏了成就效果的加持，这次战斗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不过他心里很清楚，危机还没有彻底解除，因为现在这里还剩下最后一只吸血鬼。
既然已经锁定了目标，在贤可不打算继续等下去。他微微一笑，直接叫上了旁边的一真，准备带他一起去把这最后一只老鼠给彻底清理干净。听到在贤的召唤，一真立刻答应了下来。既然基地已经顺利落成，在贤觉得也是时候向这里的市民们正式宣告自己的存在了。随着房门被缓缓推开，外面的光线瞬间洒进来，而在门外等待着的正是神色紧张的赛荣。看到走出来的在贤等人，赛荣整个人都懵了，他甚至来不及多想，立刻扯开嗓子朝着外面大声呼喊起来。看着突然走出来的在贤，周围的市民全都懵了，谁也想不通这个陌生人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在贤倒是一点也不见外，直接带着一真走到众人面前，主动向大家打了个招呼，并正式介绍起自己的身份。看着满脸疑惑的众人，在贤表示自己接下来会把目前的混乱状况给大家解释清楚。为了能让所有人听清，他直接从系统商店里买了个扩音器，随后对着话筒试了试音，准备开始他的全员广播。在贤拿起扩音器，直接向在场的市民公开了真相。他指出刚才那些突然发疯的人，其实全都是潜伏在人群中的吸血鬼。这个消息一出，底下的市民顿时炸开了锅。谁能想到，除了之前的队长，居然还有这么多怪物混在他们身边？在贤没有理会台下的骚动，继续揭露这些家伙的阴谋。他们伪装成普通人渗透进来，就是为了在暗中残害无辜的生命，而自己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可就在这时，那个被绑在地上的吸血鬼突然发难，面目狰狞的大喊着要杀了他。吸血鬼的挑衅彻底点燃了市民们的怒火，大家纷纷怒吼着控诉这些怪物杀害了自己的家人。面对众人的声讨，这家伙不仅没有半点悔改，反而嚣张的辱骂人类是下等垃圾，甚至挑衅在贤根本拿他没办法。但在贤心里很清楚，这里根本不会有人同情吸血鬼，因为大家早就被这些怪物害得家破人亡，只剩下满腔的仇恨。眼看自己已经死到临头，这家伙却突然狂妄的大笑起来，叫嚣着那位大人一定会来救他。眼看这家伙还在疯狂叫嚣，在贤根本没打算给他废话的机会，直接发动了召唤技能，唰的一下将他彻底抹杀。随着吸血鬼被消灭，系统立刻弹出了击杀提示，同时在场市民对在贤的信任度也开始疯狂飙升。看到怪物被解决，底下的市民顿时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听着这震耳欲聋的欢呼，在贤却觉得有些沉重，因为他能感受到大家在这末世中积压已久的怨恨和疯狂。在这个疯狂的末世里，如果不让自己也变得疯狂，根本就没办法生存下去。危机暂时解除后，赛荣有些紧张地走上前，询问在贤是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在贤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表示至少目前超市内部已经没有吸血鬼了。听到这个消息，赛荣和身后的市民们又开始迷茫，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在贤看着大家，直接提到了物资3队原本的工作，显然他已经有了下一步的打算。在贤向赛荣确认物资3队原本的工作是不是给其他区域运送物资，赛荣点了点头，表示确实是这样。在贤表示大家照常工作就行，而且只要他们需要，自己可以无限量提供物资。听到这个承诺，大家心里总算有了底。可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在贤突然宣布了一个决定，从今天开始，物资3队的新队长由赛荣担任。这个决定一出，赛荣整个人都懵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在贤见他有些犹豫，便问他是不是不愿意，如果不愿意的话就换别人。一听在贤要换人，赛荣这下急了，连忙大声答应了下来，生怕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赛荣大声答应下来，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全力做好。随着他接下这个重任，系统提示他对在贤的信任度直接开始疯狂飙升。不得不说，赛荣当起队长来还真有两下子。虽然一开始有人不服气，但这种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毕竟在贤在背后提供了无限的物资支持，大家从以前担心饿肚子，变成了现在挑剔每天吃什么。面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谁还会跟物资过不去呢？就在赛荣把超市管理的井井有条时，在贤和东健他们也没闲着，几个人正围在地图前，忙着评估周边的具体局势。其实所有人里最忙的是一真，他利用自己驯服的老鼠，把他们当成侦察兵，撒向了整个蔚山地区。多亏了这些小家伙，太河江以北的局势被他们摸得一清二楚，尤其是那几个主要的人类幸存者基地，可调查出来的结果却让人有些头疼。在闲看着地图，语气变得十分沉重。不管是综合体育馆，还是中央洞和工业区的幸存者团体，其实早就被吸血鬼给控制了。更糟糕的是，坐在最顶端发号施令的，全都是高级吸血鬼。原来整个蔚山地区早就落入了吸血鬼的掌控之中。东健觉得这简直太荒谬了，德秀也意识到情况不对劲，在贤直接点破了真相：人类和吸血鬼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势力平衡，现在的蔚山其实只是吸血鬼圈养人类的巨大屠宰场。这下子他们的处境变得非常危险。在贤原本以为这里相对安全，才决定把前哨基地建在超市，可谁能想到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是在敌人的大本营正中央直接插上了一面旗子。面对眼前的困局，在贤一时间也有些犯难，他开始重新盘算接下来的计划。原本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利用手里充足的物资，把所有的幸存者团体全部联合起来，只要在大家反应过来之前，给所有人授予市民权，就能顺理成章的把他们变成自己人，然后再组建一支武装部队跟吸血鬼开战。可现在计划全被打乱了，既然幸存者的高层全被吸血鬼控制了，那他只要有任何动作，消息立刻就会泄露给敌人。这样一来，他手里能打的牌就变得非常有限了。
东健在一旁也有些焦急，忍不住问在贤接下来该怎么办。看着眼前的局势，在贤其实只剩下一个最冒险但也最有效的办法了。既然已经没有退路，那就只能用这一招了。既然这帮家伙自己找死，那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在贤冷冷地抛下一句话，看来我只能把这里的一切彻底清理干净了。蔚山废墟的阴暗角落里，吸血鬼正贪婪地享用着新鲜血液。送来血食的手下忍不住向队长抱怨，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在他看来，消灭和对岸的人类易如反掌，根本没必要费尽心思伪装成幸存者。队长拍了拍手下的肩膀，示意他稍安勿躁，解释说和对岸的那些人类并不是幸存者，而是他们为了盛大仪式准备的祭品。只要等到真祖所说的满月之夜降临，所有人就再也不用继续伪装了。还没等队长的笑声落下，一记致命的利刃瞬间从背后贯穿了他的胸膛。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手下彻底吓傻，他根本无法想象有人能无声无息摸到这里。看着到在血泊中失去生息的队长，整个营地的吸血鬼瞬间乱作一团，惊恐的尖叫声此起彼伏。还没等怪物们看清敌人的身影，密集的子弹已如雨点般狂暴扫射而来。负责隐蔽掩护的韩吉缓缓收起法术，秉浩端着步枪向在贤汇报战果。此处的吸血鬼已被全部肃清，德秀负责的区域也已经顺利完成清理。既然行踪已经暴露，在贤索性不再隐藏，他直接派出全部战力对敌方展开大扫荡。秉浩暗中狙击，东健带队游击，配合真与慧灵的毒物，瞬间击溃敌军。看着系统不断刷屏的击杀提示，在贤知盗墓后的真祖很快就会坐不住了。为了应对真祖和高级吸血鬼的反扑，在贤早就布下天罗地网，锁定了他们的位置。凭借新加入的觉醒者韩吉的侦查神，他们对11只高级吸血鬼展开了实时监控。韩吉一边维持法术，一边向在贤汇报，目前一切正常，敌人尚未察觉异样。韩吉的远距离世界配合在贤的终极之眼，让整个蔚山的高级吸血鬼洞向近在掌控。突然，韩吉急促出声打断了在贤的思绪。监控画面显示11号目标已经开始移动。得知消息的在贤嘴角微微上扬，既然猎物主动现身，那就准备大闹一场吧。面对人类突如其来的主动围剿，慌乱的吸血鬼们根本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就在他们拼命寻找退路企图逃跑时，一个高大威猛的身影已经死死堵住出口。此人正是被在贤派来劫杀墓标的王牌东健。在贤在后方冷静分析着怪物的弱点，这些吸血鬼在释放技能时会有明显的蓄力姿态，因此必须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抢先出手。而佳音那带有穿透属性的光之剑，正是克制这些怪物的致命武器之一。而另一个克制怪物的神，则是东健那霸道无比的黑色能量。眼看德秀与东健从天而降，被包围的吸血鬼歇斯底里的指挥同伴反击。东健冷笑一声，直接释放出狂暴的黑芒，铺天盖地的能量利刃瞬间将敌人彻底撕碎。随着战斗结束，海量经验资金瞬间到账，东健的等级也终于顺利突破到了50级。在德秀霸道的长枪横扫之下，11号目标及其部下被彻底清理干净。在贤刚在地图上划掉第一个目标，韩吉就传来急报，又有2个目标开始移动。得知是目标7和目标9同时异动，在贤冷静下令让韩吉只需盯紧9号即可。面对韩吉的疑惑，在贤自信地表示7号那边已经派去了己方的最强战力。此时德秀已然锁定了7号目标地位置，狂暴的能量瞬间将整栋大楼彻底轰碎。随着系统弹出目标7被击杀的提示，秉浩也已带人迅速包围了移动中的目标9。在众人的合力围剿下，怪物根本无力招架，转眼间便被密集的火力彻底撕碎。在贤在地图上冷酷地划掉9号目标，这场针对吸血鬼的清算正在全速推进。既然这群怪物想要负隅顽抗，在贤也懒得留手，准备将他们彻底碾碎。夜幕降临，太河江对岸的高楼内，弗拉德看着全军覆没的战报，浑身颤抖。那股从对岸传来的恐怖能量波动，让他瞬间回想起当初在釜山时的无尽恐惧。面对在贤步步紧逼的窒息攻势，弗拉德感受到了死亡威胁，对方的推进速度快到根本不给他退路。虽然天上的月亮还未完全变圆，但被逼入绝境的他只能选择强行开启仪式。佳音的光之剑呼啸而出，直接贯穿了敌人的防线。佳音将残余的敌人彻底清理干净。从目标11、7、9，再到刚刚被解决的4号，行动开始没多久，他们就已经成功消灭了4只高级吸血鬼。在闲看着传回的捷报，作为第一次联合行动，这已经算得上是巨大的成功了。但紧接着，他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因为他很清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躲在幕后的那个家伙，现在肯定已经彻底察觉到他们了。在闲看着地图，心里很清楚，这次他们暴露了太多战力，接下来的行动，吸血鬼肯定会提前防备，想要再像之前那样零伤亡大胜，几乎是不可能了。那种大胆的突袭战术，以后也没法再用。不过，想要蚕食掉他们的势力，倒也算不上太难。只要利用好一针的毒物能力，就能大范围清理掉这帮怪物。在贤计划利用老鼠在暗中制造混乱，同时让秉浩带人去清理那些混在幸存者里的吸血鬼。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收复太河江以北的区域。可还没等计划开始实施，负责侦查的韩吉突然大喊起来，说出大事了。在贤连忙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韩吉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慌乱，他大喊着，那些吸血鬼突然开始暴走了。听到这个消息，在贤也有些没反应过来，这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此时的营地里，原本伪装成幸存者的吸血鬼们突然撕下了伪装，开始疯狂袭击周围的人。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市民们措手不及，看着周围突然发狂的同伴，市民们一边后退，一边大声呼喊着让他们清醒一点。可这些怪物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根本听不进任何话，眼看局势就要彻底失控了。市民们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东健及时赶到，一棍子扫清了眼前的威胁。救下2人后，东健告诉他们，这些突然发狂的人根本不是普通幸存者，而是早就潜伏进来的吸血鬼。听到这个真相，市民们整个人都懵了。东健没有多解释，只是叮嘱他们注意周围出现的老鼠，一旦看到就立刻跟上去。交代完这些，东健便再次挥舞长棍，直接冲向了混乱的战场深处。听完东健的话，市民们一头雾水，不明白这时候找老鼠有什么用。可还没等他们想明白，一只灰色的小老鼠还真就从旁边的角落里钻了出来。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显示有符合条件的生命体正在接近领地，询问是否要赋予他们居民权。此时的战场上，战斗已经彻底打响。这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又会给战局带来怎样的变化？多亏了东健和救援队的努力，幸存的市民们被陆续转移到了安全的前哨基地。可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人群，在贤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基地的空间实在太有限了，根本装不下蔚山所有的幸存者。想要安置这么多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一部分人送到西面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用终极宅男之门。但这个技能不仅极度消耗精神力，在短时间内能传送的人数也十分有限。为了能多救一些人，在贤决定不再犹豫，直接开启了系统传送界面。眼看局势越来越紧张，在贤知道不能再拖了，他直接换出了系统面板，准备把手里的技能点给用了。目前有2个技能可以升级，一个是负责侦查的终极之眼，另一个则是负责传送的终极宅男之门。在贤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升级传送门。随着系统提示升级成功，终极宅男之门顺利升到了2级。可紧接着弹出的新提示却让在贤有些出乎意料。系统显示，东西南北4大门已经全部激活。这突如其来的新变化又会给接下来的撤离带来什么转机？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新提示，在贤有些出乎意料，没想到升级之后居然直接激活了东西南北4大门。而且经过仔细查看，他发现这4个大门各自都附带着完全不同的独特功能，其中最让在贤在意的就是南门的功能。在贤深吸了一口气，准备亲自测试一下这个新技能，他直接抬起右手，大声喝道：“开启南门！”在贤直接催动了技能，因为南门附带的这个功能正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随着能量在半空中汇聚，一扇巨大的传送门拔地而起，它不仅能进行超大规模的传送，而且最重要的是完全不消耗任何精神力。这突如其来的神迹让现场的人都看傻了眼。不过光是把门打开还远远不够，在贤心里很清楚，想要把这么多人安全送过去，他现在还缺一个带路的向导。看着眼前巨大的传送门，赛荣整个人都看傻了，这神迹一般的手段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其实在贤早就做好了准备，就在不久前，赛荣的忠诚度刚好达到了标准，在贤便顺势收他为家臣，并签订了从属契约。虽然这让在贤的家臣名额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但在这个关键时刻，赛荣的能力绝对能派上大用场。在贤直接通过戒指联系，问他能不能听到。收到在贤的传音后，赛荣立刻给出了回应。在贤向他解释，眼前的这扇大门正是连接釜山大本营的传送通道。在贤叮嘱他，接下来要引导所有幸存者穿过大门。赛荣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大声招呼大家跟上，准备利用自己的分身能力，开始组织人群有序撤离。在赛荣的指挥下，幸存者们开始有序地穿过传送门。看着人群逐渐散去，在贤总算松了一口气，最棘手的安置问题总算是解决。其实，在行动开始前，在贤就已经提前联系了釜山那边的负责人。虽然一下子传送过去这么多人，肯定会给那边带来不小的压力，但眼下情况紧急，也只能辛苦对方多担待了。安顿好平民之后，在贤准备动身返回战场，打算一鼓作气把剩下的高级吸血鬼全部清理干净。可还没等他迈出步子，一股异样的波动突然传来，在贤突然停下了脚步，因为他发现负责监控全局的韩吉情况似乎非常不妙。察觉到异样后，在贤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发动传送技能赶了过去，一把扶住了倒在地上的韩吉，急切地询问他到底怎么了。韩吉虚弱地表示歉意，解释说自己只是因为过度使用能力导致精神力消耗过度。在贤虽然有些担心，但也只能先让他好好休息，毕竟强行支撑只会让身体垮掉。好在除了韩吉的侦查能力，他们还有一针的老鼠可以用来监控。可还没等在贤把人安顿好，一针就急匆匆地推门冲了进来。看到在贤，他甚至来不及喘口气，就慌乱的大喊出事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贤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说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在贤连忙追问发生了什么，一真缓了口气，说自己刚才一直在用老鼠监控权，可就在刚刚，整个蔚山境内居然连一只高级吸血鬼的影子都找不到了。这个消息让在贤心里一惊，那些家伙怎么可能凭空消失？此时在另一边，伴随着沉重的脚声，弗拉德缓缓走了出来，询问部下是否已经全部集结。手下们立刻恭敬的回应，表示所有人已经全部到位。弗拉德看着眼前的部下，冷冷的表示，虽然还没到最完美的时机，但现在的局势已经变了，他们必须提前动手了。谁能想到，弗拉德一出手，针对的居然不是对岸的人类，而是直接对自己人下了死手。狂暴的血色能量瞬间蔓延开来，将周围的人全部笼罩在内。这突如其来的背叛，让在场的吸血鬼部下们彻底懵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效忠的真祖会对自己动手。弗拉德面无表情地看着众人，冷冷地表示，为了大局，现在需要他们献出生命了。
狂暴的血色能量瞬间蔓延，将周围的部下全部笼罩。这突如其来的致命背叛，让吸血鬼们彻底懵了。奴隶痛苦地倒在地上，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他挣扎着质问弗拉德，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同类？可弗拉德根本没有停手，反而疯狂加大了力量输出，血色能量化作利刃，直接贯穿了奴隶的身体。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声，曾经忠心耿耿的部下全都被这股力量无情吞噬。面对奴隶的质问，弗拉德只是冷笑着回答：“这从一开始就是计划好的。”奴隶在痛苦中苦苦哀求，希望对方能放过自己，但弗拉德根本不为所动，血色能量瞬间将他完全笼罩。弗拉德冷酷地解释道：“想要在圆月之夜开启鲜血祭典，就必须献祭足够庞大的能量。”看着苦苦挣扎的奴隶，弗拉德给了他最后的选择：如果不想像其他人那样被吞噬，就必须成为他在城市上空的眼线。为了活命，奴隶只能接受这残酷的命运，彻底沦为了被操控的傀儡。面对弗拉德的死亡威胁，奴隶最终只能选择屈服，答应成为他在空中的眼线。画面一转，战场上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重甲战士挥舞着巨斧，将扑上来的怪物狠狠砸飞。但眼前的敌人就像杀不完一样，源源不断的从四周涌上来，局势变得越来越棘手。德秀一边战斗，一边焦急地对在贤大喊：“这里根本找不到高级吸血鬼的影子，这些发狂的怪物到底从哪来的？而那些高级吸血鬼此刻又究竟躲在了哪里？”在贤也发现了情况不对，其他防线传来的消息同样糟糕。原本以为敌人会趁乱从太河江北边的大桥发动总攻，在贤特意把父亲以及俊赫的小队部署在了那里，可结果却完全一模一样。大桥那边也只有无穷无尽的怪物，根本看不到任何高级吸血鬼的影子。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那些高级吸血鬼却全部凭空消失，这显然极不合理。甚至连潜伏在幸存者里的间谍也跟着一起彻底暴走。幕后黑手到底在谋划着什么阴谋？在贤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那些高级吸血鬼为什么会凭空消失？他突然联想到，之前的高级吸血鬼曾把同类当成食物，这说明他们能通过同类相食来变强。如果那个62级的恐怖存在想要彻底释放力量，肯定需要难以想象的庞大能量。这下所有线索全对上了，外面发狂的怪物根本不是主力，只是用来拖延时间的诱饵。而那个幕后黑手此刻正在暗中疯狂吞噬所有高级吸血鬼。在贤突然想通了这一切，对方故意制造混乱，就是为了争取时间来完成进化。既然看穿了敌人的阴谋，那就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必须立刻行动。在贤直接通过戒指联系了正在前线战斗的俊赫，他告诉俊赫自己马上会在大桥那边开启传送门，让俊赫带着父亲以及队员们立刻撤离。此时的大桥防线早已乱成一团，俊赫一边答应着，一边催动水系异能，将扑上来的怪物狠狠击退。面对源源不断的怪物，他们能顺利撤离吗？俊赫虽然收到了命令，但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怪物，他心里还是有些犯嘀咕。俊赫忍不住询问在贤，如果他们现在撤走，防线肯定会被这帮怪物冲垮，尤其是在贤的父亲也跟着离开，后果根本无法想象。面对俊赫的担忧，在贤却显得十分笃定，直接让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既然在贤都这么说了，俊赫也只能选择相信，答应立刻带人撤退。搞定了大桥那边的撤退计划，在贤总算松了一口气。接下来他必须利用传送门接回来，但这次的传送和之前开启南门时完全不同。之前开启的南门只能设置在领地屏障上，但这次升级后的北门完全不同，只要是在终极之眼能看到的范围，传送门就能在任何地方开启。在贤没有犹豫，直接大喝一声，开启北门。此时在大桥防线，战斗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负责监控战局的小老鼠正拼命在战场上穿梭，结果还没等他看清局势，就被俊赫掀起的滔天水浪给直接冲飞了出去。看着被水流卷走的老鼠，俊赫自己也有些懵了。就在俊赫还在抵御怪物的时候，战场中央突然传来了异样的动静，伴随着一阵刺骨的喊，无数巨大的冰晶在大桥上拔地而起。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了眼，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冰晶中央便亮起了耀眼的光芒，一扇传送门凭空出现。俊赫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正是刚才在贤提到的传送门。既然退路已经出现，俊赫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转头大喊，让东赫和队员们赶紧撤退。听到撤退的命令，东赫虽然有些意外，但还是选择相信在贤的安排，立刻招呼大家往传送门撤退。可正如俊赫之前担心的那样，一旦防线上的主力撤走，发狂的吸血鬼大军就会冲过来。为了给大家争取时间，在贤直接召唤出武器，准备连同整座大桥一起把这些怪物全部炸飞。在贤没有犹豫，直接大喝一声，开启西门。要知道，这扇西门的功能可跟其他的门完全不同。与其说它是一扇门，不如说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迷宫。它的起点和终点就像莫比乌斯环一样连在一起。虽然这里很适合用来困人，但它最特殊的地方在于里面没有任何重力和空气阻力。也就是说，只要创造一个上下相连的垂直空间，让物体在里面不断下落，它就会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疯狂加速。等速度达到极限之后，再把这个物体收进收纳库里。随着系统提示收纳成功，在贤的终极杀招显然已经准备就绪了。在贤之前在空间里疯狂加速的那个大招，现在终于要派上用场了。负责空中接应的金剑此时也已经飞到了大桥附近，并立刻向在贤汇报了位置。既然一切准备就绪，在贤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启动了收纳召唤。随着天空中出现巨大的能量波动，大桥上的吸血鬼们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一击砸下去，整座大桥怕是都要保不成了。
在贤召唤出来的这个东西，虽然只有200公斤重，单看重量确实算不上特别夸张，但在经过了无限加速之后，它所携带的动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大桥上的吸血鬼们还没反应过来，天空中就亮起了一道刺眼的紫色光芒，那件被加速到极致的武器狠狠砸了下来。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座大桥一下子被恐怖的冲击力撕碎。这一下，不仅桥上的吸血鬼被清理干净，连他们唯一的退路也彻底被切断了。随着大桥彻底崩塌，系统面板上也刷刷弹出了击杀提示。这一击不仅干掉了不少低级吸血鬼，甚至连中级吸血鬼也顺手给收拾了。看着眼前这恐怖的破坏力，在贤自己都有些意外，这威力可比他预想的要强太多了。不过看着看着，在贤突然想到了什么，如果能把这个加速套路用在别的地方，那接下来的战斗可就更有意思了。狂暴的血色能量冲天而起，将周围的一切全部笼罩在内。这突如其来的背叛，让在场的吸血鬼部下们彻底懵了。努里痛苦地挣扎着，完全无法抵挡这股恐怖的力量。他的左眼刷的一下亮起诡异的红光，弗拉德冷冷地喊着他的名字，直接将他从空中击落。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声，弗拉德的声音在空中回荡。他已经把努里的眼睛和自己连在了一起，这下子他彻底沦为了被操控的傀儡。弗拉德冷笑着警告努里，他现在看到的一切都已经被强行共享了，要是敢动逃跑的念头，下场只有死路一条。不仅如此，他还必须成为空中的眼线，去搜寻那些袭击者的下落。一旦任务失败，他就会在满月之夜被彻底吸干，当成养分。面对这无法违抗的命令，努里直接被送上了半空，感受着左眼传来的异样力量。他很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为了不被弗拉德当成养分吃掉，努里只能拼了命地在空中搜寻。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好不容易活下来，他绝不甘心就这样死掉。可废墟里一片死寂，根本看不到半个人影。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哪怕有一点点线索也好。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远处的太河江大桥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烈的能量波动，努里顿时喜出望外，终于让他在桥边找到了目标。可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天空中突然划过一道耀眼的光芒。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努里一下子愣住了，这股力量到底是从哪来的？伴随着一声巨响，敌人的基地瞬间被火光吞噬。负责空中侦察的金剑兴奋地汇报说，计划成功了，敌人的基地已经被彻底摧毁。可在贤却根本高兴不起来，直接打断了他。原来因为刚才的武器加速太快，在空气摩擦下蒸发了大半，威力根本没有达到预期。面对那个62级的恐怖存在，这一击顶多只能拖延一下时间，接下来的计划才是真正的考验。大桥崩塌的瞬间，程俊立刻展开了念力屏障，死死护住了身后的同伴。看着眼前被彻底夷为平地的废墟，程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恐怖的破坏力，简直就像是被重型炸弹正面轰炸过一样。这真的是人类能拥有的力量吗？还没等程俊从震惊中缓过神，耳机里就传来了在贤的声音。在贤命令他立刻带人穿过传送门撤退。程俊虽然满脑子疑问，但还是立刻答应下来，并询问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在贤的语气十分严肃，他告诉程俊，自己马上要在目标区域制造一场更大的爆炸，程俊必须用念力护住所有人。听到要制造大爆炸，程俊整个人都懵了。在贤在耳机里叮嘱他，一定要用念力护住大家，挡住爆炸的冲击和落实，因为最关键的计划还在后面。随着爆炸的余波渐渐平息，程俊立刻招呼大家行动起来。东健大声答应，带着金剑和秉浩等人迅速穿过废墟。在贤在耳机里下达了最后的指令，让大家趁着敌人还没恢复过来，立刻赶过去，彻底解决掉那个家伙。然而，就在大家行动的同时，废墟的另一角，一只脚缓缓踩在了碎石上，伴随着一声冷笑。这下麻烦了。看着眼前彻底化为废墟的战场，大家都觉得敌人应该已经被活埋了。但俊赫却摇了摇头，毕竟这次的对手非同寻常，在贤之前也特意安顿过，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为了保险起见，程俊决定先用自己的能力探测一下。东健有些意外，没想到程俊还有这一手。程俊解释说，只要把念力薄薄地铺开，周围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可还没等他的念力完全展开，废墟中突然唰的一下刺出一道血红色的尖刺。俊赫急得大喊，让程俊赶紧躲开。可这一下来的实在太快，程俊根本来不及反应。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那道血红色的尖刺直接将程俊整个人贯穿。俊赫急得大喊程俊的名字，可根本无济于事。那股血色能量就像有生命一样，在程俊的伤口处疯狂蠕动，痛得他大声惨叫。紧接着，废墟中的血色能量开始凝聚，化作一个诡异的人形。伴随着一阵冰冷的声音，那个幕后黑手缓缓走了出来。他冷笑着嘲讽，原来最近一直坏他好事的就是这群老鼠，这下麻烦大了。面对这个恐怖的怪物，大家到底该怎么应对？面对这压倒性的力量，东健也只能勉强支撑。弗拉德冷笑着转过身，承认人类确实把他逼到了这一步，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因为鲜血祭典已经正式开始。狂暴的血色能量在废墟中疯狂凝聚，化作一个巨大的光球。弗拉德张开双臂，狂妄地宣称，用不了几分钟，整个世界都会被鲜血淹没并走向毁灭。看着眼前这恐怖的一幕，东健和同伴们根本无能为力。难道真的没有人能阻止他了吗？巨大的血色光球在城市上空盘旋，无数血色光柱直插地面。这股恐怖的力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废墟中蔓延。狂暴的血色能量在地上不断凝聚，化作一个个诡异的人形。俊赫看着眼前的一幕，忍不住问旁边的东健，难道那些就是？东健神色凝重地回答，我想是的。
那些之前凭空消失的高级吸血鬼，居然以这种方式重新现身了，这下麻烦大了。面对这些被重新凝聚出来的强，他们还能撑得住吗？弗拉德冷笑着宣称，谁也别想阻止他的计划。他命令这些被召唤出来的怪物必须死死拖住人类，直到鲜血祭典正式开始。话音刚落，无数狂暴的红色怪物铺天盖地扑了过来，防线一下子被冲散。金箭手当其冲，直接被怪物死死缠住。一旁的东剑和丙浩见状，只能咬紧牙关拼死抵抗。就在这危急关头，一道狂暴的蓝色闪电唰的一下劈了下来，直接在怪物群中炸裂开来。出手的人正是金剑，他浑身凝聚着耀眼的蓝色光芒，大声向在贤说：“这个家伙交给他来对付。”为了能专心战斗，金剑大声指挥同伴，让他们帮忙拦住其他冲过来的怪物。德秀等人立刻答应下来。交代完毕后，金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迎着敌人冲了上去。金剑的蓝色闪电攻势极猛，直接朝弗拉德砸了过去。面对这强力的一击，对方却显得游刃有余，冷笑着评价说：“金剑在人类里确实算是个强者。”但紧接着，弗拉德身上的血色能量猛然爆发，他嘲讽道：“光凭这点力量，根本什么都改变不了。”两股力量在半空中疯狂碰撞，尽管金剑拼尽全力，但对方的压迫感实在太强，攻势一波接一波。金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明明已经开启了强化防护罩，竟然还是被对方压制得节节败退。看着逐渐落入下风的金剑，弗拉德露出了残忍的笑容。这下金剑还能撑得住吗？金剑的攻势还没完全展开，弗拉德就抢先出手了。狂暴的血色能量唰的一下，直接将金剑整个人狠狠击飞了出去。伴随着一声惨叫，金剑重重地砸在地上。正在一旁战斗的东剑见状，急得大喊长官，可他根本脱不开身。弗拉德一步步逼近，冷笑着嘲讽道：“不管人类再怎么挣扎，终究也只是弱小的人类。”金剑受了重伤，只能勉强支撑着身体。弗拉德一步步逼近，冷笑着让他认清现实，接受失败的命运。看着还在挣扎的金剑，弗拉德满脸不屑，嘲讽人类终究只是被捕时的猎物。说完，他高高举起右手，准备彻底解决掉金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缠绕着紫色火焰的手唰的一下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在贤冷冷地警告他闭嘴，把手放下。弗拉德突然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被恐怖的紫黑色能量死死压制。这股突如其来的强大力量让弗拉德痛苦不堪，他根本无法理解这到底是什么力量。就在这时，在贤缓缓走了出来，身上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在贤冷冷地看着弗拉德，直接宣判了他的命运。他宣布，所谓的鲜血祭典到此为止，今天就是这只吸血鬼的死期。原来在贤的技能等级提升后，解锁了一个全新的逆天功能，只要加成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全满，他就能以对方为中心，在周围15米内创造特殊领地，并且可以直接传送过去。降临技能瞬间发动，在贤的身影凭空出现在战场中心。弗拉德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恐怖的紫黑色能量死死压制。他痛苦地挣扎着，完全无法理解这股力量的来源。虽然这个技能是一次性的，而且持续时间非常短暂，但它的压制效果却是绝对的。弗拉德瞬间认出了在贤，这正是他在釜山感受到的那股恐怖力量的主人。弗拉德气急败坏地想要反击，但在贤根本不打算给他机会。系统检测到敌意目标，技能的真正威力瞬间爆发，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彻底抹杀眼前的敌人。在绝对力量的压制下，弗拉德只能发出痛苦的惨叫。这下他彻底无路可逃。系统抹杀程序一旦启动，就绝对不会留下任何活口。在贤冷冷地看着弗拉德，既然能直接使用系统的功能，那就没必要再客气了。话音刚落，半空中巨大的血色光球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狂暴的能量彻底失控，直接在半空中炸裂开来。恐怖的爆炸吞噬了周围的一切，可身处风暴中心的在贤却连一脚都没有被碰到，反倒是弗拉德和他的吸血鬼大军，在这股毁灭性的力量面前，只能在惨叫声中被彻底抹杀。看着眼前的怪物一个个崩溃消散，东剑兴奋地大喊起来，直呼在贤真的做到了。随着弗拉德的败亡，被召唤出来的吸血鬼大军瞬间全部化为了血水，这场危机总算是彻底解除。在贤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总算能放松下来。就在这时，废墟里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询问战斗是不是已经结束。在贤赶紧走上前去，关切地询问父亲的伤势。东赫虽然受了重伤，但还是笑着给儿子竖起大拇指，调侃说这回多亏他来得及时。看到父亲安然无恙，在贤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庆幸自己这次没有迟到。在贤立刻安排多情，等治好成俊之后，马上帮父亲疗伤。多情一口答应下来，让在贤尽管放心。接着在贤又吩咐其他人去搜寻附近还没撤离的市民，虽然大家都已经精疲力竭，但在贤还是希望大家能再坚持一下。就在这时，东赫突然叫住了在贤。东赫神色凝重地问：“之前被打败的怪物是不是都会化作黑烟消失？”在贤有些疑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突然问这个。结果东赫却问：“那些怪物会不会释放出红色的烟雾？”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在贤顿时警觉起来。东赫的话还没说完，地上的红色烟雾突然开始剧烈波动。在贤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到身后传来一股异样的气息。就在这时，远处的东剑急得大喊，让在贤小心身后。可这一下来的实在太快，在贤根本来不及躲闪，眼看攻击就要落下，系统的防御机制瞬间自动激活。虽然有屏障护体，但那股恐怖的冲击力还是震得在贤连退了好几步。看着突然激活的防御屏障，连在贤自己都有些懵，不知道自己的能力什么时候多了这种功能。但现在
更让他想不通的是，弗拉德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按理说没有这里的空间身份，根本不可能在这个空间里行动。就在这时，弗拉德浑身散发出狂暴的红色能量，愤怒地质问在贤为什么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看着弗拉德痛苦咆哮的样子，在贤突然察觉到了异样。他隐约感觉到对方身上之前燃烧的黑色能量和现在流淌出来的红色能量，这两股力量正在发生某种诡异的变化。看着眼前不断碰撞的两股力量，在贤终于想通了其中的关键。他本能地理解了这两股力量的本质，那股黑色的能量其实是源自他自己体内的力量，所以东剑之前突然召唤出黑色长矛，根本就不是什么巧合。而弗拉德之所以能在他的领域里行动，甚至之前能直接刺穿隐形屏障，全是因为那股红色能量在护着他的身体。就在贤理清思绪的时候，系统的提示框瞬间弹了出来。系统检测到了对在贤具有极强敌意的目标，系统提示框闪烁着排除的指令，但在贤的防御屏障外，那股红黑色的能量却变得更加狂暴。弗拉德整个人被血色能量吞噬，嘴里疯狂地嘶吼着需要更多的鲜血。这突如其来的异变让在贤也有些始料未及，伴随着痛苦的咆哮声，弗拉德彻底失去了理智，在半空中疯狂地挣扎扭曲。就在这混乱的关头，在贤咬紧牙关站了出来，双手汇聚起耀眼的紫色光芒。在贤大喝一声，直接发动了隐形之手，这一下来的猝不及防，直接死死掐住了弗拉德的脖子。紧接着，在贤再次发动巨型化，那只紫色的大手瞬间膨胀，将弗拉德狠狠地砸进废墟里。看着被死死压制的弗拉德，在贤在一旁若有所思。看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在贤终于想通了其中的关键，难怪系统之前明明消灭了弗拉德，这家伙却还能不断复活，因为系统摧毁的只是他的肉身，而他的本体其实是这些血液本身。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些血液彻底清除，根本就杀不死他。这让在贤开始重新思考系统的机制。系统提示的敌对目标这个概念其实非常模糊，只要是对他产生敌意的存在，都会被系统判定为敌人。如果系统的规则真的是绝对的，之前那些吸血鬼就不可能轻易闯入他的领地。关于系统判定目标地标准，在贤之前做了很多假设，现在终于得出了结论。所谓的敌对目标，其实就是他主观认定的敌人，比如那些长相怪异的怪物，或者是对他产生实质威胁的人。也就是说，系统的判定机制其实完全是跟着他自己的意识在走。如果系统力量的触发标准真的是由他的主观意识决定，那接下来的战斗可就完全不一样了。看着眼前这惊人的一幕，东剑整个人都愣住了，忍不住嘀咕：这难道也是在贤的能力？而在贤的思绪还在继续，如果系统的判定真的与他的主观意识深度相连，那事情可就简单多了。弗拉德被死压在地上，根本无法动弹。还没等他挣扎着站起来，头顶上突然凝聚出一个恐怖的黑色空洞，这股前所未有的压迫感让弗拉德彻底慌了神。既然在贤已经看穿了弗拉德的本体是血液，只要他在意识里认定这一点，下一秒系统的提示音瞬间响了起来，绝对者的要求已经确认，针对敌对目标地判定条件正在重新调整。既然在贤已经看穿了规则，那就意味着他甚至能直接改变系统。下一秒，系统的提示音瞬间响了起来，检测到敌对目标正在进行强力压制。弗拉德被死压在地上，根本无法动弹，只能发出痛苦的惨叫。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体内的 N 次力量正在疯狂流失。更糟糕的是，他与那位伟大存在之间的连接也正在被强行切断。看着在贤那冷酷的背影，弗拉德这回是彻底绝望了。面对这无法理解的恐怖力量，弗拉德彻底崩溃了，大声质问在贤到底是什么人。他根本无法相信一个人类居然能拥有与那位伟大存在抗衡的力量。狂暴的血色能量在半空中扭曲，弗拉德歇斯底里地咆哮着，指责在贤的存在根本就不合理，简直就是个怪物。面对敌人的质问，在贤却显得异常平静，冷冷地回答说自己根本不在乎什么合理不合理，在这个该死的世界里，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在贤缓缓抬起手，眼神里满是冷酷，他只想从这些怪物手里保护好身边的人，至于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终极宅男罢了。听到在贤给出的回答，弗拉德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他根本无法理解在贤的决定居然只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就要与他这个真祖彻底为敌。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自己堂堂一个吸血鬼真祖，居然会被这种微不足道的理由击败。弗拉德歇斯底里地咆哮着，拼尽全力想要挣脱身上的束缚，但在绝对力量的压制下，他的挣扎根本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黑暗吞噬。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弗拉德的身体开始发生诡异的变化。眼前的这一幕让旁边的德秀彻底看傻了，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在贤也警惕地退后了一步，眼前这个重新站起来的怪物，难道就是刚才那个家伙？就在这时，在贤冷冷地看着系统面板上面的操作已经全部完成，这下他终于能确定心中的猜想了。在贤终于确定了心中的猜想，系统力量的触发标准确实与他的主观意识深度绑定。当他决定留下弗拉德的性命时，原本代表抹杀的指令瞬间变成了绝对压制，结果不仅保住了对方的性命，还顺带清除了所有的血水。看着跪在地上痛苦呻吟的弗拉德，在贤心里很清楚，对方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力量，这正是他想要达到的效果。在贤直接发动了隐形之手，死死掐住了弗拉德的脖子，冷声质问他那股红色力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弗拉德痛苦地哀求着，希望那位伟大的存在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但在贤知道他不会轻易开口，
在贤突然转头看向恩珠，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大战，他之前提升了其他家臣的等级，唯独恩珠因为升级太贵被搁置了。既然直接升级的费用太贵，在贤决定换个方式，直接让恩珠来收割这个残血的真祖。恩珠收到命令后，立刻走上前去，还没等弗拉德反应过来，恩珠就扑上去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彻底结束了这场战斗。随着弗拉德被消灭，在贤的系统面板突然弹了出来，提示他成功猎杀了真祖，不仅获得了海量经验，钱包里居然凭空多出了1万亿韩元。这下连在贤自己都彻底懵了，看着系统面板上的天文数字，在贤整个人都懵了，这笔巨款多得简直离谱。在贤看着这笔巨款，却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如果系统给出的结算奖励这么庞大，那就意味着接下来的麻烦会更大。在贤忍不住暗骂了一句该死。就在这时，废墟里突然传来一声微弱的求救，一道耀眼的紫色光柱冲天而起，紧接着系统面板开始疯狂刷屏。在贤缓缓睁开眼睛，看着周围熟悉的陈设，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居然已经回到了家里。他努力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事，当时因为领地扩张带来的剧烈疼痛，他直接疼得晕了过去，看来是其他人把他送回来的。在贤无奈地叹了口气，再次换出了系统面板，要是早知道这次的奖励这么惊人，自己就该提前做好准备了。在贤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突然发现了一条新的提示，随着领地等级提升到30级，公民数量居然已经突破了10万大关。紧接着系统又弹出了新公告，因为公民数量达标，一个叫做新力的全新功能正式解锁了。在贤在面板上仔细研究起来，原来这个所谓的新力其实就是一种全新的强化系统。既然家臣们也算在公民的范围内，那他们自然也能通过这个系统得到强化。如果再把王冠的效果叠加在一起，那接下来的提升可就太恐怖了。看着系统面板上翻倍的强化效果，在贤心里大概有了底。既然新增的能力已经确认完毕，那就要开始下一步的计划了。他决定先集中资源强化家臣，至于普通公民的强化，等以后有空了再考虑也不迟。在贤推开门走了出去，心里还在犯嘀咕，自己这次到底昏迷了多久？迎面就撞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对方看到他也是一愣，惊喜地喊出了他的名字。在贤定睛一看，居然是一真。一真笑着解释说，自己刚好想过来看看他醒了没有，这时间凑的还真是挺巧的。在贤有些摸不着头脑，问一真怎么会在这里？难道是自己无意中把他召唤过来的？一真摇了摇头，解释说是东健他们拜托自己来照顾他的，刚好自己这会儿也没什么事。不过紧接着，一真的神色变得有些迟疑，问在贤能不能抽空聊聊。两人在桌前坐下后，在贤这才知道自己居然已经昏迷了整整2天。一真点了点头，接着告诉他，在这2天里，大家一直在寻找蔚山的幸存者。此时在会议室里，一真神色凝重地告诉在贤，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妙。自从真祖被消灭之后，周围的怪物开始疯狂涌入蔚山，毕竟领地的主人已经没了，这些怪物都想来分一杯羹，这让秉浩也感到十分棘手。更糟糕的是，蔚山的幸存者根本不知道怪物的恐怖。之前在吸血鬼的庇护下，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圈养的家畜。虽然大家试图去营救这些幸存者，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因为紧接着又出现了新的状况。一真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那些幸存者对他们的态度并不好，甚至对他们满是怀疑。在贤听完倒是一点也不意外，毕竟之前有吸血鬼的威胁在，大家为了活命才不得不抱团。现在危机解除，谁也不想再听别人指手画脚。既然强扭的瓜不甜，在贤索性决定先放手，要是强行把人带走，反而会招来怨恨，不如等他们自己想通了再说。一真点了点头，同意了在贤的决定。看来这次的搜救行动到这里也只能先告一段落了。在贤叹了口气，说这次的搜救行动确实该结束了。接着他突然叫了在贤的名字，一旁的一真显得有些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但他还是咬了咬牙，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告诉他。一真让在贤先保持冷静，因为接下来的消息可能会让他有些难以接受。听到一真接下来的话，在贤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那些关于罪孽与承诺的过往瞬间涌上心头。在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下意识地追问对方刚才到底说了什么。窗外的暴雨下个不停，而此时的灵堂里早已站满了前来吊唁的人，屋里到处都是悲痛的哭喊声，每个人都换上了黑色的丧服，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看着灵堂正中央摆放的3张遗照，在贤最害怕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